周晨，你今天必须入赘玉女宫，侍奉玉清仙子。玉清仙子美若天仙，让你入赘是便宜你了。大前王朝，天风城，林家，这里是哪里？我又是谁？看着周围的陌生环境，周晨半晌之后这才反应过来，他周晨成长16年，终于在这一刻打破胎中之谜，觉醒前世记忆。周晨猛地抬手，眼前正是一位少女，她一身鹅黄衫裙，发髻微挽，红唇贝齿，原本该是清丽出尘的容颜，此刻却被一抹冰冷覆盖。无极哥哥已然拜入天地门，前途无量，岂能去那种地方白白葬送？你生得俊朗，玉清仙子一定会喜欢你，替无极哥哥去玉女宫入赘，是你的福分。周晨脸色一沉，记忆疯狂涌来，自己是一枚孤儿，在16年前被林家一位好心人收养，好心人名为林毅，他还有一个女儿，算是周晨的义姐。不过除了义父和义姐之外，他和林家其他人并不熟悉。眼前这个明艳少女林婉儿正是自己的白月光，但自己痴恋她多年，她却从未正眼相待。而林婉儿喜欢的自始至终都只是天风城的骄阳，城主之子赵无极。不过如今自己觉醒前世记忆，再也不是之前的周晨，自然舔不了一点。我不去。整个青州谁人不知玉女宫全是妖女，入赘者皆成炉鼎，被那妖女吕玉清采捕致死。你让我替赵无极去？林婉儿，你这分明是要我死。玉女宫，青州凶名赫赫的势力，公主吕玉清数年前横空出世，创立玉女宫。每年玉女宫都以入赘之名，在青州各城挑选男子入宫侍奉吕玉清，入赘者尽数沦为炉鼎，被吸干元阳，惊破而亡。曾有青州强者联手讨伐，却被吕玉清轻易击溃。自此再无人敢触其锋芒，凡被选中的男子，无人敢违逆。7日前，玉女宫选中了天风城的赵无极。不过林婉儿不想让赵无极去，而是想让他的舔狗周晨代替他的无极哥哥去入赘玉女宫。林婉儿冷笑一声，不去，那我就帮你一把。此话一出，周晨骤然发觉体内灵力迅速凝滞，竟连一丝气息都无法调动。你这贱人，刚才那杯酒有毒。他想了起来，刚刚进入厅堂的时候，林婉儿假意安抚，递给他一杯酒，自己毫无防备便饮下了。现在才明白，晚了。林婉儿笑容冰冷，酒中掺了玄阴散，专封武者气海经脉，12个时辰内你与废人无异。他转头望向门外，声音突然变得娇柔，无极哥哥，这下你不用去玉女宫了。话音未落，一位锦衣玉带的英俊青年负手而入，他剑眉星目，气度不凡，正是天风城少主赵无极。赵无极居高临下的俯视周晨，轻蔑道：周晨，听说你身负3品纯阳血脉，反正你都要被玉女宫的妖女采捕致死，不如成全了我。话音落下，赵无极五指成爪，猛地扣住周晨天灵盖，一股吸力猛然爆发。啊！撕心裂肺的剧痛席卷全身，周晨只觉心口剧痛，体内那股至阳至纯的血脉之力竟不受控制的被强行抽离，顺着对方指尖涌入其体内。林婉儿、赵无极，你们这对狗男女，血脉乃是武道根基，他这3品纯阳血脉放在整个天风城都是顶尖天赋，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武道根基，如今竟被赵无极生生夺走。纯阳血脉果然不凡。赵无极感受着掌中澎湃的力量，满意的点头，有了他，我定能在天地门大放异彩。林婉儿依偎在赵无极身旁，眼中满是崇拜。无极哥哥天纵之姿，配上这纯阳血脉，定能一飞冲天。他转头看向瘫倒在地的周晨，来人，把这个废物送去玉女宫。玉女宫。周晨猛然睁开双眼，他下意识运转体内灵力，却发现虽然修为尚在，但体内那股至阳至纯的血脉之力已然消失无踪。他的3品纯阳血脉被赵无极硬生生夺走了。这是哪里？周晨痛苦的呻吟一声，抬头环顾四周，粗壮的灵铁锁链缠绕全身，将他捆缚的动弹不得。4名身穿素白纱裙的女子正抬着他前行。醒了。为首的紫衣女子低头瞥了他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怜悯。长得这般俊朗，真是可惜了。周晨没有理会他的怜悯，而是死死盯着四周环境。雕梁画栋的长廊，空气中弥漫着若有似无的异香，远处隐约传来女子娇媚的笑声。这是玉女宫。他心头巨震，瞬间明白一切。整个青州没有哪个男人不畏惧这里，而自己成了那个被推来送死的替罪羊。你们这对狗男女！周晨心中怒火滔天，他发誓自己若能安全回来，一定要让赵无极碎尸万段，林婉儿更是先奸再杀。紫衣女子见他神色变化，道：既然醒了，就准备好面见公主。其余女子恭敬应声，
加快脚步，将周晨抬入大殿深处。殿内轻纱帷幔垂落，幽香浮动，一道曼妙身影斜倚在软榻上，指尖轻轻把玩着一缕青丝。终于来了。紫衣女子上前一步，恭敬道：公主，此次送来的并非天风城少主赵无极，而是邻家养子周晨。不过他瞥了一眼周晨，低声道：此人容貌俊朗，更胜赵无极，想必更合公主心意。素衣女子将周晨抬至玉榻前，周晨这才看清吕玉清的脸，只一眼，呼吸便为之医治。吕玉清的脸美得惊心动魄，眉梢眼角似含秋水，肤光胜雪，美若天仙。她一袭半头白纱，胸前傲然挺立，将轻纱撑起惊心动魄的弧度，纤细腰之下是浑圆饱满的曲线。一双修长玉腿裹着薄如蝉翼的白丝，随意交叠在软榻上。吕玉清的目光在周晨脸上流连片刻，眉梢微挑，唇角勾起一抹慵懒的笑意。这就是新选的夫婿，倒真是个俊俏的少年郎，不错，真不错，比那什么赵无极俊朗多了，本宫很喜欢。突然他美眸一凝，鼻翼微动，似是嗅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气息。等等，这是……他猛地从软榻上站起，白纱轻扬间，曼妙身姿若隐若现，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狂热。周晨被他看得头皮发麻，那眼神根本不是看一个人，而是在看一盘即将入口的美味，是纯阳之气。怎么会有如此精纯的纯阳之气？吕玉清失声惊呼，美眸中瞬间爆发出骇人的金光。这气息虽淡，却十分精纯，比他以往吸纳的任何男子元阳都要霸道。这些年他采捕过的男子没有100也有80，却从未遇见过如此精纯的本源。那不是寻常武者的元阳，更像是天地初开时孕育的纯阳精华，对他这种修炼阴寒功法的修士而言，简直是无上补品。若是能将这少年体内的纯阳之气彻底吸纳，别说冲破当前瓶颈，便是暴涨100年功力也不在话下。退下，全都退下！吕玉清娇躯轻颤，已经迫不及待起来。封锁大殿，任何人不得靠近，擅闯者杀无赦。紫衣女子心头巨震，不敢有丝毫迟疑，立刻躬身应道：谨遵公主之令。她迅速带着其他侍女退出大殿，瞬间寝殿内只剩下周晨和吕玉清。吕玉清再也无法保持丝毫矜持，他连步轻移，几乎是扑到了周晨身前。好精纯的纯阳之气，他喃喃自语，近乎疯狂，舌尖无意识地舔过唇角，眼中闪烁着妖异的红光。你这身纯阳之气，本宫就不客气地笑纳了。我会让你在极乐中贡献出一切，这是你的荣幸。周晨浑身汗毛倒竖，本能地运转体内残存灵力，想要抵抗，但在吕玉清面前根本没有用。呵，区区淬体境的小家伙也敢在本宫面前挣扎。吕玉清冷笑一声，玉指轻点周晨眉心，一股恐怖的威压骤然降临。这方世界修炼境界可分为淬体、凝元、真刚、神海、通天，再往上周晨便不知道了。周晨是凝元境，而吕玉清早已踏入通天境多年，一境一重天，两者之间如同天堑啊！周晨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他感觉自己身上的每一寸血肉都在被撕扯。吕玉清的采捕之术霸道至极，直接从七窍中抽离元阳，他能感受到自己苦修多年的灵力正在飞速流失，真是意外的惊喜。吕玉清陶醉地眯起眼睛，感受着涌入体内的至阳之力。这少年的本源比他想象的还要精纯，仅仅几个呼吸的采捕就抵得上平日半月苦修。不，我不能死，我还要回去报仇。周晨死死咬着牙，心中满是不甘。吕玉清舔了舔唇角沾染的血迹，眼中闪过一丝玩味的残忍。放心，本宫怎么舍得让你死呢？你这样的绝世炉鼎，本宫要养起来，慢慢享用。永世囚禁于此，做本宫专属的修炼鼎器，岂不美哉？半个时辰后，周晨形容枯槁，气若游丝，唯有一丝顽强的意志在苦苦支撑。而吕玉清周身却泛起淡淡的金芒，体内积压多年的瓶颈竟隐隐松动，一股更磅礴的力量在他体内蠢蠢欲动。哈哈，本宫的瓶颈松动了，果然是天赐的纯阳本源。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道困扰他多年的壁垒，此刻竟出现了一丝裂痕，只需闭关冲击，便能一举踏入那道门槛。小郎君，他俯身妩媚一笑，贪婪地深吸了一口周晨身上残留的纯阳气息。乖乖等着本宫，待本宫破关而出，再来好好享用你。话音未落，他身影一晃，瞬间消失在寝殿深处，只剩下周晨一人。周晨瘫软在地，七窍不断渗出血液，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苦修多年修为已荡然无存，经脉断裂，丹田更是空空如也，彻底沦为废人。林婉儿，赵无极，他咬牙切齿，
心中怒火滔天。若非那对狗男女设计陷害，自己怎会沦落至此？渐渐，意识越来越模糊，黑暗从四面八方涌来，似要将他彻底吞噬。终究还是和那些被选中的男人一样，要被西城人干了吗？就在周晨生死垂危之际，嗡！一股至刚至阳的力量突然从体内最深处爆发，如火山喷发，如旭日初升。温热的鲜血顺着嘴角溢出，浸透了胸前一枚玉佩。这枚自襁褓时期就陪伴他的玉佩，此刻竟泛起淡淡金芒。轰！周晨残存的意识中，仿佛天地初开，一座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巍峨巨塔，撕裂了无边的黑暗，轰然降临。什么？是那枚从小带到大的玉佩？周晨心神俱震，几乎不敢相信。这玉佩他自幼贴身佩戴，收养他的义父林毅说过，这是他襁褓中便有的东西。不过这只是一枚普通玉佩，从未显现过任何神异。就在他惊骇欲绝之际，轰隆！忽然巨塔第一层轰然开启，一道风华绝代的身影踏空而出。女子一袭白衣，容颜绝世，眸若星辰，周身缭绕着混沌气息。阴阳神塔酝酿混沌，精成纯阳血迹，起万古玄门。得此塔者，定虚实，遂虚妄，灵9天。天门既开，浩劫已临。你为纯阳道体，当为万道解眼，诸界变数。周晨呆若木鸡，我纯阳道体，阴阳塔应劫之人。还未等他反应过来，眼前景象骤然变幻。什么情况？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在睁眼时，已置身于塔内空间，这是阴阳塔。你现在在塔内。清冷的声音传来，白衣女子凭空出现在他面前，眸光如渊，深不可测。外界1日，塔中10天，且灵气充足。阴阳塔以认你为主，心念一动，便可回归现实世界。周晨心神俱震，阴阳塔。他心念微动，立刻感受到与这座塔建立了某种玄妙的联系，仿佛只需一念便可自由进出。10倍时间流逝，这绝对是顶级修炼至宝。他眼中金光闪烁，没想到自己从小佩戴的普通玉佩竟是如此神物。有了此宝，找林婉和赵无极报仇雪恨指日可待。但下一刻，他忽然想到了什么，眉头紧锁，面露苦涩。没用啊，我如今已是玉女宫公主吕玉清的炉鼎，那妖女修为通天，手段狠辣，即便有此神塔，我也逃不出她的魔爪。她将我囚于寝宫，日夜采补，我纵能修炼，又有何用？不过是给她多添些养料罢了。白衣女子眸光闪动，冷笑中带着睥睨万古的威压。蠢货，你可知你那被夺走的3品纯阳血脉，不过是纯阳道体未觉醒时所溢散出的一丝微末气息罢了。仅此一缕残息，便让那妖女如获至宝，癫狂至此。如今你已觉醒真正的纯阳道体，此乃大道孕育的诸天至阳圣体，更是天下一切阴邪功法的天敌克星。那妖女若敢再采捕你，只会被反噬，成为你的炉鼎。周晨浑身巨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纯阳道体竟如此逆天，不仅能反噬采捕，还能反吸对方修为。他猛地凝神内视，心神沉入那破碎不堪的丹田深处。轰！他下意识凝神内视，果然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灼热力量正在丹田深处奔涌。那力量至刚至阳，仿佛要冲破皮肉。这便是纯阳道体。这股力量霸道纯粹，远比他之前那点可怜的3品纯阳血脉强盛100倍，好似能焚尽世间一切阴邪污秽。周晨这才重新打量眼前的白衣女子，不由心神一颤。眼前的女子已非美丽2字可以形容，眉如远山寒带，眸似星河璀璨，肌肤莹润如玉，仿佛是天地灵气汇聚而成的完美造物，美得惊心动魄。前辈，您是为何会在这阴阳塔中？周晨小心翼翼地问道。白衣女子眸光微垂，混沌气息在她周身聚散沉浮。本座乃阴阳塔第1层的大帝西河女帝。女帝。周晨如遭雷击，浑身巨震。大帝，那是传说中寿元无尽，俯瞰万古的无上存在。他正准备开口询问更多关于阴阳塔的事情，西河女帝却已抬手制止。不要多问，你先回去。周晨只得按捺住满腹疑问，心念一动，眼前景象骤然变幻，意识重新回到之前的寝殿中。他惊讶地发现胸前的玉佩微微发热，一道白光闪过，西河女帝的身影竟也出现在殿内。他玉手轻挥，一道柔和的光芒笼罩周晨全身。刹那间，他七窍流出的血迹尽数消失，身体恢复整洁。周晨看着身旁凭空出现的西河女帝，心中惊愕更甚。西河前辈，您能直接从玉佩中现身？西河女帝没有回应他的疑问，眸光落在他身上，眼神中带着一丝炽热，淡淡开口：你修为被那妖女采捕殆尽，根基受损，接下来本座助你恢复，
甚至更上一层楼。周晨一愣，被他这眼神看得头皮发麻，总觉得这目光有些熟悉，竟和先前吕玉清看他的眼神有几分相似。他下意识后退半步。前辈，怎么恢复？西河女帝语气平淡，却吐出让周晨魂飞天外的几个字。很简单，与本座双修。双修？周晨脸色瞬间煞白，惊恐的连退数步。这算什么正经方法？眼前这位西河女帝固然风华绝代，美若天仙，但刚刚才经历吕玉清那妖女惨无人道的采捕，周晨此刻对任何靠近他的绝色女子都充满警惕。越是美丽的女人，越是危险。这位西河女帝比吕玉清更甚百倍。西河女帝秀眉微蹙，显然有些不耐，冷哼一声：“蠢货，你的纯阳道体乃是诸天至阳本源所化，是这世间最为纯粹无垢的元阳宝体，对本座这等存在而言，更是无上大药，万载难逢的机缘。你以为本座现身于此，会放过此等造化？不要抗拒，你也有好处。”“不，我不信。”周晨死死攥紧拳头，眼中满是抗拒。吕玉清就是这样采捕我的，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可他话音未落，西河女帝已探出手，指尖轻点他的眉心。“哼，由不得你。”周晨只觉浑身一僵，连动弹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了。只见西河女帝素手轻抬，指尖划过虚空，那深胜雪的白衣竟如同被迅速剥落，化作点点星光消散，绝世风光刹那展现，一具完美到令人窒息的胴体缓缓显露。长发如瀑，扮演着惊心动魄的曲线，柳腰纤细，向下延伸是浑圆饱满的弧度，一双修长玉腿比直匀称，肌肤胜雪，光滑细腻，不见丝毫瑕疵。周晨只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涌入体内，瞬间撕裂了他残存的抵抗。纯阳道体被强行引动，一股灼热澎湃的纯阳本源不受控制的奔涌而出。你别过来！反抗终究是徒劳。周晨被他轻轻一带，便跌入一个温软的怀抱。烛影摇红，纱幔轻舞。一声压抑低吟一出，顷刻间春色满屋，连空气都变得滚烫。不知过了多久，仿佛几个时辰，又仿佛漫长无比。周晨悠悠转醒，意识还有些模糊。他下意识地侧头望去，瞬间呼吸一窒息，和女帝正背对着他，站在朦胧的光线下穿衣。那惊心动魄的背影曲线在朦胧光晕中若隐若现，光滑的肩头，纤细的腰肢，挺翘的臀线，修长的玉腿，薄纱轻覆，非但未能遮掩，反而更添几分神秘与朦胧之美，甚至比赤裸更令人血脉奔张。周晨下意识地屏住呼吸，喉咙发干。再看，本座便挖了你这双眼睛。西河女帝猛地侧过身，凤眸寒煞，仿佛下一刻就要将周晨碾碎。周晨吓得一缩脖子，但或许是亲密接触后胆子大了点，他下意识的小声嘟囔了一句：“有什么好挡的？刚才不都看过了吗？该干的也都干完了。”放肆！登徒子！西河女帝勃然大怒，俏脸寒霜：“你找死！”她玉指微抬，一缕杀意凛然的混沌之气凝聚指尖。周晨吓得一缩脖子，赶紧闭嘴。西河女帝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头的羞怒，努力维持原本的清冷样子。“少废话，本座问你，现在感觉如何？”周晨下意识地脱口而出：“感觉？当然是非一般的感觉。前辈，要是能再来一次！”“混账东西，无耻，下流！”西河女帝勃然大怒，俏脸寒霜，眼神羞怒交加。“本座是问你体内修为感觉如何？谁问你这个了？你这好色之徒，再敢胡言乱语，本座现在就废了你！”周晨这才回过神，脸色一沉，连忙收敛心神，凝神内视。轰！一股远超之前的力量在体内奔腾。宁元镜，宁元镜，我突破了！周晨欣喜若狂，被吕玉清采捕的修为不仅全回来了，更突破了一个大境界。他心神俱震，感受着体内奔腾咆哮的宁元镜灵力，一股难以言喻的狂喜席卷全身。这便是纯阳道体的逆天之处。与女子双修过后，修为竟能暴涨至此，简直太厉害了。西河女帝整理衣衫的动作一顿，淡淡瞥了他一眼：“蠢材，你以为纯阳道体如此简单？严格来说，你之前不过是纯阳凡体，没有正式觉醒，连道体的门槛都未真正踏入。纯阳凡体，正式觉醒？”周晨微微一怔：“西河前辈，我这不是已经觉醒了纯阳道体吗？”西河女帝并未直接回答他的疑问，而是反问道：“那林婉儿夺你血脉，废你修为，更将你送入死地，你可想报仇？”周晨心头猛地一紧，一股滔天恨意瞬间冲上头顶。当然，那贱人夺走我的一切，此仇不共戴天，我必让他血债血偿。很好。
西河女帝微微颔首，眼中闪过一丝冷冽的满意，有恨意，方有动力。她负手而立，混沌气息缭绕周身，徐徐说道：纯阳道体乃大道孕育之圣体，岂是凡俗血脉可比？其成长共分9大境界：真体、霸体、灵体、解体、圣体、仙体、神体、地体，乃至最终的纯阳族体。每境界一重，力量便如破茧成蝶，暴涨数倍乃至数十倍，不可同日而语。他目光落在周晨身上，你之前所拥有的不过是纯阳凡体罢了，尚未正式觉醒。周晨听得心神激荡，原来纯阳道体竟有如此浩瀚的成长空间。西河女帝眸光流转，继续说道：你升级道体的方式倒也简单，便是与身负至阴体质的女子双修，汲取其纯阴本源。他抬眼看向周晨，语气坦然：本座便是至阴体质，先前与你双修，一来是助你打破凡体桎梏，让纯阳道体正式觉醒；二来你的纯阳本源也能滋养本座，算是各取所需，本座也得了不少好处。你现在只是纯阳道体最低级的阶段，纯阳真体。周晨这才彻底明白，原来双修背后还有这般门道，看向西河女帝的目光多了几分了然。西河女帝话锋一转，眼中闪过一丝冷芒。至于那灵婉儿，她身负的正是罕见的一重太阴体质，对你而言是天赐的炉鼎。你若能裁捕她的，不仅能尽数夺回被她间接夺走的一切，更能借她的太阴本源淬炼己身，达成阴阳相济之效，升级你的纯阳道体。周晨心中巨震，灵婉儿竟是太阴体质，难怪她的血脉是罕见的3品天寒血脉。好得很，等我出从玉女宫回去，一定要让她尝尝被当作炉鼎的滋味。西河女帝眸光冷冽，负手说道：阴阳塔共有9层，每层皆有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帝坐镇，对应你的纯阳道体等级，你每开启一层便能获得一位女帝的无上传承。除此之外，阴阳塔每层皆藏有逆天功能，譬如这第1层便是光阴熔炉，塔中10载，外界1日，此乃夺天地造化之伟力，堪称修炼绝境。至于第2层的玄妙，须等你纯阳道体升级自会揭晓。周晨心中大惊，他万万没想到，这枚伴随自己16年看似平平无奇的玉佩，竟藏着如此泼天的造化。第1层的功能就如此厉害，第2层的功能肯定也不会差到哪里。西河女帝眸光如渊，负手说道：接下来本座便传你双修功法9节纯阳经。双修功法？周晨眉头一皱，愚昧。西河女帝冷哼一声，此经岂是寻常采补之术？这不仅是双修秘法，也是熔炼万阴、铸就无上纯阳道基的逆天功法。诸天万界，唯有纯阳道体才能修炼。话音落下，他玉指凌空一点，嗡，一道仿佛蕴含开天辟地意志，悍然灌入周晨识海。一节焚脉，引纯阳真火，焚尽凡脉杂质，铸就无上道基。3节断魂，以阴阳本源为锤，千锤百炼，锻造不灭神魂。6节涅槃，引万阴为心，燃纯阳之火，破而后立，浴火重生9节圆满，阴阳归虚，万道熔炉，铸就纯阳地区。周晨心中大惊，这9节纯阳经霸道至极，需以至阴本源为引，阴阳相激，方能破境。这哪里是双修，简直掠夺诸天万阴，铸就唯一纯阳的逆天神功。西河女帝悠悠说道：此经在手，诸天万界身负至阴体质的女子，皆为你登天之梯。以9节纯阳经为引，你便可汲取其本源，淬炼道体，步步登高。周晨心神凛然，他现在对什么诸天万界的至阴女子不感兴趣，只对天风城的一个女人感兴趣。灵婉儿，带我回到天风城，定要让她尝尝被当作炉鼎的滋味。西河女帝眸光微转，声音陡然变得凌厉：本座限你3月之内突破神通境，纯阳道体必须晋升至霸体之境。3个月？神通境？霸体？周晨脸色骤变，如今自己刚刚突破宁渊境初期，距离神通境还隔着2大境界，3个月时间太短了。西河女帝冷哼道：没有什么不可能。3月之后，阴阳塔第2层天门将起，届时第2位女帝降临。你是纯阳道体，对塔中任何一位女帝而言都是无法抗拒的无上大药，她必会许你双修。可你如今道体才刚破凡，顶多算出入纯阳真体雏形，根本承受不住她的力量，不突破不升级，唯有死路一条。周晨恍然大悟，一股巨大的危机感涌上心头。我明白了，原来这阴阳塔的传承，还有自己这纯阳道体，并非全是机缘，还有危险。看来这泼天造化并不是那么好拿的。西河女帝蓦然颔首，周身气息渐敛。此间事了，本座须回塔内休养。话音未落，她瞬间化作一道流光，没入玉佩中。
玉佩表面微光一闪，随即恢复平静，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幻梦。周晨低头抚过玉佩，心头翻涌不休。这枚伴随他16年的普通玉佩，如今却成了他最大的依仗，也成了悬在头顶的利剑。纯阳霸体，神通境，3个月。他低声自语，压力如山。林婉儿，必须尽快回天风城，采补他，夺回血脉，升级道体，才有抗衡塔中第2位女帝的资本。就在他心思电转，谋划如何脱身之时，吱呀，沉重的殿门被缓缓推开，一股甜腻醉人的幽香率先涌入，伴随着一道慵懒酥媚，带着几分迫不及待的娇笑声。宝贝，本宫回来了，可想死本宫了。吕玉清身姿摇曳，莲步轻移，款款踏入寝殿。他肌肤胜雪，眉眼含春，显然闭关冲击瓶颈虽未完全成功，却也收获不小，心情极佳。周晨心中一凛，妖女，这一次我可不会再怕你了。他再也没有之前的恐惧，如今9节纯阳经在身，纯阳道体已然觉醒。吕玉清若再敢像之前那般强行采补，只会被自己反噬。周晨眼底寒光一闪，瞬间收敛起所有气息。他故意浑身颤抖，装出一副惊恐万分的模样，踉跄后退。你要干什么？别过来！哥！吕玉清出一串娇媚入骨的笑声，丰腴的身躯带着一阵醉人的香风，几乎是迫不及待地飘到了周晨身前。小弟弟，何必害怕呢？上一次是本宫太心急了，疼着你了是不是？姐姐会温柔些，保管让你欲仙欲死。这一次汲取了你的本源，本宫一定能突破。话音未落，他眼中妖一红芒大盛，不再耽搁，玉手再次闪电般探出，五指微曲，直接按在了周晨的丹田气海之上。他突然一怔，往常如臂使指的采补之术，此刻竟毫无反应。周晨体内本该汹涌澎湃的纯阳之气，此刻竟如同深不见底的寒潭，任凭他如何催动功法，都纹丝不动。什么情况？怎么回事？他下意识的再次催动功法，甚至比刚才更加用力。本宫的采补秘术为何失效了？你的纯阳之气呢？就在他惊疑不定，反复尝试之际，身下原本惊恐颤抖的周晨忽然发出一声嗤笑。呵呵。吕玉清一怔，低头看去，只见周晨缓缓抬起头，一脸风轻云淡，脸上哪还有半分恐惧。周晨神色平静道：别白费力气了，妖女，因为现在的我早已不是之前那个任你采补的周晨了。话音刚落，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气息骤然从周晨体内爆发。轰！至刚至阳，惶惶如大日凌空。周晨瞬间疯狂，9节纯阳经，纯阳道体真正觉醒后的力量第一次毫无保留地展现于世。什么？这是？吕玉清花容失色，美眸瞬间瞪大。你修炼了什么邪功？本宫的一身灵力竟然在被你狂吸！他惊骇地发现，一股霸道绝伦的吸力从周晨掌心传来，他苦修多年的灵力竟不受控制地往外倾泻。不，我的修为，我的灵力！停下，快停下！吕玉清娇躯剧颤，美目中满是惊恐。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苦修数百载，引以为傲的通天境修为正如退潮般飞速流逝，这种眼睁睁看着自己力量消失的感觉，比杀了他还要难受。与此同时，周晨的气息却在节节攀升，直接将吸收来的阴元灵力尽数炼化。原本刚刚突破的凝元境修为，此刻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涨。怎么回事？这到底是什么邪功？吕玉清心神剧烈，他纵横青州，创立玉女宫，采补的男子没有100也有80，从来只有他吸干别人，何曾想过自己也会有沦为他人炉鼎的一天？而且还是被一个不久前还是他掌中玩物随意采补的少年反制，这巨大的反差和羞辱感几乎让他崩溃。小弟弟，他强撑笑意，声音酥媚中带着哀求。姐姐知道错了，你放过姐姐好不好？姐姐以后一定好好疼你。周晨冷笑一声，手上力道丝毫不减。你这妖女还想骗我？他非但没有丝毫怜悯，反而全力催动9节纯阳经。对于这个险些将他吸成人干，还想将他永世囚禁为顶器的女人，他心中唯有恨意和利用，绝无半分同情。不要！周晨公子，饶了我，我知道错了，求求你停下！吕玉清彻底慌了，感受到修为跌落的趋势加快，他再也顾不得什么公主尊严，颤声哀求起来，美眸中泪光闪烁，试图唤起周晨的怜惜。周晨眼神冷漠如冰，丝毫没有怜悯之意。饶了他！若非羲和女帝和阴阳塔，自己早已是一具枯骨。此刻他求饶，不过是力量反噬下的恐惧罢了，岂能有半分真心？饶了你！周晨冷笑，刚才你猜不我，害我修为尽失，经脉欲裂时，可曾想过手下留情？若非我另有际遇，早已被你榨干。现在求饶，晚了。
话音未落，周晨大手猛地一扯，刺了！吕玉清身上薄如蝉翼的素白纱衣应声而裂，紧接着一件件华贵的衣物散落一地。啊！你要干嘛？吕玉清惊呼出声，却因灵力暂时被禁锢，根本无力反抗。周晨一把将他拦腰抱起，大步走向殿中的玉榻上，冷笑道：要！殿内烛火摇曳，映照出2道纠缠的身影，春光满屋，旖旎无限。数个时辰后，周晨长身而起，只觉神清气爽，通体舒泰，体内灵力澎湃汹涌，比之前强大了数倍不止。这9节纯阳经果然逆天，只是与他双修一番，不仅反噬了他部分修为，竟让我直接从宁元境1重飙升到了宁元境3重。这种坐火箭般的提升速度，简直骇人听闻。他满意的活动了下筋骨，这功法当真了得，照这个速度，3个月内突破神通境未必没有可能。另一边，床榻上，吕玉清衣衫凌乱，雪白的肌肤上布满红痕。他咬牙切齿地瞪着周晨，美眸中满是羞愤。周晨，你夺我清白之身，不得好死！周晨闻言一愣，目光扫向床单上那抹刺眼的嫣红，心中为之一惊。没想到这采捕了青州无数男人的妖女，竟然还是处子之身。他原本以为这采捕了青州无数男人的妖女早已是残花败柳，却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还保留着处子之身。吕玉清羞愤欲绝，扯过锦被遮住身子，声音带着哭腔：你以为本宫是什么人？本宫修炼的玉女心经，必须保持洁白之身才能大成。周晨恍然大悟，难怪吕玉清的姻缘如此精纯，原来他从未真正与人双修过，今日这一番云雨倒是便宜了自己。周晨心念电转，思考着现在如何处理吕玉清，要不要杀了他。虽然靠着纯阳道体的反噬之力暂时压制了他，但通天境的底子还在，一旦让他缓过气来，恢复部分实力，捏死自己不会比捏死一只蚂蚁困难多少，绝不能留此后患，必须趁现在杀了他。周晨眼中杀机毕露，掌中凝聚起一道凌厉的纯阳之力。周晨，你敢杀我？吕玉清脸色煞白，裹着锦被连连后退。你杀了我，你自己也绝走不出玉女宫，宫外禁制重重，守卫森严，没有我的命令，你插翅难逃。周晨动作微微一滞，吕玉清的话确实戳中了他的顾虑。从玉女宫逃出去，以他现在的实力几乎不可能，但就这么放过他更不可能。嗡！就在周晨心中思考之际，突然间周晨感觉自己的眉心识海深处毫无征兆的剧烈震动起来。刹那间，他眼前的世界仿佛变得有些不同，空气中弥漫的淡淡药香变得异常清晰可辨，他甚至能隐约分辨出其中几种药材的成分和年份。脑海中无数关于草木药材、金石矿物的信息碎片凭空涌现，各种药材的性状、药力、相生相克之理，以及如何淬炼、提取、融合，变得无比清晰和亲切。这是什么情况？周晨眉头一皱，下意识地看向殿内角落香炉里袅袅升起的青烟。他鼻子微动，一个名字以及成分、年份、药性便浮现心头。凝神香，主料百年静心草辅矣。我怎么会突然懂得这些？就在周晨惊疑不定时，脑海中突然响起西河女帝清冷的声音：别惊讶，你这是觉醒了神通丹心玲珑。此神通可通晓万药之性，明辨丹道治理。拥有此神通者，天生就是炼丹奇才，任何丹药配方、火候掌控都如掌上观文。周晨心神一震，神通，我竟然觉醒了炼丹神通。所谓神通，乃是天地法则的具现化，是凌驾于普通武技之上的无上能力。每一门神通都蕴含着大道真意，是修士与天地共鸣的产物，哪怕是高阶武技也无法和神通相比。西河女帝傲然一笑，声音中带着睥睨天下的气势。哼，这正是为何纯阳道体被称为诸天万界最强体质之一的原因。你与身负特殊血脉的女子双修后，有一定概率可以激发对方血脉中潜藏的天赋，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神通。这女人体内应该流淌着某种炼丹世家的血脉，只是尚未完全觉醒。你与她双修后，激活了她的血脉潜力，所以你便能在她身上觉醒了丹心玲珑这门炼丹神通。用不了多久，她自身的血脉怕是也即将迎来进化。周晨闻言心神俱震，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什么？和女人双修，竟然还能获得对方血脉中的神通？这也太逆天了。他低头看向床榻上羞愤欲绝的吕玉清，突然意识到自己捡到了怎样的宝贝。这哪里是什么妖女，分明是一座行走的宝藏。周晨眼中金光闪烁，如此说来，我若是多与不同体质的女子双修，没错。西河女帝的声音带着几分玩味。理论上，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无数神通。不过，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不是任何血脉都能觉醒神通，越是强大的血脉，觉醒神通的难度越大。而且每获得一门新神通，都需要你花费大量时间参悟掌握。贪多嚼不烂的道理，你应该明白。周晨心中了然，刚才只是他一时兴奋罢了，绝非与任何女子双修都能轻易获得，必然有着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不是随便什么女人都能帮他觉醒神通的。就在此时，床榻上的吕玉清突然警惕地问道：你怎么不杀我了？他话音刚落，突然娇躯一震，体内血脉如江河奔涌，一股前所未有的灼热感席卷全身。什么情况？我的丹灵血脉！吕玉清惊骇地发现，原本沉寂多年的丹灵血脉竟在疯狂蜕变。他难以置信地感受着体内澎湃的血脉之力，惊呼道：我的丹灵血脉进化了！原本停滞多年的4品血脉，此刻竟冲破桎梏，一举晋升为5品。这怎么可能？我父亲乃是大玄王朝赫赫有名的丹王吕顺天，我继承了他的天赋，天生拥有4品丹灵血脉，这血脉品级自出生起就从未改变过。武者的血脉品级代表着天赋上限，品级越高，修炼相关功法和武技更快更强。高品级的血脉之力，甚至能赋予武者种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吕玉清心中清楚，自己4品丹灵血脉已经让他在炼丹一道上远超常人，如今晋升5品，意味着他的炼丹天赋将更上一层楼。难道是因为和他？吕玉清俏脸微红，美眸中闪过一丝复杂之色。虽然被周晨采补，损失了部分修为，但修为可以重新修炼回来，血脉品级的提升却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想到这里，吕玉清眼中的恨意渐渐消散了几分。他咬了咬红唇，忽然灵机一动，突然开口道：周晨，只要你答应不杀我，我不仅让你安全返回天风城，还会送你一个天大的机缘，如何？周晨眉头微挑，心中暗自盘算。他本就不想杀吕玉清，之前的采补之仇已经报了，自己还靠着他修为突破，觉醒了炼丹神通。更何况玉女宫强者如云，若真杀了公主，自己根本不可能活着离开。我以天道誓言立誓。吕玉清见周晨犹豫，急忙补充道：你若放过我，我绝不会为难你，还会亲自护送你安全离开。周晨看着吕玉清认真的神情，终于点头：好，我不杀你，但你得保证让我安全回到天风城。这是自然。吕玉清松了口气，随即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不过我说的机缘，你就不想知道是什么吗？哦，周晨来了兴趣，说来听听。吕玉清红唇微扬，轻声道：我把我的师姐寒月剑仙送给你，让她陪你双修，如何？周晨脸色大变，如遭雷击。寒月剑仙君清月，你说真的？这寒月剑仙君清月可是名震大前王朝的绝世剑修，此女高冷孤傲，剑道天赋冠绝当代，曾一剑双寒19州，压得同辈天骄抬不起头。吕玉清见周晨震惊的样子，得意一笑：当然是真的，寒月剑仙是我师妹，身负万中无一的玄阴剑体，但她现在遇到了生死瓶颈，若不能突破，3年内必死无疑。他意味深长地看着周晨，诱惑道：你这一身纯阳精气，若是与他双修，不仅能助他突破瓶颈，你自己也能获得莫大好处。周晨心头一震，玄阴剑体，这可是传说中的顶级剑道体质，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也算是玄阴体质自己的一种，能够帮助自己的纯阳道体升级。阴阳塔中9层女帝，她们是自己这纯阳道体为无上大药，若不能再将纯阳道体升级，届时其他女帝降临，自己根本无力承受其力量，唯有被采补致死的下场。而眼前这玄阴剑体的寒月剑仙，无疑是绝佳的突破契机。玄阴剑体乃是这阴体之中的极品，若能与他双修，汲取其玄阴本源，自己的纯阳道体便可进阶，说不定还能像从吕玉清这里获得丹心玲珑神通一样，从那位寒月剑仙身上觉醒一门惊天动地的剑道神通。这诱惑实在太大了。吕玉清见他异动，趁热打铁道：周晨，之前本宫强行采补你，是我不对，但如今你也报复回来了，夺了我清白，我们算是互不相欠了，不是吗？他语气软了下来，带着一丝诱惑：我修炼的玉女心经乃是这阴功法，只要你能定期给我一些纯阳之气助我双修，我不但可以介绍师妹给你，还能在玉女宫给你安排一个客卿长老的位置。他美眸流转，继续道：我师妹君清月美若天仙，冠绝大玄，你绝对不亏。怎么样？周晨沉思片刻，终于点头：好，我答应你。吕玉清闻言顿时大喜：太好了，不过现在还不行，我师妹正在闭关冲击瓶颈，短时间内出不来，等她出关，我立刻安排你们见面。周晨微微颔首，反正有灵婉这个太阴体质的保底，他倒也不急于一时。
更何况能与吕玉清这位通天境强者化干戈为玉帛，获得他的友谊，自己也能安然离开玉女宫，对自己今后的发展也大有裨益。这位玉女宫公主的身份和能量，在整个青州都是不容小觑的。周晨沉吟片刻，开口道：“既然如此，我们就这么说定了。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先回天风城处理一些私事。如今自己实力大增，更是觉醒了纯阳道体和炼丹神通，最重要的事情自然是立刻返回天风城，找那对狗男女算总账。赵无极必须死，而林婉儿那个身负太阴体质的贱人，先奸后杀，必须让他也尝尝沦为炉鼎被采捕殆尽的滋味。”吕玉清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通体银白的玉牌，轻声道：“这是代表我玉女宫核心身份的克卿长老令。”他解释道：“持此令牌，如同本宫亲临，在青州地界，我玉女宫势力范围内，多少能给你一些方便，也算是个身份的象征。同时，它也是一件传讯法器。待我师妹君清月出关，本宫便会通过此令牌通知你，你只需注入一丝灵力，便能感知到讯息。除此之外，本宫需要的纯阳之气，你可以定期通过它输送。”周晨接过令牌，入手温润，隐隐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一丝奇异能量。这令牌做工精致，显然并非凡品。一个男人成为玉女宫的克卿长老，听起来怪怪的。不过毕竟玉女宫声名在外，确实能带来不少便利，也算是一重意外的保障。好，那我便收下了。吕玉清见周晨收下令牌，妩媚一笑，仿佛之前的恩怨已然烟消云散。行，我师妹有动静，本宫便会通知你。周晨点头应下，心中松了一口气，能够轻松离开玉女宫自然是最好的。不过他却并没有高兴起来，心中不由想起了林家中的亲人。3个月前义父外出未归，生死未卜，还有一姐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因为血脉原因，他在林家并不受待见，但养父待他如亲子，义姐林清轩更是亲密无间。只是在3个月前，义父说要去一趟远门，便再也没回来。想到这，周晨眉头微皱，心中涌起一丝不安。天风城林家议事大厅中，不少林家高层正聚集于此。一位面容肃穆中年男子正端坐于主位之上，他正是林婉儿的父亲，如今林家家主林远山。在其下方站着一位面色倔强的少女，她约莫17、18岁，一袭素白长裙，面容清丽绝俗，正是周晨的义姐林清轩。林远山看向清轩，言声道：“林清轩，你父亲失踪3月有余，他名下那间百草轩炼丹铺是家族重要产业之一，如今还欠着一大批丹药订单没完成，再这样下去，不出半个月不然倒闭。这样，你把林毅的9玄丹经交给我，林家愿意用上等功法武技交换，所欠的订单林家来解决。最后再让百草轩交给林家，由家族统一管理，免得荒废了生意，损了家族利益。”林清轩柳眉一皱，朗声反驳道：“家主，百草轩是我父亲毕生心血，是他用自己的资源手创办的，与家族公账并无瓜葛。9玄丹经是我父亲的个人物品，也不属于林家，我不会交出去的。”就在这时，一直林远山身边的林婉儿阴阳怪气道：“哟，清轩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没有林家在背后撑腰，没有家族相助，就凭一叔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天风城把这百草轩开起来，还经营得有声有色？现在一叔不见了，这铺子自然该回归家族，难不成你还想独吞不成？”林清轩闻言，眼中怒火更盛：“林婉儿，你还有脸在这里说风凉话？我已经知道了，我弟弟周晨那天明明是去找你，之后便再无音讯。是你为了讨好那赵无极，怕他遭了玉女宫的毒手，便设计将我弟弟周晨推出去顶替，送去了玉女宫入赘。你这蛇蝎心肠的女人，现在还想来谋夺我父亲的家产？”林婉儿双手抱胸，嗤笑道：“林清轩，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我可没有逼周晨，是周晨自己贪恋那玉女宫公主的美貌，听说是个绝色美人，便主动要求替无极哥哥入赘的。他自己色迷心窍，怪得了谁？你胡说！”林清轩气得浑身发抖，怒极反笑：“整个青州谁不知道玉女宫是什么地方？入赘的男子哪个不是被吸干精血而亡？我义弟怎么可能主动入赘？”林远山猛地一拍桌子，沉声喝道：“够了，都闭嘴！”他冷冷地扫了一眼林清轩，不管过程如何，事实就是周晨已经自愿入赘玉女宫，现在他恐怕早已成了那妖女的炉鼎，尸骨无存了。你在此纠缠这些有何意义？现在立刻交出百草轩和你父亲的9玄丹经，否则我不客气！林清轩气得浑身发抖，俏脸煞白：“你们这群卑鄙小人！我父亲为林家立下多少功劳，我弟弟又做错了什么？你们放肆！”林远山脸色一沉，正要发作，
议事大厅的大门却被推开。忽然，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从厅外传来：“好一个自愿入赘，好一个尸骨无存！林家主、林婉儿，你们父女二人倒是演的一出好戏啊！”众人猛然回头，只见一位风神俊朗的白衣少年负手而立，正冷冷注视着厅内众人。少年剑眉星目，气质出尘，正是他们刚刚口中议论的周晨。当看清来人的面容时，整个大厅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是周晨，他竟然回来了！他不是已经被送去入赘玉女宫了，怎么可能活着回来？所有林家人都瞪大了眼睛，仿佛白日见鬼。特别是林婉儿，她的笑容彻底僵在脸上，她踉跄后退2步，仿佛见了鬼一般。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活着回来？数日前，他亲手给周晨下了玄阴散，亲眼看着他被夺走血脉，被送往玉女宫。那可是玉女宫啊，入赘的男子哪个不是被吸干精血而亡？更何况周晨入赘的对象还是那个凶名赫赫的玉女公主吕玉清。小晨，林清轩惊喜交加，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快步上前拥抱起来。上天保佑，你终于回来了。他们有没有对你做什么？你在玉女宫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在得知周晨被林婉设计送入玉女宫后，早已心如死灰，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这个自己视若亲弟的少年了。没想到他竟然奇迹般的回来了。周晨轻轻抱了抱一姐，轻轻一笑：“清轩姐，你放心，我没事。”他看向林婉儿，目光冰冷：“怎么，看到我活着回来，你很失望？”林婉儿脸色瞬间惨白，踉跄着后退2步，仿佛见了鬼一般。周晨怎么回来了？他强压下心中的震惊，仔细打量着周晨，发现他气息内敛，看不出具体修为，心中顿时有了计较。送去玉女宫的男人怎么可能完好无损？一定是被那妖女财不殆尽了。他能活着回来，恐怕已是油尽灯枯，一身修为尽废，现在不过是个空架子，和废人没多大区别。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极少数被采捕过度却又侥幸未死的例子，但也都离死不远了。想到这里，他强行压下心中的恐惧。周晨，你能平安回来自然是好事。周晨冷笑一声，寒光闪烁：“林婉儿，别装了，你给我下毒，联合赵无极夺我血脉，将我当作替罪羊送进玉女宫，这笔账我记着呢。”林清轩在一旁听得心胆俱裂，又惊又怒。他之前只是猜测，此刻听到周晨亲口说出，才知林婉儿竟歹毒至此。林婉儿，你竟真的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你就不怕报应吗？林婉儿脸色一变，随即冷笑道：“周晨，分明是你自己贪图吕玉清的美色，自愿前往，现在被采捕成了废物，就想赖在我和无极哥哥头上，真是可笑！放肆！”林远山再次怒喝，真刚劲的气势隐隐散发出来，压向周晨姐弟。周晨，你再敢空口无凭，污蔑我女儿清玉，休怪本家主不顾情面，按族规处置你。周晨脸色一沉，虽然他恨不得现在就采捕林婉报仇，但如今林家高层几乎都在场，其中不乏诸多宁远境高手，更别说林远山这个真刚劲强者。虽然自己获得诸多机缘，但毕竟修为尚浅，若是贸然动手，恐怕讨不了好。周晨心念电转，瞬间权衡利弊。我身负万古无一的纯阳道体，更有无上神功9节纯阳经在手，还有阴阳塔这等逆天至宝，内部10日，外界仅过1天，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闭关苦修，变强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何必在此刻与这群人争一时长短，徒增风险。林婉这太阴炉鼎，迟早是我的囊中之物，他的一切都将成为我登临绝巅的资粮，但现在还需隐忍，待我修为突破，再来收拾这对父女也不迟。想到这里，周晨心中豁然开朗，压下心中的杀意，对林远山冷冷道：“玉女宫之事，其中是非曲直，你我心知肚明，今日暂且不提。但是我依附林毅的百草轩，谁也别想动，那是我依附毕生的心血，与林家公产并无瓜葛，理应由我清轩姐继承掌管，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此话一出，让在场不少林家众人面露尴尬之色。林远山眼中寒光涌动，脸色阴沉的可怕。他早就对百草轩垂涎已久，作为天风城为数不多的炼丹铺，百草轩由林毅一手创办，生意兴隆，利润惊人。虽然名义上与林家无关，但林远山早就将其视为囊中之物。特别是林毅的九玄丹经，这本丹道秘籍他垂涎已久。在得知林毅消失前将九玄丹经留给他女儿林清轩，林远山便一直蠢蠢欲动。他本想趁着林毅失踪，以家族名义强行占有，将这块肥肉吞入自己囊中。不过万万没想到，本该死在玉女宫的周晨竟安然归来，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林远山沉声道：“好，周晨，本家主可以答应你，百草轩暂时仍由林清轩掌管。不过
林毅失踪已久，百草轩无人主持，连炼丹师都没有，还欠着许多丹药订单，光是违约金都得赔死。不如这样，你们上交9玄丹金，林家会帮助百草轩处理订单问题，同时派出资深炼丹师入驻百草轩，负责炼丹事宜，所得利润55分成。如此，既能保住林毅的心血，又不至于让资源浪费，岂不两全其美？周晨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不必了，百草轩的事情不劳林家费心，我们自己会想办法解决。林远山肚子里那点算计，他不用猜都知道。林家亏记义父的9玄丹金已久，若是答应，恐怕用不了多久，百草轩就会彻底易主，被林远山牢牢控制在手里。再说了，如今自己已然觉醒炼丹神通，刚好义父的丹道秘籍9玄丹经留在义姐林清轩手中，自己只需要好好学习一下炼丹术，还担心没有炼丹师。林远山闻言，脸色瞬间铁青，他怒喝道：你们终究是林家人，吃着林家的饭，享受着林家的庇护，如今却如此自私自利，只顾着自己那1亩3分地，丝毫不为家族大局考虑。你们对得起家族的培养吗？对得起林列祖列宗吗？再说了，林毅消失，没有炼丹师，你们守着百草轩一个空壳子又有什么用？本家主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上交9玄丹金，共同经营百草轩，否则就休怪本家主不顾血脉亲情，将你们这一脉逐出林家。这番话一出，大厅内顿时一片哗然。林清轩气得浑身发抖：家主，百草轩是我父亲的心血，与林家毫无瓜葛，你凭什么？凭什么？林远山冷笑一声：就凭我是林家家主。林远山话音未落，一股强大的真刚劲威压轰然爆发，如同山岳般朝周晨姐弟二人当头压下。林清轩娇躯微颤，在这股威压下几乎站立不稳。周晨却岿然不动，眼中闪过一丝讥讽。他一步踏出，冷笑道：林家很高贵吗？一个靠巧取豪夺、背信弃义维持的家族罢了，也配跟我谈什么血脉亲情？再说了，老子是义父收养的，姓周不姓林，和你们林家有什么关系？我周晨自愿退出林家。林清轩看着身边周晨，心中最后一丝对林家的眷恋也烟消云散。父亲失踪后，林家众人的冷漠早已让他寒透了心。他也抬起头，斩钉截铁道：还有我林清轩，今日自愿退出林家。周晨不再多言，一把拉起林清轩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步朝厅外走去。此时周晨已带着林清轩走出林家大门，还没多远，林清轩便停下脚步，一把拉住周晨的手腕，急忙问道：小晨，你到底是怎么从玉女宫那种地方安全回来的？我听说那公主吕玉清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妖女，修炼的更是采捕男人元阳的邪功，入赘的男子从来没有活着出来的。你快让我看看你的身体，你的元阳到底有没有背？话未说完，他已是俏脸绯红，后面被吸干几个字终究是女儿家羞涩，无法大方说出来。周晨猝不及防被义姐这般近距离接触，顿时闻到一股幽兰般的清香扑面而来。林清轩的俏脸近在咫尺，白皙的肌肤在夕阳下泛着淡淡的光晕，他这才发现自己这位义姐竟是如此清丽绝俗。一袭素白长裙衬得她宛如出水芙蓉，眉目如画，气质出尘，论姿色确实冠绝天风城。周晨尴尬道：清轩姐，你放心，我好得很，等回去后我再跟你细说。林清轩这才意识到两人的姿势太过暧昧，连忙松开手，后退半步。他俏脸微红，轻咳一声，掩饰尴尬：你没事就好，我们快回百草轩吧。两人很快回到了略显冷清的百草轩，林清轩迫不及待地再次追问。周晨斟酌开口解释道：清轩姐，其实我觉醒了一种特殊体质，名为纯阳道体。他隐去了阴阳塔和西河女帝的存在，只挑能说的部分。那玉女公主吕玉清想猜捕我，却反被我这体质克制，无法得逞。他奈何不了我，又怕我反噬他，最后只能放我离开。他略去了双修反噬，更不好意思提自己反采捕了吕玉清一事，并非不信任义姐，只是那些事实在不好细说。林清轩听得美眸圆睁，小嘴微张：纯阳道体竟如此厉害，能克制那妖女的采捕邪功。他虽从未听闻此体质，但见周晨安然无恙，气息似乎比之前更盛，心中信了大半。他长长舒了口气，眼中泛起水光。不管怎样，你能平安回来就好，真是上天保佑。就在这时，一个百草轩的帮工急匆匆地从后堂跑了出来。不好了，刚才林家药园的人过来传话了，说奉家主之命，从今日起，林家所有的药园和渠道一律不再供应给我们百草轩任何药材，以前订好的货也全部扣下了。他顿了顿，脸色更加难看。
还有黑虎帮3个月前预定的那批金疮散和大力丸，约定的交付期限就在半个月后。黑虎帮的副帮主刚才派人来放话了，这是他们帮派急需的物资，要是到期交不出货，不仅定金不退，还要砸了我们百草轩的招牌，让咱们在天风城混不下去。黑虎帮那群人凶神恶煞，说得出做得到啊。周晨眉头微微一皱，黑虎帮，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这黑虎帮乃是天风城中一个帮派势力，帮中成员众多，实力颇强。林清轩闻言，刚刚放下的心瞬间又提了起来，皱眉解释道：小臣确有此事。3个月前父亲还在的时候接下了黑虎帮这笔单子。黑虎帮是天风城最大的帮派，势力不小，行事霸道，专门处理些见不得光的勾当，但也需要大量疗伤和短时间内提升气力的药物。林清轩说着，快步走到内堂的书柜前，取出一张契约递到周晨手中。你看，这就是当时和黑虎帮签下的契约。他们需要的丹药虽然品级不高，都是一品，但需求量极大。原本父亲炼制了这些丹药，但基本都已经卖完，得重新炼制，不过父亲已经消失好久了。周晨接过契约，仔细浏览起来。在这个世界，丹药根据其蕴含的灵力、炼制难度和功效，由低到高大致分为1至9品。契约上罗列的正是大量用于治疗的丹药，虽然品级不高，但是数量很多。林清轩忧心忡忡地道：这些原本对父亲来说不算难事，可如今父亲下落不明，我们不仅失去了唯一的炼丹师，若不能及时交付，按照黑虎帮的手段，百草轩就真的完了。周晨看着契约，目光沉静。他觉醒的丹心玲珑神通让他对丹道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脑海中关于这些基础丹药的信息自然而然的浮现，甚至能隐约感知到其炼制要点，只要稍微学习一下炼丹术，便可解决百草轩的危机。周晨忽然问道：清轩姐，义父的九玄丹经在哪里？他记得很清楚，养父林毅的炼丹术不是拜师得来的，而是年轻时偶然得丹道秘籍九玄丹经。林清轩愣了一下：你要干什么？虽然不解，但他还是转身走向内室，从暗格中取出一本泛黄的古籍。父亲消失前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特意将这本丹经交给我保管。周晨接过九玄丹经，翻开第1页，只见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各种炼丹要诀和丹方。小陈，你要这丹经干什么？周晨合上丹经，轻松一笑：干什么？自然是修炼炼丹之术。清轩姐，黑虎帮的丹药订单你不用担心，从今天起，这百草轩的丹药由我来炼。林清轩瞪大眼睛：可你从未学过炼丹，炼丹一道最重天资，100个修士中能出一个炼丹师已是难得。林清轩记得父亲林毅当年收过几名弟子，其中不乏聪慧的青年才俊，可最终连最基础的聚气丹都无人能炼成，只得黯然放弃。更何况九玄丹经晦涩难懂，父亲林毅钻研多年才略有小成，如今只剩半个月，周晨怎么可能学会这炼丹术？周晨没有解释太多，只是微微一笑：相信我。他心中已有计较，自己已然觉醒了炼丹神通，丹心玲珑，再加上阴阳塔内10倍的时间流速，完全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掌握炼丹术。从今日起，我要闭关研习九玄丹经。周晨目光炯炯：清轩姐，你负责想办法收集药材。林家虽然断了主要供应，但天风城这么大，总会有其他渠道。林清轩看着周晨自信的神情，虽然满腹疑问，却莫名感到一丝安心。好，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库房里或许还有些父亲以前留下的普通药材，虽然珍稀的都被带走了，但练习基础手法应该够用。但你真的有把握吗？周晨没有多言，只是微微一笑。他随手从药柜中取出一枚之前义父林毅已经炼制好的养气丹，指尖泛起淡淡金光，轻轻点在丹药表面。刹那间，丹药在他掌心悬浮旋转，一缕缕药气如丝如缕地散溢开来。周晨双目微闭，轻声道：青灵草3成，聚气果5成，百年茯苓2成，火候控制在3阳开泰之境，最后以凝丹手诀收尾。林清轩美眸圆睁，红唇微张：你怎么会？这枚回气丹是父亲半年前炼制的，具体配方除了父亲，只有他隐约知道大概。周晨从未接触过炼丹，却能一眼看穿成分与火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难道他觉醒的那什么纯阳道体，在炼丹方面也有如此神异之处？他不禁幻想起来，或许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并未有血缘关系的弟弟真能创造奇迹。周晨将丹药放回原处，拿起九玄丹经：清轩姐，等我好消息。厚重的石门缓缓关上，隔绝了外界。炼丹房内药香弥漫，中央摆放着一尊半人高的暗红色炼丹炉，炉身铭刻着简单的火焰纹路，品质普通，正是林毅所施展的来炼丹炉。周晨的目光落在丹炉上，心中沉思道：
当初羲和女帝能从阴阳塔中现身与我双修，那这阴阳塔是也能容纳外物。若能直接将这丹炉和药材带入塔内，利用那10倍的时光流速来练习炼丹，效率将大大提升。他立刻在识海中呼唤：羲和前辈，我有一事相询。哼！清冷的女声在脑海中响起：你这小子想打什么歪主意？周晨连忙道：羲和前辈明鉴，我想请教，这阴阳塔可否容纳外物，比如这丹炉和药材？沉默片刻后，羲和女帝的声音带着几分玩味：倒是不笨，阴阳塔乃混沌至宝，别说区区丹炉，就是装下山川河岳也不在话下。你如今已是阴阳塔之主，只需用心念操控，便可带着外物进入阴阳塔中。不过他话锋一转，以你现在的修为，最多带些小物件入塔，想搬山移海，等你修到通天境再说吧。周晨大喜，多谢前辈指点。他眼中金光一闪，双手轻按在丹炉两侧，心念与阴阳塔共鸣。只见一道混沌光芒自他掌心泛起，迅速包围整个丹炉。嗖！暗红色的丹炉微微震颤，竟在眨眼间凭空消失。周晨能清晰感知到，丹炉已被收入阴阳塔第1层内。果然可行，他连忙转身，将药柜上存放的各类药材收入储物袋。入塔，眼前景象骤然变幻，混沌雾气中，巍峨巨塔矗立天地之间。第1层塔门洞开，丹炉正静静悬浮在中央，周围环绕着从库房取来的药材。周晨深吸一口气，翻开九玄丹经。塔内的时间流速是外界的10倍，这意味着他有充足的时间来研习炼丹之术。他凝神静气，心念微动，丹心玲珑，神通自发运转，开始翻阅九玄丹经。一瞬间，对丹道的感知力瞬间上涨。丹者，具天地灵气，凝草木精魂，控火后以炼其性，引灵力以固其形。最开始，他以为这只是一本记录了些许丹方和寻常炼丹手法的秘籍，毕竟养父灵异的炼丹术在天风城虽有名气，但也并非顶尖。但在丹道神通加持下时，周晨越看越惊讶，义父究竟从哪得来的这九玄丹经？这绝非普通的丹道秘籍，其价值绝对能比得上地阶甚至天阶功法。这九玄丹经中记载的种种控火秘术、凝丹手法，乃至利用丹药辅助修炼，无一不是精妙绝伦，闻所未闻。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炼丹笔记，而是一部系统、完整且品阶高的吓人的丹道传承。在这个世界，功法由低到高大致分为黄、玄、地、天，每阶又分下中上3品。黄阶功法随处可见，玄阶已是各大家族的镇族之宝，地阶功法唯有顶尖势力才能掌握。至于天阶功法，早已是传说中的存在，足以引发数国大战。而周晨手中这部九玄丹经，其价值绝对不弱于一部天阶下品，甚至可能更高的功法。周晨捧着九玄丹经，心中涌起一丝不安。义父的失踪会不会与这部丹经有关？这部丹经的价值太过惊世骇俗，绝非寻常机缘可得。若消息走漏，足以引来杀身之祸。义父3个月前匆匆离家，但至今音讯全无，还特意将九玄丹经留了下来。或许真是因为这九玄丹经。不管真相如何，以我现在的实力，根本无力探寻，更别说改变什么。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利用一切资源，尽快变强。而修炼炼丹术，正是眼下最快途径。不仅能解决百草轩的危机，更能为自己提供修炼所需的丹药，加速提升实力。只有实力足够，才有资格去探寻义父的下落，采捕灵婉儿，以及向赵无极报仇雪恨。目标明确，周晨不再有丝毫杂念，将全部心神都投入到了九玄丹经的修炼之中。他深吸一口气，将杂念抛诸脑后，全身心投入到九玄丹经的研习中。塔内无日月，时光如流水。周晨沉浸在丹道的玄妙世界里，从最基础的氧气丹开始，他一遍遍练习控火、提纯、凝丹。丹心玲珑，神通让他对药材特性、火候掌控有着近乎本能的领悟。起初，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炼制1品丹药，3日后，他已能同时操控2炉丹药。7日后，他开始尝试2品丹药的炼制。半月过去，连3品丹药也难不倒他。当周晨再次睁开眼时，眸中似有丹火流转。他面前的丹炉中正静静躺着3颗通体晶莹的丹药，正是3品丹药凝神丹。成了！周晨难掩激动。这凝神丹乃是帮助修士突破瓶颈的珍贵丹药，即便在天风城也是有价无市。而他现在竟能一次承担3颗，以我现在的炼丹水平，完成黑虎帮的订单绰绰有余。周晨看着炉中3颗晶莹剔透的凝神丹，欣慰一笑。这丹道神通果然厉害，没想到我竟真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掌握炼丹之术。
在阴阳塔时光之力的帮助下，最后再配合丹心玲珑神通的逆天悟性，让自己从一个从未接触过炼丹的新手，一跃成为了能够炼制3品丹药的炼丹师。若是让外界知道我只用了1个月就达到这个水平，怕是会惊掉下巴吧。周晨嘴角微扬，寻常炼丹师想要达到这个境界，至少需要10年苦修，而他却借助阴阳塔和神通之力，将这个时间缩短了数十倍。可惜境界限制，不然哪怕4品丹药也不是没有希望。以他现在的宁元境修为，炼制3品丹药已是极限，若是能突破到真刚境，说不定就能尝试炼制4品丹药了。不过虽然暂时无法炼制更高品级的丹药，但以自己现在的水平，已足够解决百草轩的危机。而且现在如今炼丹师的身份，也足以让自己在天风城站稳脚跟。但是下一刻，周晨看着空空如也的药材，皱眉道：黑虎帮的丹药订单我已经能够炼制，但问题是药材不够用了。当初为了练习炼丹术，库房里本就不多的药材几乎被他消耗殆尽。周晨当即退出阴阳塔，拉开几个药柜抽屉，里面空空如也，只剩下些许药渣。没药材了，这下怎么办？黑虎帮的订单需要300瓶壮血丹和200瓶金疮散，需要消耗海量的基础药材，如今百草轩根本拿不出来。无米难为巧妇之炊，即便学会炼丹术也不好搞啊。周晨苦笑一声，整个天风城的药材渠道恐怕都已经被林家打过招呼了。以林家在天风城的势力和林远山睚眦必报的性格，绝不会给百草轩喘息的机会。现在去市面上收购药材根本买不到。周晨望着街上熙攘的人群，忽然眼前一亮，要不去摘星楼试一下。摘星楼是青州最负盛名的顶级商行，分号遍布36郡上百城，背后势力神秘莫测，据说其背后有顶级宗门甚至王朝皇室的影子。摘星楼以其无所不包、无所不售而闻名遐迩，只要灵石够多，连天上的星星都能摘下来，这便是摘星楼名字的由来。周晨心中有了想法，当即起身离开了百草轩，朝着天风城最繁华的中心区域走去。不多时，一栋极为气派的9层琉璃宝塔状建筑便出现在他眼前，正是摘星楼。周晨步入摘星楼，内部空间开阔，琳琅满目。他无视四周，直接走到售卖药材的区域，找到管事，将写有大量药材名称和数量的清单递了过去。管事，这些药材每样500份。管事接过玉简，神识一扫，眉头顿时皱起。青灵草800株，血灵芝300朵。公子，这数量可不小，至少需要1000块下品灵石。周晨面色平静，毫不在意价格，只是淡淡道：灵石，我1块都没有。管事闻言，脸上的恭敬瞬间僵住，眉头皱起。他以为遇到了捣乱之人，正要开口欢呼喂你小子是不是在闹事。话音刚落，却见周晨不慌不忙地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巧的玉瓶，拔开瓶塞，顿时一股沁人心脾的奇异丹香弥漫开来，让周围的人都下意识地深吸了一口气。好浓郁的丹香，一般丹药可达不到此等程度。3颗晶莹剔透的凝神丹静静躺在周晨掌中，丹纹如云，灵光流转。他微微一笑，但是不知这3枚丹药可否抵得上药材的费用。管事脸色大变，手指不自觉地颤抖起来。这是……他小心翼翼地捧起1枚丹药，放在鼻尖轻嗅，脸色骤变。3品凝神丹，而且这丹香纯净，丹纹天成，至少是上品品质。管事猛地抬头：公子稍等，此事我做不了主。说完便捧着丹盒匆匆离去，连柜台都顾不上照看。约莫半盏茶时间，楼梯处传来轻盈的脚步声，方才那位管事恭敬地引着一位青衣少女走来。公子，这位是我们摘星楼的方小姐，方青瓷。周晨抬眼望去，只见一位约莫20年华的漂亮女子款步而来，一袭淡青色纱裙勾勒出曼妙身姿，胸前饱满曲线呼之欲出，却又被恰到好处的遮掩，柳腰盈盈一握，行走间裙摆轻扬，宛如青莲摇曳。方青瓷美眸流转，落在周晨身上，声音清越如泉。在下摘星楼方青瓷，出临天风城，敢问公子高姓大名？这凝神丹不知出自哪位大师之手？周晨负手而立，平静道：百草轩周晨，这丹药正是我亲手所炼。你……方青瓷纤细的眉梢微不可察地挑动了一下，俏脸浮现出一丝明显的讶异。他虽初来天风城不久，但对本城的情况早已有所了解。这凝神丹品质上乘，一看就是炼丹多年得来炼丹大师的手笔。据他所知，天风城中可没有这么一位天才少年炼丹师。他悠悠说道：周公子不是青瓷不信，只是此丹品质极高，手法老道，实在不似公子这般年纪所能炼制。若公子能当场证明此丹确系你亲手所炼，那么公子清单上所列的所有药材，我摘星楼分文不取，免费奉上。周晨一听可以白嫖，
当即欣然答应。好，请方小姐准备好药材和炼丹炉。方清慈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转身引路。周公子，请随我来。没过一会，二人来到摘星楼后院的炼丹房。这间丹房比百草轩的要宽敞数倍，中央摆放着一尊品尝极佳的丹炉，四周药架上陈列着数百种珍稀药材。请公子自便。方清慈站在丹房外间的观察台，透过水晶窗可以清晰看到那间情形。他双手抱胸，轻哼一声：“本小姐倒是要看看，你小子是不是真的有这本事。”周晨扫视一圈，随手取过几味主药。他站在丹炉前，凝神凝气，体内丹心玲珑，神通顷刻运转。只见他双手结印，一道三色丹火自掌心喷薄而出，在空中化作9朵火莲。这正是九玄丹经中记载的一种名为九莲焚天的炼丹手法。顷刻间，药材在火莲中翻飞，杂质瞬间化为灰烬，精华如雨滴落丹炉。看到这一幕，方清慈眼神顿时一亮。这周晨好像不是在吹牛，而是真的有东西。他出身不凡，见识过不少高明的炼丹师，但从未见过如此举重若轻且手法如此古老玄妙的炼丹术。这绝非普通炼丹传承。小姐，一旁的管事压低声音说道：“此人丹术造诣深不可测，您不是正为天阳郡的炼丹大会发愁吗？摘星楼那几位炼丹术，如今气焰嚣张，我们招揽的几位客卿都不是对手。如此璞玉就在眼前，何不趁他未飞腾之际，揽于摘星楼门下，为小姐的所用？”看着认真炼丹的周晨，方清慈眸光闪动，轻轻颔首，心中若有所思。许久之后，丹炉中终于传来清越的嗡鸣声，浓郁丹香弥漫开来。炉盖开启，3颗晶莹如玉的凝神丹悬浮而起。方小姐可还满意？周晨衣袖轻挥，丹药飞向观察台。方清慈接过那3枚悬浮而来的凝神丹，丹药入手温润，丹纹流转间竟隐隐有灵光闪烁，比他见过的任何3品丹药都要精纯3分。他指尖轻颤，美眸中满是难以置信。丹成3颗，颗颗上品，而且他仔细端详着丹药表面那若隐若现的云纹，顿时眼前一亮。这竟是传说中的云纹丹相，只有丹道造诣达到极高境界，才能炼制出如此品质的丹药。此等丹药，整个青州36郡都没有多少炼丹师能做到此等程度。他万万没有想到，天阳郡下一座小小的天风城，能有如此精彩绝艳的天才炼丹师。一旁的管事早已目瞪口呆，结结巴巴道：“小姐，这品质的凝神丹放在拍卖会上，至少能拍出500-10亿颗啊！”周晨负手淡淡道：“现在可以相信这凝神丹我是炼的吧？”方清慈连忙点头，嫣然一笑：“周公子丹术通玄，青慈心服口服，先前承诺的药材分文不取。不仅如此，我还愿意赠送一点礼物，希望能和周公子交一个朋友。”他说着，当即对身旁的管事吩咐：“李管事，去库房取20份百年雪莲，10份玄冰草，再备一个上品储物袋，一并交给周公子。”周晨微微一惊，这百年雪莲和玄冰草皆是炼制3品高阶丹药的珍稀药材，在天风城根本买不到，寻常修士见了都要眼红。他也不推辞，等管事将装着药材的储物袋递来，随手收入自己的空间法器中。周晨淡淡一笑：“方小姐如此大方，恐怕不只是想交个朋友这么简单吧？”方清慈眼唇轻笑，眼波流转：“周公子果然慧眼如炬。实不相瞒，我想邀请公子成为我摘星楼的客卿炼丹师，待遇任你开。”“没时间。”周晨毫不犹豫拒绝。如今自己还需要努力修炼变强，采补灵碗，报仇赵无极，哪有闲工夫替人炼丹？方清慈似乎早有所料，不慌不忙道：“公子别急着拒绝，作为客卿，你无需常驻摘星楼，平时完全自由，只需在必要时出手相助即可。”他顿了顿，美眸中闪过一丝期待，说出了最重要的目的。而眼下就有一事想请公子相助。1个月后，天阳郡郡城将举行10年一度的天阳郡炼丹大会，这是整个天阳郡炼丹界的盛会，我希望公子能代表我天风城摘星楼，随我一同出席此次大会。周晨微微沉默，天风城只是天阳郡辖下的数10个城池之一，他对这天阳炼丹大会了解不多，只隐约知道这是天阳郡最大的丹道大会。为何选我？他询问道。方清慈神色一肃：“实不相瞒，这次大会的胜者将获得进入古丹秘境的资格。我摘星楼急需一位真正的丹道天才，而周公子便是我想要的天才。古丹秘境。”周晨心头一震。方清慈压低声音：“据说是一位上古丹道宗门的遗迹，里面不仅有无数珍稀丹方和秘术，更藏着传说中的天火之种。”周晨微微一愣：“天火之种？”就在周晨惊讶之际，脑海中突然响起羲和女帝清冷的声音：“
小子，想尽办法得到这天火之种。周晨心头一跳，在识海中问道：前辈，这天火之种有何特殊之处？西河女帝声音凝重，徐徐解释道：这天火之种对寻常炼丹师而言，不过是提升丹火品质的至宝，但对你而言，意义截然不同。你身负纯阳道体，体内本应孕育世间至刚至阳的神火纯阳真火，此火霸道绝伦，焚尽万物，更是炼制高阶丹药的无上助力。但你如今的纯阳道体才初入真体境界，等级太低，远不足以自行诞生这纯阳真火。但若你能得到这枚天火之种，便能以此为引，以其为新柴，提前点燃你体内的纯阳火种，强行孕育出一缕纯阳真火。虽然初期可能微弱，但对你而言无疑是质的飞跃，无论是炼丹、对敌，还是日后修炼，都有天大的好处。所以这天火之种你必须争。周晨闻言，心中豁然开朗，看来这天火之种对自己而已确实非常重要，必须要争取。方清辞见周晨这副表面，知道对方心动，当即继续说道：没错，公子若帮我摘星楼在炼丹大会中胜出，便有资格进入这古丹秘境。周晨点头道：好，我答应你，走一趟炼丹大会。方清辞闻言，顿时笑靥如花，以公子的丹道天赋，一定能在大会上大放异彩。他心中一块大石落地，心情极佳，从袖中取出一枚青色玉简，这是我摘星楼的贵宾令，持此令可在青州任何一家摘星楼分号享受最高待遇。既然如此，那青瓷便不再打扰周公子了。待日期临近，青瓷会亲自派人前往百草轩与公子详谈。周晨轻轻点头，当即便离开摘星楼。周晨刚回百草轩，便看到林清轩在柜台前来回踱步，秀眉紧蹙，俏脸上满是愁容。他一抬头看见周晨，立刻快步迎了上来。小陈，你可算回来了，明日就是交付黑虎帮丹药的最后期限了，若是交不出丹药，按照契约，他们不仅要索回定金，还要我们赔偿10倍损失。百草轩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灵石，他们一定会砸了铺子的。他越说越急，眼圈都微微泛红。你之前说去学习炼丹术，这才几天时间，怎么可能？怎么样了？有把握吗？周晨看着他这副模样，心中一软，轻声道：清轩姐，你放心，炼丹术我已经学会了。你看这个。说完，他取出刚刚炼制的凝神丹，放在心中。这是？林清轩美眸圆睁，3品凝神丹。他小心翼翼地捧起一颗丹药，丹纹天成，药香内敛，这品质比父亲炼制的还要精纯3分。小陈，这真是你炼的？周晨含笑点头，不错，我已经掌握了炼丹之术。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凝神丹乃是3品丹药中的翘楚，炼制难度极高，即便是他父亲灵异鼎盛时期，成功率也低得可怜，更别说炼制出如此近乎极品的品质。这才短短几天，周晨竟然真的做到了。他一把抓住周晨的手，激动得语无伦次。太好了，太好了！父亲若是知道，一定会……他突然想到什么，脸色又暗淡下来。可是就算你会炼丹了，也没用啊。黑虎帮要的是300瓶壮血丹和200瓶金疮散，那需要海量的基础药材。我们库房早就空了，城里其他药铺又被林家打了招呼，根本买不到药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拿什么炼啊？周晨微微一笑，从腰间解下一枚储物袋。清轩姐放心，药材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林清轩接过储物袋，神识一扫，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袋中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数百份药材，其中不乏百年雪莲、玄冰草这样的珍稀灵药。他震惊地抬头，不解道：有林家封锁，这些药材，小陈，你是从哪里？摘星楼。周晨淡然道：我用几枚凝神丹换来的。林清轩顿时一惊，摘星楼是什么地方？那可是连城主都要礼让3分的顶级商行，小陈竟然能和他们做交易。他正想追问详情，却见周晨已经转身走向炼丹房。时间紧迫，我现在就开始炼制黑虎帮的订单。黑虎帮总坛，烛火摇曳，大厅正中的虎皮交椅上端坐着一位魁梧如山的大汉，他裸露的臂膀上盘踞着狰狞的虎头刺青，正是黑虎帮帮主楚天霸。林远山坐在下手，慢条斯理地品着茶，冷笑道：楚兄，明日便是百草轩交付丹药的最后期限。林毅失踪3月，那百草轩如今只剩一个黄毛丫头和一个被采捕过的废物，连一个像样的炼丹师都没有，绝无可能炼出300瓶壮血丹和200瓶金疮散。楚天霸哈哈一笑：林家主放心，他百草轩若是交不出丹药，胆敢违约，到时候可就别怪我黑虎帮按规矩办事了。兄弟们最近正好手头紧，他那百草轩的铺面里面的东西正好拿来抵债。林远山满意一笑。
楚兄明白人，待到百草轩违约，你们便可名正言顺的发难。明日我会多带些天风城有头有脸的人物一同前往，大庭广众之下，他们违约在先，我们占尽道理。便是林毅日后安全归来，也没理由找我们麻烦。虽然林毅消失3个月，但是林远山对林毅很是充满忌惮。此人实力强悍，即便是他突破真罡多年，也不是对手。这样做没彻底撕破脸面，也是为了以防万一。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事成之后，我林家只要林毅可能留下的那本九玄丹经，至于其余，甚至整个百草轩资产，尽数归你黑虎帮所有。林清轩不过一个黄毛丫头，周晨更是被玉女公才补过的废物，拿什么跟我们斗？楚天霸眼中金光一闪，显然对这个分配很是心动。百草轩的位置和产业价值不菲。他大手一拍桌子，好，就依林家主所言，明日我会多带些弟兄给你壮声势。楚天霸哈哈大笑，端起酒碗一饮而尽。好，就这么办。明日辰时，我亲自带人去百草轩收账，倒要看看那2个小崽子还能翻出什么浪来。林远山举起酒杯，阴冷一笑：楚兄，合作愉快。要怪就怪林清轩和周晨那2小崽子，我本给了他们机会，是他们自己非要叛出林家，自寻死路，这就怪不得林某心狠手辣了。百草轩，周晨长舒一口气，看着眼前众多数百个玉瓶，满意一笑：成了，黑虎帮需要的所有丹药全部炼制完毕。在阴阳塔内，他终于将订单所需的壮血丹和金疮散尽数炼成。炼这么多丹药，对我提升炼丹经验也有不少帮助。如此大批量的炼制，虽然枯燥，却也让他的控火手法和炼丹熟练度再次提升，对九玄丹经的理解也更深了一层。他将所有玉瓶分门别类的收好，心念一动，离开了阴阳塔，回到了百草轩的炼丹房内。明天就是交付丹药的日子，此时外界天色已晚，不过周晨并没有休息，一切准备妥当，等明天黑虎帮的事情解决了，是该好好想想怎么找林婉那个臭婊子报仇了。周晨眼中寒光一闪，杀意涌动，他没有浪费时间，再次心念沉入，进入阴阳塔中，盘膝而坐，开始运转九节纯阳经，吸收炼化体内残留的来自吕玉清的精纯阴元，巩固自身修为。一夜无话，当周晨再次睁开眼时，外界已是清晨。他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气息悠长而沉凝。经过一夜的苦修，他不仅彻底稳固了才不吕玉清得来的力量，更是将修为彻底稳固在了宁元境3重巅峰。轰！周身突然爆发出赤金光芒，空气被灼烧得微微扭曲。纯阳灵力至刚至阳，此刻全力运转，竟在体表形成一层淡淡的惊艳虚影。周晨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在心中估算道：以我现在的实力，靠着9节纯阳经的纯阳灵力，足以碾压宁元境5重。不过他却没有自傲。不过我若要想报仇，才不林婉必定绕不开他的父亲林远山。林远山乃是真刚境强者，真气化刚，威力远超宁元境。现在的我绝非他的对手。报仇之事还需从长计议，今日先解决黑虎帮，再图后计。周晨压下心中杀意，退出阴阳塔。此刻窗外晨光熹微，鸟鸣清脆，已是第2天。他刚推开丹房门，就看到林清轩焦急地等在门外。小陈，丹药炼好没有？他快步上前，俏脸发白。黑虎帮的人已经来了。周晨抬眼望去，只见长街尽头烟尘滚滚，数十名黑衣大汉簇拥着2匹高头大马，当先一人虎背熊腰，正是黑虎帮帮主楚天霸。楚天霸勒马停在百草轩门前，声如洪钟。百草轩交货期限一拖再拖，今天已经是最后的期限，300瓶壮血丹，200瓶金疮散，速速交出来。他狞笑着看向周晨2人威胁：定金老子早就付了，要是今天交不出丹药，就是你们百草轩违约，到时候可别怪老子按规矩办事，砸了你们的招牌，拿了你们的铺子抵债。就在这时，街道另一头又传来一阵喧哗：都让开，林家来了。只见以林远山为首，林婉以及一众林家高层走来，更有几位天风城颇有名望的商贾和武馆馆主随行，显然是林远山请来见证的。周晨心中冷笑，明白林家这是迫不及待的想来看笑话，顺便落井下石，彻底将百草轩打入万劫不复之地，并趁机瓜分。果然，林家队伍中一个锦衣青年抢先跳了出来，指着周晨讥笑道：哟，这不是我们天风城的大天才周晨吗？听说你前几天从玉女宫那种地方活着回来了，怎么被那妖女采捕的滋味如何？现在是不是已经元阳尽失，变成废人一个了？周晨眼中一寒，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我以前身边的一条野狗。怎么现在终于学会狗叫了？他认识此人是林远山的亲侄子林浩，在林家弟子中颇有天赋。当初自己觉醒3品纯阳血脉，
光芒万丈时，这林浩就像条哈巴狗一样，整天围着他转。林浩闻言气的脸色铁青，当即勃然大怒道：“你这个被裁补成废物的东西，也敢骂我？无极哥给我一枚凝元丹，如今已是凝元境，信不信老子现在就能废了你？”林远山沉声喝止：“够了，浩儿，终究是一家人，不要闹得太过分。”他看向周晨和林清轩，露出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叹息道：“周晨、清轩，不是伯父，我说你们，当初你们若是乖乖交出百草轩，由家族代为经营，何至于闹到今天这般地步？家族资源雄厚，岂会亏待你们姐弟？如今违约在先，众目睽睽之下，便是我想帮你们，也无能为力了。”周晨心中冷笑，这林远山说的冠冕堂皇，看似无奈惋惜，实则句句都在将百草轩往绝路上逼，迫不及待想看到百草轩被砸，好趁乱夺取九玄丹经。周晨懒得再听这番惺惺作态的表演，直接打断道：“林远山，收起你这套假仁假义的把戏。百草轩与林家早已恩断义绝，是违约还是履约，都与你林家无关。”林远山脸色微变，眼中闪过一丝阴鸷，冷哼一声：“冥顽不灵。既然如此，那楚帮主，一切按契约办事吧。我林家绝不会包庇违约之人。”楚天霸闻言更是有恃无恐：“好，有林家主这句话，老子就放心了。”他一步踏前，凝元境后期的强气势轰然爆发，凶戾之气席卷全场。周晨、林清轩，少他妈废话！丹药呢？交不出来就给老子滚开！这百草轩从现在起就归我黑虎帮了。楚天霸猛地从怀中掏出一张兽皮契约，对着四周围观的人群大声道：“契约在此，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便是他林毅回来，也怪不了我。”他大手一挥，身后数十名凶神恶煞的黑虎帮帮众立刻拔出刀剑，寒光闪烁，杀气腾腾地围了上来，将百草轩大门堵得水泄不通。此刻一直在旁边看戏的天风城众人也纷纷摇头议论：“哎，这周晨和林清轩也是傻，灵异大师消失这么久，百草轩根本连炼丹师都没有，怎么可能交出丹药？就是明明把百草轩交给林家经营就能解决的事情，非要闹到这步田地，何苦呢？年轻人太过气盛，不懂变通啊！这下好了，连立足之地都要没了。”就在黑虎帮众人即将动手砸店抢东西之际，周晨却忽然上前一步，将林清轩护在身后，负手平静道：“等一下，谁告诉你们我百草轩交不出丹药？”周晨的话音刚落，现场顿时一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随即一阵刺耳的嘲笑声便从林家队伍中爆发出来，领头正是林婉。他捂着嘴笑得花枝乱颤，眼中满是讥讽：“周晨，你是被玉女宫的妖女才不傻了吗？在这说什么胡话？”他上前一步，声音尖利，故意让所有人都听到。整个天风城谁不知道林毅已经失踪3个月，百草轩连个像样的炼丹师都没有，你们拿什么交付丹药？难道靠你做梦练出来吗？他看向周晨，嗤笑道：“难道说你这个被吕玉清裁补的元阳境师的废物，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成了炼丹大师不成？真是天大的笑话！你要是能炼丹，母猪都能上树了。”周晨负手而立，非但没有动怒，反而笑了起来，平静道：“没错，你说对了，现在我就是百草轩的炼丹师。”此话一出，仿佛在滚沸的油锅里滴入了一滴水，瞬间炸开了锅。他说什么？他是炼丹师？我没听错吧？这小子是不是疯了？全场先是死寂一瞬，随即爆发出更加响亮的哄笑声。不仅是黑虎帮和林家的人在笑，连周围那些围观的天风城民众和其他家族的人也都忍不住摇头失笑，觉得周晨是不是受了太大刺激，开始神志不清了。谁不知道周晨被选为玉女宫赘婿，送去了那个男子绝地。虽然不知他走了什么狗屎运活着回来，但必然已是元阳亏损、根基尽毁的废人一个。一个废人怎么可能炼制丹药？更何况炼丹师是何等尊贵稀少的职业，需要极高的天赋和多年的苦修。周晨以前在林家，除了那点血脉天赋，从未展现出任何炼丹方面的才能。他要是真会炼丹，林毅失踪后，百草轩又何至于落魄到连个看店的学徒都留不住？真是死到临头还嘴硬。林浩在一旁嗤笑道。林远摇了摇头，嗤笑一声，仿佛再看一个小丑表演。楚天霸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小子，你是想笑死老子，好继承老子的黑虎帮吗？就你这熊样还炼丹师，老子看你连药草都认不全吧。少在这拖延时间，兄弟们别理这疯子，给老子砸！黑虎帮众再次狞笑着逼近，所有人都认为周晨不过是在垂死挣扎，胡说八道罢了。就在这满街的嘲笑声达到顶点时，周晨动了，他面无表情，
袖袍猛地一挥，一个精致的储物袋悬浮在半空，储物袋口自动张开，数百个玉瓶如流水般倾泻而出，在半空中整齐排列。楚天霸，黑虎帮要的300瓶壮血丹，200瓶金疮散，1瓶不少，尽在于此。现在拿着你们的丹药，立刻给我滚！全场瞬间死寂，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那堆成小山的玉瓶。周晨负手而立，神色凛然道：从今往后，百草轩不会再与你这等背信弃义、甘为他人爪牙之徒做任何生意。现在带上你的东西，滚！这……楚天霸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眼中闪过一丝惊骇。围观的人群顿时炸开了锅。天哪，真的是丹药，而且数量完全对得上，这怎么可能？百草轩哪来的炼丹师？林远山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瞳孔骤缩，死死地盯着那堆丹药，仿佛想看出他们是不是幻术。林婉儿更是失声尖叫，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指着那些玉瓶，对着众人大喊：假的！这些丹药一定是假的！我太了解周晨了，他是什么货色我最清楚。他根本不懂炼丹，元阳都被吸干了，怎么可能炼出这么多丹药？这些肯定是他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劣质丹药，或者是用面粉搓出来糊弄人的。他想蒙混过关。就在这时，人群中一位穿着灰色长袍中年男子快步走了出来。他先是朝着四周拱了拱手，沉声道：诸位，在下是摘星楼的检药师孙淼，在这天风城也做了20余年丹药鉴定，颇有威名。是真是假，药性如何，在下不才，愿当场检验，以辨真伪。孙淼在天风城信誉颇佳，他的话立刻引起了众人的附和。对，请孙师傅验一验，是真是假，一验便知。林婉儿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喊道：对，验！孙师傅，你快验，揭穿他的骗局！周晨负手而立，嘴角微扬，尽管查验，若有作假，我将这百草轩拱手让于黑虎帮，绝无怨言。孙淼当即上前检验，他拔开瓶塞的瞬间，一股浓郁至极、纯正无比的药香瞬间爆发出来，如同实质般弥漫开来，沁人心脾，让周围离得近的人精神都为之一振。好浓的药香！有人下意识的惊呼。孙淼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只见那丹药色泽饱满均匀，表面竟然隐隐有一层极其细微的流光转动，丹体浑圆无瑕，没有丝毫杂质斑点。极品，全是极品丹药，丹香内蕴，丹纹自生，药力澎湃而纯净。这幢血丹的品质已然达到了1品丹药的极致，甚至堪比2品丹药，必须是手法老道无比的大师级人物，并且状态极佳时才能偶尔炼出的极品啊！孙淼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极品丹药啊！我在隔壁天云城见过2品炼丹师炼的丹药，品质也不过如此啊！其实根本无需孙淼再多做解释，光是看这卖相，闻着丹香，只要是稍微懂点丹药的人都知道，这绝对是顶尖的极品丹药。林家众人气得脸色铁青，尤其是林婉儿，咬牙切齿道：不，没可能，绝对没可能！这一枚丹药绝不是他本人炼制的，一定是周晨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或者是他以前藏起来的。我不信其他丹药也都是这个品质。周晨这个废物，他怎么可能炼得出这么多极品丹药？他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那个曾经对他唯唯诺诺、被他设计送入死地的舔狗，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连摘星楼检药师都惊叹的炼丹大师？这比杀了他还要难受。林浩也急忙帮腔，强辩道：对，婉儿姐说的对，这些丹药肯定来路不正，说不定是他偷的、抢的，或者是用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邪术。孙师傅，你快验，把所有的都验一遍。周晨负手而立，看林婉儿的眼神如同看一个跳梁小丑，嗤笑道：不见棺材不掉泪。孙师傅，既然林大小姐怀疑，那便劳烦继续验吧，一瓶一瓶的验，让他也让所有人都看个清楚，听个明白。孙淼此刻对周晨的态度早已变得无比恭敬，闻言立刻躬身道：谨遵周大师吩咐。他对着周晨郑重地点了点头，以极其专业和迅速的手法，随即从不同的玉瓶中抽取丹药，1瓶、2瓶、3瓶壮血丹、金疮散。孙淼的动作越来越快，脸上的震惊和钦佩也越来越浓。他几乎不需要仔细分辨，那扑面而来的极品丹韵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瓶也是极品，这瓶也是。金疮散同样是极品品质，药力纯净，止血生肌的效果恐怕远超同类丹药，全是顶级丹药，无一例外。奇迹，这简直是炼丹界的奇迹啊！孙淼检验到最后早已疯狂，看向周晨的目光如镜神明。众人目瞪口呆，鸦雀无声。如果说一开始还有一丝怀疑，那么现在
摘星楼资深检药师孙淼的连续鉴定，已经将最后一丝疑虑彻底粉碎，全场哗然，彻底沸腾了，全是极品。我的天，我愿意出双倍价格购买。我修炼时气血不足，正需要这样的壮血丹，我也要。周公子要是肯卖，多少钱我都要。人群瞬间沸腾起来，原本看笑话的心态彻底转变为争抢。大门很快围满了想要购买丹药的人，与之前的嘲讽形成鲜明对比。林清轩看着眼前这一幕，眼眶瞬间湿润了。他紧紧抓住周晨的衣袖，声音哽咽：小晨，你真的太厉害了，如果父亲还在，他一定会为你骄傲的。周晨轻温声道：清轩姐，不必多说，我也是百草轩的一份子。他转身面向沸腾的人群，朗声道：诸位不必争抢，丹药还有，每个人都可以购买。百草轩从今日起重新开张营业，价格嘛，就按市面同等丹药的价钱，绝不加价。此言一出，人群先是一愣，顿时便欢呼起来。极品丹药却只卖普通丹药的价钱，这简直是天大的便宜。周大师仁义，快给我来10瓶壮血丹，我要5瓶金疮散，这是零食。人群瞬间涌向柜台，林清轩急忙开始熟练地招呼客人。安排好顾客，周晨这才看向呆立当场的楚天霸，淡淡道：楚帮主，丹药已经交付，契约完成，现在带着你的人滚出百草轩。从今往后，百草轩不会再卖给你们黑虎帮一颗丹药。楚天霸脸色惨白，难看至极。此刻他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早知道周晨是这等深藏不露的炼丹大师，他巴结都来不及，怎么会鬼迷心窍，听了林家的蛊惑来得罪对方？炼丹师身份尊贵，一呼百应。今天他得罪周晨的事传出去，以后天风城谁还敢轻易跟他黑虎帮做生意？那些想讨好周晨的势力，说不定还会主动来找他黑虎帮的麻烦。周大师，楚天霸艰难开口，还想说些什么缓和关系。滚！楚天霸被噎得脸色涨红，却不敢有丝毫反驳，最终只能无比屈辱地带着黑虎帮众人离去。最后，周晨将目光看向林家众人，微微一笑。至于林家，毕竟是旧时，我们百草轩还是愿意做生意的，只不过价格嘛，得是10倍。你！林远山气得浑身发抖，他死死盯着周晨，眼中满是怨毒，却明白此刻天风城众人在这里，说什么都没有用。林婉更是气得浑身发抖，他死死盯着周晨，那个曾经对他唯命是从的废物，如今竟然当着全城人的面狠狠打了林家的脸。但是他们知道，今天林家输了，一败涂地。众目睽睽之下，丹药是真的，周晨炼丹大师的身份已被孙淼坐实。若是此时敢动手，不仅理亏，还会惹怒眼前这些正急于购买丹药的各方武者。最终，林远山只能冷哼一声：我们走。旋即便带着林家众人灰溜溜的离去。看着林家众人离去的背影，周晨寒光闪烁。这只是开始。林远山是真刚劲，赵无极背后的城主府更是不简单。采捕林婉，找赵无极报仇，这些账他会一笔一笔慢慢算。与此同时，林家府邸，砰！林远山一掌拍碎桌案，脸色阴沉的可怕。周晨，这个废物，竟敢如此羞辱我林家！林婉气得浑身发抖，俏脸扭曲。爹，您难道真的相信周晨那个废物会炼丹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像是要说服自己，又像是要说服所有人。他能从玉女宫活着回来，肯定早已被玉女宫妖女才补成废人，他怎么可能炼制出极品丹药？那些丹药一定是他从别处偷来的，或者是他暗中请了哪位炼丹师帮忙。总之，他周晨绝不可能自己炼出这些丹药。林远山阴沉着脸，眼中杀意涌动。不管他会不会炼丹，既然敢当众羞辱我林家，就必须付出代价。他转头看向林浩，浩儿，你从家族中带几个好手，找个机会做了他，务必将9玄丹晶夺回来。林浩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狞笑道：大伯放心，3天前无极哥赐我一颗凝元丹，如今我已突破到凝元境3重。周晨那小子纯阳血脉早就被无极哥夺走，又被玉女宫的妖女采捕的元阳境师，现在不过是个空壳子罢了。我要杀他，易如反掌。林远山点点头，又转向林婉儿：婉儿，你去一趟城主府，把今日之事告诉赵无极，就说周晨不仅没死，还成了炼丹师，正在天风城搅风搅雨。林婉儿眼中闪过一丝阴毒：父亲放心，无极哥哥最是记仇，知道周晨还活着，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百草轩内，最后一位心满意足的顾客捧着刚买到的极品丹药离去，林清轩终于得以休息。他看着堆满柜台的零食，有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小陈，百草轩生意太好了，比之前父亲在的时候生意还要好。这一切
都亏了你。不过今天虽然解了围，但也彻底得罪了林家，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周晨道：清轩姐，不必担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当务之急是准备好明天的丹药。摘星楼给的药材快用完了，你用今天赚的零食去摘星楼买一点药材备用，就说是周晨需要，他们会明白的。林清轩知道自己在炼丹上帮不了忙，便乖巧地应了一声，拿起装满零食的储物袋，走进内堂去清点了。周晨看着林清轩离去的背影，眉头微蹙。他并非担心林家，真正忌惮的是赵无极。赵无极，天风城城主赵雍之子，如今更是拜入了天地门。周晨心中默念，眼神凝重。天地门可是雄踞青州的庞然大物，宗门内强者如云，功法资源远非天风城这种小地方可比。赵无极能拜入其中，其天赋和实力可想而知。被他夺走的3品纯阳血脉，再加上天地门的资源倾斜，现在的我若对上他，恐怕不是对手。赵无极不仅自身实力强大，背后更有城主府和天地门2座大山要找他报仇，夺回被抢走的纯阳血脉绝非易事。无论是为了复仇，还是为了应对阴阳塔第2层即将苏醒的女帝，自己都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变得更强，还是想办法得到那天火之种。我若能觉醒纯阳真火，便不再有后顾之忧。现在还是尽量提升炼丹术，为天阳郡的炼丹大会做准备。现在就炼制百草轩的丹药，顺便练习炼丹术。心念一动，周晨连同那尊暗红色的炼丹炉瞬间消失在炼丹房中。周晨盘膝而坐，丹心玲珑，神通自发运转，对丹道的感知力提升到极致。他翻开九玄丹经，心神沉入其中，丹火九转，凝液成晶。他指尖燃起丹火，火焰灵动跳跃，开始炼丹。时间悄然流逝，周晨已然炼制了数批丹药，对九玄丹经的理解和丹火的掌控越发纯熟。忽然，周晨正在阴阳塔中全神贯注的炼丹，忽然听到外界林清轩急促的呼唤声传来：小晨，快出来，有人闯进来了。周晨心头一紧，立即切断丹火，身形一闪便退出阴阳塔。清轩姐，他当即冲出炼丹房，直奔后院。刚踏入后院，眼前的景象让周晨的杀意瞬间飙升到顶点。只见林清轩发髻散乱，嘴角一血，艰难地抵挡着几名黑衣武者的围攻。他周身灵力波动剧烈，宁元境一众的修为全力爆发，但依旧独木难支。而那几名围攻者出手狠辣，招招致命，几乎都是宁元境。林家的人，周晨一眼认出其中带头之人正是白天嚣张跋扈的林浩。林浩看到周晨出现，狞笑道：周晨，你终于出来了，之前白天这里要不是人多，老子早把你打死了。交出九玄丹经，我留你全尸。周晨眼中杀意汹涌，带着几条林家养的狗就敢夜闯我百草轩，伤我一姐。林浩，你们这是在找死？找死！林浩仿佛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笑得前仰后合。周晨，你一个被玉女宫妖女彩补得元阳尽失的废人，也敢在小爷面前大言不惭？就算你走了狗屎运，真会炼点丹药又怎么样？自身没有实力，光会炼丹有什么用？不过是头更肥更欠宰的羔羊罢了。林浩狞笑一声，大手一挥：给我上，先把这个废物给我废了，让他跪在我面前说话。明黑衣人同时扑向周晨，其中3人更是宁元境2重修为。周晨冷笑一声，体内9节纯阳经轰然运转，轰！一股炽热的纯阳气息瞬间爆发，周晨周身金光大盛，宁元境3重的修为展露无遗。什么？林浩脸色大变，宁元3重？这怎么可能？周晨根本不给他反应时间，身形如电，一拳轰出。砰！一名宁元境2重的林家武者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胸口直接被轰出一个血洞，当场毙命。宁元3重？这怎么可能？林浩惊恐地后退2步，难以置信道：你明明被玉女宫的妖女才不成了废人，你的纯阳血脉都被无极哥夺走了，你怎么可能还有修为？而且还是宁元3重？周晨根本不答，身形再闪，又是一拳轰出。轰！第2名宁元境武者头颅炸裂，鲜血四溅。剩下的3名黑衣人见势不妙，转身就要逃窜。想走？周晨冷哼一声，瞬间追上3人。砰！砰！砰！3记重拳如雷霆般轰出，3名黑衣人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被重重砸在院墙上，当场毙命。林浩见势不妙，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周晨，你杀了我，林家不会放过你，无极哥更会让你生不如死。周晨一步踏出，冷冷道：你放心，林家会有人来陪你的。至于赵无极，用不了多久我也会送他来见你。
林浩脸色苍白，知道退无可退，只能放手一搏。他双手急速结印，周身灵力以一种异常狂暴的方式疯狂涌动起来，气息瞬间暴涨一截。是你逼我的，周晨，给我去死吧！烈石崩山掌。只见林浩双掌瞬间变得土黄，仿佛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岩石，掌风沉重刚猛，猛地朝周晨当头拍来。周晨眼神冷漠，只是简简单单的再次一拳轰出，拳出金光乍现，如大日崩裂。砰！没有僵持，没有对抗，那看似威猛的岩石巨掌在纯阳拳芒面前如同纸糊一般，瞬间被轰得粉碎。拳劲毫不停滞，直接印在林浩胸膛。林浩的身体如同被陨石砸中，轰然炸开，化作一团血雾。林清轩捂住嘴，美眸圆睁。他知道周晨变了，知道他可能恢复了修为，却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宁元境3重的林浩施展林家绝学，竟然被他一拳打爆。这就是纯阳道体的威力吗？他快步走到周晨身边，心有余悸道：小陈，今天还好有你在，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没事了。周晨收回拳头，眼中寒芒未消。林家果然坐不住了，居然派人夜袭百草轩，看来林远山氏真的很想得到九玄丹经。他忽然想起林浩临死前施展的武技，武技按威力分为天、地、玄、黄4阶，每阶又分上中下3品。林浩用的烈石崩山掌正是林家核心弟子才能修炼的黄阶上品武技。我一直以来对敌全靠9节纯阳经带来的雄厚根基和纯阳灵力碾压。周晨心中沉声道，遇到实力相差不大的对手尚可，但若遇上真正的高手，没有强力的武技，终究会吃亏。看来我也是时候修炼几门适合自己的武技了。周晨将后院稍作清理，安抚好受惊的林清轩，并叮嘱他今日务必小心后，便再次回到了炼丹房。他心念一动，带着剩余的药材和丹炉，重新进入阴阳塔炼丹。纯阳灵力虽强，但若无合适武技引导，终究难以发挥10成威力，更缺乏变化。林远山境界比我高，赵远山更不用说，他拜入天地门，没少修炼武技。武技珍贵，往往是一个家族或宗门的底蕴所在，极少外传。市面上流通的多是些大陆货色，想要获得高品阶武技，难如登天。摘星楼包罗万象，底蕴深厚，或许会有品阶不错的武技出售。昨日售卖丹药赚取了大量灵石，应该足够购买一门不错的武技了。想来想去，目前唯一可能获得上武技的途径，似乎也只有资源广泛的摘星楼了。而且自己如今已是摘星楼的客卿炼丹师，有这个身份在，购买武技或许还能有些便利，说不定还能接触到更好的资源。心中有了想法，周晨便加快速度，将丹药尽数炼制完毕。外界天色微亮时，周晨离开了阴阳塔。他将丹药交给林清轩，简单交代了几句，便离开百草轩，朝着城中的摘星楼走去。听闻周晨到来，方青瓷很快便亲自迎了出来，依旧是那袭淡青衣，笑靥如花。周公子今日前来，可是有需要什么药材？周晨拱手开门见山。方小姐，今日前来是想看看贵楼是否有适合我的武技。武技？方青瓷美眸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了然一笑。我摘星楼打开门做生意，丹药、兵器、功法、武技皆有涉猎。他很是爽快，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周公子如今是我摘星楼的客卿，不是外人，可以免费兑换1次武技，请随我来，我带你去武技阁一看。周晨一定又能白嫖，心中顿时一喜，有劳方小姐了。在方青瓷的引领下，两人来到很快摘星楼后院一处独立阁楼前。阁楼门口，一位身着白袍的老者正闭目休息，气息沉静如水，深不可测。方青瓷上前一步，恭敬地行礼道：方老。白袍老者缓缓睁开双眼，先在方青瓷身上停留一瞬，随后便落在了周晨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方青瓷连忙介绍道：周公子，这位是方鸿儒方老，负责看守我天风城摘星楼的武技阁。他又对方老说道：方老，这位是周晨周公子，是我们摘星楼新聘的客卿炼丹师。周公子需要挑选一门武技修炼，麻烦您老开放阁楼，允他入内挑选一部。方老闻言，似乎对周晨这么年轻就成为客卿炼丹师颇为意外。他袖袍轻轻一挥，身后的木门便无声无息地划开，露出里面一排排陈列整齐的武技秘境。进去吧，你只有1炷香的时间，选中心仪的之后，再来老夫这里登记兑换。多谢方老。周晨拱手致谢，当即便迈步进入武技阁楼。他在阁楼内缓步行走，目光扫过一排排陈列的御简古籍。碎石拳，黄阶上品，修炼至大成，拳出可碎巨石。追风步，黄阶上品，身法武技，施展时如疾风掠影。叠浪掌，黄阶上品，掌力层层叠加，一浪强过一浪。他随手翻看了几本，
微微摇头。这些武技虽然不错，但总觉得与自身纯阳道体不够契合，威力也未能达到他的预期。果然，分楼的收藏还是以黄阶为主。周晨心中了然，玄阶武技太过珍贵，往往被各大家族和宗门视为核心传承，轻易不会外流。在这天风城，能买到黄阶上品武技已属不易。正当他准备从中挑选一门相对合适的黄阶上品武技时，眼角余光忽然瞥见角落处一本蒙尘的暗红色玉简。他心念一动，将那玉简摄取入手。天火拳，玄阶中品，引动火属灵力，凝练天火拳意，拳出如火浪奔涌，焚尽万物，修炼至大成，拳劲炽烈狂暴，有崩山逐海之威。玄阶中品，周晨心中一惊，竟然真的有一门玄阶武技，还是攻击力极强的拳法。但他很快发现了问题，这枚玉简中记载的内容并不完整，关于最后几重拳一凝聚合最强杀招的运转法门缺失了大半，只有前面基础的运镜法门和前几式的详细记载。原来是残缺的，周晨恍然，怪不得会被放在这天风城分号，且蒙尘于此。内容不全，价值便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因修炼不全而伤及自身，寻常武者根本不敢轻易尝试。不过周晨还是很是心动，这天火拳是极其纯粹的火属性武技，与他至刚至阳的纯阳灵力属性完美契合，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本。虽然内容残缺，只有前几式，但毕竟是玄阶中品的底子，其威力绝非黄阶武技可比。仅仅是前面这几式，若能练成，也足以提升自己的实力。就是他了。他不再犹豫，拿着这枚暗红色玉简，转身走出了阁楼。周晨走出武技阁，将那枚暗红色的玉简递到方红如方老面前。方老，我选这门天火拳。方红如方老抬眼瞥了一下那玉简，原本古井无波的脸上露出一丝明显的讶异，随即嗤笑道：小子，眼力倒是不错，能挑中这里唯一一本玄阶武技，可惜脑子不太灵光。他摇了摇头，带着几分教训的口吻。这天火拳残缺不全，修炼法门止于前半，强行修炼不仅难有进步，稍有不慎还会引火焚身，反伤经脉。老夫劝你，还是换一门稳妥的黄阶上品武技为好，莫要好高骛远，白白浪费了客卿的兑换机会。一旁的方青瓷见状，也连忙开口劝道：周公子，方老所言极是。这门天火拳品阶虽高，但修炼条件苛刻，对修炼者的火属性灵力纯度要求极高，而且内容缺失严重，极难修炼成功。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换一门吧。周晨并未急着表态，这玉简中蕴含的拳意与他体内的纯阳灵力产生着强烈的共鸣，这种契合感是其他武技无法给予的。多谢方老和方小姐好意提醒，不过周某还是想试一试，就选他了。方青瓷见他态度坚决，轻叹一口气，也不再劝阻，对方老点了点头。方老，既然周公子坚持，便依他吧。方老冷哼了一声，不再多言，接过玉简，手中光芒一闪，似乎解除了某种禁制，完成了兑换登记，然后将玉简抛还给周晨。小子，好自为之。周晨接过玉简，拱手道：多谢。随即转身离去，离开摘星楼。看着周晨离去的背影，方红如方老这才慢悠悠地对方青瓷说道：青瓷丫头，老夫跟你打个赌如何？就赌这小子最多3天必定会灰溜溜地跑回来，求着更换武技，你信不信？方青瓷眸光闪烁，望着周晨消失的方向，若有所思。他想起周晨炼制出极品丹药时那惊艳的表现，轻笑道：青瓷倒觉得方老这次怕是看走了眼。与此同时，林家府邸议事大厅气氛无比压抑，林远山端坐于主位之上，脸色阴沉的几乎能滴出水来，一言不发。终于，一个管事模样的中年人小心翼翼地站起身，说道：回家主，浩少爷昨夜带了6名宁元境的好手前往百草轩，至今未归，而百草轩照常开门营业，并无异状。我们的人恐怕是遭遇不测了。放屁！话音未落，一旁的林婉猛地站起身，冷哼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林浩从家族中带了好几位宁元境，除非那周晨有宁元境5重以上的实力，否则他们怎么可能会失手？更别说全军覆没。他越说越激动，愤愤道：那周晨是个什么货色，我最清楚。我不仅下毒封他气海，无极哥哥更是亲自出手夺走了他的3品纯阳血脉，他早就是个废人了。后来我还把他送去了玉女宫。那吕玉清是什么人？吃人不吐骨头的妖女，她能活着爬出来，就证明她早就被采补的元阳尽失，根基全毁。她现在应该连淬体境都不如，怎么可能还有修为？更别说沙林浩他们，这根本是天大的笑话。林远山猛地抬手
打断了林婉儿的嘶吼。够了，人没回来，百草轩安然无恙，除了他们全死了，还有什么可能？他深吸一口气，眼中闪过一丝懊恼和凝重。这周晨定然是恢复了修为，甚至可能另有奇遇，实力远超我们的预估，是我们大意了，彻底失算了。他原本以为周晨已是废人，派林浩带人前去不过是手到擒来，既能夺回九玄丹经，又能顺便出口恶气，却万万没想到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损失了数名宁元境好手不说，连亲侄子都搭了进去。林婉儿仍有些不服气，却也没再反驳。可没过多久，他忽然又想到了什么，冷哼一声：恢复修为又如何？我今早已经去了城主府，城主府的人已经说了，无极哥哥马上就要从天地门回来。林婉儿继续炫耀道：无极哥哥现在已经正式拜入天地门一位长老门下，深受器重，修为突飞猛进。那周晨再厉害，难道还能是得了天地门真传，有长老栽培的无极哥哥的对手？等无极哥哥回来，碾死他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林远山听到这里，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了几分。他对周晨那神秘失踪的义父林毅始终心存忌惮，一直不敢亲自下场，就是怕万一引出林毅的后手。如今若有赵无极这位天风城第一天交出手对付周晨，自然是再好不过。好，林远山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抚掌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暂且按兵不动，等无极闲职归来。百草轩炼丹房内，周晨盘膝而坐，心神沉入阴阳塔。他手中握着那枚暗红色的天火拳玉简，神识沉浸其中，仔细感悟着其中的拳意和运劲法门。引天火之力，凝于拳锋，爆裂刚猛，焚尽万物。周晨当即按照玉简中的记载开始修炼天火拳。起初灵力运转还有些生涩，拳头上只是泛起淡淡的金红色光芒，但随着他一次次尝试，对拳诀的理解越发深刻，纯阳灵力与拳意的契合度也越来越高。轰！不知过了多久，仿佛水到渠成，他福至心灵，猛然一拳轰出，金红烈焰盖住拳锋，炽热拳印撕裂空气，威势惊人。成了！周晨缓缓收拳，眼中闪烁着欣喜与自信的光芒。经过塔内数日不辍的苦修，他轻而易举将天火拳修炼至大成。这天火拳果然与我的纯阳道体无比契合。他仔细体悟着方才那一拳的威势，心中振奋不已。旁人引动天火，需苦苦沟通，借天地为力，而自己不同，他练这天火拳，纯阳本源即是至高天火，无需沟通。若自己施展天火拳，威力甚至更胜记载3成。只可惜这拳谱是残缺的，若是完整版本，其威力恐怕能直逼玄阶上品。即便如此，他也十分满意，这门拳法弥补了自己暂时缺乏强力攻击手段的短板。以我如今宁元境3重的修为，配合纯阳道体，再施展这天火拳，宁元境内能接我一拳者恐怕不多了。他心中暗自估算，即便是面对宁元境后期甚至巅峰的对手，他也有一战之力。周晨心念微动，身影自阴阳塔中消失，重新出现在炼丹房内。塔内苦修数日，外界不过才过去了10几个时辰，窗外天色依旧未亮，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他推开房门，准备去前堂看看林清轩是否安好。昨夜经历袭杀，他心中终究有些放心不下。但是他刚走到后院中央，脚步却猛地一顿，一种被暗中窥视的感觉涌上心头。又是林家的人，阴魂不散。周晨眼中寒光一闪，哼，感知倒是敏锐。阴影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随即一道身影缓缓走出，不再隐藏。来人是一名面容英质的中年男子，身着灰色劲装，并非林家服饰。他气息毫不掩饰地散发开来，赫然是宁元境7重的强大修为。不是林家的人。周晨眉头微皱，林家的高手他基本都见过面，此人却十分面生。那灰衣中年人上下打量着周晨，感受到他仅仅宁元境3重的气息，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冷声道：小子，林毅呢？他现在人在哪里？老实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周晨心中猛地一凛，此人竟然是冲着失踪的义父而来。义父离开天风城已3月有余，此事人尽皆知。这人竟跑到百草轩来找人，难道他不知情，还是另有所图？周晨面上不动声色，反问道：你是谁？找我义父何事？那灰衣中年人闻言，眼中顿时闪过一抹喜色。你是林毅的义子，很好，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他狞笑一声，虎躯一震，一股宁元境7重的强大威压席卷而出。既然找不到林毅，抓住你也是一样，我就不信把你捏在手里，他还能不现身？听到这，周晨心神一沉，果然和自己猜想的一样，义父消失的原因没那么简单。这灰衣男子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因。
周晨眼神一凝，杀意迸发。你到底是谁？与义父有何恩怨？灰衣男子根本不屑回答，眼中厉色一闪。小子，你还不配知道。话音未落，他周身气势轰然爆发，宁元境7重的强大灵力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如同灰色的浪潮般席卷整个后院，威压之强，远非之前的林浩等人可比。给我束手就擒！灰衣男子厉喝一声，身形如电，右手五指成爪，直取周晨肩膀。找死！正好拿你来试我新修的拳法。周晨不退反进，眼中金芒爆闪。天火拳，他右拳猛然轰出，没有半点花哨，至阳至刚的纯阳灵力瞬间点燃。刹那间，周晨的右臂上仿佛有烈焰在燃烧，霸道拳意冲天而起，纯阳本源化作至纯天火，凝聚于拳锋之上。一拳出，如同陨星坠地，焚尽八荒。拳爪相交，咔嚓，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有牙骨骼碎裂之声。啊！灰衣男子笑容凝固，他感觉到一股狂暴的炽热之力瞬间摧毁了他爪上的阴寒灵力，沿着手臂经脉逆冲而上。他惨叫一声，衣袖瞬间化为飞灰，口中喷出鲜血，整个人倒飞出去，狠狠砸在院墙上。怎么可能？你明明只是宁元3重，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力量？那拳印中蕴含的至阳真意和焚灭之力，让他灵魂都在颤抖。周晨身形一闪，一脚便狠狠踩在他的胸膛伤口之上。他居高临下，脚上微微用力，默然道：现在可以说了吗？你到底是谁？找我义父究竟所为何事？灰衣男子胸膛剧痛，口鼻溢血，在周晨巨大的压力下，再无半点反抗的念头，断断续续地说道：我叫张峰，原是天元城一个散修，20多年前在外历练时与灵异意外结识。我们当时一起发现了一处古老的遗迹在里面，我们得到了一处大能的传承。传承分2部分，各自选择其一。我得到了一部强大的地阶功法，可是那功法品阶太高，深奥无比，我资质有限，参悟20多年也未能入门，根本无从修炼。说到这里，他一脸愤懑与不甘。灵异他选择的就是那部九玄丹经，后来我在这功法中这才得知，那部九玄丹经它是青州第一丹道大宗天丹门的至高传承。九玄丹经的存在，只有天丹门历代门主和数位太上长老知道。周晨闻言，心中顿时一惊。天丹门，他当然听说过这个名字，这是雄踞青州的庞然大物，其实力和影响力甚至还在天地门之上，是青州所有炼丹师心目中的圣地，同时也是一个无人敢轻易招惹的恐怖势力。张峰剧烈喘息着，继续说道：3个月前，天丹门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九玄丹经现世于天阳郡，虽不知具体在什么地方，但门中强者已经派人在天阳城各大城池调查。他眼中闪过一丝贪婪，我必须在天丹门抵达前夺走丹经，只要献给天丹门，或许能换得泼天富贵。周晨心中猛然一凛，天丹门的人已经在来天阳郡的路上了。天丹门乃是青州第一丹道巨擘，对他们而言，覆灭一座天风城不比碾死蝼蚁费力多少。幸好关于九玄丹经的存在，似乎只有天丹门的最高层知晓，消息并未彻底传开。周晨暗自庆幸，否则以天丹门的势力，恐怕早就雷霆万钧般降临天风城，直接将百草轩夷为平地了，哪里还会有什么探查的过程？林家众人虽然也知道义父拥有九玄丹经，并觊觎已久，但他们只当这是一部比较珍贵，能让人成为优秀炼丹师的普通传承，并不清楚竟是天丹门的至高圣典。否则林远山恐怕早就不是暗中图谋，而是不惜一切代价抢夺了。但是现在的局势已经截然不同，天丹门正在探查，等他们来到天风城，便会知道义父多年前便得到了九玄丹经，而义父灵异失踪前，特意将九玄丹经交给了林清轩保管。如今这部烫手的山芋正在自己手中，并且自己不仅修炼了九玄丹经中的丹术，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炼制出极品丹药，狠狠打了林家和黑虎帮的脸。如今整个天风城都知道他周晨是炼丹大师，一旦天丹门的强者抵达天风城，便会知道九玄丹经就在自己手中，到时候他们绝不会放过自己。一股巨大的危机感瞬间涌上心头，巨大的危机感如同乌云压顶，让周晨几乎喘不过气。他仿佛已经能看到天丹门强者降临，以无可抗拒的力量将他碾碎的画面。不行，绝不能坐以待毙。好在天阳郡下辖城池众多，天丹门的人即便效率再高，逐一排查下来，想要查到相对偏远的天风城，至少也需要10天半个月的时间。张峰见周晨沉默，眼中求生欲暴涨，急忙嘶声道：我知道的都说了，饶我一命。
我立刻离开天风城，永不回来，绝不会将今日之事透露半分。周晨缓面无表情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放你走了？张峰惊恐万状。你……话音未落，周晨一拳轰出，噗！金红色的烈焰瞬间吞没了张峰，当场死亡。夜风吹过，卷起些许灰烬，后院重归寂静。周晨面无表情地看着失去生机的张峰，此人知道九玄丹经的秘密，意图对自己和义父不利，留着他后患无穷。处理完张峰，周晨心思急转，天丹门调查需要时间，这是我唯一的机会。目前天风城内明确知道义父拥有九玄丹经的只有林家高层，若能在天丹门的人抵达之前，让所有知情的林家人彻底闭嘴，那么即便天丹门查到义父曾拥有丹经，也会因义父失踪和我学会炼丹术之间缺乏直接联系，而难以断定丹经就在我手中。毕竟天才炼丹师虽然少见，但也并非不可能存在，未必就一定和九玄丹经有关。林家唯一的麻烦就是林远山。周晨脸色一沉，眼中杀意汹涌。林远山不仅是林家之主，知道全部内情，更是真刚境的强者，实力远非现在的自己所能抗衡。只要林远山一死，林家群龙无首，剩下的知情者便不足为虑。届时天丹门即便到来，我也不必担心。想到这里，周晨眼中金光闪烁。当务之急是想办法除掉林远山，变强，必须更快的变强。林清轩听到后院的动静，快步走来，看到地上打斗的痕迹，脸色瞬间白了。小陈，发生什么事了？周晨看着一姐担忧的神情，略一沉吟，觉得此事不能再瞒着他，毕竟九玄丹经的干系太大，他也有知情权，更需要有所防备。事情是这样的，他深吸一口气，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包括张峰的来历、九玄丹经的真正出处，以及天丹门正在前来调查的惊人消息，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林清轩听完，俏脸瞬间变得煞白，踉跄着后退一步。天丹门，父亲的九玄丹经，竟然是……他声音颤抖，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他从未想过，父亲留下的丹经竟有如此骇人的来历，会引来青州第一宗门的追查。小陈，那我们怎么办？天丹门那样的庞然大物，我们怎么抗衡？你会很危险的。周晨反手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镇定道：清轩姐，别怕，事情还没到最坏的地步。天丹门的人查到天风城还需要时间，这就是我们的机会。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你只需像往常一样打理百草轩就好，不必过分担忧。看着镇定的周晨，林清轩心中的不安逐渐平复了许多。他知道自己这个义弟自从玉女宫回来后便脱胎换骨，虽然还是很担心，但现在这种情况也只能相信周晨。他用力点了点头，小陈，你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有事。我知道，你先去休息吧，我需要立刻闭关。周晨点头。送走林清轩之后，周晨立刻回到炼丹房，心念一动，再次进入阴阳塔。塔内时间流速缓慢，是他应对危机最大的依仗。他取出从摘星楼获取的大量药材，开始炼起丹来。光自己太慢了，我现在需要炼制一些用来辅助修炼的丹药。就宁元丹好了。宁元丹2品丹药，正是宁元劲武者用来修炼的最佳丹药之一。如今他自己就是炼丹师，自然要充分利用起来。周晨的丹心玲珑神通当即运转开来，丹火升腾而起，开始疯狂炼丹。没过多久，一炉炉品质上乘的宁元丹在他手中成型。炼制出足够的丹药后，周晨立刻将一把宁元丹如同糖豆般吞服而下，精纯磅礴的药力瞬间化开，冲入四肢百骸。塔内光阴似箭，周晨心无旁骛，沉浸在修炼之中。他盘膝而坐，将炼制出的宁元丹不要钱一样的吞服炼化。周晨将9节纯阳经运转到极致，将磅礴药力转化为至阳至刚的纯阳灵力，其修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增长着。宁元境4重，宁元境4重巅峰。不知外界过去了多久，塔内时光已流逝半月。这一日，周晨体内积蓄的灵力终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轰隆，一股远比之前强悍数倍的气息猛地从他体内爆发开来，周身金光璀璨，力量感充盈欲出。他猛然睁开双眼，眸中金光湛然，锐利如电。宁元境5重，成了。周晨缓缓握紧拳头，空气仿佛都被捏爆，发出轻微的音爆声。不过他脸上的喜色并未持续太久，很快便被一抹凝重所取代。宁元5重，力量确实暴涨数倍，天火拳的威力也水涨船高。不过他微微摇头，眼神锐利。真刚境与宁元境乃是云泥之别，宁元境不过是凝聚天地灵气化为己用，灵力虽强，终究是气态散而不凝。
而真刚劲乃是灵力发生质变，由气化刚，真气凝聚成刚，威力暴涨10倍不止，更能在体表形成护体刚气，坚不可摧。寻常宁元镜的攻击，恐怕连其护体刚气都难以破开。以我如今宁元5重的修为，配合纯阳道体和天火拳，或许能在宁元境内横扫，甚至能与宁元境9重巅峰周旋1、2。但对上真正的真刚劲强者，胜算依旧渺茫。境界的鸿沟并非轻易能够跨越，除非有逆天的机缘或杀招，否则越到后面，越阶挑战的难度呈几何级数增长。除非我能将天火拳修炼到圆满层次，或者修为能再进一步达到宁元6、7重，或许才能有与林远山正面一战的资本。武技的熟练程度分为入门、小成、大成、圆满。如今周晨的天火拳尽管威力强大，但仍旧只是小成而已。就在周晨凝神思索，准备继续吞服丹药，向宁元6重发起冲击时，外界林清轩急促的声音隐隐传来：“小陈，快出来一下！摘星楼的方小姐来了，说有急事找你。”周晨心神一动，立刻停了下来。方青瓷，他来找我干什么？他眉头一皱，当即退出阴阳塔，回到炼丹房内。周晨推开房门，就看到林清轩站在门外，问道：“清轩姐，方青瓷找我什么事情？”林清轩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他没有细说，只是说有事相助，需要请你过去一趟。”周晨心想，摘星楼找自己多半与炼丹有关，也有可能是为了天阳郡炼丹大会的事情。一想到天阳郡炼丹大会事关天火之重，周晨便郑重起来。他点点头：“好，我这就去一趟。”说完，他很快离开百草轩，朝着城中的摘星楼赶去。没过多久，周晨便踏入摘星楼，他直接找到方青瓷，开门见山地问道：“方小姐，听说你找我有事？”方青瓷正要说话时，一道漫不经心的声音忽然响起：“你就是那个周晨？”周晨闻声望去，只见一位红衣少女款款走来。她看上去不到20，但身段却已出落得惊心动魄。一袭红衣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柳腰纤细，饱满双峰轻轻起伏，修长玉腿在裙摆间若隐若现，绝美容颜带着几分稚气，但眉宇间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傲慢，宛如一朵带刺的红玫瑰，既纯真又危险。红衣少女双臂环抱于胸前，这个姿态更凸显出饱满的胸线，走到周晨面前，毫不客气地上下打量着。听说就是你，在这小地方炼出了极品丹药。方青瓷连忙上前一步，对那红衣少女轻声道：“般若，不得无礼。周公子现在是我摘星楼的客卿。”他转向周晨，脸上带着一丝歉意，介绍道：“周公子，这位是秦般若秦小姐，来自天阳郡城。”周晨眼中闪过一丝讶异。天阳郡城正是天阳郡的郡府所在，也是整个天阳郡的中心，那里繁华鼎盛，强者如云，和天风城这种小城根本无法相比。秦般若双臂环抱，漫不经心道：“喂，小子，青瓷姐姐在郡城那边替你说话，想推荐你代表摘星楼去参加天阳郡炼丹大会。”他嗤笑一声，继续说道：“哼，我可告诉你，炼丹大会的名额是有限的。”郡城摘星楼的几位炼丹大师听到这个消息后很不高兴，一个乡下小城的无名之辈也想挤占名额，你可不一定真能去成。周晨微微皱眉，正要说话，方青瓷连忙上前一步：“般若，别说了。”他转身看向周晨，解释道：“周公子，秦姑娘性子直爽，并无恶意。其实，她是我请来帮忙的。”帮忙？周晨看向方青瓷，有些不解：“帮什么忙？”方青瓷解释道：“实不相瞒，周公子，我与般若一样，来自天阳郡城方家，只是最近这几天才来天风城。”周晨恍然，怪不得自己在天风城生活了16年，却从未听说过摘星楼有方青瓷这么一位人物，原来他是近期才从郡城调派而来。方青瓷继续道：“我之所以来这天风城，是为了提升我的4品青木血脉。天风城外的落霞山脉深处，生长着一株极为罕见的千年运神古树，我需要摄取其中的木魄灵韵，借此激发血脉潜能。但这运神古树非同寻常，其木质坚于金铁，寻常刀剑难伤，水火不侵，只有特殊的异火持续煅烧，才能勉强炼化其表，汲取内蕴的灵韵。”说到这里，他看向身旁的秦般若，而般若妹妹身怀4品赤焰朱雀血脉，天生伴生一种威力极强的南冥离火，十方克制运神古树。我请她前来，就是为了帮我对付运神古树。秦般若听到方青瓷夸赞她的火焰，得意一笑，瞥了周晨一眼：“现在知道本小姐的厉害了吧？”周晨恍然，他眉头微挑，道：“方小姐，这运神古树和木魄灵韵固然珍贵，秦姑娘的南冥离火也确实厉害，但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方青瓷微微一笑，解释道：“周公子有所不知，那木魄灵韵性极寒烈，
能量磅礴且带有极强的木系侵蚀特性。在汲取炼化之前，我必须先服用一枚特殊的护脉丹药——3品青木护脉丹。此丹能在我经脉中形成一层特殊的保护膜，可以抵御木破灵韵的寒冽冲击，还能中和其狂暴的木系侵蚀之力，确保炼化过程万无一失。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而这青木护脉丹炼制手法极为特殊，对丹火要求极高，一般炼丹师的丹火难以满足，只有以异火为源，方有可能成功。方清慈看向周晨和秦般若两人，眸光流转，所以我才需要二位的帮助。秦般若接过话头：魏小子，青慈说你的控火本事和炼丹术是顶尖的，所以我的异火加上你的技术，我们俩合作才能把这青木护脉丹炼出来，懂了吗？周晨闻言这才彻底明白过来，原来是要他与这位脾气火爆身怀异火的大小姐合作炼丹。方清慈见周晨答应，脸上露出欣喜之色。太好了，丹方和所需药材我已备齐，就在楼上的炼丹室内。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开始吧。周晨点头。可秦般若也扬起下巴，带路吧，早点练完，本小姐还要回去修炼呢。方清慈立刻引着二人来炼丹室中，里面桌子上已经放好丹方和药材，所需药和丹方都在这里。方清慈说完便离开了炼丹室。周晨看了一眼丹方，丹心玲珑，神通自发运转，瞬间便将其中繁杂的步骤、火候要求、药性融合的关键之处了然于心。他点了点头，可以开始了。秦般若双臂环抱，饱满的胸脯微微起伏，轻哼一声：喂，周晨是吧？别以为青瓷姐姐夸你几句就真把自己当人物了。在这天风城小地方，你或许还算个人物，但放在郡城，你这点炼丹术给那些大师提鞋都不配。他顿了顿，继续嘲讽道：要不是青瓷姐姐坚持，本小姐才懒得跟你这种乡巴佬合作。待会儿炼丹，你最好机灵点，乖乖听我指挥，要是拖了后腿，害得炼丹失败，我可饶不了你。周晨眉头一皱，这秦般若还真是大小姐脾气。他面无表情：你若不愿合作，我这就走便是。炼丹大会的名额我自己去争，用不着看你脸色。你……秦般若被他这毫不在意的态度噎得一滞，俏脸气鼓鼓的。想到方清慈还在外面等着，想到此行目标尚未达成，他强行压下火气，咬着银牙道：哼，脾气倒是不小。好，本小姐倒要看看你有几分真本事，赶紧开始。他心中却暗暗腹诽，拽什么拽，一个小城土包子炼丹师而已。周晨这才缓缓转过身，神色依旧平淡。那就开始吧，请秦小姐祭出南冥离火。秦般若哼了一声，双手结印，娇斥道：火来！轰！一团炽热无比、朱红色的火焰升腾而起，热浪瞬间充斥整个炼丹室。炼丹开始，周晨沉稳地投入药材，指引着火焰进行萃取。刚刚被周晨服了面子的秦般若，心中那股不快又升腾起来，他眼珠一转，闪过一丝狡黠，心中暗道：哼，敢让本小姐没面子，给你点苦头吃。秦般若心中念头闪过，手上印诀悄然一变，暗中催动南冥离火。原本平稳燃烧的朱红色火焰猛地一窜，骤然变得狂暴起来。一股隐晦的火毒暗劲试图侵入周晨经脉，扰乱他操控药液的心神。这突如其来的剧烈波动让药液瞬间变得极不稳定，能量冲突眼看就要爆发，不仅炼丹会前功尽弃，甚至可能引发丹炉震荡。哼，你不是很拽吗？看你这下怎么收场，手忙脚乱出尽洋相吧。秦般若心中得意地想着。哼，周晨立刻察觉到了异样劲，他眼神一冷，这大小姐果然不安分。周晨眉头瞬间紧锁，思考怎么应对之时，他脑海中想起了羲和女帝一丝慵懒不屑的嗤笑。哼，蠢材，这点小把戏也敢拿出来卖弄？你的纯阳道体乃万火之源，诸天至阳本源所化，区区一丝朱雀后裔的半生杂火，在你面前如同臣子见君，孩童见父，唯有匍匐敬畏的份，何须费力压制？放开束缚，引动你体内那一缕纯阳本源气息，融入这离火之中，它会变得比绵阳还要温顺。周晨闻言顿时心中一惊，原来自己纯阳道体还有如此妙用。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戏谑，立刻有了主意。好，大小姐是吧？你想玩，那我就陪你玩玩大的。周晨心念微动，体内深处那一缕精纯无比、至阳至刚的纯阳本源气息被悄然引动。他并未强行去压制那南冥离火，而是将这丝纯阳本源气息轻描淡写地融入了狂暴的火焰之中。奇迹发生了，原本狂暴的南冥离火像是遇到了绝对克星，猛地剧烈一颤，所有扑向周晨的火焰如同潮水般倒卷而回，非但不再攻击，反而在化作朱红色火球，如同臣民在向至高无上的君王行叩拜之礼。
什么？正等着看周晨出丑的秦波惹脸上的得意笑容瞬间僵住。这怎么可能？我的南明离火怎么会？他拼命地催动血脉，想重新掌控离火，却发现那与他心神相连的南明离火此刻竟然对他的召唤产生抗拒。今天南明离火是怎么了？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陌生和听话，甚至好像在害怕什么？周晨眼中闪过一丝戏谑，神识微动，向那温顺无比的南明离火下达了一个指令。只见那团朱红色的火焰分出一缕细小的火苗，精准地绕到秦波惹身后，在他那挺翘浑圆的臀部附近极其灵巧的一撩。吃了一声轻微的灼烧声响起，秦波惹只觉得周身一热，随即感到臀部一凉。他惊愕的扭头，顿时花容失色。只见自己的红色衣裙从腰际到腿根处被精准的灼烧出一道狭长的焦痕，布料化为飞灰，瞬间将他挺翘浑圆的雪臀暴露了大半在外啊！你！秦般若瞬间俏脸爆红，如同煮熟的虾子，羞愤的惊叫脱口而出。没等他完全反应过来，周晨故作慌乱，手忙脚乱的惊呼一声：“不好，火焰反噬失控了！秦小姐小心，我来帮你。”他那只操控火焰的手慌乱的向下一按，啪！一声清脆轻响骤然响起，周晨的手掌不偏不倚，结结实实的拍在了秦波惹那刚刚暴露出来的白皙光洁的翘臀之上。入手处，肌肤滑腻温润，充满弹性，手感好的惊人。周晨似乎也愣了一下，秦波惹整个人如同被一道天雷劈中，瞬间僵直在原地，一股酥麻电流瞬间席卷全身，让他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稳。短暂的死寂之后，周晨，秦波惹猛地转过身，俏脸血红的几乎滴出血来，美眸中满是怒火。如果眼神可以杀人，周晨现在已经被砍成臊子了。你竟敢打我的那里！他气得浑身发抖，语无伦次。长这么大，别说被人打屁股，就是那里都从未被异性触碰过。自己的清白，第一次，竟然就这样被一个天风城的他根本瞧不上眼的乡下炼丹师给毁了，以这样一种羞辱的方式。就在这时，炼丹房的门被轻轻敲响，传来方清慈疑惑的声音：“般若，周公子，里面什么情况？我好像听到很大的动静，炼丹出问题了，需要我进来看看吗？”话音刚落，门外似乎响起了方清慈准备推开房门的声音。听方清慈要进来，秦波惹脸色瞬间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红，如同开了染房。他现在这副模样，裤子后面破了个大洞，屁股还火辣辣的疼，刚刚被男人拍了那个地方。这要是被情同姐妹的方清慈看了去，他简直不敢想象那场面，自己以后还怎么见人。别进来！他手忙脚乱的试图用残存的衣物遮挡，却又遮不住全部，差点急得都快哭出来了。没事，青瓷，一点小意外，火焰稍微波动了一下而已，我和周晨能解决，你千万别进来。门外的方青瓷听到秦波惹这明显不对劲的声音，眉头蹙得更紧了，这可不像是一点小问题的反应。但他听出秦波惹语气中的极度抗拒，最终还是停下了推门的动作，道：“好吧，既然你们能处理，那我就不进去了，若有需要，随时叫我。”听着方青瓷的脚步声似乎远了一点，秦波惹这才猛地松了一口气，整个人几乎虚脱。但随即他立刻将所有的怒火聚焦到眼前的白衣少年身上，他恶狠狠地瞪着周晨，咬牙切齿道：“周晨，我跟你没完！”周晨一脸无辜地摊了摊手：“秦小姐，这可不能怪我啊，是你的南明离火忽然失控反噬，我见情况危急，生怕火焰伤到你，情急之下才想帮你拍灭火焰，谁知道就……”他说话时，眼神却不受控制地朝秦波惹身后瞟了一眼。别说这郡城来的大小姐脾气是火爆了点，但这身材和手感确实是极品。你还看？闭上你的狗眼，转过去，立刻，马上！秦般若察觉到周晨的目光，羞愤欲绝，猛地转身：“无耻之徒，快给我转过身去，不准看！”秦波惹气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他知道刚才只能怪他自己，若不是自己想教训周晨，也不会发生意外了。可周晨干咳一声，一言利落地转过身，背对着秦波惹。秦波惹急忙手忙脚乱地从自己的储物袋中飞快取出一件崭新的红色衣裙，以最快的速度套在身上，将那片诱人的春光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直到确认自己穿戴整齐，秦波惹才咬着银牙，恶声恶气道：“好了。”周晨转身，目光在他崭新的红衣上扫过，似笑非笑地故意问道：“换好了？不过，秦大小姐，你确定你现在真的能完全掌控你的南明离火了吗？不会待会儿炼丹到关键时候，他又突然失控，
给我们来个惊喜吧。秦般若闻言，脸颊又是一阵发烫，羞恼万分。但经过刚才的意外，秦般若哪里还敢在暗中搞小动作？他虽然憋屈的要死，恨不得把周晨揍一顿，但为了方青瓷的正事，也只能强行压下怒火，闷声道：“少废话，现在没问题了，赶紧炼丹，本小姐保证不会再出意外，如此最好。”周晨满意点头，两人再次开始炼丹。这一次，秦般若彻底老实了，他收敛了所有的小心思，全神贯注地提供着稳定的南明离火火源，不敢再有丝毫逾越。而周晨则再次展现出他那神乎其技的炼丹术，在丹心玲珑神通的辅助下，他对药性的理解、火候的掌控达到了极致，各种药材在他的操控下被完美萃取、融合，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充满了一种独特的美感。即便心中对周晨有万般不爽，但在一旁亲眼目睹全过程的秦般若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来自边陲小城的少年确实很会炼丹，手法老道，控火精妙，对时机的把握更是妙到毫巅。许多他只在家族中那些炼丹大师身上见过的风范，竟然在周晨身上看到了影子，甚至一些细节处理得更完美。可恶，这家伙虽然人品恶劣，讨厌至极，但这炼丹术还真是有点东西。没过多久，炼丹室内药香达到了顶峰，炉火渐渐收敛，3颗通体翠绿的极品青木户麦丹静静地悬浮在丹炉之中，熠熠生辉。炼丹成功了，而且是最完美的品质。周晨袖袍一挥，将3颗丹药精准地收入玉瓶之中。他转身看向一旁还有些发愣的秦般若，轻轻一笑：“秦大小姐，承让了，你的南明离火确实不凡。”这话听在秦般若耳中，让他俏脸又是一热，哼了一声，扭过头去，但心里却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炼丹的本事确实厉害。周晨不再多言，拿着玉瓶推开炼丹房的门。等候在外的方青瓷立刻迎了上来，美眸中带着期盼：“周公子，如何？”周晨将玉瓶递了过去：“信不辱命。”方青瓷接过玉瓶，拔开瓶色仔细探查，顿时眼前一亮，脸上绽放出惊喜的笑容。极品，果然是极品青木户麦丹，药力纯净磅礴，户脉灵效远超我的预期。自己果然没有看错，这周晨的炼丹术比起天阳郡城中那些成名已久的3品炼丹大师丝毫不落下风。他心中更加坚定了要教好周晨，并全力推荐他参加炼丹大会的决心。方小姐过奖了。周晨微微一笑，宠辱不惊。方青瓷小心地收好丹药，对随后走出来的秦般若笑道：“般若，辛苦你了，有这极品户脉丹，明日我们去落霞山脉寻找那运神古树，收取木破灵韵，把握就大多了。”忽然，就在这时，周晨的脑海中毫无征兆地响起了西河女帝的声音：“小子，想办法从他们手中得到一份木破灵韵，此物对你大有裨益，先别问为什么，回去再告诉你。”周晨心中一惊，这位神秘的西河女帝一般极少主动开口，一旦开口必定事关重大。他压下心中的波澜，面上不动声色，看向方青瓷：“方小姐，明日你们去寻找运神古树时，能不能带我一同前去？”方青瓷闻言微微一怔，有些疑惑：“周公子也对那运神古树感兴趣？”周晨想了想，解释道：“实不相瞒，我最近正在尝试炼制一种特殊的丹药，其中需要用到一份木破灵韵作为辅药。刚好你们要去落霞山脉，所以想厚着脸皮向方小姐讨要一份。”方青瓷恍然，原来是为了炼丹。他想到周晨那神乎其技的炼丹术，再想到那运神古树蕴藏的木破灵韵并非只有一份，分润一些给周晨也无妨，这样还能结个善缘。于是他爽快地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自然没问题。运神古树积蓄1000年，木破灵韵颇为磅礴，分一点给周公子并无大碍。明日清晨，我们便在城外落霞山脉入口处会合，一同前往。”多谢方小姐。周晨拱手道谢。事情既已谈妥，周晨便不再多留，告辞离去，返回百草轩。他需要为明日之行做些准备，更重要的是抓紧时间继续修炼，实力每增强1分，应对未来危机的把握便大1分。看着周晨离去的背影，秦般若则摸了摸似乎还有些异样感觉的臀部，俏脸又是一红，恨恨地跺了跺脚：“混蛋，占了本小姐那么大便宜，明天进山再跟你算账。”很快，周晨便回到了百草轩。他并未惊动前堂忙碌的林清轩，悄无声息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迫不及待地在心中询问道：“西河前辈，那木破灵韵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西河女帝清冷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此地不便细说，你先进入阴阳塔。”周晨闻言，他心念一动，周身空间微微波动，下一刻，他的意识连同身体消失，出现在了阴阳塔第1层中。塔内景象依旧，雾气流淌，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一道绝美的身影静静悬浮。
只见西河女帝依旧一袭胜雪白衣，衣袂飘飘，无风自动，宛如九天玄女降临凡尘。她凌空而立，身姿曼妙无双，宽松的白袍难以完全遮掩其下那惊心动魄的曲线。周晨甚至能隐约看到白衣下那双修长笔直、薄薄白丝的玉腿轮廓。除此之外，相比起第一次见到西河女帝时，周晨感觉到与上一次双修之后相比，此刻的西河女帝气息变得更加强大，那无形的威压仿佛凝实了许多。眸光开合间，有一种俯瞰万古的苍威严，让人心生敬畏，不敢直视。看来上一次双修，不仅我得到不少好处，这位西河女帝也是如此。周晨压下心中的波澜，问道：西河前辈，你让我进入阴阳塔，说要告知木破灵运之事，现在可以说了吗？西河女帝并未立刻回答，她赤足轻点混沌雾气，飘然来到周晨面前。两人距离极近，周晨甚至能感受到对方身上传来的一缕若有若无的幽冷清香。他悠悠一笑，那张足以令天地失色的绝美容颜上，竟浮现出一丝戏谑的意味。木破灵运的事情，先不急。周晨微微一愣，不急？那你让我进塔是为何？西河女帝忽然凑近了些，一本正经地说道：当然是和本座双修。周晨顿时一惊，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这西河女帝居然又想找自己双修。西河女帝看着周晨一脸错愕的模样，戏谑的笑意更盛。她伸出纤纤玉指，轻轻抬起周晨的下巴，迫使他与自己对视。瞧你这副模样，莫非以为本座只会贪图你那点元阳不成？放心，本座此次寻你双修只是顺带，真正要做的是另一件大事。周晨心神微凛，凝声问道：何事？西河女帝收回手，负手而立，周身气息陡然变得无比恢宏浩大，仿佛与整座阴阳塔融为一体。本座之前告知过你，此塔名为阴阳，共有9重天阙，除本座坐镇这第1层外，其上8层，每一层都曾封印或沉眠着一位横压一个时代的盖世女帝。你身为阴阳塔之主，身负纯阳道体，每成功开启1层，便能获得该层女帝的无上传承。他目光落在周晨身上，神色凝重道：而现在，本座便要将属于我的无上传承授予你。周晨听到这里，疑惑道：西河前辈，您之前不是已经传授给我9节纯阳经这部逆天神功了吗？难道那不算您的传承？听到这话，西河女帝绝美的脸庞上闪过一丝尴尬，她轻轻咳嗽一声，目光微微游移，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睥睨天下的女帝姿态，理直气壮地道：9节纯阳经乃是你纯阳道体的本源修炼功法，是根基所在。虽然确实算是无上传承，但并不是我给你的传承。西河女帝微微别过脸，声音似乎低了一丝，带着典礼不知气也壮的意味。上次初次相见，本座急于汲取你的纯阳元阳修，一时光顾着双修的正事，倒是将传授核心地法这桩小事暂且搁置了。周晨搞了半天，上次这位女帝陛下是白嫖完元阳舒服了，就把最关键的正事给忘了，现在是想起来要补票了。他看着西河女帝那故作镇定的侧颜，忽然觉得这位高高在上的女帝偶尔露出这般情态，竟有种别样的反差魅力，让人有些忍俊不禁。看着周晨那无语的表情，西河女帝凤眸微眯，冷笑道：怎么，小鼎炉，你对本座的安排有意见？看着西河女帝的眼神，周晨心中一阵腹诽，我敢有意见吗？上次说不双修就会死的是你，忘了传功的也是你，现在理直气壮要补课的又是你，难道我还能反抗不成？当然，这话他只敢在心里想想，嘴上还是老老实实的说道：不敢不敢，西河前辈的安排肯定自有深意，我听从便是。西河女帝对周晨的态度似乎颇为满意，微微颔首，这才正式解释道：本座纵横洪荒太古，封号西河，曾执掌日月轮转，观测星辰轨迹，于无尽星海中感悟宇宙生灭，最终自创一门无上断体大法九转星辰诀。此法不修寻常灵力，专练肉身星辰窍诀，引周天星辰之力淬炼己身，走的是以力正道，肉身成圣的路子。炼至小成，便可肉身横渡虚空，硬汉神兵利器；炼至大成，举手投足间便有摘星拿月之伟力。若能真至圆满之境，西河女帝眸光睥睨，仿佛能望断万古。一拳出，星辰崩灭，诸天寰宇亦可一拳打碎。任你万般神通，千般法则，我自一力破之。周晨听得心神震撼，热血沸腾。肉身成圣，一拳碎星辰，这是何等霸道！他下意识地看向眼前身姿曼妙诱人的西河女帝，实在难以想象，这样一具完美身躯下，竟然蕴含着打爆星辰的恐怖力量。这反差实在太强烈了。西河女帝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冷哼一声，哼，皮囊表象罢了。力量的本质岂是肉眼所能妄断？他继续说道：
而本座要你找的那木破灵韵，其内蕴含的磅礴生机与先天乙木之气，正是淬炼肉身、激发气血、辅助九转星辰诀快速入门的绝佳宝药。若能成功汲取炼化，足以省去你数年苦修之功，让你在短时间内将九转星辰诀修炼至第一重境界。周晨闻言顿时大喜，原来如此，如今强敌环伺，天丹门不日变至，自己正急需快速提升实力。这九天星辰诀若能入门，肉身强度暴涨，便多一份保障。西河女帝眸光流转，冷冷道：现在本座便以阴阳交汇之法，将这九转星辰诀的传承种子渡入你的本源之中。话音未落，他素手轻抬，指尖划过自身衣襟，露出大片春光。即便已非初见，周晨依旧下意识地倒吸一口凉气，只觉浑身气血瞬间不受控制地翻腾起来。与第一次双修的抗拒不同，他知道西河女帝不会害自己。周晨放松身心，当初迎了上去。顷刻间，西河女帝身上的月华箫、星雾纱、肚兜、陈灵蟹裤，一件件价值衣物纷纷扬扬散落在地。阴阳塔内混沌雾气剧烈翻涌，仿佛自成一方小天地。西河女帝对周晨的反应颇为满意，说道：本座这九转星辰诀，其力霸列绝伦，寻常传授之法，恐你神魂肉身皆无法承受。他吐气如兰，继续说道：只有用这阴阳相济的交融之法，将传承渡入你的本源深处，并可借助双修之力，为你初步淬炼肉身打下星辰道基。周晨只觉得入手处一片滑腻温润，那惊人的弹性与热度让他大脑几乎一片空白。请前辈传法。西河女帝嫣然一笑，倾国倾城。她引导周晨倒向那由混沌雾气自然凝聚而成的柔软云塔之上。一瞬间，阴阳塔内春光乍现，旖旎无限。数个时辰后，混沌雾气渐渐平复。西河女帝早已完事，她周身气息愈发深邃飘渺，绝美的脸庞上带着一丝满足与慵懒，静静地悬浮在一旁看着周晨。而周晨则盘膝坐在不远处，双目紧闭，周身毛孔之中竟有点点璀璨的星光溢出，仿佛他体内不是血肉，而是蕴藏了一片微缩的浩瀚星空。他的脑海中正是九转星辰诀的完整传承。九转星辰诀共分9转，每一转都对应着肉身的一次惊天蜕变。修炼至9转圆满，肉身便是无上神器，拳碎星辰，脚踏寰宇，滴血重生，不死不灭，堪称已立正道的极致法门。忽然，成了！周晨猛然睁开双眼，眸中仿佛有璀璨星河一闪而逝。他缓缓握紧双拳，体内气血如同长江大河般奔流咆哮，发出隆隆巨响，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感充斥全身。周晨用力握紧拳头，骨节发出噼啪的爆鸣声，空气仿佛都被捏得扭曲变形。他心中豪情万丈，有一种能一拳打穿山岳的强烈自信。这便是九转星辰诀的根基吗？周晨心中沉思，充满期待。仅仅只是初步引动传承，在体内种下星辰道种，连第一转都尚未真正开始修炼，竟已让我感觉到肉身气血变得更加活跃。我能感觉到皮魔之下正在孕育一股惊人的力量，一旦真正入门，修炼成第一转星辰皮魔，我的肉身力量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估算着，如今单凭这初步淬炼过的肉身，不动用任何其他力量，不使用纯阳灵力，不施展武技，便足以匹敌宁元劲武者。若是得到木破灵韵相助，成功修炼至第一转，肉身强度不知道还会爆炸多少倍。悬浮在一旁的西河女帝看着周晨身上那层淡淡的星辰光泽，微微颔首，慵懒说道：还算有点样子，总算初步引动了星辰道种，在体内埋下了种子，算是摸到了九转星辰诀的门槛。尽快得到那木破灵韵，它是助你真正冲破关隘，炼成第一转星辰皮魔的关键之物，可稳固出生的星辰道基，省去你大量水磨功夫。周晨郑重点头，将西河女帝的告诫记在心中。就在他准备继续修炼的时候，外界忽然传来了林清轩的声音：小陈，你醒着吗？摘星楼的方小姐在外面等你，说马上就要出发去落霞山脉了。周晨心中微微一凛，眼中金光一闪，来得正好，自己刚好正急需木破灵韵来真正开启九转星辰诀的修炼，方清慈就主动上门了。今日这落霞山脉他是去定了，那木破灵韵他也势在必得。推开房门，周晨走到百草轩大院中，门外方清慈和秦波惹正在殿中安静等候。方清慈依旧是一袭素雅青衣，气质温婉，见到周晨出来温和一笑：周公子，时辰不早，我们这就出发吧。而一旁的秦波惹则还是穿着一身惹眼的红衣长裙，窈窕身姿，魅力无限。他双臂环抱，看到周晨出来，立刻没好气地哼了一声，明显对昨天炼丹房里的意外还耿耿于怀。秦般若狠狠瞪了周晨一眼后，便扭过头去。
周晨直接无视秦波惹，对方青辞说道：“不好意思，两位久等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三人不再耽搁，离开天风城，朝着城外的落霞山脉方向疾行而去。落霞山脉位于天风城以北，山势连绵，古木参天，深处雾气氤氲，潜藏着不少危险。方青辞在前引路，他对这一带很是熟悉，徐徐说道：“摘星楼有记录，那运神古树应该就在前方不远的一处山谷之中。此地环境特殊，木灵之气异常浓郁，所以能孕育出那等奇物。”果然没过多久，经过方青辞的指引，三人绕过一片茂密的原始林后，眼前豁然开朗，好浓郁的生机。只见一座被苍翠群山环抱的幽静山谷映入眼帘，谷中灵气氤氲，自成一方小天地。而在山谷正中央，一株庞大到难以想象的古树巍然矗立，直插云霄。这便是运神古树，它的树干粗壮得如同栾的根基，茂密的树冠遮天蔽日，延伸的枝叶更是几乎笼罩了半个山谷。方青辞神色凝重地点头道：“不错，这正是运神古树。周公子，你千万别小看它，此树生长已逾千年，吸纳了不知多少天地精华，其木质早已见于金刚，寻常刀剑难伤分毫。”他顿了顿，语气严肃起来：“即便是真刚劲武者全力出手，也未必能在其树干上留下多深的痕迹。只有般若妹妹的南冥离火这类特殊的天地异火，才能克制其木性，缓缓炼化其表层，从而汲取内蕴的木魄灵韵。”话音刚落，嗷呜一声咆哮骤然从侧方的密林中炸响，紧接着一道庞大的黑影猛地窜出，拦在了三人与古树之间。是一头通体覆盖着暗青色坚硬皮毛的巨狼，它獠牙外露，咸水滴落，一双幽绿色的狼眼中死气森然，死死地盯着三人。周晨眉头一皱，是二品妖兽铁背苍狼。二品妖兽实力相当于人族武者中的宁远境，但妖兽天生肉身强横，力量、速度、防御都远超同阶人类修士，极其难缠。若是成年的二品巅峰妖兽，其战力甚至能逼近真刚劲武者。秦般若看了一眼周晨，想起昨日炼丹时被这家伙占了天大的便宜，心中顿时升起一丝得意。他双臂环抱，将红衣包裹下的双峰衬托得更加傲人，下巴微扬，幸灾乐祸地轻哼道：“哼，小子，现在知道害怕了吧？谁让你非要死皮赖脸的跟我们来这种危险的地方？老老实实待在你那安全的炼丹室里摆弄你的丹药不好吗？真以为会炼几颗丹药就了不起了？外面世界的残酷可不是你这种娇贵的炼丹师能想象的。待会儿要是被这畜生吓得尿裤子，可别指望本小姐会救你。”他话语尖刻，就是想看周晨出丑，好好出一口昨日的恶气。但周晨却仿佛没有听到他的嘲讽一般，始终一脸平静。他非但没有后退，一步踏出，竟主动迎向了那头铁背苍狼。方青辞见状，俏脸顿时一变，急声劝阻：“周公子，不要冲动。”在他看来，周晨虽然炼丹术超凡入圣，但炼丹师通常都专注于丹道，疏于战斗，自身战力往往远逊于同阶武者。周晨表面修为只是宁元境五重，而眼前这头铁背苍狼看样子已然接近成年，实力绝对达到了二品巅峰，足以碾压寻常的宁元境后期修士。周晨此举无异于自寻死路。他好不容易才发现这么一位天才炼丹师，还指望他代表天风城摘星楼在炼丹大会上取得佳绩，当然不想看到他命丧狼口之下。但就在方青辞准备拦下周晨的刹那，他的表情瞬间凝固。什么？只见周晨面对猛扑而来的铁背苍狼，不闪不避，右拳之上骤然爆发出璀璨夺目的金红色光芒，一股至阳至刚、焚灭一切的霸道拳意冲天而起。天火拳！周晨低喝一声，右拳如燃烧的陨星，悍然轰出，拳出如龙，烈焰奔涌。他一拳悍然轰击在铁背苍狼的头颅之上，没有僵持，没有对抗。砰！那狰狞的狼头瞬间爆裂开来，红的白的四散飞溅。庞大的狼尸依着惯性前冲两步，便轰然倒地，再无生机。一拳秒杀！方青辞如遭雷击，娇躯猛地一颤。这是天火拳，这才几天时间，你居然真的练成了！他看得分明，周晨施展的正是几日前在摘星楼武技阁中挑选的那部残缺的玄阶中品武技天火拳。这部拳法因其属性要求苛刻且内容残缺，极难修炼，放在天风城分隔多年，尝试者不少，却无一人能真正入门。可周晨这才几天，不仅成功练成，更是达到了拳意凝练、烈焰随心的小成境界。一旁的秦般若也是美眸圆睁，红润的小嘴无意识地张开，心中的得意和嘲讽早已被这石破天惊的一拳轰得粉碎。这周晨刚刚施展的竟然是天火拳！天火拳，他再熟悉不过。这门火属性拳法与他的赤焰朱雀血脉属性颇为契合，
他也曾兴致勃勃地尝试修炼过，却因天赋不够，最终未能成功入门。他堂堂郡城秦家天才，身负一火都未能练成的武技，这个来自边陲小城的少年炼丹师，竟然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施展出来了。周晨缓缓收拳，他语气平淡，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秦小姐，现在我能想象外面世界的残酷了吗？秦般若被周晨一句话噎得俏脸通红，火辣辣的，仿佛被无形的巴掌狠狠抽了一下。他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又无话可说。毕竟这天火拳自己没能修炼成功，但周晨却成功了，只能说明自己的天赋不如周晨。秦般若撇了撇嘴，最后只能悻悻的小声哼了一声，哼，算你有点本事，不过别得意，区区一头2品妖兽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本小姐一巴掌也能拍死。方青瓷见状，连忙出来说道：“好了，般若，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现在该你发挥的时候了。”秦般若闻言也收敛了情绪，走到那巍峨的运神古树前，双手结印，南冥离火现。轰！一团朱红色火焰自他指尖升腾而起，正是南冥离火。他操控着这缕南冥离火，小心翼翼地将其贴近运神古树的树干。嗤嗤，奇异的声音响起，那连真刚劲都难以损伤的古老树皮，在南冥离火的灼烧下，竟真的开始缓缓变得焦黑。秦般若全神贯注，仔细灼烧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在那坚硬的树干上，终于炼化出了一小片区域。很快，那被灼烧的树干节点处，缓缓沁出了一滴翠绿欲滴、晶莹剔透的粘稠液体。液体一出现，周遭的生机瞬间变得无比浓郁，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木破灵韵终于被引出来了，正是方清慈心念已久的木破灵韵。他急忙拿出一个特制玉佩装下，紧接着第2滴、第3滴，足足接取了5滴之后，那树干节点才彻底干涸，不再有灵韵沁出。够了，这些足够我突破了。方清慈十分激动，他看了一眼周晨和秦般若，道：“事不宜迟，我这就炼化试试。”他迫不及待地当场盘膝坐下，从玉瓶中取出1滴翠绿欲滴的木破灵韵，仰头服下。灵韵入体，方清慈周身顿时清光大盛。他不敢怠慢，立刻全力运转家传功法，利用这股强大的能量冲滋养血脉本源。秦般若则守在方清慈身旁，全神贯注地为他护法。就在方清慈炼化到一半，周身青色光华大盛，血脉气息明显开始活跃攀升之时，忽然，一直静静矗立的运神古树树冠忽然微微摆动起来，无数枝叶沙沙作响，从那些垂落的银绿色气根和枝叶间悄然弥漫出一种极其淡薄的粉红色雾气。这雾气无色无味，几乎与空气中浓郁的生机灵气融为一体。秦般若下意识吸入那粉红雾气，顿时觉得体内气血激动荡，一股莫名的燥热感自小腹悄然升起，脸色猛地一变。不好，这气味有问题。这千年运神古树已经诞生了灵智，他知道我们在强行夺取它的本源灵韵，这是在报复我们。话音刚落，正在全力炼化木破灵韵的方清慈忽然娇躯一颤，周身原本璀璨的青光瞬间消失，他眼睛一闭，软软的向后倒去，陷入昏迷之中。青慈姐姐！秦般若惊呼一声，连忙上前扶住他。周晨皱眉道：“什么情况？这雾气究竟是什么玩意？”秦般若扶着昏迷的方清慈，不断压制体内的燥热，惊惶解释道：“这是运神古树被强行夺取本源后，阴机室放出的阴阳合欢烟。此烟蕴含了他千年积累的生命本源与混乱的阴阳二气，一旦吸入，便会引动修士体内最原始的阴阳欲念，效果霸道无比，犹如服下了最烈的情毒。若无法及时疏导调和，便会气血逆冲，阴阳失调，最终欲火焚身，经脉尽断而亡。”他艰难地看了一眼怀中昏迷的方青瓷，继续道：“青瓷姐姐身负4品青木血脉，血脉本源与此树同源，生机盎然，对此物有着天然的与包容之力，所以只是被庞大的生命精气冲击的暂时昏迷，并无大碍，反而可能因祸得福。但我们2个就惨了。”说到这里，秦般若委屈的差一点都快哭了出来，他感觉自己浑身越来越软，双颊绯红的快要滴出血来，眼神迷离，水波流转。我们2人没有青木血脉，体内的阴阳之气已经被彻底引动，正在疯狂冲突。若找不到宣泄平衡之法，我们真的会死的。话未说完，他似乎再也压制不住，发出一声极其细微诱人的嘤咛，娇躯微颤，眼神彻底变得迷离起来，软软的靠在方青瓷身边，几乎坐不稳了。阴阳合欢烟，周晨恍然，心中顿时一惊，这运神古树居然还有这种本事，怪不得这玩意能生长上千年。下一刻，他脸色骤然一变，坏了，刚刚我也吸收了这该死的阴阳合欢烟。话音落下，周晨只觉一股难以言喻的燥热在体内升腾，看着2女的眼神也变样了。他看着秦般若那副欲拒还迎的诱人模样，
心中顿时一片火热，忍不住蠢蠢欲动。看到周晨那明显也变得不对劲的眼神，秦波惹脸颊瞬间烧得更烫，急忙后退，羞怒交加的厉声道：“混蛋，你看什么看？就算爆体而亡，本小姐也绝不会让你这个无耻之徒碰我一根手指头。”不过在阴阳合欢烟的作用下，秦波惹说着最硬气的话，身体却一点也不老实。他口中呵斥着，娇躯轻颤抖，不由自主的如同水蛇般软软贴向了周晨，开始笨急切地拉扯自己身上的红色纱裙。顷刻间，春光乍现，诱人至极。他一边主动将发烫的娇躯挤进周晨怀里，一边却用残存的最后一丝理智，羞愤欲绝地咬牙切齿呵斥道：“混蛋，周晨，你这废物，能不能有一点自制力？一点诱惑都受不了，你算什么男人？我不许你碰我，听见没有？你敢动一下，本小姐啊，就杀了你！”这一下，温香软玉主动投怀送抱，周晨感觉体内的燥热更加疯狂了。但听到秦波惹这倒打一耙呵斥，心中一阵无语。不是，大姐，我动都没动，是你一直在主动好不好？这他娘的还能怪我？周晨心中很是无语，这位秦大小姐是不是中了毒，连脑子都坏掉了？明明是自己意志力还算坚定，心神守一，努力克制着没有做出任何逾越规矩的举动。他倒好，自己主动上前，一边还能理直气壮地骂人。你要真有骨气，你现在倒是推开我啊，你倒是离我远点啊，口口声声绝不让我碰，现在这般主动贴近，又是哪门子的道理？说着，他当真开始用力稳住身形，将秦波惹稍稍推远，自己则向后撤步，意图离开。好，秦大小姐，是我错了，我不该碰你，我这就走，离你远远的，保证不动你，行了吧？但就在他刚有后退动作的刹那，原本嘴上还逞强呵斥的秦班若却突然不乐意了。不准走！他声音中带着一丝哭腔和急切，几乎是下意识地伸出手，似要抓住什么。你敢走试试？本小姐不许你走！这一下周晨更郁闷了，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心里忍不住咆哮。不是，大姐你讲道理行不行啊？我强忍冲动一动不动，你要骂我登徒子，我现在依你的意思要走了，你又不让，这他娘的到底是想我怎样？秦般若此刻心中也是羞愤欲绝，几乎要哭出来。混蛋，无耻，登徒子！他在心中疯狂咒骂着，既骂周晨，更骂自己不争气。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但却完全不受控制。自己可是天阳郡城秦家的大小姐，身份何等尊贵，天赋卓绝，貌清一城，平日里那些所谓青年才俊连正眼瞧他都不敢。昨日在炼丹室被这个从天风城来的乡巴佬无意占了便宜，已是生平未有的奇耻大辱。没想到今天在这荒郊野岭、古树幽谷之中做出如此羞耻的事情，甚至还主动挽留他，而且还是当着自己好友方青瓷的面。虽然青瓷此刻昏迷不醒，但万一他中途醒来看到自己这个样子，秦波惹简直不敢想象那场景，他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青瓷？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周晨感觉自己快要顶不住了。不行，保持冷静，这秦波惹可不是什么普通女子，她是来自天阳郡城的大小姐，身怀强大的4品赤焰朱雀血脉，本身实力就远超自己。现在她是被阴阳合欢物控制了，才会如此主动。现在若是真的保持不住，等她清醒过来，以这大小姐的性格和背后郡城势力，绝对不会放过自己。到时候别说参加炼丹大会了，能不能活着离开落霞山脉都是问题。周晨猛地一咬舌尖，在脑海中疯狂呼喊：西河前辈，西河女帝，救命啊！有没有办法化解这该死的阴阳合欢物？再不想办法，晚辈今天恐怕就要清白不保，是就要被这女人事后追杀致死了。前辈，帮帮我啊！就在周晨感觉自己快要彻底顶不住之时，脑海中终于响起西河女帝一丝慵懒和不耐烦的声音：哼，区区一点草木精粹演化的迷情之气，就把你逼到这般田地，真是丢尽了纯阳道体的脸面。见西河女帝终于回应，周晨心中狂喜，急忙道：西河前辈，你终于醒了，这合欢物霸道无比，我实在难以抵抗。哼！西河女帝冷哼一声，鄙夷道：没出息的东西，你可是纯阳道体，诸邪不侵，万毒难染。周晨闻言一愣，纯阳道体，蠢材！西河女帝的声音带着一丝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你的纯阳道体本源至阳至刚，本就是天下一切阴邪晦气、迷乱之毒的克星。这区区合欢物，本质上也不过是一种引动欲念的阴性能量罢了。你只需一手丹田，全力运转9节纯阳经，引动一缕纯阳本源，将这侵入体内的合欢物气当作杂质毒素，直接炼化吸收便是。
它非但伤不了你，反而能成为你纯阳本源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补品。至于那个小女娃，西河女帝的语气顿了顿，她体内的雾气，你同样可以用纯阳灵力强行替她逼出或炼化。周晨心中顿时豁然开朗，我明白了，纯阳道体居然还能这样用，自己真是守着宝山而不自知。周晨心中豁然开朗，当即行动起来。他强行定住心神，双手迅速在身前接出一个修炼印诀，九节纯阳经转。他全力运转功法，丹田深处那一缕至阳至刚的纯阳本源被彻底引动，散发出煌煌神威。嗡！一股温润却无比霸道的金色能量自他丹田处升腾而起，瞬间流遍全身四肢百骸。那些侵入体内的阴阳合欢物，如同遇到了克星，瞬间被涤荡一空，化作精纯无比的能量，被他的身体吸收炼化。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周晨便感觉浑身一轻，一切重归平静。成功了！周晨眼中金光一闪，长舒一口气。虽然秦般若美若天仙，但此刻他已经能够完全把持得住。纯阳道体果然霸道，这险些让他万劫不复的合欢物，转眼间就成了补品。现在该救他了，不敢耽搁。周晨立刻将注意力转向秦般若，他并指如剑，轻轻点在他的背面，将一股精纯温和的纯阳灵力缓缓渡入其体内。纯阳灵力，驱邪化秽，给我炼！他低喝一声，操控着纯阳灵力涌入秦般若的经脉之中。纯阳灵力入体，秦般若娇躯轻颤。不到片刻，周晨能看到一丝丝粉红色的雾气正从他周身毛孔中被逼出，被自己的纯阳气息净化消散。渐渐，他眼中的迷离迅速褪去，脸色恢复正常，最终头一歪，彻底陷入昏迷，软倒在地。这下终于没事了。周晨心中松了一口气，总算是把秦般若这个麻烦解决了，避免事后被这位大小姐追杀。他看向一旁的方青瓷以及地上装有木破灵韵的玉佩，只是轻轻挥手，玉佩便飞入手中。接下来该办正事了。周长打开玉瓶，一股精纯磅礴的生机能量和先天乙木之气便汹涌而出。有这木破灵韵相助，我便将九转星辰诀成功入门，一举修炼成第一转星辰皮魔。到那时，自己的肉身强度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实力暴涨，面对接下来的危机也将更有底气。眼下两女都陷入昏迷，山谷暂时安全，正是修炼的绝佳时机。周晨不再犹豫，当即盘膝坐下。他将上身衣物褪去，露出精壮匀称的上身，从玉瓶中引出一滴翠绿欲滴的木破灵韵，缓缓咽下。木破灵韵入体，瞬间化作一股精纯至极的生命能量，瞬间冲入他的四肢百骸。就是现在，周晨立刻全力运转九转星辰诀的法门，引导着这股精纯无比的乙木生机能量，疯狂淬炼着自身的皮膜。时间在修炼中悄然流逝，山谷中寂静无声，只有周晨体内偶尔传出血气奔涌的声音。周晨周身原本古铜色的皮肤，此刻竟然隐隐透出一种极仿佛星辰般的微光。皮肤表面看似与往常无异，但其下的结构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密度大增，韧性、强度都提升了数倍。忽然，他周身那层淡淡的星辰微光猛地一亮，随即迅速内敛，彻底融入皮肤之下，消失不见。周晨猛然睁开双眼，眸中金光爆射，仿佛有星辰幻灭。成功了，第一层星辰皮魔。九转星辰诀第一转名为星辰皮魔，是以星辰之力与特殊能量淬炼周身皮魔，使其发生本质蜕变。炼成之后，自带微末星辰之力，皮魔坚韧远超金铁，刀剑难伤，水火不侵。周晨缓缓握紧双拳，心中豪情万丈。以我如今这身星辰皮魔，不动用任何力量，单凭肉身之力，真刚劲一下，恐怕已无人能破开我的防御。即便是站在这里不动，任由宁渊境九重的武者全力攻击，恐怕也难伤我分毫。若是再配合我宁渊五重的纯阳灵力以及玄阶武技天火拳，周晨眼中金光闪烁，战意昂扬。即便面对出入真刚劲的强者，我也绝对有一战之力。想到此处，周晨忍不住放声长笑，心中畅快无比。修成星辰皮魔后，实力大涨，极大提升了安全感。至少现在林远山就不需要太过担心。忽然，就在周晨欣喜之时，一声细微的呻吟从身旁传来。周晨转头望去，只见秦般若睫毛颤动，缓缓睁开眼睛。他眼神初时还有些迷茫，但很快便恢复了清明，随即立刻感受到了身上的凉意。他低头一看，只见自己红色的纱裙被撕裂多处，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春光乍泄。而周晨就坐在不远处，更是赤裸着上身。这一幕瞬间让秦般若的大脑一片空白。啊！一声尖锐羞愤的惊叫响彻山谷。秦般若猛地蜷缩起身子，双手死死护住胸前，俏脸煞白。他猛地抬头，
一双美眸喷火般死死盯住周晨，羞怒交加道：“周晨，你这个无耻淫徒，你对我做了什么？我的清白，你竟然……”他几乎要哭出来，一想到自己坚守多年的清白身子可能就这样被眼前这个他一直瞧不上的小城少年夺去，心中便顿感屈辱和愤怒。周晨见状，心中暗道不好，连忙解释道：“秦小姐，你冷静点，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什么都没发生，我是清白的，你也是清白的。清白。”秦波惹气得浑身发抖，指着自己身上撕裂的衣物和周晨赤裸的上身，美眸大怒：“你告诉我，这叫清白？这分明就是已经完事的样子。我们中了那该死的合欢物，你定然是趁我神志不清，对我。”他越想越觉得就是如此，那合欢物如此霸道，自己当时那般主动，周晨怎么可能把持得住？现在这般景象，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他越说越气，越说越羞愤，猛地运转灵力，就要不顾一切地扑上来与周晨拼命。我要杀了你，混蛋！我一定要杀了你！周晨见他根本听不进解释，反而杀意更浓，也是一阵头疼。知道等对方冷静下来就好了，并未反抗，只是运转起星辰皮膜。秦小姐，你真的误会了，我们其实……就在这时，另一声轻微的呻吟响起，躺在旁边的方青瓷也悠悠转醒。他缓缓睁开美眸，还有些迷茫，但眼前的一幕瞬间让他如遭雷击，彻底清醒。只见秦波惹衣衫破碎，春光外露，正一脸羞愤欲绝，朝着赤裸上身的周晨扑去。这架势，这情景，方青瓷的俏脸唰的一下变得通红，如同熟透的苹果。他下意识地捂住小嘴，美眸瞪得溜圆，结结巴巴地道：“你们这是？”听到方青瓷的声音，秦波惹的动作猛地一僵，他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现在是一副何等不堪入目的模样，不仅衣衫不整，还正以一种极其暧昧的姿态扑向周晨。完了！秦波惹心中咯噔一下，心中满是羞耻，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这场景谁看了都会以为是他与周晨刚刚缠绵完毕，此刻正在打情骂俏。他急忙后退，拉扯衣物遮掩，但盛怒之下动作太大，此刻更是手忙脚乱，更加显得欲盖弥彰，导致春光大露，诱人无限青词。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秦波惹急得想要解释，却发现自己根本无从解释。难道要说自己中了情毒，主动投怀送抱？但周晨坐怀不乱，这话他自己都不信。方青瓷脸色呆滞，立刻反应过来，转过身去。我明白，我什么都没有看到。秦般若看着方青瓷那一丝了然的眼神，只觉得眼前一黑，羞愤欲绝。你懂个屁啊！他猛地再次看向周晨，美眸中满是怒火。都是这个混蛋，要不是他，自己怎么会这样？周晨，本小姐要杀了你！周晨，本小姐要杀了你！秦波惹厉喝一声，手忙脚乱地拉扯着身上破碎的红裙，试图遮掩，但仓促的动作反而让更多的诱人春光暴露而来，诱人而不自知。他运转灵力，玉掌之上难明离火汹涌而出，一掌向周晨狠狠拍出。周晨现在是这女人正在气头上，让她冷静下来就好了。他站在原地，不闪不避，九转星辰诀悄然运转至极致，皮肤下那层星辰皮膜微光流转。砰！炽热的火焰掌印结结实实地拍在周晨胸前，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周晨如同磐石般岿然不动，甚至连晃都未曾晃动一下。反倒是秦波惹感觉自己仿佛一掌拍在了亘古不变的星辰云铁之上。他抬起头，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周晨。自己这一拳足以打伤任何宁远境五重的武者，但是周晨却一点事都没有。这周晨肉身怎么变态？周晨道：“秦大小姐，你先冷静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对你做什么？你自己运功仔细感知一下，检查一下自身原因是否完好无损，不就一清二楚了吗？”秦波惹动作猛地一顿。对啊，原因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自身的原因是否尚在。他咬着唇，犹豫了一瞬，还是闭紧双眼，凝神探向丹田，仔细感知自身最本源的状态。片刻之后，他娇躯猛地一颤，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原因稳固，本源完好。气血虽因刚才的动手和之前的合欢物而有些紊乱，但代表女子贞洁的原因根本未曾有丝毫损耗。自己竟然真的还是完璧之身，这怎么会这样？我们明明都吸了阴阳合欢物，哪物能勾动本能？寻常男子根本把持不住。秦波惹彻底懵了。他虽然不自恋，但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容貌身段对男人有着何等致命的吸引力。刚才那种情况下，两人都吸入了那霸道无比的阴阳合欢物，自己更是神志不清，主动投怀送抱，衣衫不整。周晨这么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怎么可能忍得住？
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做？周晨见状心中暗笑，一本正经的开始编造借口。秦大小姐，实不相瞒，我周晨除了修炼和炼丹，平日里最大的爱好便是研究各种稀奇古怪的丹方。我之前无意中翻看古籍，尝试炼制过一种偏门丹药，据说能化解各种迷情、催育之毒。当时情况危急，我也只是死马当活马医，给我们2人各喂下。没想到这丹药还真起了神效，所以我们才能安然无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听到周晨这番解释，秦般若和一旁也竖着耳朵听的方青瓷脸上都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原来如此，周晨的炼丹术他们是亲眼见识过的，丹道造诣不输任何炼丹大师。以他的本事炼制出这种功效奇特的偏门丹药，似乎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更何况原因上再是铁一般的事实，除了周晨拥有这种能化解和欢物的丹药之外，似乎也找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了。难道真要相信他是什么坐怀不乱的圣人不成？反正秦般若不相信。秦般若怔怔地看着周晨，心中的怒火迅速熄灭，一丝愧疚涌上心头。原来我误会他了。在刚才那种情况下，周晨完全可以用吸入和欢物作为完美的借口，顺水推舟地占有自己，但他却没有那么做，反而用一起炼制的丹药保住了2人的清白。至少这周晨的人品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甚至堪称君子。一想到自己刚才不分青红皂白对着救命恩人又打又杀，喊打喊杀，秦般若就感到很是羞愧。他咬了咬嘴唇，眼神躲闪，很是扭捏地说道：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误会了你，谢谢你。周晨见状，心中松了一口气，总算糊弄过去了。他眼神下意识地扫过秦般若时，目光不由得微微一凝。秦般若正低头细声道歉，根本没发觉自己身上破碎的红纱裙根本无法完全遮住春光。刚才情绪激动加上一番动作，原本勉强遮掩的几处关键布料滑落的更多，一抹惊心动魄的雪白沟壑毫无遮挡地映入眼帘，侧影更是勾勒出诱人的蜜桃轮廓，甚至能看到一小块春光丝。周晨并非圣人，只觉一股血气直冲头顶。秦般若正低头细声道歉，顿时便反应过来，啊！一声尖锐羞愤的惊叫瞬间响彻山谷。他这才骇然发现，自己身上那件本就破碎的红纱裙早已滑落得不成样子，一抹诱人的春光正被周晨看得清清楚楚。大片雪白肌肤暴露，侧身时那挺翘圆润的曲线更是暴露无遗。而周晨的目光正死死地盯在这些地方。你这无耻淫贼，色狼，你还看？秦般若气得浑身发抖，刚才心中的愧疚瞬间荡然无存。他又急又气地转过身去，手忙脚乱地从储物袋中扯出一件崭新的红色衣裙，胡乱地往身上套，将那诱人的春光彻底隔绝。一旁的方青瓷看着这一幕，又是好笑又是无奈，连忙上前温声安抚般若：别生气了，周公子他刚才或许真不是故意的。今日之事说起来还真是多亏了周公子，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此刻的方青瓷周身散发着比之前更加浓郁精纯的青木生机气息，肌肤都仿佛透着莹莹光泽。他已然成功炼化了那滴木破灵韵，4品青木血脉得到了不小滋养。秦般若终于将衣裙勉强穿好，系紧最后一根衣带，猛地转过身来，咬牙切齿地说道：哼，周晨，你不是要来天阳郡城参加炼丹大会吗？好，本小姐就在郡城等着你。这次算你帮了我们，保住了我的清白。我秦般若恩怨分明，等你到了天阳郡城，这份人情我自会还你。话锋随即一转，眼神变得凶恶起来。但是一码归一码，你小子实打实是占了本小姐天大的便宜，看了不该看的，摸了不该摸的，这笔账没完。有本事你就来天阳郡城，我一定要你好看。说完，他似乎一刻也不想再在这个让他无比尴尬的地方多待，直接转身离去，甚至连招呼都没跟方青瓷打，明然是羞愤到了极点。方青瓷看着秦班若化作一道红光消失在天际，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转身对周晨说道：周公子，实在抱歉。般若他性子就是如此火爆冲动，但其实心地不坏，今日之事还请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周晨倒是显得颇为大度，他摆了摆手笑道：方小姐言重了，今日之事本就是意外。方青瓷闻言似是想起了什么，从怀中取出那盛装木破灵韵的玉佩，从中小心翼翼地引出一滴生机盎然的灵韵，递向周晨：周公子，给你冒险前来，不正是为了此物用以炼丹吗？这是你应得的一份。周晨摇头婉拒道：方小姐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这木破灵韵我已经有了。他顿了顿，解释道：刚才情况混乱，我恰好也从那运神谷树一散的生机中收集到了些许，足够我炼丹之用了。他自然不能说是自己提前分了一份。
最重要的是，九转星辰诀第一层星辰皮膜已然借助木破灵韵修成，这灵韵对他肉身的淬炼效果有限，再多也是无用，反而浪费。方清辞见他不似客套，便也不再坚持，收回了木破灵韵，轻声道：“既然如此，我便收回了。总之，今日之事，多谢周公子。另外，天阳郡炼丹大会召开在即，算来已不足1月，周公子还需早做准备。届时我会提前派人来百草轩与你会合，我们一同前往郡城。”周晨点头，有劳方小姐费心。事情既已了结，两人也不再耽搁，立刻动身离开落霞山脉，顺利返回了天风城。在城门口，周晨与方清辞别后，便赶回百草轩。一路上，周晨心中默默盘算着此次落霞山脉之行的收获。最大的收获自然是成功将九转星辰诀修炼至第一层，凝聚了星辰皮膜。如今单凭肉身之力，他便足以傲视宁远境，甚至能与初入真刚境的强者掰掰手腕。以后面对林远山时，就无需忌惮了。唯一的麻烦就是彻底得罪了秦般若这位来自郡城的大小姐。周晨苦笑道，想到秦般若离去时那羞愤交加、咬牙切齿的模样，周晨就能预料到，等到了天阳郡城，这位傲娇又火爆的秦大小姐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看了不该看的，摸了不该摸的，这梁子算是结下了。不过即便这样，这天阳郡城自己也必须要去，不仅仅是为了炼丹大会和摘星楼的约定，最重要的是天火之种。只有得到天火之种，才能以此为引，提前点燃我体内的纯阳火种，觉醒那一丝纯阳真火。周晨心中盘算着天阳郡城之行，很快便回到了百草轩所在的街道。远远的，他便发现有些不对劲。平日虽也有顾客，但今日百草轩门外竟围拢了不少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却无人敢真正进去。难道林家的人来闹事了？他心中一凛，加快脚步分开人群，推开店门。只见店内一片狼藉，几个药柜被推倒在地，药材散落一地。在店铺中央，一个身着华贵锦衣、神态倨傲的青年正大模大样地坐在店内的太师椅上，林婉儿则依偎在那青年怀中，脸上带着讨好的媚笑。两人姿态亲昵，旁若无人地调笑着，林婉儿更是时不时发出娇媚的笑声，仿佛这百草轩已是他们的地盘。周晨脸色一沉，那青年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戏谑一笑，懒洋洋地开口道：“哟，周晨，你终于舍得回来了，本少可是等你很久了。”就在这时，内堂的门帘被猛地掀开，林清轩快步跑了出来，心急如焚道：“小陈，你终于回来了。他们是来找麻烦的，已经在这里闹了好一会儿了。”刹那间，一股凝如实质的杀意从周晨身上爆发开来。赵、无、吉、林、婉儿，你们这对狗男女！眼前这个嚣张跋扈的青年，不是别人，正是当初与林婉儿合谋给自己下毒，并且夺走自己的3品纯阳血脉，最后将自己送入玉女宫的仇人，天风城少主赵无极。赵无极仿佛很享受周晨的怒火，他轻飘地捏了捏林婉儿的下巴，引得后者又是一阵矫揉造作的娇笑，这才慢悠悠地说道：“啧啧，看来外面的传言一点不假，你小子命还真是硬的可以，居然真能从玉女宫活着回来。听说你不仅没被采捕致死，还因祸得福，不知走了什么天大的狗屎运，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会炼丹的大师。”在这天风城搞得风生水起，林婉儿也在一旁阴阳怪气的帮腔，幸灾乐祸地说道：“无极哥哥，你看这废物运气倒是不错嘛，不过再怎么折腾，他如今已失去血脉，哪像无极哥哥你，如今已是天地门的高徒，前途无量呢。”周晨面沉如水，默然道：“赵无极、林婉儿，你们今天百草轩到底想干什么？”赵无极咧嘴一笑，露出森白的牙齿，充满了阴狠的意味。“干什么？哈哈，问得好，本少今天心情好，特地来给你这个废物送个请柬。”他搂紧了怀中的林婉儿，得意地宣布：“3天之后，便是我和婉儿的大婚之日，将在城主府宴请全城。”他顿了顿，目光戏谑地看向周晨：“周晨，我知道你恨我入骨，本少便大发慈悲，给你一个机会，你要是有种有胆子，3天后就亲自来城主府，本少让你亲眼看看，你曾经喜欢的女人是如何在本少身下承欢。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连血脉都没有的废物，能翻起什么浪花来。本少在婚礼上等着你，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一旁的林婉儿也娇笑着附和道：“就是周晨，你可一定要来哦，来亲眼看看你曾经像条狗一样舔着的女人是怎么风风光光嫁给你永远也高攀不起的无极哥哥的，那场面一定很有趣。”说完，赵无极无视周晨，得意洋洋地搂着娇笑连连的林婉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百草轩。
林清轩担忧地看着周晨，生怕他冲动。小陈，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故意激你。城主府高手如云，你去就是自投罗网。出乎林清轩的意料，周晨并没有暴怒，反而异常冷静，眼神悠悠，一言不发。他负手在后，最终这才说道：清轩姐，放心，我心里有数，我先回去修炼。周晨转身离去，回到自己的房间中。若是之前，他只能无能狂怒，但现在今时不同往日，你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你们揉捏的周晨了。3天，城主府大婚。周晨冰冷一笑，眼中杀意汹涌。好，很好，赵无极，既然你亲自送上门来找死，那我便如你所愿。3天之后，我必取你赵无极狗命，再将灵婉儿你这贱人擒下，裁补你的太阴本源，夺回我失去的一切。周晨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进入阴阳塔中开始修炼。外界3天，塔内有1个月的时间，足够我好好修炼了。赵无极、灵婉儿，待我出关之时，便是你们婚礼变丧礼之日。他不耽搁，开始疯狂修炼。9节纯阳经全力运转，纯阳灵力如同江河在体内奔涌。与此同时，周晨也没有忘记肉身修炼。9转星辰诀自发引动，引动微弱的星辰之力，继续淬炼肉身。除此之外，其余修炼的就是5技天火拳了。5技按照熟练程度分为小成、大成和圆满。现在自己只是习得小成，若能修炼到圆满境界，这门原本就杀伤力不俗的武技将会提升到一个恐怖的地步。就这样，周晨一遍又一遍地演练着天火拳的招式，引动纯阳灵力，模拟天火焚噬的拳意。塔内无日月，不知过去了多久。周晨拳出如龙，焚灭万物的拳意愈发凝练。这一天，他骤然收拳，右拳之上凝聚成一道暗红色拳印，仿佛将天下万火凝聚在这方寸之间。天火拳，他一声低喝，右拳悍然击出，那暗红拳印无声无息地撕裂空气，瞬间轰在远处，猛地爆开。成了！周晨眼中金光一闪，我终于将天火拳修炼至圆满境界。经过这1个月的苦修，他已将这门拳法推至圆满境界。圆满境界的天火拳，拳力极度凝练，爆发力惊人，威力远超之前。更可怕的是，在星辰皮魔的强悍肉身之力加持下，这一拳的威力更是被推升到了极致。与此同时，一股比之前强横数倍的气息猛地从周晨体内爆发开来。凝元境6重，这1个月苦修，不仅天火拳圆满，我的修为也顺势突破到了凝元6重。9转星辰诀，第1层星辰皮魔更是彻底巩固。周晨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力量，信心前所未有的高涨。以我如今的实力，星辰皮魔的无双肉身，纯阳灵力磅礴精纯，更有圆满境界的天火拳，这下就算真刚进来了，我也能一拳打爆。周晨满脸意气风发，之前许担忧此刻已荡然无存。算算时间，外面应该已经过去3天，是时候去城主府赴约了。周晨收敛气息，眼中寒芒一闪，准备离开阴阳塔。忽然，砰，哗啦，一阵打杂声和嘈杂声传入耳中。周晨眉头瞬间拧紧，什么声音？有人在砸店。他立刻停止修炼，心念一动，瞬间退出阴阳塔，回到了百草轩的房间内。周晨刚进入店铺中，顿时脸色大变。只见店铺内已是一片狼藉，比之前任何一次被捣乱都要彻底。地上还躺着几个前几天林清轩刚招来的管事和伙计，此刻都受了不轻的伤，却唯独不见林清轩的身影。而施暴者是10余名气息彪悍的武者，为首的一个头目嚣张地指挥着：快，手脚都麻利点，少主有令，这破店一样完整的东西都不准留，砸完了赶紧回去复命，还能赶上喝少主的喜酒。找死！周晨的冷喝瞬间镇住了所有城主府武者，众人停下动作，齐刷刷地看向从内堂走出的周晨。那为首的小头目先是一愣，随即认出了周晨，讥笑道：哟，周晨，你小子总算舍得从龟壳里爬出来了。正好少主派我们来，就是特意来通知你一声，今天是他和林婉儿小姐大婚的日子，少主让你千万别当乌龟，务必到场亲眼看看，你曾经像条狗一样舔着的女人是怎么在我们少主身下婉转承欢，怎么风光大嫁的，哈哈哈。其他护卫也跟着发出一阵哄笑，完全没把周晨放在眼里。周晨怒极反笑：找死！赵无极的走狗，竟然敢来我这里撒野！那城主府小头目和周围武者闻言，顿时哄笑起来，脸上满是轻蔑。他们人多势众，足足有10几人，修为最低也是凝元境3重，其中更有4、5人达到了凝元境7重、8重的层次。而周晨不过是个被夺了血脉，侥幸从玉女宫活下来的废物罢了。就算最近传闻他会炼丹，那又如何？炼丹师往往战力低下，
这是常识。就凭你，周晨，你以为你会炼几颗丹药就了不起了？小头目狞笑一声，兄弟们，少主说了，只要留一口气就行，给我上，废了他！城主府众人顿时爆发开来，狞笑着朝周晨扑来。只见周晨根本懒得与他们废话，他只是简简单单的抬起右手，一拳轰出。这一拳平平无奇，连一丝灵力也没有，但在拳头挥出的刹那，一股如山岳般的无形拳压骤然降临。砰！一声沉闷的爆响，在其余护卫惊恐欲绝的目光中，他们的头目那位宁渊境8重的高手，如同被一座高速撞击的山岳正面轰中，瞬间爆裂开来，血肉横飞，骨骼尽碎。剩下的城主府武者猛地刹住脚步，脸上的表情骤然凝固。仅仅一拳，仅凭肉身力量，就灵力都没有用一丝，轰爆了一名宁渊境8重的高手。这周晨根本不是废物，他是怪物。周晨面无表情道：“我姐姐林清轩呢？她在哪里？”百草轩被砸成这般模样，还伤了人，以林清轩的性子，绝不可能躲起来不闻不问，除非他出事了。一个胆子小的城主府护卫被周晨目光一扫，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急忙道：“我说，别杀我！几个时辰前，我们来的时候，好像听到外面有动静。”他吓得语无伦次。旁边一个稍微镇定点的护卫连忙补充道：“是林家的人，我们看到林家的几个人强行把林清轩姑娘带走了，好像是朝着林府的方向去了。”林家，周晨眼中瞬间爆发出骇人的厉芒。该死的林家，他们竟敢动清轩姐！周晨立刻明白，林家一定为了义父林毅留下的那部九玄丹经，他们知道义父将丹经交给了清轩姐保管，便使出这种下作的手段。你们全都该死！只见他身形一闪，简单直接的挥出数拳，砰砰砰砰，接连几声沉闷的爆响过后，那剩余的7、8名城主府武者当场爆体而亡。对于这些赵无极的走狗，周晨没有丝毫怜悯，他看都未看那些尸体一眼，迅速从储物袋中取出几枚疗伤丹药，喂给地上受伤的管事和伙计，简单交代几句，便迅速离开百草轩。清轩姐，等我！周晨眼中杀意汹涌，身影如电，直奔林家府邸而去。林府虽然此刻林婉儿早已被接往城主府，但林府之内依旧张灯结彩，宾客如云，十分热闹。天风城中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还在林府中推杯换盏，笑语喧哗。林远山已先行前往城主府，此刻留在林府主持大局的是林家大长老。恭喜大长老啊！林家与城主府结为秦晋之好，天作之合，从此以后林家怕是要成为我们天风城名副其实的第一家族了。何止是天风城？另一位宾客压低声音，带着羡慕说道：“听说赵无极天纵奇才，已被天地门一位大人物看中。林家有这么一位女婿，未来的影响力将不只是天风城，而是整个天阳郡。”大长老听着这些话语，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忽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骤然响起，轰轰轰！林家大门瞬间4分5裂，化作无数碎片向内爆射开来，木屑纷飞，烟尘弥漫。所有宾客都惊愕地转头望去，只见一位衣袂飘飘、风神俊朗的青衣少年一步踏入林家大厅。什么人？放肆！谁敢来林家撒野？不想活了吗？几名林家护卫最先反应过来，立马上前呵斥。但当烟尘稍稍散去，众人看清来人的面容时，顿时响起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是周晨，百草轩的那个周晨。他怎么会来？他不是早已退出了林家吗？这小子疯了！今天这种日子敢来捣乱！周晨负手而立，扫视众人，面无表情道：“拳脚无眼，今日我周晨与林家清算旧账，不想陪林家一起死的，立刻滚！”此话一出，所有人顿时一愣。林家大长老勃然大怒，气得胡须都在发抖，冷喝道：“周晨，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我林家放肆？不过是个被夺了血脉的废物，侥幸从玉女宫爬回来，学了点三脚猫的炼丹术，就敢口出狂言，真是不知死活！来人，给我将这狗东西拿下，死活不论！”大长老一声令下，林家众人顿时蜂拥而上。这些林家弟子和培养的护卫，修为几乎都在宁渊境5重以上，其中更有数位宁渊境7重、8重的强者。一时间灵力爆发，刀光剑影，各种武技向周晨笼罩而去。面对林家众人围攻，周晨却始终风轻云淡。他悄然9转星辰诀运转，皮肤之下那层星辰薄膜微光流转，一股磅礴无匹的肉身力量瞬间凝聚于拳上，没有动用丝毫灵力，纯粹依靠星辰皮膜的恐怖力量。他简单直接的一拳轰出，砰！首当其冲的一名宁渊境5重护卫
手中的刀尚未劈下，整个人便轰然爆碎，血肉横飞。周晨身形微动，又是一拳，咔嚓！另一名林家护卫的双臂瞬间扭曲断裂，胸膛直接塌陷下去，倒飞出去，已然气绝。他就这样闲庭信步般在场中移动，每一拳挥出，便有一位林家武者倒下，每一拳都简单至极，只有绝对的力量和速度。那些冲上来的林家好手，无论修为高低，无论施展何种武技，在周晨面前都如同纸糊的一般不堪一击，往往只是一个照面便非死即残。不过短短十几次呼吸的时间，刚才还气势汹汹冲上来的林家众人已然全部躺倒在地，无一例外，不是被打爆成碎块，便是筋骨尽碎，奄奄一息。整个前院瞬间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周晨负手站在原地，青衣之上纤尘不染，仿佛只是随手拍死了几只苍蝇。寂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宾客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半天说不上一句话来。这周晨太强了，强得离谱。从头到尾我都没感受到周晨动用任何灵力波动。众人顿感头皮发麻，这仅仅凭借纯粹的肉身之力，便如同摧枯拉朽般，瞬间击溃了林家众多宁元境后期的好手。这是何等恐怖的肉身！周晨收回拳头，扫视众人，默然道：最后一次，不想陪林家死的就赶紧滚！怪物，快跑啊！不知是谁先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这些宾客再也顾不得什么交情，纷纷落荒而逃。林家大长老见状，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铁青。周晨，你找死！今日林家的大好日子，竟被周晨搅得天翻地覆，颜面尽失。周晨根本懒得听他废话，一步踏前。我姐在哪里？强大的压迫敢让大长老呼吸一滞，但他身为林家半步真刚劲的大长老，平日里作威作福惯了，岂能向一个晚辈低头？小畜生，真以为学了点邪门手段就能为所欲为了吗？给老夫死来！大长老怒喝一声，半步真刚劲的气息轰然爆发，干枯的手掌变得漆黑如墨，直抓周晨咽喉。这正是林家威震天风城的黄阶上品武技黑煞爪。周晨眼中寒光一闪，不闪不避，右拳之上瞬间腾起一团金红色烈焰，轰然一拳挥出，天火拳。周晨一拳挥出，金红色烈焰瞬间吞噬黑煞爪劲，重重轰在大长老胸膛。噗！大长老吐血倒飞，胸骨尽碎，瘫软在地。最后问你一次，你们把我姐抓去哪里了？周晨冷喝。瘫软在地的大长老咳着血，眼中满是恐惧，再也不敢隐瞒，艰难开口：是赵无极少城主，是他让我们抓走林清轩的，现在人应该已经被送去城主府了。赵无极！周晨眼中杀意瞬间暴涨，几乎凝成实质，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冻结了。他为什么要抓我姐？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大长老吓得浑身哆嗦，这全是赵无极的命令，我们只是照做，饶命！赵无极，林婉儿！周晨心中的怒火如同火山喷发，又是他们，夺他血脉，送他入死地，如今竟然还敢动自己的亲人，新仇旧恨瞬间涌上心头，让周晨的杀意达到了顶点。好，很好，你们这些林家的蛀虫，既然心甘情愿给赵无极当走狗，谋害我姐，那便全部去死吧！话音未落，周晨身形如电，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恐怖的拳劲如同风暴般在场中爆发。周晨如同虎入羊群，拳脚并用，毫不留情地倾泻在场其余那些早已吓破胆的林家高层身上。这些人或是长老，或是实权管事，平日里没少欺压他们姐弟，更是觊觎义父留下的九玄丹经，此刻如同土鸡瓦狗般被瞬间轰杀，当场毙命。转眼之间，林家众人全部暴毙，整个林府前院如同修罗场。周晨之所以下此狠手，不仅仅是为了报复。这些林家高层几乎都知道义父林毅曾经拥有九玄丹经的事情，一旦天丹门的人来到天风城，他们立刻就会知道九玄丹经曾在义父手中，届时自己将面临天丹门无止境的追杀。为了自身的安全，不给天丹门留下任何线索，这些林家人必须彻底清除。周晨一脸平静地站在血泊之中，青衣依旧纤尘不染，只是眼神冷静的可怕。他看了一眼城主府的方向，杀意冲天而起。赵无极、林婉儿、林远山，城主府，你们给我等着！天风城城主府，此刻城主府正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天风城第一势力城主府和第二势力林家的联合大婚，绝对是一件大事。城中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几乎都来了，甚至还有不少隔壁城池以及郡城的人前来祝贺。城主府内，众人聚齐一堂，酒席满座，山珍海味，灵酒佳肴不计其数。主位之上正是天风城城主赵雍。赵雍欣然大喜，
对这门亲事颇为满意。林远山更是满面红光，与城主谈笑风生，享受着周围羡慕的目光。今日主角赫然正是新郎官赵无极星，此刻更是意气风发，一身喜袍华贵逼人，享受着众人的吹捧。赵公子不愧是我天风城第一天骄，年纪轻轻便已突破真刚境，哪怕隔壁极大城池也没有这样的人才。何止，听说天地门有一位大人物对赵无极十方青睐，未来前途无限啊！在赵无极身边，新娘林婉凤冠霞帔，妆容精致，容颜娇媚，心中充满快感。酒过三巡，赵无极似乎想起什么，对着身旁的林婉道：“婉儿，都这个时候，周晨那个废物怎么还没来？这缩头乌龟不会是怕死跑了吧？那就没意思了。”林婉儿眼唇轻笑，眼中闪过一丝恶毒。无极哥哥放心，那周晨非常在意林清轩那个贱人，如今林清轩在我们手上，他一定会来的，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赵无极闻言淫邪一笑，他伸出捏了捏林婉儿的下巴：“好，等他来了，我不仅要让他死，更要让他亲眼看着我是如何当着他的面好好疼爱你的。”林婉儿俏脸一红，故作娇羞地轻捶了一下赵无极的胸口，眼神却媚意流转。讨厌，这么多人看着呢，等晚上再说吗？忽然，几名城主府护卫如同沙包一般，惨叫着倒飞进庭院。其中一名护卫挣扎着抬起头，朝着主位方向嘶声大喊：“老爷，少主，不好了，有人强闯府邸，我们根本拦不住。”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顿时一愣，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在城主府大喜之日下此狠手？疯了不成？这可是城主府和林家联姻的大日子啊！众人想不到，究竟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在天风城城主府少主大婚之日，当着全城乃至周边城池所有头面人物的面，如此公然闹事。这简直是在打城主府和林家的脸，是在找死。就在众人惊疑不定之际，一道挺拔的身影徐徐走入庭院。来人一身青衣，面容俊朗，肩上正扛着一件巨物。但当众人看清他肩上所扛之物时，纷纷倒吸了一口冷气，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那竟是一口棺材。来人正是周晨，他将肩上的棺材重重往地上一顿，负手立于棺旁，面色平静道：“百草轩，周晨，特来两位大婚之喜，奉上薄礼一份，聊表心意。祝二位。”他顿了顿，一字一句道：“早日入土，永眠此棺。”周晨话音落下，整个庭院瞬间陷入一种诡异的死寂。所有宾客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地看着那口漆黑刺目的棺材，以及棺旁那位语出惊人的青衣少年。大婚之日送棺材，这已经不是来闹事了，这是来砸场子的。足足过了好几息，众人这才反应过来，疯了，这周晨绝对是疯了，他不想活了吗？竟敢在城主府和林家的大婚之日送来此等污秽之物。大婚之日送棺诅咒，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闹事了，这小子不死不休啊！他难道不知道面对的是谁吗？这可是城主府和林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周晨身上，在他们看来，周晨此举与自杀无异。林远山第一个跳了出来，气得脸色铁青，怒喝道：“周晨，你这忘恩负义的畜生！我林家养你多年，待你不薄，你不知感恩也就罢了，竟敢在我女儿大婚之日送这晦气玩意，还出口诅咒，你简直罪该万死！”主位之上，天风城城主赵雍一脸阴沉，他缓缓站起身，一股属于真刚境强者的恐怖威压如同山岳般弥漫开来，让众人感到一阵压抑。赵无极却不怒反笑：“周晨，本少还以为你当了缩头乌龟，不敢来了呢，没想到你倒是有点胆色，敢来送死。”新娘林婉儿也从最初的惊愕中回过神，讥笑道：“周晨，你不过是个被夺了血脉、元阳尽失的废物，侥幸从玉女宫爬回来，就真以为能翻身了？敢来无极哥哥的婚礼上撒野，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周晨根本懒得理会他们的叫嚣，默然道：“赵无极，少废话，把我姐姐林清轩交出来。”赵无极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嗤笑一声，满脸的不屑：“哦，原来是为了那个贱人。行，本少今天就大发慈悲，让你死个明白，也让他看看他寄予厚望的弟弟是怎么像条狗一样被本少碾死的。”他大手一挥，对着身后的护卫厉声道：“去，把地牢里那个贱人给我带上来，让他好好看看他这废物弟弟是怎么来送死的。”没过多久，几名城主府护卫便押着一个身影踉跄的女子从后院走了出来。那女子衣衫破损，身上有不小血迹，发丝凌乱，脸色苍白如纸，走路踉踉跄跄，明显身受重伤。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林清轩。当他抬起眼看到以及棺材帮的青衣少年时，顿时眼眶红润，嘶声喊道：“小陈，你不该来的，快走！”
看到林清轩受伤，周晨脸色骤然一变。清轩姐，他并未勃然大怒，只是用一种异常冷静到可怕的目光，深深地看了一眼城主府众人。你别说话，先疗伤，一切交给我。周晨迅速上前，拿出一枚专门用来治疗的3品丹药回血丹，喂给林清轩。丹药入口即化，林清轩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迅速恢复，气息也平稳了许多。做完这一切，他才缓缓转过头，看向城主府和林家众人。周晨依旧脸色平静，只是身上凝如实质的杀意却怎么也掩盖不住。他面无表情，一字一句道：城主府，林家，好，很好。今日我便以这城主府为墓，鲜血为祭，图你2家满门，为我姐讨回公道。此间事了，恩怨两清。话音落下，他不再多看任何人一眼，体内灵力轰然爆发，仿佛在场的所有人都已是冢中枯骨。周晨话语落下，瞬间在庭院中激起千层浪，让所有宾客感到一股窒息般的压迫感。狂妄至极，林远山第一个按捺不住，气得浑身发抖。周晨，你不过是我林家养大的一条狗，也敢在此大放厥词！所有林家之人听令，给我一起上，将这忘恩负义的狗东西就地格杀！他身后原本在一旁看好戏的林家高层们，此刻脸上也露出狞笑。他们并不知道留守林府的人已被周晨清洗，只觉对方太过猖狂，正好借此机会在城主面前表现一番。霎时间，5、6名修为至少在宁园境7重以上的林家长老、管事同时爆发灵力，从不同方向扑向周晨。一瞬间，刀光剑影，掌风拳劲，向周晨奔涌而来。来得好！周晨眼神冰冷，心中毫无波澜。之前在林家清理门户时，就有部分知道九玄丹经内情的高层提前来了城主府送亲，正好借此机会一网打尽，永绝后患。顷刻间，9转星辰诀疯狂运转，皮肤之下那层星辰薄膜微光流转，磅礴的肉身力量瞬间凝聚。面对围攻，他不闪不避，甚至没有动用丝毫灵力，只是简单直接的一拳轰出。砰！首当其冲的一名宁园境8重长老，整个人轰然爆碎。周晨身形微动，侧身又是一拳，咔嚓！另一名从侧面偷袭的宁园境7重的管事，当场血肉横飞。他就这样如同虎入羊群，每一步踏出便有一拳挥出，每一拳都简单至极，同时也粗暴至极。那些冲上来的林家高层，在他们自以为强大的攻击落在周晨身上之前，便已被那恐怖的力量瞬间摧毁。砰砰砰！不过短短2、3个呼吸的时间，刚才还气势汹汹扑上来的林家高层已然全部躺倒在地，无一例外，全部暴毙。整个过程中，周晨甚至连脚步都未曾移动多少。全场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宾客呆若木鸡，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青衣飘飘、神色平静的少年。什么？这周晨不是炼丹师吗？他的实力怎么会如此恐怖？刚刚他好像连一丝灵力都没有动用吧？纯粹靠肉身力量。一拳一个宁园境后期，这肉身强度也太变态了，简直是怪物。一瞬间，城主府中倒吸冷气声此起彼伏。周晨，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竟敢杀我林家这么多精英！林远山只觉得眼前一黑，气血翻涌，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眼前这些林家人可几乎都是林家高层力量，没了他们，日后别说冲出天阳郡，连在天风城站稳脚跟都难。周晨心中却是微微一定，知道九玄丹经秘密的林家高层，现在除了林远山父女，此刻应该已尽数伏诛。来自林家这边的隐患算是暂时清除大半，接下来便是清算赵无极和林婉这对狗男女了。最后一遍，不想给林家城主府陪葬的，现在立刻滚出城主府。此话一出，人群如同潮水般向着府门外疯狂涌去。快走，这小子杀疯了！转眼之间，庭院空了一大半，只剩下部分人还留在原地。这些人要么是自持修为不错，想留下看热闹的，要么就是与城主府或林家利益捆绑过深，无法轻易脱身的主位之上。天风城城主赵雍的脸色已经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周晨在他儿子的大婚之日送棺材图亲家，如今更是公然驱散宾客，这简直是将他城主府的脸面按在地上反复摩擦。周晨，你竟敢在我城主府如此大开杀戒，真当我城主府无人了吗？周晨冷然一笑，你狗叫什么？下一个就轮到你了。你城主府伤我一姐，囚禁逼供，真以为我会放过你们赵家吗？此话一出，赵雍更加气得脸色铁青，小畜生，找死！一旁的赵无极和林婉也收起了之前的轻视，他们之前已经知道林浩被周晨杀的消息，知道周晨恢复了实力，却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仅凭肉身便能瞬杀数名宁园境后期的高手。不过
赵无极却并未太过放在心上。他踏步上前，眼中闪过一丝贪婪，道：小子，看来你在玉女宫那个鬼地方非但没死，反而走了天大的狗屎运，得了不小的机缘啊！把你身上的机缘交出来，本少或许发发慈悲，给你留个全尸。周晨根本懒得与他废话，只是摆开一个简单的权势，周身杀意凝聚。尽管来拿。女婿，且慢，让我来。林远山暴喝一声，拦在了赵无极身前。他双目赤红，死死盯着周晨。你这猪狗不如的畜生，杀我林家如此多支柱，老夫今日一定要亲手将你碎尸万段，以为他们在天之灵。周晨看着状若疯狂的林远山，冷然一笑。哦，忘了告诉你，免得黄泉路上你和林家众人走散了，我已经提前送他们下去了。林远山眉头一皱，你什么意思啊？周晨双手负后，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我杀的林家高层不只是刚才这些，现在留守在林府里的那些所谓的林家高层，包括这位大长老，我已经先一步送他们下去了。话音未落，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物，随手抛到了林远山脚下的地上。那东西咕噜噜滚动了几下，停在了林远山眼前，赫然是一颗死不瞑目的头颅，正是林家那位位高权重的大长老。什么？林远山攻向周晨的动作猛地一僵，目光死死地定在脚下那颗毫无生气的头颅上。是大长老。一旁的林婉儿也发出了惊恐的尖叫，俏脸煞白。他们之前还以为周晨侥幸杀了林浩便已是极限，却万万没想到周晨竟然凶悍至此。他不仅杀了来城主府贺喜的林家这些高层，更是早已将留守林府的根基力量也屠戮一空了。以周晨刚刚展现出的恐怖实力，屠杀留守林府的众人根本毫无难度。一股彻骨的寒意瞬间从直冲林远山天灵盖，他咬牙切齿道：周晨，我林家与你不死不休。林远山赫然意识到，林家真的被眼前这个他们视作废物的少年以一己之力几乎彻底灭门了。错了。周晨踏前一步，字字珠玑，斩钉截铁道：不是我要与林家不死不休，是你们林家觊觎我义父的丹经，巧取豪夺，逼迫我义姐交出百草宣时就已经不死不休。是你们林家纵容林婉这贱人，联合赵无极对我下毒，夺我血脉，将我当作替死鬼送入玉女宫那等绝地时就已经不死不休。是你们林家在我归来后非但没有无悔意，反而变本加厉，屡次三番打砸百草轩，甚至今日胆敢囚禁拷打我义姐时就已经不死不休。周晨的声音一句比一句更高，一句比一句更冷。这一切都是你们林家咎由自取，你我之间唯有血债血偿。周晨心中没有丝毫愧疚，这些林家高层助纣为虐，觊觎丹经，迫害他与义姐，全都死有余辜。林远山被这番话噎得脸色铁青，却找不到任何言辞来反驳，因为周晨所说的句句属实。牙尖嘴利的小畜生，任你巧舌如簧，今日也难逃一死。给我内命来！林远山彻底疯狂，含怒出手，真刚劲的强大修为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周身灵力奔涌，罡风凌厉。他五指成爪，直取周晨。周晨眼神一凝，体内9节纯阳经瞬间运转至极致，磅礴的纯阳灵力奔涌而出，皮肤之下那层星辰薄膜微光一闪而逝。他不闪不避，右手闪电般探出，竟是精准无误的一把扣住了林远山的手腕。砰！罡气掌印狠狠拍在周晨身上，周晨甚至连晃都未曾晃动一下，唯有发丝被劲风吹动。什么？这小子肉身怎么如此变态？一身灵力也霸道至极。林远山如遭雷击，惊恐出声。那足以裂金碎石的罡气掌印，竟连他表面肌肤都未能蹭破。他可是货真价实的真罡境强者，宁远与真罡乃是云泥之别，罡气之威绝非寻常灵力可比。他这暴怒一击竟未能伤其分毫。不仅是他，主位上的赵雍，一旁的赵无极和林婉儿，以及所有残留的宾客全都骇然失色。这周晨的肉身究竟是什么怪物？周晨冷笑一声，现在该我出手了。话音未落，他右拳骤然握紧，一股焚天逐海的恐怖拳意瞬间升腾而起。天火拳，焚尽八荒。圆满境界的天火拳轰然爆发，他一拳轰出，拳印凝实如熔岩浇筑，所过之处，空气被极致的高温灼烧的扭曲变形。一瞬间，一股焚尽八荒的可怕拳意笼罩了整个庭院。这是什么拳法？好恐怖的拳意！这根本不是宁远竟能掌握的武学境界。如此凝练的火焰之力，他对武技的掌控竟到了这般出神入化的地步。所有看到这一拳的人无不骇然失色，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一个宁远境的少年为何能打出如此蕴含天地威势的一拳。这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宁远6重武者能施展出的力量。林远山脸色狂变，从周晨这一拳已经感受致命威胁。
他疯狂催动所有灵力，施展出林家最强防御武技清源护体罡。一层凝实的青色光罩瞬间浮现，轰！全印摧枯拉朽般轰碎罡罩，去势不减，悍然印在林远山胸膛。噗！林远山鲜血狂喷，胸膛塌陷，眼中神采瞬间暗淡，尸体轰然倒地，一片死寂。真刚劲强者竟被一拳秒杀。周晨缓缓收拳，心中稍定。如今知道九玄丹经内情的林家高层便只剩下林婉一人。父亲！林婉半晌后，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发出凄厉尖叫，状若疯狂。周晨，你竟然敢杀我父亲！我饶不了你！周晨冷然一笑，你急什么？你以为我会饶了你？放心，我在玉女宫所受的财帛之痛，会原原本本的在你身上实现。此言一出，林婉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惊恐的后退一步。一旁的赵无极看对这一幕，脸色彻底阴沉下来。周晨，你在本少大婚之日如此，惹是生非，简直找死！周晨的实力远超预料，岳父被杀，林家高层静默，事情已完全脱离掌控，他不能再作弊上官了。赵无极一步踏出，周身气息轰然暴涨，竟比之前的林远山还要强横数分，赫然达到了真刚劲3重的境界。本少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何谓天地门真传。话音落下，他杀意沸腾，双手猛然结印，周身灵力疯狂汇聚，裂空玄罡指。他低吼一声，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指尖瞬间凝聚出一点极度凝练的青色罡气。这正是天地门颇为有名的一门玄阶下品攻击武技，将罡气极度压缩于指尖，以点破面，穿透力极强，寻常防御武技根本难以抵挡。呵呵，之前不是你派人邀请我参加你的婚礼，我真来了你又不高兴。周晨讥讽一笑，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丹药，毫不犹豫地吞服而下。丹药入腹即化，一股磅礴药力瞬间炸开，涌入四肢百骸。轰！顷刻间，周晨周身气息如同火山爆发般节节攀升，竟直接从宁元境6重悍然冲破了7重的壁垒，一路飙升到了宁元境7重巅峰，距离8重似乎也只有1线之隔。一身气息凌厉逼人，那是3品爆气丹。有见识广博的宾客失声惊呼，此丹能短暂激发潜能，大幅提升灵力，因其药性狂暴，副作用极小，极难炼制极高，哪怕是多年的炼丹大师都经常失败，炼丹难度已接近4品丹药。而且看样子那爆气丹似乎还是上等品质。怪物！没想到这周晨不仅有着近乎失传的爆气丹丹方，竟还能亲手炼制出顶级品质，此子的炼丹术简直恐怖如斯。周晨心中冰冷，这爆元丹的丹方正是来自义父留下的九玄丹经。九玄丹经作为天丹门至高传承，记录了无数失传或极难炼制的珍稀丹方。自己有丹道神通，丹心玲珑，别人炼制不了的丹药，自己却成功率极高，品质更是能真挚完美。九节纯阳，星辰为基，天火焚世。周晨低喝一声，将状态提升至巅峰，至阳至刚的纯阳灵力奔涌而出，皮肤之下星辰薄膜微光流转，提供着撼山岳的磅礴肉身之力。圆满境界的天火权意再次凝聚，金红色烈焰冲天而起，三者力量完美交融，汇于一拳。轰！拳指悍然对撞，赵无极那裂空指罡在周晨这一拳之下，如同纸糊般瞬间崩碎瓦解，残余的恐怖拳劲毫无花哨地轰在赵无极胸膛。咔嚓！噗！护体罡气应声而碎，赵无极鲜血狂喷，身体倒飞出去，挣扎难起，瞬间重创。无极哥哥！林婉儿惊怒尖叫，花容失色，满场宾客骇然欲绝，如同见鬼。一拳，真刚劲3重，天地门真传，就这么败了。怪物！这周晨绝对是天风城有史以来最妖孽的怪物，越如此多境界逆伐天地门天才，闻所未闻。所有人都被这匪夷所思的一幕彻底震撼。畜生，你竟敢伤我儿！主位上的城主赵雍目睹此景，彻底疯狂，真刚劲1重的修为轰然爆发，含怒一拳拍向周晨，罡风凌厉，破山罡拳。土黄色的巨大岩石拳印碾向周晨，威势比林远山更胜一筹。不过状态正值巅峰的周晨，连赵无极都能一拳击败，岂会惧他？周晨眼神冰冷，甚至带着一丝不屑。他无需再动用天火拳，只是简单运转力量，一拳对轰而去。一股宛如山岳般的恐怖巨力汹涌而来。噗！赵雍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直接被一砸落在地，生息瞬间断绝。天风城城主真刚劲强者赵雍被周晨一拳打爆，当场毙命。还有谁怕不死？整个庭院死寂无声，唯有周晨傲立场中青衣猎猎，宛若战神。全场一片死寂。
所有人的目光都凝固在那傲然而立的青衣少年身上，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天风城的天要变了。远处，在周晨丹药作用下，伤势稳定了许多的林清轩，看到这一幕，眼中不禁激动的泪光。他眼眶湿润，在心中无声的呐喊：爹，你看到了吗？小陈他真的长大了，再也不是那个需要您和我们庇护的小孩子。他拥有了足够的力量，足以守护自己，也足以为我们讨回公道。要是您还在的话，一定也会为小陈感到骄傲的。而此刻的林婉儿心中却只剩下无尽的惊恐和后悔。他脸色惨白如纸，浑身颤抖，看着周晨宛如从地狱归来的魔神。完了，全完了，父亲死了，城主死了，连无忌哥哥也……怎么会这样？他明明应该是个被夺了血脉、元阳尽失的废物，他明明应该死在玉女宫。早知道他从玉女宫回来后会变得如此恐怖，当初就该不惜一切代价，在他中毒虚弱时就将他彻底杀死，挫骨扬灰。他下意识地想要转身逃跑，但周晨却一步踏出，霸道绝伦的纯阳灵力席卷而出，强大的威压直接让林婉动弹不得。想跑？我说过要让你尝尝采补之苦，就一定会做到。重伤倒地的赵无极看到周晨走向林婉，目眦欲裂，艰难地发出怒吼：周晨，你不能动婉儿，他可是……周晨脚步一顿，看向如同死狗般的赵无极，眼中闪过一丝讥讽。他缓缓抬起脚，然后重重地踩在赵无极的胸膛伤口之上。啊！赵无极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伤口崩裂，鲜血汩汩涌出。怎么？周晨俯视着他，语气森寒：你之前不是嚣张得很，说要让我亲眼看着你如何疼爱他吗？信不信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先采补了他，然后再送你上路？赵无极闻言气得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他嘶声道：周晨，你不能杀我，我是天地门弟子，我认识天地门圣子，杀了我，天地门绝不会放过你，届时上天入地，你也无处可逃。周晨闻言只是冰冷一笑，天地门和天丹门一样，皆是青州的武道大宗，影响极深，但那又如何？天地门是吧？我周晨一生行事，何须看他人脸色？你们当初害我时，可曾想过放过我？今日你必死无疑。不过在彻底了结赵无极之前，周晨还要先做一件事，那就是夺回自己的纯阳血脉。虽然自己如今已觉醒万古无一的纯阳道体，那被夺走的3品纯阳血脉与之相比微不足道，但这本就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任何人都不允许拿走。周晨运转功法，眼神一厉，五指成爪，隔空对准地上惨嚎的赵无极猛地一吸。啊！赵无极发出一声更加凄厉的惨叫，感觉体内一股灼热的力量仿佛被无形的钩子狠狠拽住，正疯狂地剥离他的经脉丹田，要破体而出。那正是他当初从周晨那里强行夺来纯阳血脉之力。这血脉本就源自周晨，与周晨同根同源，此刻在周晨的刻意引动和9节纯阳经的霸道吸力下，根本毫无抵抗之力。一缕缕精纯的金红色血液被强行抽离出来，源源不断地涌入周晨的掌心，透过皮肤进入体内。不，我的血脉！赵无极惊恐万分，他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正在飞速流逝，连境界都开始变得不稳。纯阳血脉被强行剥夺，加上之前的重伤，赵无极气息瞬间萎靡到了极点，连惨叫的力气都快没了。周晨顿时感到浑身微微一震，宛如久旱逢甘霖。这原本就属于他的纯阳血脉，此刻回归，如百川归海，完美融入自己上处于雏形阶段的纯阳道体中。爽！我这纯阳道体虽已觉醒，但之前只是最基础的纯阳真体雏形，如今夺回这同源血脉，纯阳道体本源得到滋养壮大，已然强化稳固，差不多达到纯阳真体小成阶段。刹那间，他体内的纯阳本源之力暴涨，与此同时，体内汹涌的纯阳灵力也更加精纯霸道。周晨感觉此刻自己随意一拳一脚蕴含的力量都远超之前全力施展天火拳之时，这种实力的跃升简直不亚于连续突破了3、4重小境界。哈哈，赵无极，你也有今天！周晨眸中金光流转，一股前所未有的畅快和豪情涌上心头。大仇得报的第一步已然达成，夺回被窃取之物，碾压仇敌，这种念头通达的感觉让他忍不住想要长啸一声。片刻之后，周晨这才看向林婉，森然一笑：贱人，现在该轮到你了。此刻的林婉目睹父亲、城主、未婚夫接连惨败，尤其是赵无极被生生剥夺血脉后那不成人形的模样，这一刻他所有的骄傲全都化为乌有，只剩下无极的惊恐。此时还留城主府的宾客眼见林远山、赵雍、赵无极这3位天风城的顶尖强者接连惨败，甚至被剥夺血脉，死状凄惨，
早已吓得心魂飞魄散。周晨在他们眼中已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意拿捏的少年，而是一尊从地狱归来的杀神。别看了，快走！这周晨简直就是个煞星。杀神，疯了，全都疯了。城主府完了，林家也完了，快逃，千万别惹怒他。走，赶紧走，再待下去怕是要被殃及池鱼。不知是谁先发了一声喊，剩余的那些宾客以及原本还硬着头皮留守的少数城主府护卫，顿时如同惊弓之鸟，纷纷狼狈不堪地朝着府外疯狂逃窜。不过眨眼功夫，整个城主府变得彻底空旷死寂，除了周晨、林清轩、重伤垂死的赵无极以及瘫软在地的林婉，再无一个外人。此刻的林婉目睹父亲、城主、未婚夫接连惨败，尤其是赵无极被生生剥夺血脉，惨无人性。他所有的骄傲全都化为乌有，只剩下无尽的恐惧。林婉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涕泪横流，再也顾不得什么尊严骄傲，手脚并用，哀声祈求：不要，周晨，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饶了我，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你以前不是最喜欢我吗？我嫁给你，我现在就嫁给你，我以后一定好好伺候你，做你的女人，求求你别杀我好不好？周晨看着他这副摇尾乞怜的凄惨卑微模样，心中没有半分怜悯，只有冰冷的厌恶以及大仇得报的快意。喜欢我？周晨嗤笑一声，讥讽道：你这蛇蝎心肠、自私恶毒的贱女人也配嫁给我？滚！老子今天不仅要杀了你，还要在此之前像当初我被玉女宫妖女采捕一样，连本带利的采捕回来。此话一出，周晨便扑向林婉。林婉见状，眼中闪过极致的恐惧，她尖叫一声，竟挣扎着想向后爬去，但她这点微末的反抗，在如今的周晨面前简直如同儿戏。周晨运转纯阳灵力，席卷而出，一脚便踩住了她的嫁衣，让林婉瞬间动弹不得。他俯下身，大手毫不客气地直接探入她的嫁衣之中，粗暴地在她娇躯之上游走揉捏，入手处一片滑腻温软，触感惊人。周晨眼中闪过一丝异色，随即化为更深的讥诮：哼，没想到你这贱人还挺有料。他脸色骤然一滞，忽然感觉到手指触碰林婉手臂内侧的一处肌肤时，有一种微突的细腻触感。只见那白皙的手臂内侧一点鲜艳的印记赫然在目。手工杀！周晨动作猛地一顿，这手工杀还在，证明林婉还是处子之身。这一下他是真的惊讶了，就你这风流成性、人尽可夫的放荡样子，居然还没破身！林婉容貌身段皆是上乘，又惯会利用自己的，又以赵无极那好色的德行，两人订婚这么久，他居然还能保持清白。林婉顿时羞愤欲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却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不过短暂的惊讶之后，周晨眼中便闪过一丝满意。不过这样也好，他捏起林婉的下巴，迫使她看着自己，冷笑道：处子之身原因更加精纯，正好作为我纯阳真体进阶的绝佳资粮，效果远比寻常女子好上数倍。今日便用你的元婴助我的纯阳道体再进一步。周晨眼神冰冷，正准备有所动作，却忽然瞥见不远处的一姐林清轩，他眉头微蹙，瞬间冷静下来。当着清轩姐的面行采捕之事，终究不妥，罢了，也不急于这一时。这林婉的太阴本源于我道体进阶大有裨益，需寻个安静之处慢慢炼化，才能效果最大化。暂且将他囚禁，带回百草轩再行处置不迟。他心念电转，立刻有了主意。哼，暂且先留你片刻，回去看我怎么折磨你。磅礴的纯阳灵力汹涌而出，化作数道无形的枷锁，将彻底瘫软如泥的林婉牢牢禁锢。忽然，就在此时，住手！一声厉喝骤然炸响，打破了庭院中的死寂。与此同时，数道强悍无比的气息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城主府上空，如同乌云压顶般笼罩而下。周沉猛地抬头，瞳孔骤然收缩，只见庭院之中不知何时竟多出了数道身影。周晨眉头骤然紧锁，瞬间从这几人身上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压迫感。这几个人没一个善茬，最不济的也是真刚境3重的修为，领头那个身穿长袍的青年，一身气息更是毫不收敛，肆无忌惮地弥漫开来，已然到达真刚境7重。这等实力足以凭推天封城。真刚境7重，再加上这么多真刚境高手，周晨的心猛地一沉，就算吞下暴气丹拼命，今天恐怕也讨不了好。就在这时，奄奄一息的赵无极像是抓住救命稻草，用尽全力大喊：严峰师兄，快救我啊！那被称作严峰的长袍青年眉头一皱，看着满地狼藉的城主府，惊疑道：赵师弟，今天不是你大喜的日子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大老远从天地门赶来，本是来喝喜酒的，谁曾想一进门就看到这般地狱景象。坏了，是天地门的人。周晨心里咯噔一下，看这架势，这帮人和赵无极交情不浅，今天这事怕是难以善了。果然，赵无极像是疯了一样，不顾伤势，声嘶力竭地喊道：严峰师兄，各位师兄弟，快杀了这小子！他叫周晨，是我的死敌，他毁了我的婚礼，杀了我爹和岳父，现在还要强灵婉。严峰闻言脸色骤变，真刚劲七重的强大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我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和赵师弟有什么恩怨，但你若敢碰灵婉一根头发，我保证你会死得很惨，天上地下没人就得了你。周晨眼睛微微眯起，这话里有话。他故意试探道：哦，她不就是赵无极未过门的妻子吗？难不成还有什么天大的来头，值得你们这般紧张？严峰冷哼一声，轻蔑道：哼，井底之蛙，告诉你也无妨。此女身负特殊体质，早已被我天地门圣子看中，钦定为修炼用的炉鼎。你今日若敢动她，便是与我天地门圣子为敌，与整个天地门为敌，届时必将你挫骨扬灰，株连九族。圣子，炉鼎。周晨眉头皱得更紧，而被禁锢在地的灵婉整个人如遭雷击，彻底懵了。他难以置信地看向赵无极：无极哥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圣子？什么炉鼎？到了这个地步，父亲惨死，城主府四分五裂，赵无极早已失去风度，怒吼道：什么意思？灵婉，事到如今，我也不怕告诉你实话。你以为我赵无极是真的喜欢你才跟你订婚？别做梦了！你身怀特殊体质，是万中无一的炉鼎体质，当初是我将此事告诉了天地门的圣子，他命我好生看管，确保你元婴无损，待他神功将成之时，便会亲自来取你元婴，助他突破。和你订婚不过是奉圣子之命，就近看管你，不让任何人睡你。此言一出，犹如晴天霹雳。什么？灵婉整个人都懵了。到了这一步，赵无极懒得装了，索性直接撕破伪装。若非如此，你以为我会放着你这到嘴的肥肉不吃，还屡次拒绝你的投怀送抱？我是怕坏了圣子的大事，承担不起那个责任。要不是为了把你献给圣子大人，换取宗门资源，助我修炼突破，老子会娶你。呸！你算什么东西？灵婉这番毫不掩饰的恶毒话语，大脑一片空白。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之前他几次情动，暗示甚至主动愿意将清白身子交给赵无极时，赵无极总是能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推脱。他还傻傻的以为是赵无极尊重他，是一个值得托付的正人君子，却万万没想到真相如此残忍。自己从头到尾都只是他用来讨好天地门圣子，换取修炼资源的物品，一个被提前预定的鼎炉。他忽然发出一阵凄厉惨笑，感觉自己的整个世界都彻底崩塌了。我灵婉自负聪明，算计一生，却没想到自己才是那个被算计的最狠的蠢货。一旁的周晨此刻也是心中恍然，怪不得这灵婉还是处子之身，原来他早已被天地门圣子视为禁脔。赵无极不过是天地门圣子豢养的一条看门狗，自然不敢越雷池半步。周晨忽然眉头一皱，不过灵婉被天地门圣子看上，那我怎么办？知道这个消息后，周晨心中很是不爽。该死，这天地门圣子要和我抢灵婉这个完美炉鼎。他们口中灵婉的特殊体质，周晨清楚正是太阴之体。这灵婉的太阴体质是自己将纯阳真体升级至纯阳霸体的关键，同时也是自己应对阴阳塔第二层女帝降临危机的最大希望。若灵婉是被那天地门的圣子抢去，会极大影响自己纯阳道体的升级速度。但眼前这群天地门弟子实力极强，尤其是那真刚劲七重的严峰，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即便底牌尽出也毫无胜算。周晨沉思之际，严峰已然动手。哼，与你废话已是多余，先将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拿下，再带走炉鼎交由圣子发落。严峰眼神一厉，真刚劲七重的强大灵力轰然爆发，他右手五指成爪，隔空便向着被周晨禁锢在地上的灵婉抓去。凌厉的罡气凝聚成一只巨大的青色手爪，速度快得惊人，直奔周晨而来。小陈小心！不远处的林清轩吓得花容失色，失声惊呼。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住手！一道清冷如冰泉击玉的少女嗓音骤然从高空传来。天丹门在此人，你们动不得！话语未落，一道青色流光如同惊鸿般从天而降。周晨微微一惊，怎么还有人来？难道也是天地门的人？青光散去，露出一位身姿窈窕的绝美少女。只见她身着一袭淡青云纹潇纱裙，衣袂飘飘，宛如水墨画中走出的仙子。她容貌清丽绝尘，肌肤莹润如玉，
眉目如画，周身还隐隐环绕一股淡淡药香。天丹门的苏青竹，严峰看清来人，脸色骤然一变，手中的攻击停下，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苏青竹眸光清冷，语气平静，对严峰等人说道：“此人与我天丹门一向失传已久的宗门要是有所牵连，我需要仔细盘问，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你们不能杀他。”周晨心中顿时咯噔一下，不好，天丹门的人居然来得这么快。听到苏青竹自报家门，他立刻反应过来，他应该就是天丹门派遣来调查九玄丹经下落的弟子。自己作为天风城近期突然崛起的神秘炼丹师，又是失踪的炼丹师林毅的义子，绝对是天丹门重点调查的对象。不过好在如今林家高层中知道九玄丹经内情，除了一个已经精神崩溃的林婉儿，已被我尽数诛灭。周晨心思电转，迅速冷静分析，只要天丹门不刻意去审问林婉儿，短时间内他们就无法将九玄丹经与我直接联系起来。严峰眉头一皱，苏青竹实力在他之上，思索再三，还是不要得罪为好。反正他只是说要盘问，并非要死保周晨，于是便答应了。苏青竹转身看向周晨，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周晨，据我们调查，你是天风城近期突然崛起的炼丹师，能炼制出极品丹药，但在此之前却声名不显，炼丹术平平。告诉我，你的炼丹术究竟从何而来？”周晨心中早有准备，故作不悦，冷声道：“我的炼丹术从何而来，与你们天丹门有何关系？难道天下间的炼丹师都要向你们天丹门报备师承不成？”苏青竹眸光一寒，周身那温和的书卷气瞬间被一股凛冽的杀意所取代，牢牢锁定周晨。回答我的问题，不说或者撒谎，我不介意在此地清理掉一个可能玷污丹道的窃贼。周晨顿时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宛若巨山压顶，呼吸都变得困难。他脸色苍白，心中暗骂，但形势比人强，只好说道：“是我义父教的，我义父林毅本就是一名炼丹师，这百草轩就是他一手创办，我自幼跟随他身边，耳濡目染，自然学了些皮毛。之前技艺不精，是我不够努力，近来有所顿悟，才有此进步。怎么，这难道也犯了你天丹门的忌讳？”他这番话半真半假，将一切都推给了失踪的义父林毅，让人难以立刻找到破绽。苏青竹静静地听着周晨的解释，清澈的眼眸中看不出丝毫波澜，他并未立刻相信，也并未反驳，只是冷冷看着周晨。片刻后，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清冷：“你义父林毅的炼丹术又是从何而来？你可知道？”周晨心中一凛，面上却露出一副不耐烦的愠怒：“我怎么知道？义父他行事，难道还要向我这个义子事事汇报不成？你问我，我问谁去？他失踪已有数月，你们天丹门若真有本事，大可以自己去找他问个明白。”苏青竹柳眉微蹙，他来天风城之前调查过林毅的信息，他来天风城之前自然详细调查过所有可能与九玄丹经有关联的人物，林毅正是重中之重。但林毅3个月前神秘失踪，本就疑点重重，周晨此刻的反应倒也算合情合理。就在双方僵持之际，忽然一个带着恨意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我知道。”说话之人正是瘫软在地的林婉儿，他不知何时抬起了头，眼神闪烁着疯狂的光芒，死死地盯着周晨。周晨和林清轩听到这声音，脸色同时骤变。不好！周晨心中警铃大作，下意识就想出手阻止，或是立刻带着林清轩远遁。但是，苏青竹眸光一寒，一股更加冰冷强大的气机瞬间锁定两人，带着明确的警告意味，不让周晨轻举妄动。说下去。林婉儿眼神怨毒，迅速说道：“林毅，他原本是我林家的人，很多年前他有一次外出归来，据说走了狗屎运，得到了一部不得了的炼丹秘籍。”苏青竹眼前一亮，立刻追问道：“什么秘籍？叫什么名字？说清楚。”林婉儿看到周晨难看的脸色，心中涌起一股病态的畅快，道：“叫做九玄丹经。他没有上交林家，自己偷偷藏起来修炼。”苏青竹瞳孔骤然一缩，忍不住狂喜起来。九玄丹经？林婉儿点了点头，没错，九玄丹经好像还不是一般的丹道秘籍。没过多久，他就靠着这部丹经，从林家旁系一跃成为了天风城小有名气的炼丹师，后来更是创办了百草轩。我父亲和大长老多次威逼利诱，让他将丹经上交家族，这林毅吃里扒外，却始终不肯，说什么那是他个人的机缘。苏青竹听完，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一保持着清冷平静的绝美脸庞上，终于狂喜起来。终于找到了，我天丹门失落了无数年的至高丹道传承，竟然真的藏在这小小的天风城。他奉师门密令，在天阳郡各大城池暗中查访许久，一直毫无头绪，如今终于在这小小的天风城找到了。一旁的周晨和林清轩听到林婉说完一切，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
坏了！周晨心中猛地一沉，暗骂一声：这该死的贱人，竟然真的说出来了。他杀掉了所有知情的林家高层，但因为需要圣教纯阳道体，暂时没有对林婉儿痛下杀手。早知道如此，刚才就该不顾一切，先一掌毙了他。什么财补元婴，什么道体进阶，都比不上保住这个秘密重要。林清轩也是吓得花容失色，完蛋，被天丹门的人发现了。林家或许不知道九玄丹经的真正分量，但苏青竹绝对知道。这下天丹门绝对不会放过他们姐弟。苏青竹眸光骤然变得锐利，厉声道：你这一身突然精进的炼丹术，果然是来自九玄丹经，立刻将九玄丹经交出来，那不是你该染指的东西。周晨心念电转，试图寻找一线生机，试探问道：苏姑娘，倘若我将九玄丹经完整奉还，天丹门能否高抬贵手，放过我与我姐姐？苏青竹闻言讥讽一笑：放过你？痴心妄想！九玄丹经乃我天丹门至高无上的传承圣典，岂容外人觊觎窃学？你偷学圣典，便是犯了天丹门最大的忌讳，罪该万死，绝无宽恕的可能。现在交出丹经，我或许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些。听到这话，林清轩面无人色，娇躯摇摇欲坠。周晨的心也彻底沉了下去，眉头紧紧锁死。周晨，你也有今天。瘫在地上的赵无极见状，不顾伤势，大声畅快嘲笑：我就说你这废物怎么可能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原来是偷学了不该学的东西。一旁瘫软的林婉儿也跟着得意大笑，仿佛大仇得报。周晨，你等着被天丹门挫骨扬灰吧。严峰冷眼旁观，他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林婉儿不被周晨带走。如今既然天丹门的苏青竹亲自出手对付周晨，他自然也乐得清闲，坐看好戏。周晨知道求饶无望，只能尽力周旋。他沉声道：苏姑娘，我观看九玄丹经之前，并不知它是天丹门传承，实属无意冒犯。而且这九玄丹经博大精深，玄奥无比，即便是一位五品炼丹大师，也未必能轻易参悟透彻。在下不过是侥幸有些炼丹天赋，再加上日夜苦研，才略有小成。天丹门若愿意网开一面，在下愿意将参悟九玄丹经的所有心得毫无保留地告知贵门，应该能对贵门弟子参悟此经有所帮助。苏青竹听完，非但没有丝毫动容，反而摇头一笑道：就凭你也配在我面前谈论炼丹天赋？我天丹门乃是青州第一丹道大宗，底蕴深厚，丹道大师如云。这九玄丹经本就出自天丹门，我们会担心无人能看懂，需要你一个边陲小城的平民来指点。你的心得于我天丹门而言不值一提，你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学了不该学的传承，就必须付出代价。现在立刻交出九玄丹经，否则我会让你尝尝什么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语气斩钉截铁，杀意凛然，没有丝毫转圜的余地。周晨的心彻底沉了下去，这事根本没得谈。这九玄丹经非常玄奥，一般炼丹师根本看不懂，自己是靠着丹道神通才能学会九玄丹经中的传承。不过苏青竹并不相信自己，他也无法向苏青竹解释这一点，只能殊死一搏。苏青竹眸光一寒，不再废话，一身磅礴灵力轰然爆发。他玉手轻抬，五指微屈，隔空对着周晨猛然一压。轰！一股沉重如山的恐怖威压瞬间降临，仿佛整个庭院的空间都被凝固。周晨只觉得周身空气变得粘稠无比，连呼吸都变得极其困难。神海境，他心中一凛，真刚境之上便是神海境，在神海境面前，任自己底牌尽力也是蝼蚁。周晨周围地面瞬间塌陷，嘴角一鲜血，整个人被股无形巨力压弯了腰，连出手的资格都没有，直接被彻底镇压。小陈！林清轩惊呼出声，想要冲上帮忙，却被那溢散的恐怖气劲直接掀飞出去，重重摔倒在地。这女人太强了！周晨咬紧牙关，额心中涌起强烈的不甘。武道修行越往上，越是难以越级作战，更何况两人的境界差了，可不是一点两点。周晨，你死定了！林婉见状，得意大笑起来。赵无极更是恶毒地补充道：周晨，你杀我父亲，屠我岳父，毁我大婚，等你死了，本少定要好好玩弄你姐，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以泄我心头之恨。就在周晨即将被彻底镇压，赵无极与林婉猖狂得意之际，倏然天地间一道剑光一闪而逝，如月华泻地，无声无息，却凌厉无匹。噗！正全力镇压周晨的苏青竹如遭重击，闷哼一声，竟踉跄着倒飞而出。剑修！他唇角溢出一缕鲜血，美眸中满是惊骇。漫天威压瞬间瓦解，月光如水，悄然洒落庭院。不知何时，
场中多了一位白衣女子，白衣胜雪，腹肌而立，高马尾随风微扬，英气逼人。她容貌清冷绝俗，眉宇间自带一股英气，眸光流转间如寒星映雪，疏离锐利。白衣女子静静立于月光下，一言不发，周身却凝聚着斩断万物的锐气。她负手而立，淡淡开口：“此人我保了，你们滚！”众人呆若木鸡，被这忽然出现的白衣女子直接吓愣住了。不行！赵无极第一个开口，他怒不可遏，厉声喝道：“你是谁？今日周晨必须死！闭嘴，蠢货！”严峰脸色巨变，眼中瞬间被惊恐填满，厉声喝断赵无极。他死死盯着那道白衣倩影：“你想死吗？你可知道他是谁？”林婉儿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下意识地颤声问道：“他是谁？”苏青竹强压下体内翻涌的气血，对着白衣女子拱手道：“在夏天丹门真传弟子苏青竹见过君剑仙。”他神色凝重道：“不知君剑仙大驾光临这天风城，所谓何事？”此人窃学我天丹门不传之秘，罪大恶极，还请君剑仙行个方便，让我等清理门户。君剑仙。林婉儿听到这个称呼，先是一愣，随即似乎想到了什么，瞳孔骤然收缩，失声尖叫道：“女子剑仙，难道是那位名震大前的寒月剑仙君清月？”白衣女子闻言，眸光微转，声音清冷如冰，倒是有几分眼力。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却如惊雷炸响。寒月剑仙，真的是他！天啊，竟然是寒月剑仙君清月清灵！在场所有人，包括严峰和他身后的天地门弟子，无不倒吸一口冷气，满脸骇然。寒月剑仙君清月，剑压大前王朝13州的传奇。传闻他剑道通神，曾于北境冰川之上一剑冰封3000里，斩灭肆虐百年的恐怖大妖，救无数边民于水火。君清月剑法超绝，容貌绝世，性情却冷若冰霜，行踪飘忽不定，是无数大前人心中敬畏的传说人物。这样一位宛若9天神女般的人物，平日里想见一面都难如登天，今日怎么会突然降临到这偏僻的天风城？而且看这架势，他似乎专程为了保下周晨而来。众人目瞪口呆，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寒月剑仙君清月，这等云端之上的人物，为何会亲临天风城这偏僻之地？又为何会出手保下名不见经传的周晨？按理说，以周晨的身份和实力，根本不可能与君清月这等传奇剑仙有任何交集。两人之间的差距犹如云泥之别。就在众人百思不得其解之际，重伤倒地的周晨看着那道清冷绝世的白色身影，心中却是猛地一松，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呼，得救了！别人不知道君清月为何而来，但他心里却如同明镜一般。当初在玉女宫，他采补了吕玉清自己的纯阳本源，意外的助吕玉清血脉进化。事后，吕玉清曾坦言，君清月是他师妹，在修行遇到了天大的难关，见到修为卡在关键瓶颈，若无法突破，不仅前路断绝，甚至有性命之忧。吕玉清认为周晨的纯阳本源或许能创造奇迹，想请他以类似的方式相助君清月。当时吕玉清提及君清月正在必死关寻求突破，出关后会亲自来寻他。周晨本以为还需等待些时日，却没料到君清月竟如此急切，亲自找上门来了。看来他面临危机，怕是比吕玉清说到更严重。看样子这位寒月剑仙已经等不及了。除此之外，最让周晨激动的自然正是君清月的体质。吕玉清说过，君清月是某种极其罕见的至阴剑体，刚好可以帮助自己的纯阳道体升级。我如今的纯阳道体已稳固在真体小成之境，若能汲取他的玄阴剑体本源。周晨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那必将成为他冲击纯阳霸体的绝佳助力，效果恐怕远超采补灵婉。苏青竹神色凝重，再次对着那白衣复剑的身影拱手，小心翼翼道：“君剑仙，此子身负我天丹门失窃的重要传承，事关重大，您此番前来，究竟所为何事？可否？”苏青竹还未说完，便被一道清冷如冰的声音淡淡打断。君清月眸光微转，甚至未曾完全看向苏青竹，只是平静地吐出3个字：“我要他。”简单3个字，却宛如天线，不可拒绝，也不能拒绝。苏青竹脸色一白，急忙道：“可是君剑仙，此子涉嫌窃取我宗至高传承九玄丹经，罪证确凿，必须带回宗门，与我无关。”君清月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语气没有丝毫波澜，仿佛天丹门的传承，所有的前因后果，在他眼中都如同尘埃，不值一提。他只要这个人，其他一切皆不重要。苏青竹沉默不语，他很清楚眼前这位寒月剑仙的实力有多么恐怖，那是真正屹立于大前巅峰的绝世人物。别说他区区一个真传弟子，就算是天丹门门主亲至，
面对这位剑仙，也未必能讨得到半分好处，硬碰硬只会自取其辱，甚至可能为宗门招来弥天大祸。我明白了，既然君剑仙要人，在下不敢不从，告辞。说罢，他竟毫不拖泥带水，直接转身离去，甚至都没有再看周晨一眼。在苏青竹看来，君清月一个纯粹的剑修，大概率对炼丹毫无兴趣，不可能贪图九玄丹经。他此刻带走周晨，必定另有缘由。只要周晨不死，等君清月离开之后，他天丹门总有办法再找到他，夺回圣典。眼睁睁看着最大的靠山天丹门真传弟子都被一言逼退，林婉和赵无极彻底崩溃了。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林婉状若疯魔，涕泪横流，尖声嘶吼：周晨，你不过是个被夺了血脉的废物，一个乡野剑众，你凭什么？凭什么能结识寒月剑仙这等人物？凭什么每次都能绝处逢生？我不服，我不服啊！赵无极也是双目赤红，气得浑身发抖。他今日大婚被毁，父亲被杀，自身受辱重伤，眼看仇人即将伏诛，却半路杀出一个他根本无法抗衡的绝世剑仙，强行保下了周晨。这种无力感几乎让他疯狂。严峰脸色阴沉如水，他看了一眼杀意凛然横的君清月，一把将赵无极提起，沉声道：闭嘴，走，立刻返回天地门。有寒月剑仙在此，谁也动不了他。他另一只手则毫不客气地将林婉也抓了起来。还有你，你是圣子钦定的炉鼎，也必须跟我们走。话音落下，他便带着赵无极两人直接和天地门众人离开城主府。周晨眼睁睁看着林婉被带走，眉头不禁微微一皱。该死！今日他豁出性命杀穿城主府，血战连连，最主要的目标便是擒下林婉这身负太阴体质的贱人。不仅要报仇雪恨，更要采补其太阴本源，以助自己的纯阳道体升级。如今煮熟的鸭子竟然就在眼前飞走了。罢了，事已至此，强求无益，而且我也不是没有机会。周晨轻叹一声，迅速冷静分析，看那天地门圣子如此重视林婉，甚至特意命赵无极看守，确保其元婴无损，想必是另有大用，短期内应该不会轻易动他。即便被带去天地门，只要自己还活着，未来未必没有机会将他夺回。更何况今日局势凶险，远超预料。先是天地门强势介入，后有天丹门高手苏青竹降临，查清九玄丹经的事情，自己能保住性命已属万幸，实在不能奢求更多。未能采捕林婉固然可惜，但自己也并非全无收获。还好这一次也不是没有收获，成功夺回被赵无极窃取的3品纯阳血脉，纯阳真体已然小成。到这里，周晨的心绪彻底平复下来。更何况他微微转向，看向身旁那位白衣复健的绝代身影。更何况跑了一个太阴之体，眼前却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至阴剑体。与林婉那尚未完全开发的太阴体质相比，君清月这已然大成的玄阴剑体无疑更胜一筹，蕴含的至阴本源必然精纯磅礴100倍。一瞬间，整个庭院安静下来，只剩下周晨、君清月、林清轩3人。君清月默然敬礼，白衣不染尘，墨发马尾垂落肩头，清冽如昆仑雪顶倒悬的寒溪。他背负双手，目光沉静如水，久久地凝视着周晨，一言不发。时间悄然流逝，周晨被他看得有些发毛，心中不禁泛起嘀咕：这女人一直盯着我看做什么？怎么还不说话？就在他几乎要按捺不住开口之际，君清月终于动了。他睫毛轻轻一颤，微微颔首道：你就是周晨。林清轩惊魂未定，下意识地靠近周晨，轻轻拉住他的衣袖，俏脸满是担忧。他不清楚这位突然降临的寒月剑仙为何要找周晨，更不知是福是祸。小晨，他声音微颤，低声唤道。周晨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低声安慰道：放心，清轩姐，我不会有事。月光下，周晨与君清月相对而立，四目相对。周晨呼吸微微一滞，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剑气自君清月周身弥漫开来，宛如剑山悬于头顶。他稳住心神，郑重拱手：在夏天封城，周晨多谢君剑仙方才出手相助。君清月眸光清冷，淡淡的扫了他一眼，平静道：不必。他顿了顿，目光似乎不经意地瞥了一眼周晨身边的林清轩，语气平淡无波：我找你，有事而来。话落，他便不再多言，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周晨心中了然，他自然知道君清月所为何来，此事关乎一位绝世剑仙的隐私，自然不便在外人面前直言。他立刻会意，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恭敬道：此处并非谈话之所，恐扰剑仙倾听，还请一步寒舍百草轩一叙。君清月微微颔首，并未多言，算是默许。周晨转身对林清轩低声道：清轩姐，你先回百草轩安排一下，我与君剑仙稍后便到。
没过多久，周晨便引着君清月来到了百草轩。在林清轩和几位管事伙计全力收拾下，之前被打砸的痕迹已被大致清除。周晨对迎上来的林清轩低声道：“清轩姐，我与君剑仙有要事相谈，劳你在外守着，莫让任何人打扰。”林清轩看着周晨，又瞥了一眼那位令人不敢直视的白衣剑仙，眼中担忧更甚，却也知道此刻不是追问的时候。他最终只是轻轻点头：“好，你们小心些。”周晨引着君清月穿过前堂，走入后方自己平日居住兼修炼的房间中。君清月踏入室内，随意扫过四周，并未多言，只是并指如剑，他纤细的玉指微不可察的轻轻一弹，刹那间，一股无形的波动弥漫开来，如同水幕般将整个房间笼罩，隔绝了内外一切窥探。周晨微微一惊，感觉到自己与外界的联系瞬间被切断。君清月这才转过身，目光平静地落在周晨身上，道：“吕玉清已将你之事告知于我，他困于4品丹灵血脉已久，却在与你接触之后，血脉竟得以净化，晋升5品。告诉我，你是如何做到的？”周晨闻言微微一滞，如何做到的？他心中苦笑，自己当时其实什么都没做，只是在采捕吕玉清的过程中与他有了身体接触，自身的纯阳道体本源气息能够自然而然地渡入对方体内，意外地激发了他血脉潜能而已。只不过此事并不地道，吕玉清又是他师姐。周晨只是简单说道：“回剑仙在下身负一种特殊的体质，有概率一定激发他人的血脉潜能。”君清月听完周晨含糊的解释，眸光微冷，讥诮一声，直接点破：“不必说的如此隐晦曲折。事情的经过，吕玉清已对我坦言，是他想借你纯阳元晶突破瓶颈，行采捕之事，结果却被反噬，自身原因反倒为你所吸，失了身子，是也不是？”他顿了顿，目光落在周晨脸上，话语直白：“简单说，就是你上了他，他的血脉才得了机缘。”周晨顿时语塞，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他没想到吕玉清连这种细节都告诉了君清月，这位看起来清冷绝尘的剑仙，说起这种事来竟如此直白，毫不避讳。君清月看着他窘迫的模样，冷笑一声：“如此说来，你这特殊体质本质上不就是炉鼎？”周晨彻底语塞，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无法反驳。自己这纯阳道体能助女子突破瓶颈，净化血脉，确实是炉鼎，还是连全岁星辰的西河女帝都会心动顶级炉鼎。君清月收回落在周晨脸上的目光，话锋一转，语气恢复了之前的清冷平淡：“吕玉清想必也将我的情况告知于你了。”周晨轻轻点头：“吕公主告诉了我君剑仙遇到修行瓶颈。”君清月眸光清冽，声音平静地补充道：“我不仅觉醒了血脉，还觉醒了特殊体质。我的血脉5品9幽天剑血脉，至于特殊体质则是9幽剑体。”他顿了顿，带有剑修独有的孤傲：“所以我并非武者，而是一名纯粹剑修，如今修为已达第5境，5境剑修。”周晨心中猛地一惊，他虽然对剑修体系不是很了解，但也清楚剑修与武者是完全不同的修行路径。剑修第5境相当于武道中的通天境，而且剑修主杀伐，攻伐之力冠绝同阶。一位5境剑修真实战力要胜过大多数同级别的通天境武者，一些厉害的剑修甚至可以轻松越级战斗。怪不得之前天丹门的苏青竹和天地门的严峰在听到君清月要保下我，立刻退走。周晨恍然大悟，一位第5境的绝世剑仙绝对不是天丹门和天地门能惹得起的。君清月没有在意周晨的震惊，眸光如寒星，继续说道：“我之前参悟一件上古遗留的至阴属性秘宝时，引动了深藏于9幽剑体本源之中的极阴寒煞，如今寒煞失控反噬，已与我的剑魂死死纠缠，若无法在期限内化解。”他看向周晨，清晰地吐出4个字：“必会生死道消。”君清月微微停顿，看着周晨，最终说出目的：“所以我要你助我修行。”周晨脸色微微一滞，下意识地问道：“不知剑仙需要在下如何相助？”君清月清冷的眸光骤然一寒，周身那股无形的剑意瞬间变得凌厉了几分：“我说的还不够清楚，还是你在与我装傻充愣？吕玉清是如何突破的，你便是如何助我。得了便宜还卖乖，莫非以为本剑仙是来与你玩笑的不成？”周晨被他看得头皮发麻，连忙讪笑一声：“君剑仙息怒，你是云端之上的绝世剑仙，而在下不过是一介边陲小城的平凡少年，见识浅薄。此事关乎剑仙清誉与道途，不敢随意揣测，自然是需要剑仙你明示，晚辈才敢尽力为之。”君清月闻言，清冷的眸光微微闪烁，万年冰封般的绝美容颜上竟罕见地掠过一丝极淡的红晕。他下意识地侧过脸去，避开周晨的视线，霞飞双颊，羞恼交加，静默在房中弥漫了片刻。
君清月终于下定决心，好，需要明示是吧？他倏然转回头，目光灼灼地逼视着周晨，咬牙切齿，一字一句清晰吐出：我要你与我双修。房间内一片死寂。周晨尽管心中早有预料，但亲耳听到这位清冷绝尘的寒月剑仙这直白的要求，还是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一时间房中落针可闻。此话一出，君清月那绝美容颜上红晕更深几分。他眸光一凝，语气急促地解释：我的九幽天剑血脉已至5品巅峰，距6品仅1线之隔，只要你能助我血脉晋升6品，我便能凭借新生血脉之力，一举冲开被寒煞冰封的剑元子府，彻底炼化那缕极阴寒煞，化解生死危机，甚至还能更进一步。当然，事后我不会亏待你。情况很严重，我没多少时间了。话音未落，君清月竟猛地一咬银牙，伸手探向自己腰间的束带，动作干脆利落，和剑修一样果决。君剑仙，你这是？周晨眼睛瞬间睁大，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见那袭纤尘不染的月白剑袍应声滑落，露出一片惊心动魄的绝美春光。咕噜，周晨下意识地吞了吞口水。冷艳的容颜，绝世的身材，两种极致的气质在他身上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他只觉得呼吸困难，大脑一片空白。周晨知道君清月容颜绝世，却万万没想到，在这清冷禁欲的白衣之下，竟隐藏着如此惹火性感，令天下男人疯狂的绝世尤物身材。君清月感受到周晨火热的目光，如玉的肌肤上迅速蔓延开一层淡淡的绯红。他羞恼地侧过脸，避开周晨的视线，恼怒道：还愣着干什么？我的时间不多了，若非迫不得已，岂会寻你？还不赶紧把衣服脱了？难道还要本剑仙亲自帮你不成？眼前的景象足以让任何男人失去理智，但周晨却冷静下来，想起了之前西和女帝的话。他说过，虽然自己的纯阳道体能激发双修对象的潜力，但并非100%成功，更非毫无风险的双修炉鼎。吕玉清那次是侥幸，万一这次对君清月无效，这位武境剑仙不得一剑杀了自己。他强行压下翻腾的气血，如实说道：君剑仙别急，在下虽侥幸助吕公主血脉晋升，但此事并非必然。我这体质也只是有概率可以激发他人血脉潜能，并非每次都能成功。他顿了顿，硬着头皮问道：此事关乎剑仙生死，我若最终未能如愿提升剑仙的血脉之力，剑仙当如何？君清月听完，原本就带着红晕的俏脸瞬间更添几分恼怒，那双清冷的眸子骤然迸发出凌厉的剑意，死死锁定周晨。他猛地转回头，死死盯住周晨，背齿紧咬，一字一句地从牙缝里挤出来：概率并非绝对。哼，此事简单，若事后证明你无用，未能助我血脉晋升。他看向周晨下身，语气森寒彻骨：本剑仙便亲自出手，将你那惹是生非的孽根一剑斩了，剁碎了喂狗。嘶！周晨瞬间倒吸一口冷气，只觉胯下凉飕飕的，仿佛已经有一柄无形利剑悬在那里。这女人也太狠了。他心中顿时一阵无语，暗自腹诽：不是吧，大姐，明明是你自己找上门来求帮忙的，怎么搞得像我欠你的一样？完不成还要被物理阉割，这还有没有王法了？不过他却不敢说出来。面对这位实力通天的寒月剑仙，任何抱怨都无异于自寻死路。这一次只能在心中暗自祈祷，希望自己的纯阳道体这次能再次创造奇迹，助君清月血脉晋升罢了，听天由命吧。周晨压下心中的忐忑，沉声道：既然剑仙心意已决，那便开始吧。他顿了顿，带着一丝恳求：只希望若最终事与愿违，未能攻城，还请剑仙高抬贵手，不要迁怒于我百草轩的家人。说完，周晨也不再犹豫，上前小心翼翼地揽住君清月那纤细的腰肢，将她横抱而起，走向床边。君清月娇躯瞬间紧绷，发出一声极轻的惊呼，下意识阻拦，但最终她还是强忍着没有发作，任由周晨将她放在床榻之上。唰，啪嗒，月白剑袍、冰丝抹胸、素白亵裤，各种衣物散落满地。我滴个龟龟，这位剑仙这么有料啊！周晨只觉得呼吸彻底停滞，大脑一片空白。看够了没有？君清月感受那火热目光，脸颊红得几乎滴出血来，羞怒交加的厉声呵斥：还不快点，赶紧完事！你要是再看，信不信我？这一刻，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绝世剑仙，没有往日的清冷威严，只剩下女儿家的羞窘慌乱。话音落下，周晨已经俯身而下，堵住了他后面的话。一瞬间，满是春光，被翻红浪。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几个时辰，或许更长。周晨悠悠醒来，只觉得周身灵力消耗巨大，气海空虚，但经脉中又流转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充沛能量，一种脱胎换骨般的通透感弥漫全身。
他刚想动一下，却发现自己正被君清月紧紧靠着。君剑仙，周晨低头一看，只见那位清冷绝尘的寒月剑仙在自己身旁睡得正沉，一只手臂还无意识地搭在他身前。那张平日冰冷的绝美容颜，此刻柔和了许多，眉宇间常年萦绕的凌厉之气也舒缓开来，仿佛卸下了所有重担。周晨望着身旁这与平日判若两人的剑仙，不由得露出一丝复杂苦笑，低声自语：这女人睡着的时候倒是挺乖的，哪有半点醒时那剑拔弩张的模样。他小心翼翼将她的手臂轻轻移开些许，生怕一个不慎就惊醒了这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祖宗，届时怕是少不了一顿兵刃相向。周晨目光一扫，忽然发现床单的一处异样，他整个人如遭雷击，瞬间僵在原地，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这是……他猛地抬头，难以置信地看向怀中依旧沉睡的君清月，心中掀起滔天巨浪。原来这位名震大前的寒月剑仙一直保持着冰清玉洁之身，一丝侥幸的情绪涌上心头，自己竟稀里糊涂地成了这位寒月剑仙的第一个亲近的男子。但愿这次能助他血脉晋升吧。他心中暗暗祈祷，若是失败，后果他简直不敢想象，一定会被君清月一剑杀死。就在他心绪复杂难平之际，轰！与此同时，周晨感觉到自己体内正涌动着一股前所未有的磅礴力量，正是刚才修炼之时从君清月身上流转而来的一缕精纯灵气。这缕灵气与他自身的纯阳道体完美交融，产生了一股惊人能量，充斥着他的四肢百骸，不断淬炼着他的血肉经脉。我的纯阳真体正在飞速强化。周晨心中又惊又喜，明白与君清月修炼之后，自己的体质开始蜕变。嗡！周晨周身猛地一震，皮肤表面浮现出淡淡的金色纹路，磅礴的纯阳之气奔流涌动。他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本源变得更加凝练精纯，周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气血如潮，奔腾不息。整个过程并未持续太久，却异常猛烈。片刻之后，那狂暴的能量波动渐渐平息。周晨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金光一闪而逝。他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力量，顿时欣喜若狂。成了，我的纯阳道体比之前强大了数倍不止。不过马上周晨又微微皱起了眉头，他感受了一下，发现自己的纯阳道体依旧停留在真体的范畴，只是达到了真体阶段的巅峰极限，距离突破纯阳霸体还差一步。就在这时，一道清冷慵懒的女声直接在周晨的脑海深处响起，正是许久未出生的西河女帝。小子，是不是感觉就差那么一点，却始终无法突破？周晨心中猛地一惊，随即涌起一阵狂喜。前辈，您醒了。哼，闹出这么大动静，本宫想不醒都难。西河女帝悠悠说道。她顿了顿，继续说道，你之所以未能一举突破至纯阳霸体，并非你积累不足，而是他的问题。当然他本身至阴之气足够精纯，但是他受伤了。这女娃之前强行炼化上古秘宝，遭寒煞反噬，伤了剑体本源。剑体本源受伤会波及他的灵气，体内蕴含的至阴之气也有所亏损，不复圆满。你所得的是一份有缺的本源，因此未能晋升纯阳霸体。周晨闻言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并非君清月的灵气无效，而是他早已身受重伤，本源有损，连带着灵气也不够圆满。也正是因为君清月修炼受伤，遇到瓶颈，所以才不得已借他之力，希望能博一线生机。那晚辈该如何是好？周晨急忙在心中追问。如今灵婉儿已经被带去天地门，这君清月是自己纯阳道体升级的唯一希望，若是不能突破至纯阳霸体，还怎么面对阴阳塔中的第二层女帝？西河女帝轻笑一声，这有何难？你现在只差吸收一点至阴之气，便可晋升纯阳霸体。既然一次不够，那便再与他修炼一次便是。即便他现在至阴之气不够圆满，再修炼一次，照样能助你突破。周晨眼睛猛地一亮，心中豁然开朗，原来破解之法竟如此简单。但下一刻他便眉头一皱，苦笑道：西河前辈，你说的轻巧，再修炼一次，这根本不可能。他低头看了一眼如依偎在自己身边睡得正熟的君清月，这位寒月剑仙可不是什么温顺性子，而是一柄出鞘即见血的绝世剑气。第一次是情势所迫，想让他再次配合，哪有这么简单？忽然怀中的人儿睫毛轻颤，发出一声极轻的呢喃。君清月悠悠转醒，那双清冷如寒星的眸子缓缓睁开，还带着一丝迷蒙，刚好对上周晨。下一秒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君清月视线飞快扫过自己有些凌乱的衣衫，脸颊顿时染上一抹绯红。你……他想也不想，抬手就朝着周晨的脸拂去。啪一声轻响落下，登徒子，赶紧给我闭上眼睛，不准看。周晨捂着火辣辣的脸颊，心中一阵委屈。不是吧，
大姐，我们都已经负距离交流了，现在连看都不让看一眼了，提上裤子就不认人是吧？周晨正准备开口，就在这时，忽然，君清月眼神凛然，气息骤然一变，轰！一股磅礴的剑道威压从他体内轰然爆发，君清月娇躯猛地一震，美眸中爆发出阵阵璀璨光彩。这是境界瓶颈松动了，我要突破了！轰！话音未落，那股力量便如同火山般轰然爆发，他气息暴涨，周身萦绕的无上剑意骤然变得汹涌起来。君清月欣然大喜，美眸中异彩连连。成了！我刚刚稳固剑皇境界不久，如今便一举突破中期。这突破来得太过突然，也太过迅猛，连他自己都未曾料到，与周晨这番亲密接触，竟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好处，让因受伤而停滞已久的修为连破关卡。他下意识地看向周晨，休恼犹在这少年，当真是自己的福星。不过君清月只是高兴片刻，便冷静下来。修为突破固然值得高兴，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的危机。极阴寒煞依旧纠缠在自身剑魂中，只是随着境界突破暂时缓解压力，但最根本的寒煞尚在，不驱除便会阻止剑道修行，甚至危及生命。除非自身九幽天剑血脉能进化，晋升到6品血脉，诞生出更强大的本源之力，才能彻底驱除。我的血脉并没有进化。君清月仔细感知了数遍，脉之力虽然活跃了许多，却依旧只是5品血脉。他脸色渐沉，一股强烈的不甘和失望涌上心头。难道我的清白就这般白白给了这小子？他心中五味杂陈。他君清月，名震大前的寒月剑仙，剑道天赋精彩绝艳，容貌绝世，身份尊贵。大前境内不知有多少天之骄子，皇室贵胄、大能传人对他倾心仰慕，他却从未对任何人假以辞色，一心向道，守身如玉。可如今他坚守了多年的冰清玉洁之身，竟在如此情况下给了一个边陲小城的平民少年，而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却仅仅是修为境界的突破，最根本的血脉问题却未能解决，这让他如何能甘心？他猛地抬头看向周晨，那双刚刚还因突破而璀璨的眸子，此刻再次被寒霜覆盖。我的血脉并未晋升，难道我君清月付出清白之躯，换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他的目光意有所指地看向周晨下方，那眼神中的失望和森寒杀意几乎要凝成实质。你就这点用处？周晨被他那几乎要杀人的目光看得头皮炸裂，只觉得胯下凉飕飕的。坏了！他下意识死捂住要害，心中疯狂哀嚎祈祷：剑仙姐姐，求求你了，赶紧进化吧！纯阳道体你可千万要争气啊！我不想当太监啊！君清月玉手一招，掉落在地的那柄长剑发瞬间飞入他手中。铮！长剑悍然出鞘，整个房间剑气冲天。他美眸寒煞，剑锋直指周晨。按照约定，你既无用，我便亲手斩了你这祸根。周晨脸色大变，直接吓得快哭出来了。什么狗屁约定？我从来没答应过这种事。明明是你强逼我的好不好？你要走了我的清白，却未能替我化解根本之恶，留你何用？君清月根本不管他的辩解，一步踏前，剑尖寒光吞吐，眼看就要挥下。恐怖的剑压几乎让周晨无法呼吸，他心中疯狂哀嚎，在脑海中拼命呼喊：西河前辈，救命啊！这疯女人要动你的颅顶了，我要是没了那宝贝，你以后还怎么双修啊？但是石海中的阴阳塔寂静无声，西河女帝如同沉寂了一般，没有任何反应。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君清月挥剑的动作猛然一滞。他忽然发出一声闷哼，一股灼热的洪流从他血脉中涌起，原本沉寂的九幽天剑血脉仿佛被点燃般沸腾起来。君清月愣住了，这一刻他感受到自身的九幽天剑血脉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蜕变，变得更强、更精纯、更霸道。这是血脉晋升。我错怪这小子，原来双修真的有用。他这才反应过来，与周晨的双修并非没有效果，只是并未在第一时间显现出来，而是稍有延迟，直到此刻才彻底爆发。双修之力正推动着他的血脉，向着更高层次发起了冲击。一旁的周晨长舒一口气，抹了把冷汗道：还好成功了，吓死我了，宝贝总算保住了。不过片刻，君清月周身便泛起淡淡的银芒，他闭眼感知片刻，猛地睁开眼，眸中满是狂喜。成了！我的九幽天剑血脉真的升级成6品了。他瞬间感觉到自身的九幽天剑血脉晋升6品后，不仅本源变得雄厚无比，连带着对剑道的感悟都提升了数个档次。太好了，这下不仅能彻底化解寒煞之威，我的剑道根基也将更为圆满，未来修行更将容易。君清月心中激动难平，牺牲清白，
总算没有所托非人。他单指一拂，长剑归鞘，瞬间没入袖中，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仿佛刚才那个杀气腾腾要淹了周晨的人根本不是他。君清月轻哼一声，别过脸去，语气依旧带着几分剑仙的傲然，却少了几分之前的杀意。哼，算你还有点用处。周晨见状，终于彻底松了一口气，知道自己这条小命和宝贝算是彻底保住了。他忍不住小声嘀咕了一句：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刚才在床上的时候，你不是挺放得开，挺主动的吗？怎么完事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他声音虽小，但如何能瞒过一位武境剑仙的耳朵？君清月闻言，俏脸瞬间通红，仿佛要滴出血来。他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方才双修时那些羞人的画面和声音。刚刚双修时，似乎确实是自己更主动一些。他气得跺了跺脚，羞怒交加地喝道：你闭嘴，不许再提双修的事情。君清月强行板起脸，找回一点剑仙的威严。刚才是我一时情急，错怪你了。他顿了一下，语气再次凶狠起来。不过今日之事，你若敢对外透露半个字，我照样阉了你，听到没有？周晨立刻点头如捣蒜。一定，剑仙大人放心，在下绝对守口如瓶。君清月脸色这才缓和下来，他沉默片刻，声音忽然低沉，悠悠说道：不管如何，你既要了我的清白身子，便算是我的男人了。他顿了顿，眼神一凛，整个人神采奕奕。我曾立下誓言，我君清月的道侣必须是一位能与我并肩顶天立地的大剑仙。周晨闻言，眼睛瞬间瞪大，连忙摆手辩解：等等，君剑仙，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一切明明是你强迫我的好不好？我一个清清白白的花季少年，莫名其妙怎么就成你男人了？这锅我可不背。你……君清月顿时羞怒交加，气得跺了跺脚。你要了我的身子，我说是就是，谁让你碰了我的？占了天大的便宜还想不认账？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他此客气鼓鼓的模样，与其说是发怒，不如说是娇嗔，与他清冷的剑仙气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显得格外生动可爱。周晨脸色一滞，这算什么道理？君清月自己似乎也觉得有些强词夺理，气势不由得弱了几分。他顿了顿，轻叹一声：其实也并非我非要逼你成为剑修，而是因为我出自君家。君家？我怎么没听说过？周晨眉头微微一皱，他虽然知道君清月背景不凡，但对于他背后的这个君家却是一无所知。君清月眸光微凝，俏脸浮现一丝的傲然，徐徐解释道：我君家乃是传承极为古老的隐世剑道世家，底蕴之深不是你能想象的，即便是大前皇室也算不了什么。而我因为一个重要原因，在君家地位特殊。他看了周晨一眼，眼神复杂。不过有些规矩，即便是我也无法违背。在你破我身子那一刻，君家知道就已经感应到，即便我不喜欢，甚至杀了你，你仍旧算半个君家人。而且君清月似乎觉得说的太多，摆了摆手：算了，现在的你和蝼蚁没区别，还不配知道太多。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极其严肃：总而言之，为了你能活命，你必须要修炼剑道，而且要有所成就，否则族中那些人绝不会认可你的存在，甚至可能还会对你动手。届时即便是我也未必能护得住你。周晨听得云里雾里，但看着君清月那凝重无比的神情，心中也明白了7、8分。这君家来头极大，若想活命，就必须踏上成为剑修，而且还得练出个名堂来。他心中一阵无语和憋屈，暗自腹诽：这什么狗屁君家，也太不讲道理了吧！明明是我被强迫失了身，怎么反倒像是我占了天大的便宜，还得被你们考核认可？谁稀罕当你们君家的人啊？不过这话他万万不敢说出口，实力差距悬殊，形势比人强，眼下除了接受，似乎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君清月说完，不再多看周晨一眼，纤手轻拂，散落在地的月白剑袍便自动飞会，将他那诱人的绝美玉体重新遮掩。转眼间便恢复了那副高不可攀的寒月剑仙模样，仿佛刚才的旖旎都只是一场春梦。好了，我血脉已然净化，寒煞之危暂解，是该离开了。周晨心中一急，连忙开口道：君剑仙，我们何时能再相见？他心中惦记着自己的纯阳霸体，如今纯阳真体已至巅峰，只差临门一脚，而这关键的一步恐怕还得落在君清月这只阴剑体身上。以他这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性子，想现在留下他再续前缘，简直是痴人说梦，只能期盼下一次机会。君清月脚步微顿，没有回头，沉默片刻，反手抛出一枚令牌。这令牌由玉石制成，上面雕刻着一把长剑。3个月后，我会前往天阳郡的青云剑宗处理一些事务。我之前听那天丹门的女人说，
你似乎得罪了天丹门。既然你助我血脉提升，我君清月也不会亏待你。令牌落入周晨手中，他能隐隐感受一丝灵力剑意在其中。此乃我君家剑令。君清月淡淡道：我的妹妹君清雪是青云剑宗这一代的剑子，地位尊崇，在宗内话语权极重。你带着令牌去找他，他自会庇护你，安排你入宗修行。在青州地界，即便是天丹门门主亲至，也要给他几分薄面。有他照拂，天丹门不敢动你分毫。青云剑宗，君清雪。周晨接过令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他当然听说过青云剑宗，这可是威名赫赫的青州第一剑道巨擘。宗门内剑修如云，天才辈出，传承悠久，远超天丹门、天地门这等宗门。而且据他所知，青云剑宗的山门正好就位于天阳郡城附近，而自己本就计划要前往天阳郡城参加那场炼丹大会。另外一个让周晨惊讶的，便是这青云剑宗剑子君清雪。这位君清雪被誉为青州第一女子剑修，在青州如雷贯耳。此女剑道天赋精彩绝艳，年纪轻轻便已执掌青云剑宗年轻一代的牛耳。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位传说中的天之娇女，竟然会是君清月的妹妹。这君家到底是什么来头？姐妹二人，一个是大前闻名的寒月剑仙，一个是青州剑道魁首的剑子，这底蕴果然恐怖如斯。君清月微微侧手，余光扫了周晨一眼，那半张清冷完美的侧颜在月光下仿佛泛着玉光，道：记住，若下次见面时你未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剑修，并且修为未能达到剑道第3境。君清月微微侧头，露出小半张清冷完美的侧颜，眼中剑意盎然。那就不用见面了，我没有在和你开玩笑，而是为你好。没有相应的实力，知道君家之事，甚至与我产生交集，对你而言绝非机缘，而是取死之道。周晨说，眉头一皱，若君清月不肯与他见面，自己的纯阳道体还怎么升级？君剑仙，此言当真？你说我若能修炼剑道，突破第3境，便能再见到你？没错。君清月轻轻点头，同时直接泼了一盆冷水。不过我劝你，还是死了修炼剑道这条心，老老实实修行你的武道炼丹术吧。为何？周晨下意识的皱眉反问，心中升起一股不服。剑仙何以断定我没有剑道天赋？君清月微微侧手，淡淡道：我君清月修行数十载，位列5境剑修，一个人是否身负剑道根骨，有无剑心剑魄，我一眼便能看出。他顿了顿，如玉的耳垂微微泛起一丝极淡的红晕，补充说道：更何况我刚才与你零距离接触，你的气血根骨、经脉资质，我已感知得七七八八。你的剑道天赋却是凡庸，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天赋。强行修剑，终其一生，恐怕也难以进入第2境，不过是白白浪费光阴，自取其辱。君清月轻轻摇头，似乎不愿再多言，最后看了周晨一眼。所以忘了剑道，也忘了与我之事，安稳当你的炼丹师，或许还能平安一生。至于再见，就不必了。话音未落，他便身形一晃，便如月华流泻般悄然散去，彻底消失。周晨怔怔地望着君清月消失的方向，手中紧握君家剑灵，眼神凝重，一言不发。他不得不承认，君清月的话虽然刺耳，但很有道理。剑道一途，极其看重天赋根骨，没有那份与生俱来的剑心，任你如何努力，也难以登堂入室，终其一生只能在门槛外徘徊。最好的选择，似乎确实是接受他的安排，拿着这枚剑令，去青云剑宗寻求他妹妹君清雪的庇护，安安稳稳地躲在剑宗的羽翼之下，靠着炼丹术了此残生，或许还能平安度过一世。但这根本不是他周晨的性格。我周晨历经磨难，夺回血脉，杀穿城主府，何曾向命运低过头？让我就此认命，龟缩一隅，绝无可能。忽然，啊！周晨忽觉双目一阵刺痛，眼前景物骤然模糊，随即又猛地清晰。我的眼睛好痛。剧痛中，他仿佛看见无数剑影在眼中疯狂舞动，他眼中世界骤然巨变。刹那间，他眼中天地为壳，万物为风，一草一木皆蕴无上剑意。这是什么情况？周晨心中大惊，一股浩瀚精微的剑道感悟，如同9天银河倾泻而下，充斥整个脑海。我的眼睛怎么了？还有，我怎么忽然感觉自己就应当是一位天生的剑客？刹那间，他眼前的世界仿佛被一层无形的剑道真意笼罩，万事万物皆蕴藏着玄妙剑意。就在这时，一道慵懒中带着讶异的女子嗓音在他脑海深处悠悠响起：小子，看来你运气不错，正是西河女帝。那丫头身怀9幽剑体，你与她双修，意外汲取了她一缕本源剑意，觉醒了一门剑道神通。剑道神通？周晨大惊失色。对了，我可是纯阳道体，有这个顶级功能。之前西河女帝告诉过自己，她只要和特殊血脉女子双修后，
有一定概率觉醒与之相关的本源神通。当初在玉女宫采卜吕玉清后，便曾觉醒丹道神通丹心玲珑。如今这般对剑道感悟的骤然升华，一定是来自君清月。西河前辈，我觉醒的究竟是什么神通？他急忙在心中追问。西河女帝的声音带着一丝难得的赞许，悠然道：此神通名为先天剑瞳，乃是以无上剑意洗炼双目，洞彻剑道本源，窥见天地间最纯粹的剑理。凡俗剑修，观山是山，观水是水，需耗尽心血，于平凡中感悟不平凡，于万物中提炼剑意，过程艰辛，犹如盲人摸象，实在苦修未必能窥得门径。而你身负此眼，观山已非山，所见乃是其亘古矗立的山岳剑意；观水已非水，所见乃滴水穿石的流水剑意；观天地万物，日月星辰皆为天外一剑，风雷雨雪皆是无形剑，一草一木，一尘一光，皆蕴藏着无上剑道真意。他顿了顿，语气中带着几分悠远。此瞳一开，世间万般剑法在你眼中再无奥秘，诸天剑道至理皆可窥得三分真意。修剑无瓶颈，破镜如饮水，更可窥敌先机，未战而先胜。此乃剑道至高天赋神通。他玩味一笑，轻哼道：那丫头说你毫无剑道根骨，当真是天大的笑话。周晨听得心潮澎湃，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情壮志在胸中激荡奔涌。先天剑瞳，嗨，竟是如此逆天的神通。他猛地握紧双拳，仿佛已经看到一条通天剑道在脚下铺展开来。君清月，你说我剑道根骨繁庸，说我终生难入第三境。周晨仰头，仿佛透过屋顶看到了那道绝情离去的身影，心中不吐不快。你且看着，莫说区区剑到第三境，便是传说中一剑开天之境，我周晨也能踏破。今日你眼中的凡庸少年，他日必是那剑道之巅，让你们所有人都需仰望的存在。此刻的周晨自信膨胀到了极点，只觉得天地虽大，却无不可去之处，无不可斩之敌。哼，小子，别高兴得太早。西河女帝瞬间泼出一盆冷水。先天剑瞳虽是无上神通，但以你如今微末的修为，根本无法发挥全部威能。现在的你，最多也就能窥见些皮毛剑意，想要真正做到观天地万物皆剑意，一念洞悉万法破绽，还差得远呢。周晨冷静下来，却依旧信心满满。1/10足够了。即便自己不能完全发挥先天剑瞳，但快速修炼到剑道第三境应该不是问题。届时自己便有资格去见君清月。他已经想好了，这天阳郡城必须去。如今自己已被天丹门的人盯上，留在天风城无异于坐以待毙。那苏青竹虽然被君清月暂时惊走，但天丹门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让他们知道九玄丹经极有可能在自己手中，这追杀恐怕会不死不休。而青云剑宗便是自己避风港，持此剑令投奔剑子君清雪，不仅能得到庇护，更能安心修行剑道，为日后与君清月的重逢做准备。一想到君清月，周晨便倍感压力。如今灵婉已经被天地门的人带走，他已是天地门圣子的炉鼎，那圣子为了追求最佳修炼效果，短期内应该不会动他，但这条路基本算是暂时断了。他不可能现在杀上天地门去抢人，那就只能看君清月了。如今我纯阳真体已至巅峰，能否晋升纯阳霸体，希望全系于君清月一人之身。只有晋升纯阳霸体，他才能面对阴阳塔中第二层即将降临的神秘女帝。否则一旦第二位女帝降临，以他现在的纯阳真体根本承受不住那等存在得力量，结果只有一个，被吸干道基，沦为废人。除此之外，他早已答应方青瓷代表摘星楼出战天阳郡炼丹大会，只要表现出色，便能获得进入古丹秘境的资格。那里据说蕴藏着天火之种，自己若能获得这天火之种，便能觉醒一丝纯阳真火。这可是天地间至阳至刚的先天神火之一，对于他这等纯阳道体而言，意义非凡。若能成功掌控纯阳真火，哪怕仅有一次，不仅炼丹术将突飞猛进，更能极大程度的淬炼纯阳道体，提升修炼速度，甚至能成为他的一张强大底牌。所以天阳郡城必须去，而且是越快越好。周晨眼神凛然，将所有思绪理清。他当即离开方室，找到林清轩，前往天阳郡城的决定简单说了一遍。林清轩秀眉微蹙，可是小陈，百草轩怎么办？这可是父亲毕生的心血。周晨摇头，语气果断，直接舍弃。现在形势危急，天丹门的人已经盯上我们，继续留在此地无异于坐以待毙。我相信义父若在，也不会怪我们做出这个决定。林清轩只是怔了怔，便点头同意。你说的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在，丹术在，何处不能重开百草轩？他本就是聪慧之人，自然明白这个道理。父亲林毅已然失踪，
强敌环伺，死守这间铺面毫无意义，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当即不再犹豫，我这就去收拾东西。不过半个时辰，林清轩便已利落地将重要物资打包完毕，并将百草轩的房契和剩余物资直接交给一位跟随林毅多年、忠心耿耿的老管事打理。做好这一切，周晨木沉声道：“事不宜迟，趁着苏青竹尚未察觉，我们即刻动身前往摘星楼找方青瓷，前往郡城。”两人相视一眼，皆看到对方眼中的决然。舍弃基业虽有不舍，但前路更值得期待。摘星楼内檀香袅袅。什么？你说你现在就要动身去郡城？方青瓷一袭青衣，诧异地看向匆匆而来的周晨和林清轩。周晨点了点头，神色凝重。方小姐，情况有变，我得罪了天丹门的人，他们会追杀我。这天封城，我已一刻也不能多留，必须尽快赶往天阳郡城避祸。他简单说明了情况，不过并没有说九玄丹经的事情，只是说自己得罪了天丹门。行，方青瓷想都没想，直接爽快点头。反正木破灵运我已到手，留在天风城也无事可做。既然你急着走，那便现在动身。他本就极为看好周晨的炼丹天赋，这等人才若是埋没在小小的天风城，实在可惜。若能将他带往郡城，无论是对摘星楼还是对他个人而言，都大有裨益。行事向来雷厉风行，当即起身吩咐下去。不过片刻功夫，几辆马车便已候在楼外。不过这可并不是普通的马车，拉车的马乃是妖兽玉角马。这玉角马性情温顺，脚力极佳，最是适合长途跋涉。让周晨略感意外的是，护卫中除了几位宁元境后期护卫在，之前那位摘星楼五季阁有一面之缘的白袍老者方老方鸿儒也在其中。方青瓷对此老态度颇为恭敬，显然这位方老并非寻常护卫，恐怕在郡城的摘星楼也不简单。众人迅速登车，玉角马嘶鸣一声，四蹄踏风，朝着郡城赶去。御车厢内，林清轩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故土景色，眼中不禁流露出一丝离乡的怅然与不舍。周晨正准备宽慰几句，车厢门帘却被轻轻掀开，方青瓷笑盈盈地探进身来。周公子，林姑娘，可还习惯？他寒暄一句，便看向周晨，切入正题。周公子是第一次去郡城吧？对天阳郡城想必不甚了解，不如我提前为你介绍一下郡城的大致情况，也好让你心中有个数，早做打算。周晨正有此意，立刻点头。有劳方小姐解惑，周某感激不尽。方青瓷嫣然一笑，在他对面坐下，娓娓道来。天阳郡城势力盘根错节，但真正能称得上顶尖的不过寥寥数家。他伸出仙指，如数家珍，首推第一世家秦家。秦家底蕴深厚，强者如云，如今的天阳郡郡守秦问天正是秦家家主。说到此处，他眼波流转，带着一丝戏谑看向周晨。秦问天的女儿秦般若，周公子应该不陌生吧？周晨闻言，心中顿时咯噔一下。秦般若的爹竟然是天阳郡郡守，这来头可比他想象中还要大得多。一方郡守，那可是朝廷封疆大吏，手握实权，统辖一郡之地，影响力绝非寻常世家可比。他苦笑一声，岂止是有印象，这秦般若现在怕是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了。周晨瞬间浮现出那位容颜绝美却性情如火、骄傲如凤凰般的秦家大小姐在摘星楼炼丹时，他本想给自己一个下马威，结果反被摸了屁股。后来炼化木破灵运时，他又意外中了阴阳合欢物，虽然最后解毒成功，但过程中有被自己占了不少便宜。之前离开天风城的时候就放过狠话，等他到了郡城参加炼丹大会，一定会好好教训自己。他顿了顿，又继续介绍了天阳郡的几大势力。最后方青瓷神色稍正，介绍道：天阳郡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宗门势力，他们严格来说并不属于天阳郡城管辖，山门虽在郡城附近，影响力却辐射整个青州甚至更远。比如青云剑宗，山门便坐落于郡城以东的青云山脉之中，乃是青州剑道魁首，地位超然。周晨心中恍然，点了点头。这一点他知道，君清月给他的剑令就是要他去青云剑宗找他妹妹君清雪。除此之外，天丹门、天地门等大宗的山门也都在郡城周边区域。方青瓷补充道，这些宗门底蕴深厚，弟子遍布青州36郡，影响力极大，即便是世家也不敢招惹。周晨默默记下这些信息。方青瓷顿了顿，似乎想起什么，道：对了，周公子，等到了郡城安顿下来后，可否再为我炼制一枚青木护脉丹？他见周晨面露疑惑，解释道：公子不必担心一伙的事情，不需要般若的南明离火也能炼丹，我郡城摘星楼内有特殊丹火可供使用。周晨闻言微怔，方小姐，之前在天风城，我不是已经为你炼制过一枚了吗？方青瓷轻叹一声，俏脸露出一丝无奈。
实不相瞒，那枚青木护脉丹我确实用了，也助我成功炼化了木破灵玉。但是，他眸光微暗，要想将我的4品青木血脉提升至5品，光凭这些还远远不够。提升血脉品级乃是逆天改命之举，绝非易事。光靠炼化木破灵玉的能量冲击还远远不够。周晨哑然，下意识地摸了摸鼻子。提升血脉品级很难吗？他心中却不自觉地浮现出吕玉清和君清月的绝美身影，不禁暗自一笑，好像也不是很难。他心想，他们不过是与我深入交流了一番，便双双血脉晋升。当然，这话他万万不敢说出口。虽然方青瓷同样美若天仙，气质出众，但周晨对他暂时并无其他想法，还是保持单纯的合作关系为好。他只是淡淡道：“好。”一路上3人相谈甚欢，玉角马脚程极快，数个时辰之后，马车速度渐渐放缓。方青瓷掀开车帘一角，微笑道：“周公子，林姑娘，我们到了。”3人走下马车，眼前豁然开朗。只见一座巍峨雄城矗立天地之间，城墙高耸入云，气势非凡。巨大的城门洞开，车马行人如织，喧嚣鼎沸。论繁华程度，10个天风城也比不上周晨等人刚进入城门。一句阴阳怪气的嘲讽声便从旁传来：“哟，这不是方大小姐吗？怎么从天风城那鸟不拉屎的乡下地方回来了？”只见一名身着华贵锦袍的英俊青年，带着几位随从，慢悠悠地踱步而来。他面容倨傲，眉眼间充斥着轻浮之色，上下打量着方青瓷一行人。方青瓷，听说你为了炼丹大会，特意跑去了天风城那鸟不拉屎的地方，找了一个名不见经的炼丹师。他嗤笑一声，摇了摇头，讥笑道：“哈哈，方大小姐，你们摘星楼是没人了吗？竟然沦落到要去乡下找帮手参加炼丹大会，真是笑死人了！要不要我借你几个啊？”方青瓷眉头一皱，侧头对周晨悄声介绍道：“周公子，此人便是杨氏商行的少主杨明。杨氏商行主营丹药生意，与我摘星楼是死对头。”杨明看向周晨，见他衣着普通，嗤笑道：“喂，小子，方青瓷从天风城捡回来的宝贝炼丹师，不会就是你吧？”周晨神色平静如水，他负手上前一步，平静道：“不错，就是我。你有问题？”周晨平静的反应和坦然承认，反而让杨明微微一怔，随即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顿时哄堂大笑起来。哈哈哈哈！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他指着周晨，笑得前仰后合：“就你这乡下来的小子，也敢冒充炼丹大师？谁不知道炼丹一道需要经年累月的积累和感悟？你小子怕是毛都没长齐吧？怕是连丹炉都没摸过几次吧？也敢大言不惭地代表摘星楼参加炼丹大会，真是好笑。”不等周晨再开口，方青瓷已一步踏前，俏脸寒霜道：“杨明，请你放尊重一点，这位是周晨周公子，如今是我摘星楼正式聘请的客卿炼丹师，将堂堂正正代表我摘星楼出战此次炼丹大会。客卿，就他！”杨明仿佛听到了更好笑的笑话，笑声更加猖狂：“方青瓷，你这小子灌了什么迷魂汤？这种货色也能当客卿？”天阳郡炼丹大会乃是郡内数年一度的盛事，各大丹药势力都会派出最强代表角逐，结果直接关系到未来数年各家在郡城乃至周边区域的声誉和利益分配，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正因如此，当众人看到方青瓷找来的代表竟然是周晨这样一个来自偏远小城毫无名气的年轻少年时，几乎是一边倒的完全不看好。这少年真是炼丹师？看着不像啊，太年轻了，怕是连药材都认不全吧？从天风城那种地方来的？啧，那种穷乡僻壤能出什么像样的炼丹师？我看这一次炼丹大会，摘星楼怕是真要颜面扫地了。听着周围议论，杨明更加得意，大声炫耀道：“方青瓷，我看你们摘星楼真是越来越不行了。也罢，这次炼丹大会正好让你彻底死心。不妨告诉你，为了这次大会，我杨氏商行可是花重金请来了丹王吕顺天的亲传弟子程喜、程大师。”此话一出，周围原本还在看热闹的人群顿时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丹王吕顺天名满天下，在大前家喻户晓，乃是丹道界的泰山北斗，地位尊崇无比。他的亲传弟子自然非同小可。什么？丹王吕顺天的弟子？程喜大师我听说过，年纪轻轻便已尽得丹王真传，据说炼丹术以真化境，在年轻一辈中堪称翘楚。摘星楼这次怕是真的要栽了，找个这么年轻的乡下小子，怎么跟程大师比？这还用比吗？根本就是云泥之别。程大师可是丹王亲传，那小子算什么？周晨听微微一愣，眼中闪过一丝极其古怪的神色。他自然知道
这位名满天下的丹王。更巧的是，两人之间也算有点关系。当初在玉女宫，吕玉清就曾亲口说过，丹王吕顺天正是他爹。他能觉醒丹道神通丹心玲珑，也是靠着吕玉清了继承他爹的丹灵血脉。严格来说，自己不仅欺负了人家的宝贝女儿，还继承了人家女儿的部分丹道本源。这什么丹王弟子，按照辈分，在自己面前都得叫一声哥。一旁的方青瓷此刻却是秀眉紧蹙，脸色凝重。他并非不信任周晨的能力，但丹王吕顺天的名头实在太响亮了，他的亲传弟子代表的几乎是年轻一代丹道的最高水准。丹王的亲传弟子，他心中暗叹一声，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一次的炼丹大会，怕是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得多。杨明见两人沉默，更加得意洋洋。方青瓷，怎么样？现在知道怕了吧？你们摘星楼要是现在就直接投降认输，退出此次炼丹大会，我杨氏商行倒是可以考虑在之后的利益分配上，给你们留一点残羹剩饭，免得你们输得太难看。哈哈哈！方青瓷气得俏脸发白，正准备厉声呵斥，周晨却轻轻抬手拦住了他。让我来。他上前一步，看向杨明身上，暗中悄然运转了神通丹心玲珑。刹那间，杨明周身气血流转，经脉状况，甚至体内残留的丹药之力，种种细微迹象在他眼中无所遁形，如掌上观文。周晨双手负后，神色平静地看着杨明。杨公子，与其操心摘星楼的事，不如先考虑一下你自己的问题。杨明一愣，随即嗤笑一声：我的问题？我能有什么问题？你小子少在这里故弄玄虚。周晨戏谑一笑，静静看着对方道：你问题很大，你严重肾亏。你今晨刚服下一枚虎狼壮阳丹，强行提振精神，可惜药力浮于表面，内里早已虚空。你肾水枯竭，精元亏损严重，已是外强中干之象。他顿了顿，玩味一笑。而且你3天前应该刚用过烈性春药金枪不倒散，想重振雄风，可惜力不从心，行房时持续时间不足10息吧。事后还出现了头晕耳鸣、腰膝酸软之症，至今未愈。哦，还有，周晨目光扫过杨明某处，轻轻摇头。你左肾有一处暗伤，因是年少时纵欲过度所致，每逢阴雨天便会隐隐作痛，伴有已经早泄之症。周晨双手负后，微微一笑。这些我说的可对？杨明脸色骤然僵硬，如同被一道惊雷劈中。这小子怎么会知道得如此清楚？连他今晨服用虎狼丹，3天前使用金枪不倒散，甚至年少时纵欲过度留下的暗伤和具体症状，全都说得一丝不差，仿佛亲眼所见，甚至亲身经历一般。这简直匪夷所思。你胡说八道，根本没有的事。你给我住嘴！杨明气急败坏地嘶吼起来。再加上此刻人这么多，众人怪异地看着他，更让杨明勃然大怒，脸都丢尽了。他这番色厉内荏的辩驳，在周围人群看来，却更像是被戳中痛处后的恼羞成怒。众人见杨明如此激烈的反应，顿时一片哗然。什么？杨公子竟然肾亏到要吃虎狼丹？失息！我的天，这还不如金枪不倒散，那可是虎狼之药啊！用了那个，怪不得。原来堂堂杨氏商行的少主，竟是个银样蜡枪头。看他那脸色，确实有些虚浮，原来是真的。怪不得整天一副纵欲过度的样子。杨明听着周围幸灾乐祸的议论，只觉得头脑嗡嗡作响，气血疯狂上冲，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住口！都给我住口！你们知道什么？他在胡说，全是胡说八道。杨明勃然大怒，脸色涨得通红。被一个来自乡下的穷小子当众揭穿自己最隐秘的病症，让他感觉颜面尽失，羞愤难当。小杂种，你找死！杨明气得几乎失去理智，一股凌厉的杀气瞬间锁定了周晨。周围人群发出一阵惊呼，没想到杨明竟然敢在城门口公然动手杀人。周晨却依旧负手而立，冷笑道：怎么，恼羞成怒了？你若觉得我说的不对，我还可以说出更多，比如你每夜闭起3次，小便清长，比如你腰膝酸软，畏寒之冷，比如你……给我闭嘴！杨明顿时勃然大怒，他五指成爪，就向周晨的喉咙抓去。这一下含怒出手，竟是毫不留情，打算直接将周晨毙于掌下。住手！就在这时，一道交翅声响起，一道火红色的倩影急速掠来。来人是一位身着红色劲装的绝美少女，身姿高挑，肌肤胜雪，眉眼如画，此刻却柳眉倒竖，美眸含煞，自带一股逼人的英气与骄纵。周晨眼前一亮，正是当初在天风城与他有过恩怨的那位郡守府大小姐秦般若。杨明正凝聚了全身功力的一爪，硬生生地僵在了半空，惊愕道：般若，你怎么来了？秦般若根本懒得看他那妇谄媚的嘴脸，凤眸含煞，毫不客气道：杨明，
给我住手！我不准你动他！什么？杨明彻底懵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谁不知道他一直在追求郡守府的这位大小姐秦波惹，平日里对她百般讨好，可现在他竟然为了一个来自乡下的穷小子当众呵斥自己。波惹，你为何要护着这个乡巴佬？这小子刚才当众污蔑我，羞辱我，我教训他天经地义。秦波惹美眸一瞪，语气更加冰冷。我说不许动就是不许动，需要向你解释吗？杨明脸色铁青，心中更是憋屈到了极点。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凭什么能让眼高于顶的秦波惹这样维护？他见今天这样子，有秦波惹在此阻拦，肯定是不能出手教训这周晨了，只能强压下满腔怒火，咬牙切齿地瞪了周晨一眼，从牙缝里挤出一句狠话：小子，算你走运，你不是要代表摘星楼参加炼丹大会吗？好，很好，到时候我要你好看。放完这句狠话，他再也无言停留，猛地一甩衣袖，在随从们尴尬的簇拥下灰溜溜地转身离去。待杨明走远，方清慈这才上前对秦波惹欣喜一笑：波惹，多谢你出手相助。秦波惹也是亲切回应，只是当他转向周晨时，却立即冷哼一声，俏脸上罩了一层寒霜。哼，周晨，你还真是有本事啊，真敢跑来郡城。周晨倒是显得十分从容，微微一笑：多谢秦小姐方才出手相助。少来这套。秦波惹美眸一瞪，想起在天风城被他又是摸臀又是占便宜的遭遇，俏脸不禁微微泛红，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别以为我刚刚帮了你就是对你有什么好感，既然你敢来我的地盘，当初在天风城的账咱们可要好好算一算，你看我到时候怎么收拾你。他这话说的咬牙切齿，配上那副绝美的容颜，非但没什么威慑力，反而显得有几分娇憨可爱。周晨哑然失笑，并未接话。这秦大小姐倒是恩怨分明，性子泼辣的有趣。方清慈道：好了，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波惹，我得先回去了。周公子，林姑娘，我们先回摘星楼安顿下来吧。秦波惹也哼了一声，算是默认。很快，在方清慈的引领下，周晨和林清轩跟着他向着城内的摘星楼赶去。没过多久，一行人便抵达了位于天阳郡城中心地带的摘星楼。门前车水马龙，进出之人络绎不绝，进出皆是气息不凡的舞者，比天风城的分部不知道高了几个档次。方清慈引着周晨和林清轩步入大厅，只见厅内灯火通明。此刻大厅中人数众多，皆是摘星楼的高层管事，而居中主位上端坐着一位身着紫袍、面容威严的中年男子。他看上去约有40-50岁，面容与方清慈有几分相似，双目开合间金光隐现，不怒自威，显然久居上位。方清慈见到此人，立即恭敬行礼：父亲。周晨心中了然，这位应该就是天阳郡城摘星楼的总楼主方晴天。方晴天微微颔首，语气平静：终于回来了。他上下打量着周晨，徐徐开口道：这位便是周晨周公子吧？小女已经将你的事情告知于我了。他语气看似客气，却有一种临高临下的傲然。听说青瓷很欣赏你的炼丹术，既然如此，我摘星楼愿意以市场双倍的价格聘请周公子担任客卿炼丹师。话到此处，他微微一顿，沉声道：不过此次炼丹大会的参赛资格你得让出来，你还年轻，需要多积累经验，不必急于一时。周晨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这方晴天表面看似客气，给出了优厚的待遇，实则根本是瞧不起他来自小地方，不相信他的实力，更不愿将这次炼丹大会资格压在他这个外人身上。所谓的双倍薪酬不过是委婉的拒绝，但炼丹大会对他至关重要，关系能否觉醒纯阳真火，他绝不可能放弃。方清慈见状顿时急了，连忙上前一步：父亲，周公子他……青瓷。方晴天直接打断了他，语气严重道：这次炼丹大会关乎我摘星楼未来数年在郡城的利益分配，绝非儿戏，人选我自有考量与安排，此事不必在意。方晴天说完，便端起手边的茶盏，轻轻抿了一口，姿态从容，仿佛只是随口安排了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大厅内一时寂静，几位高层管事都眼观鼻鼻关心，默不作声。方清慈脸色微变，欲言又止。林清轩柳眉紧紧，之前周晨给他说过，这炼丹大会对他很重要，他清楚周晨的脾气，绝对不会就此放弃。这个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周晨终于动了：方楼主，你为何会觉得？周晨微微一顿，负手负后走向方晴天，一字一句道：我周晨需要积累经验。此话一出，宛如平地惊雷。这一句话看似平静，却带着一种睥睨天下的傲气，仿佛在质问：你凭什么认为我不行？
所有的高层管事都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向那个语出惊人的青衣少年。就连一直眼观鼻鼻关心的几位老者也忍不住睁开了眼睛，目中金光闪烁。他怎么敢这么跟楼主说话？这话里的意思简直是狂到没边了，完全没把楼主的话放在眼里，甚至没把天下炼丹师固有的成长规律放在眼里。方晴天端坐在主位上，闻言也是微微一怔，随即脸上露出一抹似笑非笑的神情，道：年轻人有自信是好事，但自信过了头便是狂妄无知。你才多大年纪？方某虽非炼丹师，但也知道丹道一途，博大精深，最重积累，需经年累月辨识药性，掌控火候，经历无数次成功与失败，才能有所成就。此乃天下共识，亘古不变之理。他好似一种长辈教训晚辈一般，继续说道：没有足够的经验积累，纵有几分天赋，也不过是空中楼阁，不堪一击。我让你多积累经验，是为你好，也是为我摘星楼负责。周晨淡淡一笑，平静道：方楼主，你错了。一般人需要数十年寒暑不辍才能熟识药性，一般人需要千百次反复尝试才能掌控火候，一般人需要经历无数失败，或许才能侥幸成功一次。他每说一句，大厅内众人的脸色就变换一分。最后，周晨微微抬头，眼神中的自信几乎要溢出来，语气平淡却石破天惊。但别人是别人，我是我。短短4个字，没有慷慨激昂的辩解，只有绝对的自信，仿佛世间常理在他面前皆可打破。众人闻言大惊失色，这周晨未免太过狂妄。方晴天眼中闪过一丝不悦，却反而笑了。好，年轻人有魄力，既然你这般自信，我便给你这个机会。去吧，请陈大师、韩大师、古大师过来一趟。那管事立刻领命而去。没过多久，3位身着丹师袍服的老者便龙行虎步地走入大厅。这3位老者须发皆白，但面色红润，一看就是经营丹道多年的高手。为首那位陈大师冷哼一声道：年轻人，听说就是你要代替我们参加炼丹大会。呵呵，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天阳郡年轻一辈中，炼丹术能胜过我等3人的不是没有，但那也是有名有姓、师承名门的翘楚。另一位古大师也迅速接话，冷哼道：哼，至于从天风城这种穷乡僻壤来的就算了，那种灵气稀薄、传承断绝的小地方，能出什么像样的炼丹师？怕是连完整的丹方都没见过几张吧。最后那位古大师更是嗤笑一声，摇了摇头：方楼主与此等无知小辈有什么好说的？简直浪费我等时间，还是直接打发走了清净。3位大师，你一言我一语，根本没人将周晨放在眼里。他们久负盛名，早已习惯了他人的敬仰，如今突然蹦出一个毛头小子想要挑战他们的地位，自然引得他们大为生气。方晴天看向周晨道：既然你要证明自己，那便现场炼丹，就以3品丹药避凝丹为题，1炷香时间，谁能在最短时间内炼制出品质最高的避凝丹，谁便胜出。周晨平静颔首。可很快众人便移步到摘星楼内的高级炼丹室，此地丹炉品质上乘，各类辅助工具一应俱全。3位大师瞥了一眼周晨，脸上讥讽之色更浓。陈大师捋着胡须嗤笑道：小子，看你待会儿如何收场，恐怕你连3品丹药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吧。韩大师和古大师也是冷笑连连，不再多看周晨一眼，各自选定丹炉，迅速进入状态。只见他们手法娴熟老练，先是仔细检查丹炉火温，然后一丝不苟地处理药材。炼丹手法严谨而精准，丹火在他们精准的操控下忽强忽弱，丹炉内很快便传来药液翻滚的声响和阵阵丹香。不过半个时辰，3位大师几乎是先后成丹，炉盖掀开，每人手中都有1-2颗避凝丹，丹身碧绿，光泽流转，品质极佳。其中以陈大师炼制的品质最好，已然接近上乘品质。恭喜陈兄，丹术又精进了。韩、古2人虽略有不及，但也对自己炼出的高品质避凝丹颇为满意。3人相视一笑，姿态从容，对结果十分自信。但他们看向周晨时，却不由得一愣。只见周晨竟然还站在原地，负手而立，根本没有动手的意思。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他居然还没开始。方清慈和林清轩在一旁看得心急如焚。方清慈忍不住催促道：周晨，你怎么还不动手？他们都快练完了。林清轩也是俏脸发白：小陈，没多少时间了，你赶紧开始啊。3位大师见状更是冷笑连连。陈大师捋着胡须讥笑道：哼，小子，看来3品丹药对你这种乡野村夫来说还是太难了，所以这是直接放弃了是吧？方晴天摇了摇头，轻叹一声：到此为止吧。之前见周晨言辞凿凿，
气势不凡。他还以为自己或许看走眼了，遇上了一个不世出的少年天才，这才给了他一个证明的机会。如今看来，不过是年轻人死要面子，硬撑场面的虚张声势罢了。一到动真格的时候，就原形毕露，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看来这3品丹药确实有些为难你了。方晴天正准备宣布结果，就在他话音未落的刹那，一直静立不动的周晨却忽然动了。他淡淡开口，掷地有声：“何须半个时辰？区3品丹，这点时间绰绰有余。”此言一出，满场皆惊，所有人都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疯了，这小子绝对是疯了！现在香都快烧完了，只剩下不到1/4的时间，他居然说绰绰有余，还口出狂言说区3品丹。这已经不是自信，而是彻头彻尾的失心疯。3位炼丹大师直接嘲笑起来，狂妄，简直不知天高地厚。现在剩下的时间连处理药材都不够，就算丹王亲临也未必能承担。方清慈和林清轩也彻底傻眼了，周晨这话实在太离谱了。周晨却不再多言，终于开始炼丹，没有预想中的小心翼翼称量药材，也没有反复检查丹炉火候。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周晨直接大手一挥，一股柔和的灵力卷起其中一份药材，看也不看，便将其尽数投入了丹炉之中。动作行云流水，甚至带着几分随意，仿佛不是在处理珍贵的3品灵材，而是在丢弃一堆无关紧要的杂草。他在干什么？药材不先行处理，也不分先后顺序，就这么全扔进去了。胡闹，简直是胡闹！这哪是炼丹，分明是糟蹋灵材，暴殄天物！陈大师第一个反应过来，气得浑身发抖，忍不住出声厉声呵斥：“方楼主，快阻止他！这些可都是上好的3品灵材啊，不能让他就这么毁了。”方晴天脸色也沉了下来，周晨这举动确实太过细和浪费了，根本不像是一个成熟的炼丹师该有的动作。但是下一刻，所有人的脸色都骤然僵硬。只见周晨神色平静，丹道神通，丹心玲珑，悄然运转，将炉内狂暴混乱的药性尽数洞察于心。他并指成剑，凌空对着丹炉猛然一划，炼虚成实，万药归宗。顷刻间，丹炉内原本狂暴混乱的药性瞬间温和，所有药材精华被一股无形之力精准分离融合。周晨食指翻飞，结出数道玄奥印诀，丹火化作9道游龙，衔药而舞，淬炼融合只在瞬息。什么？这控火药性完美相融，闻所未闻。丹香冲霄，霞光自炉中迸发。不可能，乡野小子怎会有宗师手段？3位炼丹师面如死灰，浑身剧颤，再说不出半个字。霎时间，全场死寂，唯余丹炉嗡鸣。全场死寂，众人看得目瞪口呆，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仿佛见了鬼一般。这周晨究竟是哪里冒出来的怪物？有如此宗师级的炼丹手法，为何天阳郡没有一点风声？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号逆天人物。众人无不骇然，这周晨的炼丹手法玄奥莫测，控火之精妙，操作之娴熟，简直堪比那些经营丹道数十年的宗师级人物，动作都浑然天成，充满道韵，完全没有丝毫迟滞。怪不得他敢浪费大半时间，直到最后时刻才动手。原来他真有如此逆天的本事，根本无需那漫长的准备过程。终于，周晨手法骤然一收，凌空对着丹炉一拍，嗡，炉盖冲天而起。刹那间，万丈霞光亮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浓郁丹香喷薄而出。光是吸上一口丹香，就让人感觉精神振奋，体内灵力都活跃了几分。3枚碧凝丹悬浮而出，通体晶莹剔透，碧绿流光，表面9道丹纹清晰可见，更有淡淡霞光缭绕，药香沁人心脾，不用药师检验，只要眼睛不瞎都能看出，品质明显远超3位大师炼制的任何一颗。周晨负手而立，看向主位上早已失去镇定的方晴天，淡淡问道：“方楼主，这碧凝丹可还满意？”方晴天目瞪口呆，死死地盯着那3颗完美无瑕的丹药，半晌说不出话来。这何止是满意，这简直是惊悚。他正准备开口，陈大师却突然瞪大双眼，死死盯着其中一颗丹药上的纹路，声音颤抖：“九转云纹，快看那道纹路，那是传说中丹药品级达到极致，无限接近4品丹药时才有可能诞生的9转云纹啊！古籍记载，只有丹道造诣真挚化境的宗师，在炼制3品顶级丹药时，才有几渺茫的概率引动天地药气，形成此纹。此纹一旦出现，意味着丹药品质已超脱凡品，堪称同阶丹中之王。他竟然炼出了带有9转云纹的碧凝丹。”众人闻言大惊，纷纷凝神细看那悬浮的碧凝丹。果然，那3枚丹药表面隐约有9道云状纹路缓缓流转，玄妙非凡，
仿佛蕴含某种天地之理。真的是九转云文，古籍中记载的丹王文。天哪，老夫有生之年竟能亲眼见到传说中的丹文现世，这已经不是记忆的问题了，这是得了丹道眷顾啊！3位炼丹大师面如死灰，浑身剧颤，最终跪倒在地。陈大师老泪纵横，声音嘶哑。周大师老朽有眼无珠，竟敢质疑大师丹道，还请大师收我为徒。韩、古二人也连连叩首，求周大师指点，求大师收留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懵了。3位在郡城德高望重的炼丹大师竟然当场下跪拜师求饶。林清轩见状，一直紧绷的心终于彻底松了下来。他就知道小陈从来不会让人失望。方清慈美眸中更是异彩连连，心中骇然不已。他本以为已经很高看周晨了，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他。这周晨，他简直就是为丹道而生的天生丹圣。方清慈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以此等天赋，假以时日，莫说天阳郡，便是整个大前王朝，也必将有他的一席之地，甚至超越丹王吕顺天。更让他惊讶的是，比起当初在天风城第一次看他炼丹，这一次周晨的炼丹术明显又精进了许多。他还在成长，自己这一次真是为摘星楼捡到了一个无法用价值衡量的绝世瑰宝。周晨目光平静地看向方晴天，淡淡问道：方楼主，现在你觉得我是否有资格代表摘星楼参加这次的炼丹大会？方晴天急忙躬身行礼，语气前所未有的恭敬。周公子这是说的哪里话？方某之前有眼不识泰山，多有怠慢，还望周公子万万海涵。以您这等丹道造诣，若是不能代表我摘星楼出战，那还有谁配？从今日起，您便是我摘星楼首席炼丹师，方某愿以市场10倍，不，20倍的价格聘请大师。周晨却摇了摇头，语气淡然：不必了，周某只参加炼丹大会，不会专门为摘星楼炼丹。方晴天眼中闪过一丝遗憾，但立刻又堆起笑容：明白，那就请大师担任我摘星楼特等客卿，无需专门炼丹，只在必要时出手指点1、2即可。方晴天是何等精明的人物，以周晨展现出的这等惊世骇俗的炼丹术，一旦在炼丹大会上扬名，莫说是天阳郡，就是整个青州乃至大前王朝，不知有多少顶尖势力会挥舞着巨额的资源，争先恐后的来拉拢他。只要周晨在炼丹大会上扬名，摘星楼的名声自然水涨船高，哪里还需要周晨亲自出手炼丹？能让他挂个名，成为摘星楼的客卿，就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方晴天欣喜一笑，道：客卿之职绝不受任何束缚，来去自由，只需要摘星楼遇到困难时，周公子出手即可。平日里，周公子可享受最高等级的供奉待遇，您看如何？周晨轻轻颔首，可……方晴天闻言大喜过望，连忙躬身道：太好了，方某这就命人设下宴席，为周大师接风洗尘。命令迅速传了下去，整个摘星楼因此而忙碌了起来。周晨这才看向那3位炼丹大师，淡淡道：起来吧，收徒之事不必再提，我暂无收徒之念，最多能指点你们1、2句。3位大师闻言激动得浑身颤抖，连连叩首：多谢大师，多谢大师，能得大师指点1、2已是天大的恩赐。他们心里清楚，能得到这样一位丹道宗师的指点，哪怕只是偶尔交流，也胜过他们苦修10年。就这样，摘星楼以最高规格礼遇接待周晨姐弟2人。他静心修炼，同时熟悉郡城环境，为接下来的大事做准备。3日时光转瞬即逝，这一日天刚蒙蒙亮，整个天阳郡城便已沸腾起来。天阳郡炼丹大会正式开幕，朝阳初升，霞光万道。方清慈当即带着周晨朝着郡城中央广场赶去。越是接近广场，人潮便越是汹涌。炼丹大会不仅是郡内各大丹药势力展示实力、争夺荣誉的舞台，更直接关系到未来数年珍稀药材份额、商业地盘等重要资源的分配，没有任何一家势力敢轻视。此刻，广场上早已准备好炼丹炉和各种药材。方清带着周晨穿过人群，来到属于摘星楼的位置。快看，那就是摘星楼找来的新炼丹师，也太年轻了吧，看着一点炼丹大师的气度都没有。听说叫周晨，是从一个叫天风城的边陲小城来的。天风城那地方灵气稀薄，能出什么像样的炼丹师？摘星楼这次真是糊涂了，竟然让这么个毛头小子出战。看来摘星楼今年是打算放弃争夺，随便派个人来走个过场了。摘星楼的众人，包括那3位之前被周晨折服的大师，听到这些议论并未生气，反而露出一丝古怪的笑意，甚至还带着几分期待。因为他们知道待会只需要周晨随便展示一下炼丹术，这些声音自然会换一副嘴脸。这一次炼丹大会由郡首府亲自主持，
高台主位上，郡守秦问天等一众天阳郡的重量级人物已然端坐其上，气势威严。秦波惹一身惹眼的红衣坐在其副下面，他一看到周晨出现，便冷哼一声，别过脸去，却又忍不住用眼角盯着打量周晨。周晨对他的反应只是淡淡一瞥，便收回了目光。他看向人山人海的广场，淡淡道：“人倒是不少。”方清慈点了点头：“这是自然。”天阳郡辖下全部城池的顶尖炼丹师几乎全都来了。他微微侧身，压低声音，手指不着痕迹地指向几个方向：“此次大会，你需特别注意几家。那边是天元城刘家的席位，刘家以一手千段凝丹法闻名，不容小觑。那边是万宝楼的代表，他们财力雄厚，请来的外援据说来自邻郡。”话未说完，人群便出现一阵骚动。程大师来了。话音刚落，杨氏商会的杨明赫然出现，带着一位青衣中年男子进入会场。那男子身旁青色单袍，面容冷峻，目含金光，正是大前丹王的亲传弟子程喜。不愧是丹王亲传，这气度果然不凡。看来此次炼丹大会的头名非程大师莫属了。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中，杨明得意洋洋，带着程喜来到周晨面前。哟，这不是方大小姐和周大师吗？杨明阴阳怪气地说道：“怎么，摘星楼就真的派你这么个乡巴佬出战？程大师，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周大师可是从天风城那种乡下地方来的天才呢，等下您可别被他的炼丹术笑死了。”程喜淡淡瞥了周晨一眼，摇头一笑：“天风城，那等乡下地方能出什么厉害的炼丹师？乡野村夫罢了，也配与本大师同台竞技。”周晨却恍若未闻，仿佛根本没听到两人的挑衅。杨明见状，脸色一沉：“小子，程大师跟你说话呢，你们太过分了。”方清瓷器的俏脸微寒，正准备开口斥责，周晨这才缓缓转头，目光扫过程喜，平静道：“丹王亲传。”他轻轻摇头，语气平淡：“别说你区一个丹王弟子，便是丹王亲至，见我也须敬低眉。”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周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的天，那小子刚才说什么？疯了，绝对是疯了！竟敢如此羞辱程大师，他玩了摘星楼也保不住他。等着看吧，程大师绝对会在炼丹大会上让他死得很难看。程喜勃然大怒，脸色瞬间铁青。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口小，竟敢侮辱我师尊！杨明也被周晨这话吓得一个哆嗦，随即便是狂喜，立刻跳出来说道：“周晨，你大胆，竟敢对丹王不敬！程大师，此子猖狂至此，绝不能轻饶。”程喜眼中杀机毕露，若非此刻是在炼丹大会现场，有众人在场，他恐怕已经忍不住要动手清理门户了。好，好，周晨，本大师记住你了，我等着你。本大师倒是要静静，你小子在炼丹台上能有几分本事？到时候我看你如何收场。说罢，程喜猛地一甩衣袖，在杨明惊慌失措的陪同下，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去。方清慈见状，俏脸微白，低声道：“周公子，你这般激怒他。”周晨却淡然一笑：“无妨，跳梁小丑罢了。”高台之上，郡守秦问天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他微微蹙眉：“摘星楼的炼丹师不是陈大师那几位吗？怎么这一次派了一个这么嚣张的年轻人？”一旁的秦般若闻言，顿时咬牙切齿，俏脸上满是愤懑：“爹，这周晨我认识，他就是从天风城那个穷乡僻壤来的。此人品行不端，狂妄自大，当初在天风城时就……”他话说到一半，突然顿住了。秦般若似乎想起了某些难以启齿的尴尬经历，脸颊微微泛红，硬生生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只是气鼓鼓地哼了一声。总之不是什么好人，不过他炼制丹药确实好像有点邪门歪道的本事。秦问天闻言心中了然，便不再多问，只是淡淡道：“既然如此，便看看他有什么能耐。”话音落下，广场忽然又传来一阵更大的骚动。天丹门的人来了。只见人群迅速分开，一行身着天丹门特有云纹丹袍的修士鱼贯而入，为首之人赫然是一位身着青色流云纱裙的绝美少女。那少女身姿专挑，肤光胜雪，容貌清丽绝伦，宛如空谷幽兰。待看清来人容貌后，周晨却眉头一皱：“苏青竹，她怎么来了？”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在天风城外准备强行将她带回天丹门的那个女人。当时要不是君清月及时出现，恐怕自己早已九死一生。苏青竹一出现，场上的反应更加热烈。快看，是天丹门的苏青竹苏仙子，她竟然亲自来了。废话，这次炼丹大会事关古丹秘境，天丹门作为青州丹道魁首，怎么可能不来分一杯羹？只是没想到会是这位亲至。
这就是那位号称小单吃的苏青竹，果然气质超凡。据说他单道天赋精彩绝艳，深得门内强者真传。苏青竹神情淡漠，只是平静地走向天丹门专属席位，但当他经过摘星楼时，脚步却猛地一顿。苏青竹美眸骤然一凝，落在周晨身上。是你？他脸色骤变，清冷的俏脸首次出现波动，眼中闪过一丝惊诧。怪不得在天风城找不到你，原来跑到郡城参加炼丹大会来了。苏青竹美眸大惊，紧紧盯着周晨。原来你在这里。他奉宗门密令，在天阳郡各大城池调查失传已久的宗门至宝九玄丹经的下落。几天前，终于在天风城这个少年身上发现了九玄丹经的线索。他正准备将周晨带走盘问，却不料突然杀出一位寒月剑仙君清月。他自知不是那位剑仙的对手，只能暂避锋芒。等第二日再去要人，却发现周晨早已消失不见。原来你躲到这里来了。苏青竹冷声道，美眸中寒光闪烁。摘星楼众人见状，脸色大变。方晴天急忙上前拱手道：苏仙子，这位是我摘星楼的首席炼丹师周晨，周公子，二位是不是有些误会？方青瓷也俏脸微白，苏仙子，周公子是我请来的客卿，若有得罪之处，我摘星楼愿意替他承担。杨明见状，先是一愣，随即差点笑出声来。好啊，这乡巴佬居然连天丹门都得罪了，真是自寻死路。周晨却神色镇定，并未害怕。他心中有底气，君清月在离开之前给了他一枚君家剑令，帮自己找了一个靠山。他的妹妹青云剑宗当代剑子君清雪，更何况之前君清月亲自喝退过苏青竹，即便此刻君清月不在现场，苏青竹也必然心存忌惮，不敢出手。再说了，现在可是天阳郡炼丹大会，苏青竹再大胆也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动手。周晨看向苏青竹，语气从容，微笑道：苏仙子，好久不见，怎么几日不见，仙子风采依旧，只是这脾气还是这般急躁。莫非仙子是打算在这天阳郡炼丹大会上直接动手拿人不成？苏青竹闻言，眉头紧紧一皱，他下意识地扫视一圈周围，似乎在寻找某个恐怖的身影。那位名震大前的寒月剑仙君清月是否就隐藏在附近？若是他执意要硬保着周晨，即便是天丹门也要掂量掂量。更何况他今日前来主要是为了参加炼丹大会，争夺古丹秘境的资格，不想得罪那位可怕的剑仙。此事关乎宗门至宝九玄丹经，干系重大，反正自己早已将天风城的遭遇上报宗门，自有宗门高层出面。想到这里，苏青竹冷哼一声，哼，牙尖嘴利。周晨，你也不必拿话挤兑我，今日是炼丹大会，我天丹门自然是来参会的，并非来与你逞口舌之快。不过你与我天丹门之事绝不会就此作罢，你好自为之。说罢，他猛地一甩衣袖，带着天丹门众人转身离去，回到天丹门的专属席位。一场风波暂时平息，这一幕再次让全场观众看得目瞪口呆。本以为会爆发一场惊天冲突，没想到竟然就这样被周晨三言两语化解了。这就完了？苏仙子竟然真的退让了？这周晨到底什么来头？连天丹门的苏青竹似乎都对他有些投鼠忌器，不知道，看样子两人似乎有恩怨，这次炼丹大会精彩了。方晴天和方青瓷这才松了口气，急忙问道：周公子，你怎么得罪了天丹门的人？他们可不好惹。周晨心中苦笑，这一切的源头确实都要怪自己那个神秘消失留下一堆烂摊子的义父。若非他留下的九玄丹经，他怎会惹上天丹门这等庞然大物？但此事关乎重大，他也不好多说。此事说来有些复杂，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方楼主、方小姐，你们不必过于担忧，此事因我而起，我自有应对之法，绝不会牵连摘星楼。方青瓷轻轻颔首，不再多问。既然周公子心中有数，那便好。之前周晨确实说过，就是因为逃避天丹门的追杀，才提前和他来郡城。他对周晨向来有信心，这个少年虽然来自边陲小城，却总能创造奇迹。既然他说能解决，那便相信他。方晴天见状，虽然心中仍有疑虑，但见周晨如此镇定，也不好再追问，只是说道：周公子若有需要，摘星楼定当全力相助。就在这时，郡守秦问天缓缓起身，目光威严，扫视全场。天阳郡炼丹大会现在开始。第一轮考核基础，所有参赛丹师统一炼制2品丹药凝火丹，限时1个时辰，只要在规定时间内成功成丹，无论品质如何，皆算通过此轮。这规则很简单，目的也明确，筛选掉那些连2品丹药都无法稳定炼制的滥竽充数者。周晨大概知道了炼丹大会的规则，只有最终脱颖而出，才有资格进入古丹秘境。果然，第一轮结束后，
场中丹师数量锐减，近乎一半的人垂头丧气的离场，场面顿时空旷了不少。接下来便是展现真正实力的环节。只见那承喜大师傲然一笑，率先开炉炼丹。他手法老道，控火精准，引得围观者阵阵喝彩。不到半个多时辰，丹香四溢，炉盖掀开，一枚圆润剔透的凝火丹炼制而出，品质赫然达到了顶级水准。不愧是程大师，这么快就能炼制顶级凝火丹，丹王亲传，名不虚传。喝彩声此起彼伏，杨明更是与有荣焉，十分得意，仿佛出风头的是他自己一般。另一边，苏青竹也从容出手，他的手法与承喜的沉稳老练不同，更加飘逸灵动。苏青竹手法行云流水，药材完美投入丹炉，控火精准无比。不过须臾便成丹一枚，品质同样达到顶级，引来阵阵惊叹。苏仙子果然名不虚传，天丹门的天才果然非同凡响。苏仙子不愧是小丹痴，这炼丹手法以真化境。苏青竹成丹后，美眸不由望向周晨方向，眼中带着几分好奇。九玄丹经极有可能在这小子身上，他肯定偷学了，应该有几下子吧。与此同时，天元城刘家、万宝楼等势力的代表也相继成丹，品质皆是不俗。周晨却是不慌不忙，直到香烧过半才缓缓动手。他不想太过惊人，只想顺利度过第一轮，反正二品丹药对于现在的他也不难。周晨最终没有使用丹道神通，只是以最普通的方式炼丹，动作平稳却毫无亮点。片刻之后，一枚普通的凝气丹悬浮而出，品质中等，勉强合格。杨明见状，哪里肯放过这个嘲讽的机会，立刻对着方青瓷阴阳怪气起来。方大小姐，看来你从天风城那个乡下地方捡回来的天才也不怎么样嘛，这炼出的丹药给我家程大师提鞋都不配，你们摘星楼今年怕是要垫底了。高台之上，郡守秦问天微微摇头，对身旁的女儿说道：般若，这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有点邪门歪道本事的周晨，我看也不过如此嘛，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二品炼丹师罢了。秦般若紧皱着眉头，一双美眸死死盯着场中那个一脸平静的家伙。他可是亲眼在天风城摘星楼见过周晨炼制时场景，那手法，那掌控力，绝非眼前这般平庸。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他低声嘟囔着，完全猜不透周晨的意图。听到杨明的嘲讽，方青瓷并未在意，甚至连眼神都懒得给他一个。而摘星楼区域的3位炼丹大师更是相视一笑，他们没有丝毫担心，反而流露出一种你们懂什么的意味深长。3天前，他们可是亲眼在摘星楼丹房里见证过周晨那近乎通神的炼丹手段，眼前这普通的表象不过是龙潜于渊，暂时收敛锋芒罢了，真正的精彩还在后面。很快，秦问天便朗声道：第一轮结束，通过者共108人，现在开始第二轮，千变万化。第二轮的规则也很简单，所有通过者需从提供的数百种3品丹药中随机抽取一种丹方进行炼制。药材大会已经提前备好，限时2个时辰。第二轮考核要困难得多，不见考核对陌生丹方的快速理解，还考验炼丹师对药材搭配的领悟以及临场应变的能力。这规则一出，不少炼丹师脸色都变得凝重起来。随机丹方这变数太大了，万一抽到极其冷门或者炼制难度极高的丹药，很可能阴沟里翻船。抽签开始，程喜抽到的是3品风行丹，这是一种能短暂提升身法的丹药，难度中等偏上。他自信一笑，这对他毫无压力。苏青竹抽到的则是3品清心涤魂丹，此丹能洗涤心神，辅助修炼，炼制过程对火候和精神掌控要求极高，属于3品中的高难度丹药。但他面色依旧清冷，看不出情绪，显然也有十足把握。其他如刘家、万宝楼等势力的代表抽到的丹方各有难易，有人欢喜，有人愁。轮到周晨抽签时，他伸手从签筒中取出一枚玉简，他眉头一皱，3品阴阳玄龙丹。此丹并非用于提升修为或疗伤，而是专门用于在突破大境界时平衡体内骤然暴涨的阴阳2气，防止走火入魔，甚至能助长一丝龙元气血，极为神妙。但也正因如此，其炼制过程非常复杂，对阴阳药性的平衡掌控要求达到了变态的程度。火候稍有偏差，便会阴阳失衡，轻则丹毁，重则炸炉。阴阳玄龙丹绝对属于3品丹药中金字塔尖的难度，甚至许多4品炼丹师都不敢轻易尝试。众人听到周晨报出丹方名字时，广场上先是一静，顿时响起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阴阳玄龙丹，我的天，他竟然抽到了这个！这可是号称3品丹里的鬼见愁，100个3品炼丹师里能成功炼出一枚的都凤毛麟角。这小子运气真是差到极点了，刚才炼个2品丹都勉勉强强，这下看他怎么收场。听说摘星楼的方青瓷力排众议，
非要坚持要从天风城那乡下地方找这么个毛头小子参赛，练个2品丹药都如此普通，还想练阴阳玄龙丹？哈，这下不只是方青瓷，整个摘星楼怕是要把肠子都悔青了，脸都要丢尽了。杨明更是直接捧腹大笑，毫不客气地指着周晨嘲讽道：哈哈哈哈，乡巴佬，傻眼了吧？听说过阴阳玄龙丹吗？看得懂那丹方上写的是什么吗？要不要本少爷发发善心，帮你求程大师，让他老人家抽空指点你一二啊？不过嘛，估计以你的蠢材资质，程大师就算说了你也听不懂。哈哈，程喜见状也是微微摇头，仿佛在看一个注定失败的可怜虫。就连一直清冷自持的苏青竹，在听到阴阳玄龙丹时，也是柳眉微皱，摇了摇头。阴阳失衡，龙渊难驯，此丹的炼制难度，即便是我天丹门内的一些资深长老，失败率也极高。本想看看他的炼丹水平，验证九玄丹经是否真在他手上，没想到他运气如此之差，抽到这等下签。看来他大概率是要止步于此了。即便他真的身怀九玄丹经的传承，以他目前的年纪和想要成功炼制此丹，恐怕也是难如登天。他心中对周晨的一丝好奇也随之淡去了不少。高台上，郡守秦问天也是微微愕然，随即失笑。阴阳玄龙丹，看来这小子的运气似乎不太好啊。般若，看来你这次可能真的看走眼了。在他看来，抽到此丹几乎等同于提前宣告淘汰秦般若，咬牙紧要，没有反驳父亲，只是紧紧盯着周晨，想从他脸上看出惊慌。但是他看到的却只是一脸风轻云淡。这家伙，难道一个荒谬的念头在他脑中闪过？所有人都在幸灾乐祸，唯独摘星楼众人对周晨充满信心，但手心也不由自主地为周晨捏了一把汗。毕竟这阴阳玄龙丹的炼制难度，他们再清楚不过了。即便是丹王亲临，也不敢保证一定能成功炼制。周晨环视一圈，将所有人的反应尽收眼底，他的内心平静无波。阴阳玄龙丹难度极高，他心中淡然一笑。自己拥有丹心玲珑神通，能洞悉万物药性本源，最不怕的就是这种需要极致掌控力的丹药。更何况九玄丹经中记载的各种无上精妙炼丹手法，正是为此类丹药量身定制。开始吧！当即周晨不再犹豫，丹道神通丹心玲珑悄然发动，眼底淡金色流光一闪而过。他衣袖轻拂，所有药材凌空飞起，精准落入丹炉。装模作样，杨明不屑嗤笑，以为动作花少就能炼成阴阳玄龙丹，真是可笑。程喜也冷眼旁观，准备看周晨如何出丑。就连苏青竹原本已经移开的目光，也被周晨那异常沉稳精准的选药动作吸引了回来，心中微微一动。选药倒是颇为老道，不过阴阳玄龙丹最难的是阴阳药性的平衡与融合，这只是开始罢了。他轻轻摇头，大概还是要失败。周晨对周遭的嘲讽充耳不闻，心中已有计较，就用这招吧。他心中沉思，双手结出一个印诀。这门炼丹手法正是九玄丹经中记载的无上炼丹手法太极炼形术。此术需以神念同时驾驭阴阳二火，以太极之势淬炼药性，对掌控力要求极高，一般炼丹师根本学不会。但周晨拥有丹心玲珑神通，能洞悉万物药性本源，驾驭此术易如反掌。开始了。周晨指尖轻点，一缕淡金色丹火跃入炉中，刹那间分化成阴阳两道火焰，精准无比的同时淬炼药材。更让人骇然的是，他双手结印，炉中药材精华被迅速提炼，化作一黑一白两道流光，迅速交织成太极符文。刹那间，整个广场落针可闻，所有嘲讽的声音瞬间消失。这是什么炼丹手法？以药化形，凝练道纹，这简直闻所未闻。他竟能将药材精华操控到如此如臂使指，演化天地治理的地步。这已经不是炼丹了，这简直是在演绎大道。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那两道在空中交织的流光。轰！整个天阳郡城中央广场陷入了绝对死寂。刹那间，整个广场落针可闻，所有人都被周晨这神乎其技的炼丹手法震撼得无以复加。程喜目瞪口呆，如遭雷击。举重若轻，化繁为简，这是直指丹道本源的手法呢。他大脑一片空白，仿佛看到了丹王精彩绝艳、睥睨同辈的影子，甚至犹有过之。苏青竹更是豁然起身，脸上的表情骤然凝固，美眸之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周晨，你刚才果然在藏拙，这手法太精妙了，对药性掌控堪称恐怖，已然超越了技巧的范畴，这绝非寻常传承。这般丹道造诣，恐怕宗门内那些资深的丹道长老也无人能及。高台上，秦问天收敛了所有随意，
面色变得凝重起来。他发现自己似乎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个来自天风城的少年根本不是什么普通角色。秦波惹更是激动地捂住了小嘴，美眸中异彩连连，俏脸因兴奋而泛起红晕。他看着下方那个再次让他大吃一惊的家伙，心中又是解气又是莫名的悸动。这个坏家伙果然藏着真本事。摘星楼区域，方晴天和3位炼丹大师等人激动得浑身颤抖，老脸涨得通红，差点老泪纵横。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我就知道，周公子乃神人也。宗师手段，这才是真正的宗师手段啊！看谁还敢说我摘星楼无人，看谁还敢嘲笑周公子。方清慈更是长长舒了一口气，他看着周晨意气风发背影，心中充满自豪，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而杨明脸上的狂笑早已将死，只有无尽的惊恐。怎么可能？他眼睛瞪得滚圆，眼球布满血丝，嘶吼道：他一个从天风城那种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钻出来的泥腿子，一个卑贱的低贱胚子，怎么可能掌握如此恐怖的炼丹术？他死死盯着周晨那年轻的过分的面容，怎么也无法将这张脸与眼前这神乎其技的炼丹手法联系起来。这周晨太年轻了，看起来根本不像炼丹大师的样子，按理说能成为一品炼丹师就不错了，怎么会？怎么会？就在他喃喃自语时，周晨手法在变，那太极符文骤然光芒大放，黑白二气完美交融，化作一道混沌色的流光，猛地注入丹炉之中。周晨手掌轻轻一拍炉身，声音清朗，丹成。刹那间，万道霞光自炉内喷薄而出，将周晨的身影映照得宛如丹道神人。一股馥郁丹香席卷全场，只是轻轻一闻便让人神魂清明，体内灵力自行运转，都顺畅了数分。3枚丹药缓缓升起，悬浮于丹炉之上。丹药龙眼大小，浑圆无瑕，一半深邃如永夜，一半皎洁如皓月。程喜猛地站起身，失声惊呼：是丹纹，竟然是传说中的阴阳丹纹！他竟能炼出完美品质的阴阳玄龙丹。众人当即望见，只见3枚丹药表面黑白二气完美交融，形成玄奥的太极图案，正是阴阳丹纹。摘星楼3位炼丹大师欣喜若狂，陈大师满脸激动，向周围解释道：阴阳丹纹，这是阴阳丹纹啊，这是丹药品质达到完美极致的象征，意味着阴阳二气完美平衡，药性融会贯通，毫无瑕疵。出现阴阳丹纹，证明丹药的功效比完美品质的阴阳玄龙丹还要强上数成，周公子真乃神人也。苏青竹美眸大惊，他死死盯着那阴阳道纹，心中骇浪滔天。凝炼丹纹，这手段已经超越门中大多数长老。他看着场中那个淡然而立，浑身散发着自信光芒的少年，心中的念头愈发清晰。我详细调查过他，这周晨武道天赋一般，最多也只是觉醒了3枚血脉，在炼丹上更是一窍不通，除了有个神秘失踪的炼丹师义父，背景清白的不能再清白。就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在短短10几天内脱胎换骨，一跃成为能炼制出蕴含道纹的丹药的宗师？他一定是偷学了我天丹门失传丹道至宝九玄丹经，否则根本不可能。杨明更是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混蛋，这小子竟然这么厉害！完美道纹，他一个乡巴佬，凭什么？他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摘星楼请来一个小地方的年轻炼丹师，竟然比他付出极高的代价请来丹王吕顺天的弟子还要厉害。这夏阳市商会的丹药生意要被摘星楼抢光了。方清慈见状，心中畅快无比，故意对着杨明大声道：杨明，看来你这重金请来的丹王亲传弟子，还不如我随着从一个乡下地方找来的炼丹师呢。杨明听到这句话，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却一个字也无法反驳。众人闻言顿时哗然，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怪不得方大小姐力排众议，非要让这位周晨公子代表摘星楼。这哪是什么乡下小子，这分明是潜藏的丹道真龙啊！摘星楼这次真是捡到宝了，这周晨当之无愧的丹道天才。高台之上，就连一直冷静观战的郡守秦问天也忍不住大吃一惊，豁然起身道：阴阳道纹竟是完美品质中的极致呈现，此子究竟是什么来历？年纪轻轻有这般惊人的丹道造诣，看来般若之前所言非虚，倒是本官看走眼了。旁的秦般若更是惊讶地捂住了小嘴，美眸瞪得圆圆的，看着下方那个光芒万丈的身影，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色狼的炼丹术，比起在天风城摘星楼时，竟然又进步了这么多。这才过去几天，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很快，第2轮比试结束，原本108名参赛者，此刻仅剩36人通过，淘汰率惊人。高台之上，郡守秦问天大声宣布：第3轮，也是最后一轮比试，现在开始。此轮不考炼丹，但难度更甚前2轮。规则如下：
我将出示成品丹药，这里面有上古失传丹方所炼，诸位需凭丹道造诣，分辨其中药材成分。每辨认出一味药材，得1分；辨认错误，扣1分。最终以积分排序，只有前20名才能获得进入古丹秘境的资格。周晨心中一凛，古丹秘境，最关键的终于来了。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不考炼丹，却考辨丹食药，而且还是上古失传丹方所炼的丹药。炼丹师或许能炼制出高品质丹药，但要从一枚成品丹药中反推出所有药材成分，这需要对天下药材的特性、药力融合变化有着堪称恐怖的洞察力。这难度简直超乎想象。辨认上古丹药的成分，这难度也太大了。很多上古药材如今已然绝迹，连典籍都未必有记载啊！这一下可真是要个凭本事了。其他人面露难色，包括程喜和苏青竹这等人物，眉头也紧紧蹙起，神色无比凝重。上古丹药的药力结构迥异于当代，许多药材特性早已失传或变异，想要准确辨析，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但周晨却心中暗自一笑，炼制高品阶丹药或许还需要修为支撑，但辨识药性，不好意思，这是我的拿手好戏。他拥有丹道神通、丹心玲珑神通，能洞悉万物药性本源。别说上古丹药，就算是仙丹残片放在面前，他也有信心将其成分剖析个七七八八。这考核对他来说比前2轮还要轻松。考核很快开始，剩余的32名炼丹师依次上前，开始仔细观察送上来的丹药。果然，过程极其艰难，大多数炼丹师憋得脸色通红，最终也只能勉强推断出寥寥数种气息最明显的药材，还犹豫不定，得分惨淡。轮到程喜，他屏息凝神，丹王亲传的底蕴尽数展现，神识感知了足足半炷香的时间，才缓缓报出答案。此丹似有赤炎草、地心莲之气，但第3味药性炽烈中带着一丝阴寒，实在难以分辨。最终他辨认出了16味药材，其中2位判断略有偏差被扣分，但已遥遥领先于之前众人，暂时位列第1。他微微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一丝傲然。苏青竹紧随其后，天丹门的秘法运转，周身泛起淡淡清辉，感知的比程喜更为细致，最终辨认出了15味药材，以微弱的劣势低于程喜，暂列第2。他眉宇凝重，显然对这结果并不完全满意。其余参赛者更是抓耳挠腮，最多只能勉强猜出几分药材。最终程喜已辨认出8味药材，位列第1，苏青竹以7味位列第2，这个成绩已然让众人惊叹不已。轮到周晨上场时，杨明忍不住嗤笑道：哼，第2轮再惊艳又怎样？第3轮的排名才是关键。能炼出顶级丹药，不代表能识别药材成分，这需要大量的积累才行。他才多大，能认出2、3味药材就不错了。此言一出，不少人都下意识的点头，觉得颇有道理。炼丹手法或许可以靠天赋奇遇速成，但这种需要漫长时间积累的药材认知和药性分析能力，确实很难作假。周晨实在太年轻了，年轻的让人无法相信他拥有那般深厚的底蕴。程喜也难得的傲然一笑，轻哼一声，仿佛找回了些许自信。哼，便要知道，无他，为手熟耳。没有数十年的苦功沉静，终是镜花水月。他绝不相信周晨在这方面也能超越他。苏青竹凝视着场中的周晨，心中暗自想到，即便他侥幸得了9玄丹经，但便要知道重在日积月累的实践体悟。许多药材的特性、药力交融时的微妙变化，并不是单单靠着丹道秘籍就能掌握的。他太过年轻，接触丹道的时间满打满算恐怕都不到1个月，又能见识过多少药材？底蕴的积累是做不得假的。他虽然震惊于周晨之前的表现，但在此刻，理智告诉他，周晨的短板将会暴露无遗。摘星楼区域，方晴天和3位大师相视一眼，脸上都浮现担忧之色。便要识才，最重经验积累。周公子炼丹手法虽神乎其技，但这一关，陈大师轻叹一声，没有再说下去。方清慈紧握玉手，看向场上那个青衣少年，低声呢喃：他能做到吗？高台之上，郡守秦问天身体微微前倾，喃喃道：这少年已然给了本官太多惊喜。这第3轮讲究底蕴积累，他是否还能像前2轮一样继续创造奇迹呢？连他都觉得这一关对周晨来说或许是最大的考验。秦波惹更是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周晨，在众人各异的注视下，周晨从容不迫上前。周晨行至台前，目光落于评审长老手中那枚色泽沉暗的上古丹药上。杨明见状，当即嗤笑出声：装模作样，故弄玄虚，我就不信你这泥腿子真能闻出什么花样来。能蒙对1味药材的名字，都算你祖坟冒青烟了。周遭传来几声附和的低笑，周晨却恍若未闻，眼底深处淡金流光闪烁，神通丹心玲珑瞬间施展开来。一瞬间，
那上古丹药在他感知中瞬间清晰起来。他并没有直接报出药材，而是抬头慢慢说道：“此丹名为九转还魂丹残品，并非用于提升修为，而是上古武修者肉身濒死时吊命续魂、护持元神不昧之物。”此言一出，满场皆是一愣。这一轮考的乃是辨识药材成分，他怎么直接说出丹药名称与功用来了？杨明立刻像是抓住了天大的把柄，放声嘲弄：“哈哈，周晨，识别不出药材就开始胡编乱造，妄猜丹名了，真是可笑至极！”评审长老，此子分明是……话音刚落，评审席上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便出声打断：“住口！”只见那几位评审长老齐齐色变，猛地站起身，手中一份残破的古籍玉简落在岸上。为首的老长老死死盯着周晨，大惊道：“你怎么知道？这丹名与功效与这古籍残卷中记载的九转还魂丹完全一样。”轰！人群顿时一片哗然。猜对了，竟然真的猜对了名字和用途。杨明脸色瞬间铁青如铁，仍强撑着梗起脖子，喝道：“侥幸猜对个名字罢了，走了天大的狗屎运！有本事你把里面的药材都说出来啊！我看你连辅药都认不全。”周晨衣袂飘飘，自负一笑：“笑话，天底下还有我周晨不认识的药材。”他一步踏出，凝视那枚上古丹药，徐徐说道：“主要5味，200年份的幽冥还魂草，取其出生第1对叶；九泉地心乳3滴，子时鱼及阴灵泉眼汲取。”他没有丝毫停顿，流畅说道：“服药12味，200年紫金参须根7钱，300年的月华露萃取花蕊粉末，星辰砂3粒。顷刻间，一种种近乎绝技的奇珍异宝，连同其苛刻到变态的采摘条件，被周晨流畅的全部说了出来。广场上落针可闻，唯有周晨清朗的声音回荡。周晨负手而立，眸光扫过全场：“还需要我继续细说吗？”众人屏息。偌大的广场落针可闻，唯有周晨清朗平稳的声音。各种古老药材名称，甚至苛刻500的处理细节，从他口中流畅道出，竟是如此自然。看他说的如此头头是道，细节详尽至此，众人有些懵了。他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苏青竹娇躯微震，美眸中异彩连连，死死盯住场中那道青山身影。这小子好像说的不像是假的。他听得很清楚，周晨说的每一种药材，包括特性、处理方式，绝对不是乱编的，都与天丹门一些古籍中载隐隐对应，甚至更加详细。有些名称连他都没有听说过，但描述的药性逻辑却严丝合缝，自成一体。一时间，连苏青竹也有些拿捏不准。这周晨简直妖孽！就算真的偷学了九玄丹经，但他这么年轻，应该也无法做到轻松识别上古药材吧？就在全场惊诧之际，周晨却微微摇头，带有一丝惋惜道：“可惜了，炼丹者囿于古法，未得真髓。火候转换间有3次凝滞，致使地心乳与养魂木药性未能完美交融，留下一丝阴浊之气。”他语气平淡，仿佛在点评一件寻常物事。药材皆是难得一见的极品，若由我来炼制，成丹品质当不止于此。全场死寂。这可是上古丹药，是足以让在场所有炼丹师仰望膜拜的古老遗存。他竟敢如此轻描淡写地点评其炼丹者的不足。周晨话音落下，广场上却陷入诡异的寂静。许多炼丹师面面相觑，脸上写满怀疑。幽冥还魂草，九泉的心乳，这些名字闻所未闻，该不会是胡编乱造的吧？说得如此玄乎。杨明硬着头皮强自冷笑，装神弄鬼，这些药材名字听着就不靠谱，说不定都是你瞎编的。你才多大年纪，怎么可能认识上古药材？话音刚落，评审席上那位须发皆白的老长老猛地站起身，双手颤抖地捧着一卷古籍。全对，周晨所言分毫不差。这卷上古丹录残本中记载的九转还魂丹配方，与周晨所说完全一致，连地心乳须子时汲取，这些细节都一模一样。评审长老话音落下，全场先是一寂，随即爆发出震天哗然。全对，竟是真的，连上古丹方细节都能说中。杨明面如死灰，踉跄后退一步，险些跌坐在地。完了，全完了！从今日起，周晨之名将响彻天阳郡。杨氏商行苦心经营的丹药市场，怕是都要被摘星楼尽数夺去。与杨明的如丧考妣截然相反，摘星楼区域瞬间爆发出狂喜的欢呼。太好了，周公子真乃神人也！方晴天激动的老脸通红，用力拍着大腿。陈大师、韩大师、古大师更是热泪盈眶，激动的语无伦次。我就知道周公子非同凡响。方清慈美眸异彩连连，紧紧望着场中那道创造奇迹的身影，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何等正确。
苏青竹娇躯猛地一颤，如遭雷击，僵在原地。他怎么可能会厉害到这种程度？补全古籍，只证上古丹师不足，这绝非寻常传承所能达到的高度。九玄丹经，一定是九玄丹经在他身上，甚至极有可能在他小的时候便已偷学领悟，否则绝对不可能有如此深厚的丹道积累。他眼神瞬间变得无比锐利和坚定，心中已然做出决定。他美眸微眯，闪过一丝决然。此事关乎宗门传承，必须立刻秘密联系宗门，待炼丹大会结束，立刻请宗门派遣长老前来，将周晨和九玄丹经的事情调查清楚。高台之上，郡守秦问天也是满面惊容，他看向身旁的女儿，急忙问道：般若，你与这周晨关系如何？此前在天风城可还有交集？秦般若还在震惊中，闻言下意识地哼了一声，俏脸泛起不自然的红晕。谁和那个登徒子关系好了？我跟他一点也不好。父亲你不知道，他当初在天风城就……他话到嘴边，又想起当时的尴尬经历，硬生生憋了回去，只是气鼓鼓地跺了跺脚。秦问天何等人物，一看女儿这番情态，心中便猜到了7、8分，只怕不是不好那么简单。但他此刻顾不得细问，沉声道：般若，你不要任性，此子之能已远超想象，他丹道天赋恐怕未来极有可能超越如今的丹王吕顺天，成为我大前星的丹道魁首。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与他交好，哪怕之前有些许误会，也要尽力化解。此等人物若能与我郡首府交好，意义重大，明白吗？秦般若听着父亲如此高的评价，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自己还想着怎么找机会报复回来呢。父亲竟然让他去讨好那个坏家伙，这怎么可能？可是看着场下那个光芒万丈、引得全场瞩目的青山少年，他又忍不住多看几眼。毫无意外，当最终积分统计完毕，周晨的名字高悬榜首，以碾压般的绝对优势，成为了本届天阳郡炼丹大会当之无愧的第1名。周晨心中一片平静，并无太多波澜。3轮考核全胜，夺得头名，他不在乎，只要能进入古丹秘境即可。现在我已经有资格进入古丹秘境，只要找到并炼化那缕天火之种，我便能借此诞生出一丝本源纯阳真火。届时不仅炼丹术能借此跃升一个台阶，控火随心，炼制更高品阶的丹药，自身实力也必将随之大涨。纯阳真火焚尽万物，攻防一体，将是极大的助力。这天火之种，他志在必得。很快，炼丹大会落下帷幕。周晨毫无疑问地摘得桂冠，这个名字瞬间传遍了整个天阳郡城。方晴天激动得满脸红光，与3位大师紧紧相拥。他们知道，经此一役，凭借周晨这枚活招牌，摘星楼的名声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预见，不久之后，摘星楼的丹药生意必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火爆局面。高台之上，郡守秦问天缓缓起身，大声宣布：本届炼丹大会圆满结束，恭喜所有获得名次的丹师，尤其是摘星楼的周晨小友，力压群雄，勇夺魁首，实乃我天阳郡之幸。前20名优胜者准备进入古丹秘境。此话一出，全场所有人瞬间兴奋起来。古丹秘境终于要开启了，听说里面不仅有上古丹师遗留的传承，还藏着失传的珍贵丹方。唉，可惜我等无缘。不知这次谁能获得最大的机缘？古丹秘境，这一次炼丹大会对于炼丹师而言，最重要的奖励正是这古丹秘境的进入资格。传闻只要能进入这里面，哪怕只是随意得到一株外界早已绝迹的上古灵药，或是古老丹方，都足以让任何炼丹师脱胎换骨，前途一片光明。高台之上，郡守秦问天袖袍一挥，20道流光激射而出，悬浮于周晨等20人面前。此乃秘境通行令，持此令者才能进入。秘境即刻开启，限时3日。3日之后，无论你们身在秘境何处，都会被规则之力自动排斥送出。切记，秘境虽机缘无数，却也危险重重，好自为之。话音落下，秦问天取出一方玉印，他凌空一掷，玉印迎风而涨，绽放万丈霞光，在空中迅速出现一道巨大的光幕，光幕中云雾缭绕，隐约可见亭台楼阁，丹香四溢。乾坤敕令，秘境洞开。方青瓷对身旁的周晨低声道：周公子，这古丹秘境可不简单。据郡志记载，我天阳郡城在远古时代是一处上古丹道巨擘宗门的遗迹核心，到了现在，郡城地下便是古丹秘境，不过它早已被封锁，其他人根本进不去，只有拥有特定法宝才能进入古丹秘境。秦问天手中的玉印正是进入里面的钥匙，入口钥匙一直被大前王朝皇室掌控，交由每一任郡守保管，只有通过炼丹大会等特定方式才能获得进入权。周晨心中一惊，没想到这天阳郡城在上古时代竟然是上古丹道大宗的地址。方青瓷美眸闪烁，继续说道：
古丹秘境里面不仅可能有丹道大宗遗留的珍贵上古丹药、失传丹方，乃至外界早已绝迹的绝世灵药。最重要的是，还有让所有炼丹师都疯狂追逐的异火。古丹秘境中有不少异火，有的无比强大，有的还未诞生，在天火之中孕育。据说只要能找到天火之中，并将其炼化，便能诞生属于自己的本源异火。周晨闻言，心中顿时一阵凛然。上古丹药、失传丹方、绝世灵药、强大异火，这些固然珍贵，但对他而言却不那么重要。夺取天火之种才是关键。之前羲和女帝便说已经过，自己是纯阳道体，若能得到这天火之种，以其为引，便可彻底激发道体本源，孕育出一丝纯阳真火。此火非凡间之火，至纯至阳，焚尽邪祟，炼化万物，不仅能让他的炼丹术突破极限，更能成为他最强的攻击手段。秘境已开，持令者速入。早已按捺不住的程喜第一个响应，他大笑一声：“诸位，程某先行一步了。”话音未落，他一头撞入那巨大光幕之中，涟漪荡漾，瞬间消失不见。有人带头，其余获得资格的炼丹师也不再犹豫，纷纷催动手中令牌，争先恐后进入秘境。方小姐，我也去了。周晨也不再耽搁，对身旁的方清慈微一颔首，身影一晃，轻松进入那光幕之内。一刻，周晨双脚落地，已然置身于一片奇异的天地之中。眼前景象令他心中微震，这便是古丹秘境吗？他一眼望去，发现自己正身处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旺盛药园中。大地之上，植被茂盛的超乎想象，无数叫不出名字的奇花异草蓬勃生长，药林动辄数千年，甚至不乏1000年以上的绝世宝药。浓郁的生命气机与灵气混合在一起，几乎形成了淡淡的灵雾，呼吸一口都让人觉得修为隐隐增长。好一处上古药园，不愧是上古丹道大宗遗迹。周晨心中不由暗叹，但他对这些不感兴趣，只是简单看了一眼，便开始寻找天火之种去。忽然，周晨，没想到你还藏得挺深的。周晨转身一看，只见一株灵果树下，一位身着青色长裙的清丽女子静静而立，正是天丹门的苏青竹。周晨眉头微皱，语气淡然：“苏仙子跟踪我，难道是准备在此地拿下我？”苏青竹闻言，却是轻轻摇了摇头，青丝微扬。他看上去并没有敌意，反而语气平淡地道：“放心，我暂时不会对你动手。周晨，你老实告诉我，你这身通天丹道造诣，是不是偷学了我天丹门的九玄丹经？”周晨神色不变，淡然摇头：“没有。”他顿了顿，又补充一句：“我周晨不需要九玄丹经。”这是他的实话。有丹道神通，丹心玲珑在身，他根本不需要什么丹经，哪怕只是一本最低级的炼丹笔记，在他手中也能化腐朽为神奇。他嗤笑一声，俏脸上浮现一丝毫不掩饰的讥巧，他根本不相信。呵呵，不需要。他上下打量着周晨，眼神仿佛在看一个嘴硬到底的窃贼，心中暗笑。这周晨不过是来自边陲小城的侥幸之徒，若无今天传承加持，岂能拥有这般鬼神莫测的丹术？在我面前故作姿态，未免太过可笑。罢了。苏青竹摆了摆手，我现在不与你争论九玄丹经的事情，我看你对这古丹秘境应该不是很了解吧？周晨点了点头，我只知道这是一处上古丹道宗门的遗迹。苏青竹美眸中闪过一丝得意，没错，这里确实是上古丹霄宗的遗迹，但你可知道，这秘境中最珍贵的并非那些丹药灵药，而是一株上古仙药。周晨顿时一惊，上古仙药？苏青竹唇角微扬，带着一丝天丹门弟子特有的优越感，徐徐解释道：“所谓仙药，早已超脱了寻常灵药的范畴，他们历经万载岁月洗礼，吸纳天地精华，日月灵运，已然通灵成道，诞生出完整的灵智，甚至可化为人形，拥有莫测威能与无上智慧。本体的一缕药气，一片花瓣，都蕴含着恐怖的造化之力，远超任何成品丹药。”他看向秘境深处，继续说道：“这古丹秘境中便存在这样一株上古仙药。据说是上古时期一位公参造化的丹神亲手培育，尊称为药仙女。她早已化为人形，灵智之高远超常人，对丹道药性的理解更是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苏青竹眼中泛起光彩，只要通过她的考验，便能得到她的指点。据说但凡得到她指点的炼丹师，丹道造诣都会突飞猛进，这也是我和其他炼丹师进入这古丹秘境的主要目的。周晨闻言，眼中闪过恍然之色。药仙女，通灵化形的上古仙药，还能指点丹道，这倒是前所未闻的奇事。不过周晨却有另外的想法，这药仙女自上古便存于此地，那么她很有可能知道天火之种的确切位置。自己不需要她的什么丹道指点，但若能找到她，向她询问天火之种的下落，
便能节省大量精力。苏青竹见周晨眼神变换，似乎对药仙女之事很感兴趣，淡淡一笑，看你这样子，连药仙女可能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吧？能进入此地的炼丹师，基本都对古丹秘境有些了解，手中掌握着零星信息，唯有你像是凭空冒出来的，对这秘境一点也不了解。他顿了顿，侧头看向周晨，青丝随风轻扬。怎么样，周晨，可要与我同行？我知道药仙女在哪里，总好过你无头苍蝇般乱撞。周晨目光微闪，没有立刻表态。这苏青竹目前看来并没有少动手抢夺九玄丹经的意思，或许真顾季军清月，又或是另有图谋。但他也说的没错，自己对这秘境了解有限，有个人带路能省去许多麻烦，至少在炼丹大会结束前，他应该不会轻易动手。好，周晨点头，那便有劳苏仙子带路了。苏青竹似乎早料到他会同意，只是淡淡一笑，转身便在前引路。那就跟紧我，别乱碰路上的东西，这里的许多灵植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无害。说罢，他身形飘动，宛如一缕青烟，朝着前方掠去。周晨收敛心神，快速跟上。两人一前一后，在浩瀚无边的古老药园中疾行。周遭灵气浓郁的化不开，千年灵药几乎成了寻常之物，万年圣药也偶尔可见一斑，散发出诱人的光泽和异香。但无论是苏青竹还是周晨，都克制住了采摘的冲动，他们的目标明确，不愿在此刻过多停留，节外生枝。路上，苏青竹忽然放慢了脚步，他没有回头，清冷的声音却飘了过来。周晨，有件事我颇为好奇，你与那位寒月剑仙究竟是什么关系？周晨脚步微不可察地顿了一瞬，他为何会不远万里，特意为你而来，降临天风城那样的小地方？苏青竹微微侧过脸，眼角的余光扫向周晨，继续道：据我所知，你出身天风城，与他那样的绝世人物，本该是云泥之别，八竿子也打不着关系。而且你并非剑修，一身本事皆在丹道，即便他想找人炼丹，以他的本事，请动丹王吕顺天也不是问题。我实在想不通，你是怎么引起他的注意，甚至让他不惜得罪我天丹门，也要强行将你保下。周晨面色骤然一滞，这个问题终究是躲不过去。难道能实话实说，告诉他自己其实是那位清冷孤高的寒月剑仙精心挑选的炉鼎，他专程找来就是为了和自己双修？这话要是说出去，先不说苏青竹信不信，君清月怕是第一个就要提剑杀回来清理门户了。更何况这关乎一位剑仙的清誉和他的小命。必须让他知道，动我就等于得罪君清月，但又绝不能透露真实原因，得说的玄乎一点，让他自己去猜，越想越忌惮最好。周晨故作神秘，微微一笑。苏仙子是谁告诉你，我和寒月剑仙是那八竿子也打不着的陌生人？试问，换作是你，会不惜跨越万里，去救一个与你素昧平生，还得罪了大宗门的人吗？他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解释，随即淡笑前行，留下一个浮想联翩的背影。苏青竹微微一怔，柳眉不自觉地蹙起。难道这周晨真与寒月剑仙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渊源？远方亲戚，或是故人之后？他心中暗自揣测，看着周晨已然超前的背影，眼神闪烁不定。但很快，苏青竹便没再多想。罢了，这些都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等炼丹大会结束，自有宗门高层出面。他摇了摇头，加快脚步跟上。没过多久，前方豁然开朗，一片被七彩霞光笼罩的山谷出现在眼前，谷口出现一道如水波般荡漾流转的光幕。除此之外，一股精纯的生命气息从光幕后弥漫而出，吸上一口便令人心旷神怡。这里很明显是一处隐藏起来的洞天福地，而在那流光溢彩的光幕之外，一片较为开阔的平地上已然聚集数十人，正是比周晨两人先一步进入秘境的其他炼丹师们。天元城刘家的那位代表，万宝楼请来的外援，以及丹王亲传弟子程喜，全部都在这里。就在这时，光幕忽然一阵荡漾，下一刻，一个身影踉跄着从光幕中被赶出来。那是一位年纪稍长的炼丹师，此刻脸上充满沮丧，嘴里还喃喃着：太难了，根本无法理解。苏青竹看着那失魂落魄的炼丹师，对周晨解释道：周晨，这里便是药仙女的居所。他看向那流光溢彩的光幕，继续说道：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其中，向他请教丹道疑难，但前提是必须通过他设下的考验。刚才那人应该是在考验中失败了。苏青竹轻轻摇头，药仙女的考验并非比拼炼丹技艺的高低，而是直指丹道本源，玄奥无比，极难通过。据说100年来能成功者寥寥无几，只要通过，药仙女便会给予一份丹道传承。周晨了然，不过他对这丹道传承不感兴趣，只是想问问药仙女天火之重在哪里。就在这时，人群前方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一直沉默而立，神态倨傲的程喜眼中金光一闪，进入光幕之中，
身影瞬间被七彩霞光吞没。场间众人的目光立刻聚焦在光幕上，隐隐带着一丝好奇，也不知道程大师能不能通过。毕竟程喜是此次大会公认的顶尖高手，更是丹王亲传，他的表现能窥见这考验的难度。不过等待的时间远比众人预想的要短，时间一点点过去，气氛愈发紧张。仅仅过了约莫半炷香的时间，比之前那位失败者似乎也没长多少。那七彩光幕再次剧烈荡漾起来，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剧烈。下一刻，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程喜的身影竟踉跄着倒飞而出。他虽然不像前一人那般失魂落魄，但原本的傲然与自信已然消失不见。程喜站稳身形，望着那光幕发呆，最终化为一声饱含挫败感的冷哼：什么？程大师竟然也失败了？这怎么可能啊？连他都通不过，才一炷香时间而已啊！这考验究竟有多难？谷外顿时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惊呼，连丹王亲传弟子都铩羽而归，这要仙女的考验简直难如登天。在众人沮丧之际，周晨却一步踏出，青衫微拂，负手徐徐走向那如水波荡漾的光幕。哦，我来看看怎么个事。进入光幕的瞬间，周晨没有感到任何阻碍，就好像穿过了一层微凉的水帘。忽然，身后嘈杂声消失不见，只有绝对的宁静。这是哪里？周晨发现自己仿佛在一片星空上，脚下一片光滑如镜，倒映着点点星辉的奇异水面。这里不像是一个实体洞府，更像是一处纯粹由精神能量构筑的空间。要仙女就住在这里。忽然，前方飘动的光点突然汇聚起来，迅速凝聚成一道模糊的女子身影。这身影看不清具体面容，只能隐约辨别出她身形窈窕，穿着一袭自由星光凝聚而成的长裙。要仙女，周晨心中猜测，她应该就是要仙女留下的一缕考验意念。他正在思考的时候，那道身影忽然开口：后来者，欲得无知点拨，须正耳之丹心。为何丹道？这个声音空灵缥缈，很有亲和力。周晨愣住了。要仙女的考验没有想象中的复杂，不需要具体的灵药辨识，也没有精妙的控火考验，只有一个关于丹道本源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丹道？周晨心中微凛，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直指本心，并无标准答案，全凭个人感悟。他不敢怠慢，当即心念一动，悄然运转，丹心玲珑。刹那间，他的思维变得清晰透彻，关于丹道的种种感悟都在心中飞速流转。周晨沉吟了片刻，眼中闪过一丝明悟。终于，他抬头望向那光影女子，用平实的语气说道：丹道就像是煮一锅好粥。那星光身影似乎微微波动了一下，仿佛没料到是这个答案。煮粥，何以见得？周晨继续道：像在唠家常。是，火大了会焦糊，火小了加生，须得文武交替，恰到好处。水多米少则稀，水少米多则稠，须得比例得当。这就像炼丹控火，君臣佐使的配比，差一丝一毫，味道就全变了。光影中传来的声音似乎带上了一丝兴致。那你说何为好粥？周晨立刻回答：能让饿的人吃饱，让病的人暖身，让累的人恢复力气，就是好粥。丹也是如此，能解决实际问题，适合需要它的人，就是好丹，而不是一味追求品阶多高，光芒多亮。要仙女意念再问：若药材本身相冲，如水火难容，又该怎么办？周晨回答：那就找个和事佬，就像熬粥时，若米性太寒，加点姜片就能暖胃调和。炼丹时，寻一味能中和冲力、调和阴阳的药引便可。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总有解决之道，就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关键的点。周晨的话说完，这片星空陷入了寂静。良久，那空灵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那丝若有若无的赞赏变得清晰无比。善，不善空谈，贴近本源，见微知著，方得真意。后来者，你很好。光幕之外，众人正低声议论着，一直看着那纹丝不动的七彩光幕。你们说这周晨能成吗？进去有些时候了，难说。虽然他天赋惊人，但这考验太过诡异，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没错，这考验似乎不看炼丹手艺，更像是对心性的琢磨。别忘了，当年丹王吕顺天前辈年轻时闯入此地，也只是勉强过关，出来时精神消耗巨大，闭关了数月才恢复。这周晨再厉害，难道还能比当年的丹王更强不成？反正我是不信。提到丹王吕顺天，众人纷纷点头附和。大前丹王吕顺天的名声太过响亮，让他们难以相信一个边陲小城出来的少年能超越。苏青竹静静地待在一旁，面容冷淡，同样注视着光幕。在他心中早已有了论断。周晨在大会上的表现确实精彩绝艳，但他却认为只不过是因为周晨偷学了九玄丹经而已。他承认周晨有些许天赋，
但绝不相信他本身的丹道底蕴能超越自己这位天丹门悉心培养的小丹痴。这药仙女的考验考的不是炼丹技艺，而对丹道的根本理解，做不得假。你凭借窃取的传承或许能逞一时之能，但于此地必将原形毕露，想必很快你就会被送出来了。他心中笃定，甚至隐隐期待看到周晨失败而归时的那一幕。但是就在他这个念头刚刚升起的刹那，异变陡生，那一直平静荡漾的七彩光幕毫无征兆的骤然光芒大放，浩瀚霞光冲天而起，将整个小山谷映照的流光溢彩，美不胜收。同时一股远比之前更加浓郁的祥和道韵如同潮水般从光幕内弥漫而出，让在场所有人精神一振。这是一位白发老炼丹师猛地瞪大眼睛，霞光冲天，道韵弥散。古籍有载，这是有人完美通过了药仙女的考验，得到认可，即将面见本体的意象啊！刹那间全场哗然。什么？完美通过？是周晨，他竟然成功了！我的天，连丹王当年都只是勉强过关，他竟能引发如此异象。苏青竹娇躯猛地一颤，如遭雷击。完美通过怎么可能？他自幼被誉为天丹门百年不遇的天才，心高气傲，自认在丹道本心的感悟上绝不弱于人。即便在大会上输给周晨，他也始终将其归咎于九玄丹经。但是现在他所有的骄傲在这天地异象面前被撕得粉碎。他怔怔地看着那光华万丈的光幕，第一次对自己自信产生动摇。与此同时，光幕之内，周晨自然不知外界因他而起的惊天波澜。眼前的景象再次豁然开朗，星空镜面彻底消失不见，他已然置身于一片真正的洞天福地之中。但见其中瑶草奇花，云蒸霞蔚，灵气化叶，仙雾氤氲，宛若一方遗世独立的净土。而在仙雾缭绕的一泓灵泉之中，一株通体青碧如玉，莲瓣萦绕着大道符文的混沌青莲静静伫立。莲台之上，一位身着素雅青衣的女子正背对着他，她的纤纤玉手轻抚着一株含苞待放的奇异灵植。这位女子似乎听到了身后的动静，抚弄花苞的玉指微微一顿，然后缓缓转过身来。后来者，你来了。周晨终于见到了这位药仙女的真容。周晨目瞪口呆，眼前的女子已非漂亮可以形容，她容颜清丽至极，眉目如画，肌肤胜雪，更有一种不染尘埃的纯净气质。她静静地立于青莲之上，青衣素雅，却仿佛比日月更耀眼，让人心生敬畏。尤其是她的气息与脚下那株混沌青莲同源同息，纯净浩瀚，仿佛她即是莲，莲即是她。周晨心中瞬间明白，这位药仙子本体定应该就是一株青莲。他迅速收敛心神，恭谨地躬身行礼。晚辈周晨见过药仙子。药仙女，或者说这位由混沌青莲化形的女子微微颔首，露出如沐春风的微笑。你的答案很有趣，以炊烟见大道，于平凡中得真知。无数年来能如此阐释丹道者，你是第一个，前辈谬赞了。晚辈只是说了些粗浅的实在话。药仙女闻言，眸光中泛起一丝涟漪，轻声道：实在话，方见真性情，真悟性。你已通过考验，有资格得我一份机缘。依照惯例，我可以赠你一份上古丹道秘传，或是亲自为你解惑，指点你丹途前路。你需要什么？周晨却毫不犹豫地摇头，谢过药仙子厚爱，但晚辈不需要这些。哦，药仙女脸上第一次浮现出讶异之色。她见过太多渴望力量与知识的后来者，拒绝，这是从未有过之事。古往今来，能至此地者寥寥，能过此关者更是凤毛麟角。多年前，一位名为吕顺天的后生于此得我些许点拨，后变成了你口中的大钱丹王。这机缘，你可知道多么珍贵？周晨目光坚定，晚辈知道，谢过药仙子前辈厚爱，但我确实不需要。他抬起头，凝视那青莲之上的身影。晚辈只想向仙子请教一个问题，听说这古丹秘境之中藏有一枚天火之种，它对我非常重要，希望仙子能告诉我它在哪里。药仙女莲姿稍凝，这少年拒绝唾手可得的丹道巅峰传承，只为追寻天火之种，有意思。他忽然轻轻笑了，笑声空灵，仿佛莲叶上的露珠滚落清泉。也罢，既然你志不在此，我便将天火之种的下落告诉你。他轻松玉指微抬，指向一个方向。秘境极西有一处上古遗留的焚天战场遗迹，名为焚天谷，那里火煞肆虐，法则混乱，是一片绝地。而你要寻找的那缕天火之种便沉睡于焚天谷中。它已出生灵性，桀骜不驯，能否顺利找到收为己有，就要看你自身的手段了。周晨心中顿时一喜，焚天谷，极西之地，
终于有了确切的目标，觉醒纯阳道体，孕育纯阳真火，终于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他强压下激动的心情，深深一揖，多谢药仙子前辈指点之恩。得到信息后，周晨便准备告辞，立刻动身前往焚天谷。等一下，他脚步一顿，疑惑回头，药仙子前辈还有何事？药仙女眸光流转，青莲微微摇曳。古往今来，能通过我之考验者，虽寥寥无几，却也有之，但能以完美之姿通过，你是第一个。我的主人说过，若有后来者能完美通过我的考验，便可获得他留下的传承。周晨心中微微一惊，下意识地问道：药仙子前辈的主人，莫非是上古某位丹道大能？能点化混沌青莲，留下如此秘境的存在，其主人该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大能？药仙女闻言却是轻轻摇头，那双清澈的眼眸中仿佛倒映出万古青天。非是丹神。她的声音变得悠远肃穆，脸上浮现出一抹近乎崇敬的光辉。我的主人乃是统御东方天阙，执掌万物本源，于混沌中开辟生机，历万劫而不灭的太古至尊青帝。青帝。周晨如遭雷击，浑身巨震，猛地抬起头，眼中满是骇然。青帝，这可是传说中上古大帝，主万物生发，屹立于万界巅峰，一眼可定星辰生灭，一道可掩万物枯荣的远古巨擘。药仙女眸光闪烁，落在周晨身上。传承于你，并非无常。他日你若能登临足够境界，须为我主了却一桩未尽之事。此事牵扯甚大，非强者不可为。你如今知之无益，你可能应下这份因果。周晨心潮澎湃，能与青帝此等存在结缘，自然求之不得。他毫不犹豫，斩钉截铁道：晚辈今日若得青帝前辈传承，他日修为有成，必倾尽全力为前辈做事。善。药仙女微微颔首，她先指轻点，身下混沌青莲漾起道道涟漪，3道凝练青色流光骤然浮现，瞬间没入周晨的眉心轰。周晨只觉得脑海一震，3到5道意念如同烙印般，深深印在他的脑海深处。青木裂空斩，地阶下品；枯荣化生指，地阶中品；万古青天印，天阶下品。庞大的信息流涌入脑海，3部武学的精义在脑海中浮现。周晨先是狂喜，随即脸色微变。等一下，地阶下品，地阶中品，甚至还有天阶下品。周晨脸上的喜色微微一僵，转而露出一丝苦笑。这青帝武学的品阶未免也太高了，我特么想学也学不了啊。高兴是高兴，但这就像是一个3岁孩童突然得到了一柄千斤重锤，根本挥舞不动，反而可能伤到自己。武技并非品阶越高越好，更重要的是与自身境界匹配。以他目前的修为和武道境界，别说那天阶下品的万古青天印了，就算是修炼地阶下品的青木裂空斩，恐怕都极为勉强。药仙女似乎早已想到这一点，平静说道：你境界低微，此已经最低传承。最低传承。周晨嘴角抽搐了一下，地阶、天阶还只是最低的。在他认知不是，天阶武技几乎已是传说中的存在，是大前王朝皇室都未必拥有的镇国底蕴。难道天阶武技之上还有更恐怖的武技？只见药仙女纤手微抬，掌心之中青光汇聚，一枚通体翠绿，内部仿佛有液态生机流淌的奇异种子缓缓浮现。无妨，我有办法。它散发出一股精纯的生命气息，仿佛是一切草木的源头。此乃以木灵种，蕴含主人一丝本源生机道蕴，可以帮你修炼我主青帝武学。周晨心中一惊，这种子蕴含青帝的一丝本源生机。只见药仙女屈指一弹，那枚以木灵种便瞬间没入周晨的丹田之中，悠悠说道：你将其炼化，存于气海。此灵种可暂时承载青帝武学道蕴，大幅削弱修炼门槛，弥补你境界与感悟之不足，还能源源不断滋生一缕精纯以木灵气，助你温养经脉，提升修炼速度。有此物作为桥梁，你应可初步修习那2部地阶武学。周晨只觉丹田气海猛地一震，一股充满生机的力量瞬间扩散开来，如同久旱逢甘霖，迅速身躯融合。那以木灵种在他气海悬浮，如一颗青色星辰，不断散发出清凉的生命力气息，滋养着他的四肢百骸。就在这时，周晨的识海深处，那沉寂许久的阴阳玲珑塔微微震动，一道绝美身影悄然浮现，正是寄居于塔内的羲和女帝。她依旧是一袭朦胧的白纱长裙，却难以遮掩那惊心动魄的曼妙曲线，青丝如瀑，随意披散。眸光流转间，流露出一股颠倒众生的魅惑与尊贵气度。小家伙，你这运气真是不错，居然连青帝的以木灵种都能被你得到，这可是真正的好东西。周晨一愣，问道：羲和前辈，这以木灵种很特殊吗？羲和女帝仙只轻绕着一缕发丝，慵懒道：厉害，岂止是特殊，
此物蕴含青帝的一丝本源生机道运，是世间无数木系修士梦寐以求的至宝。它不仅能如那株青莲所言，助你承载武道真意，大幅降低木系武学修炼门槛。除此之外，它还能源源不断滋生乙木灵气，能自行滋养你的肉身经脉。而且此物蕴含生机大道，将来你若受重创，只要不是瞬间魂飞魄散，它都能吊住你一口气，为你争取到一线生机。此物乃是青帝道运所化，日后你若有机缘遇到与青帝相关的传承之地，说不定还能有大作用。周晨闻言顿时欣喜若狂，这么厉害！这乙木灵重的功效远比他想象的更为逆天，不仅能助他修炼青帝武学，更能源源不断滋养肉身经脉，这对他修炼需要海量气血打熬的九转星辰诀而言简直是天降甘霖，日后修炼肉身更加方便，而且还有吊住性命的奇效，相等于自己多了一张保命底牌。太好了，有这乙木灵种相助，即便暂时无法修炼那天阶武技万古青天印，但修炼其他的地阶武学应该没什么问题。周晨压下激动，对着药仙女深深一揖，多谢药仙子前辈厚赐，此恩晚辈铭记于心。药仙女的身影愈发淡薄，仿佛随时会消散于天地之间。她伸出手，从自己上摘下一片流淌着七彩霞光的细小莲叶，这片莲叶脱离本体后，缓缓飘落到周晨手中。此物是我身上的一片叶子，等时机到了，我会通过它与你联系。他微微停顿，声音轻柔，这并不是我主青帝的要求，算是我的一桩私心。自主人前往上界之后，无尽岁月，我便一直孤守于此秘境，等待传承之人。如今终于等到你完美通过考验，我也是时候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或者只是离开这里。但以我现在的状态，要彻底脱离古丹秘境的束缚并不简单，需要借助外力，我想请你帮我。当然不是现在，等你将来拥有足够能力，我会通过这枚叶子与你联系。周晨心中了然，原来是要仙女自己想要离开古丹秘境，需要他帮忙。他立刻将叶子收进储物袋中，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药仙子前辈放心，他日但有所需，尽管开口，周晨义不容辞。药仙女见周晨应下，眼中最后一丝顾虑消散，化作淡淡的释然。她与坐下青莲的身影愈发朦胧，声音也变得飘渺。好，此地灵气充裕，更蕴含一丝我主青帝遗留的道运，对你炼化灵种、修习武学大有裨益。你便在此地静心修炼，何时将所得传承初步掌握，此地自会将你送出。周晨张了张嘴，还想再问些什么，但药仙女的身影已然彻底消散。哎，不是，他原本还想着出去寻找天火之种，此刻却被留了下来，心中不免生出几分郁闷。行，也无所谓，反正已经知道了天火之种的位置，跑不了。既然药仙女说此地更适合修炼青帝武学，那便先在此提升实力。更何况我有阴阳塔，时间完全充裕，在此地修炼效率反而更高。想到这里，他不再犹豫。行，那便先在此地修炼，就从最低品阶的青木裂空斩开始。他当极盘膝坐下，沟通阴阳塔。下一刻，周晨身影便从这片洞天福地中消失，进入了阴阳塔中。塔内空间依旧空旷寂静，唯有西河女帝慵懒的身影若隐若现。周晨静心凝神，开始参悟青木裂空斩。此乃青帝所创地阶武学，能以自身灵力引动以木之力，凝聚成无坚不摧的青色锋刃，一斩之下可裂长空，威力极其霸道。在以木灵种的帮助下，周晨开始了疯狂的修炼。灵种悬浮于体内气海，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精纯的以木灵气，让周晨对青木裂空斩的理解飞速加深。塔中数日弹指而过，这一天他再次并指如刀，体内灵力与以木灵气以前所未有的顺畅方式奔涌汇聚，福至心灵。他眼中青芒爆闪，猛地向前一挥，随着他手臂的挥动，一道凝练无比的青色锋刃骤然撕裂塔内空间。赤青刃长约4尺，薄如蝉翼，寒光闪过，仿佛真的要将这片稳固的空间都展开一道口子，威势惊人。成了！周晨收势，一脸兴奋。经过塔中这几日不眠不休的苦修，加上以木灵种，他终于成功将这门青木裂空斩修炼至小成境界。他心念一动，散去气刃。周晨欣然一笑，心中迅速估算道：以我如今凝元境6重的修为，不使用其他力量，全力施展这小成境界的青木裂空斩，足以媲美一位真刚境3重武者。越阶挑战，而且是跨越一个大境界还多，这便是地阶武学的恐怖之处。周晨心中涌起万丈豪情，对这成果很是满意。如今手中底牌又多了一张，是时候离开这里去收取那天火之重了。周晨心念一动，便立即退出阴阳塔，重新出现在药仙女的洞天福地中。果然如药仙女所言，当他掌握青帝武学之后，此地便不再留他。只见周围景象一阵变幻，下一刻
他已被送出了那片核心之地，重新出现在光幕之外的空地上。此刻，光幕外的山谷空地冷清了许多，之前的众多人群早已散去大半，只剩下2-3个炼丹师还在准备参加药仙女的测验。周晨正准备离开，忽然听到不远处一位炼丹师对同伴叹道：“走吧，药仙女的考验太过变态，连程大师都失败了，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还不如去焚天谷碰碰运气呢。”另一人点头附和，带着一丝兴奋：“没错，药仙女是指望不了，不如去焚天谷碰碰运气。听说那边出现了无主异火，若是能降服一缕，对咱们炼丹师来说可是天大的好处。”“没错，而且我还听说万宝楼的人似乎发现了更不得了的东西。”先前那人压低了些声音，十分激动地说道：“据说是一枚即将成熟的天火之种。”“天火之种？”另一人倒吸一口凉气：“真的假的？那可是传说中的东西。天火之种比无主异火更加珍贵，虽然内部能量狂暴，极难掌控，但它蕴含一丝天地本源火意。若能得天火之种的认可，好好培养，未来甚至能诞生出听命于自己的本源真火，比世间大多异火都要强大。真的假的？千真万确。消息都传开了，现在很多人都在往那边赶，连程喜程大师他们都第一时间过去了。咱们也得快些，就算争不到那天火之种，能收服一缕无主异火也是极好的。”周晨在一旁听的这番话，脸色骤然一变。焚天谷，天火之种，他好不容易才从药仙女那里得到确切消息，本以为自己是唯一知道的人，可以从容取宝，却万万没想到竟然已经暴露了。不行，绝不能让他们得手。周晨眉头一皱，那天火之种关乎他能否觉醒纯阳真火，绝不容有失。天火之种的消息既然已经传开，此刻必然是分秒必争。他体内灵力轰然爆发，身形如一道青色闪电，瞬间掠出山谷，朝着西方疾驰而去。幸好药仙女早已告知他焚天谷的具体方位，省去了摸索寻找的时间。周晨将速度提升到极致，沿途风驰电掣，遇山翻山，遇林穿林，毫不停歇。他甚至不惜催动丹田内的乙木灵种，借用其源源不断滋生的精纯生机灵气来补充急速赶路带来的巨大消耗，只为能快上一分，再快上一分。越是靠近西方，周遭的环境开始变得愈发恶劣，一股股灼热的风浪扑面而来，寻常修士在此恐怕连呼吸都会感到困难。周晨运转灵力护住周身，速度不减反增。他知道环境越是恶劣，越说明他距离目的地近了。终于在全力奔袭了半个时辰后到了焚天谷，名副其实。但见前方大地撕裂，形成一道深不见底的巨大峡谷，谷中赤红一片，烈焰滔天，岩浆奔腾，灼热气浪冲天，形成绝不可靠近的死亡地带。而在这片灼热山谷的中心区域，形势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以程喜为首的杨氏商会一行人面色倨傲，周身丹火环绕，以势压人。天元城刘家的几位炼丹师结成一个战阵，寸步不让。万宝楼的几位炼丹师也伺机而动，天丹门的苏青竹独自一人，他依旧一袭青衣，身姿清丽，美眸凝重，独自站在稍远些的位置。还有7-8个其他郡城势力的炼丹师，各自带着人手，彼此提防，却又都对中央之物虎视眈眈。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中心。众人中央岩浆翻滚之处，一枚赤红如血的种子静静悬浮，它不过拳头大小，散发着恐怖高温与磅礴能量，通体晶莹，内部仿佛有熔岩流淌。正是天火之种，它尚未完全成熟，但已然让所有炼丹师乎双眼赤红。天火之种，果然是天火之种。万宝楼炼丹师呼吸急促，满脸激动。若能得此物，培育成本命真火，何愁丹道不成？此等神物，岂是你们万宝楼能用钱衡量的？刘家那位老者冷哼一声，此物何该为我刘家所得？程喜面沉如水，他上前一步，傲然道：此物我程喜要了。家师乃丹王吕顺天，此物于我手中才能发挥最大价值。诸位若肯行个方便，程某必不忘今日之情，他日定有厚报。他试图搬出丹王的名头，希望能震慑住部分人，但是此刻在天火之种这等逆天机缘面前，丹王的名头也显得苍白无力。呸！程喜，少拿丹王来压人！一个脾气火爆的独行炼丹师冷然一笑，毫不客气地打断他：在这里老子只认拳头，丹王亲传又怎样？抢不到东西，屁都不是。说的没错。另一个其他城池的炼丹师也眼神凶狠地附和：天火之种就在眼前，各凭本事，谁抢到就是谁的。想让我们拱手相让？做梦！程大师，看来你的面子在这里不太好使啊。万宝楼的炼丹师阴阳怪气地笑道，虽然他也忌惮丹王，但此刻利益当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就连一直沉默的苏青竹也清冷地开口：你们都不做梦了，
这天火之种属于我天丹门。话音未落，不知是谁先按捺不住，大喊一声：管你是什么丹王亲传，天丹门真传，现在不比炼丹术，拳头说话。轰！灵力波动骤然爆发，各种武技法诀轰然施展而出。为了天火之种，无人再顾身份背景，所有人都杀红了眼。周晨在后面躲得远远的，屏息凝神，冷静地观察着场中的混战。打吧，打得越狠越好。他心中暗道，场中这些人实力最低的也是真刚境，那程喜更是真刚境后期，而苏青竹更是恐怖。周晨能隐约感觉到他周身的气息已然超越了真刚境的范畴，恐怕已踏入了神海境。以他宁元6重的修为，若是贸然卷入这等混战，恐怕会死得很惨。混战持续了许久，山谷内一片狼藉，岩浆飞溅，焦土崩裂，不断有人受伤吐血退出，或者捏碎保命玉符被传送出秘境。场中竟只剩下天丹门的苏青竹，虽然他气息微乱，但依旧身姿挺拔，无人再敢与之对视。天火之种是我的了，他是最终胜者。看到苏青竹以绝对实力镇压全场，周晨心中猛地一凛，他明白自己该出场了。周晨很冷静，他并没有急着出手。他很清楚，即便苏青竹经历了一场大战，消耗不小，但他毕竟是神海境的强者，自己纵然有以木灵种和青地武学作为底牌，此刻正面冲突胜算也极其渺茫。等他取走天火之种的那一刻再出手。苏青竹屏息凝神，双手微抬，精纯灵力如涓涓细流，小心翼翼地向那天火之种缠绕而去。周晨眼神一凝，准备蓄势待发。就在此刻，异变陡生，那天火之种仿佛被触怒的太古凶兽，骤然爆发出焚尽八荒的炽烈红芒，一股桀骜不驯的混沌火意轰然炸开，摧枯拉朽，反噬励志。苏青竹的灵力瞬间被撕得粉碎，他只觉一股恐怖巨力狠狠撞入经脉，娇躯剧颤，如遭重击。苏青竹喉头一甜，一抹鲜血喷洒而出，气息瞬间萎靡混乱。他稳住身形，美眸中尽是骇然，失声惊呼：不好，这不是一般的天火之种，它的内核已非纯粹火源，已然孕育出一丝先天火灵本源，灵性自成，桀骜难驯，强取只会引火烧身。远处众人见状，无不瞠目结舌，庆幸自己未曾上前，纷纷叹息道：先天火灵本源，此等神物已然通灵，自有其傲骨，非大机缘，大法力者不可降服。可惜啊，我等千辛万苦寻到此地，却发现这宝物恐怕唯有传说中的通天境大能才能勉强收取炼化，我等根本没资格染指。罢了罢了，空守宝山而无入门之要，还是退而求其次，去寻些强大的无主灵火。虽远不及天火之种，但若能收服，对炼丹也有天大好处。一时间，众人已心生退意。苏青竹银牙紧咬，很是不甘心，自己好不容易击败众人，但实力不足，无法降服这天火之种，只能跟着众人放弃。远处的周晨本已准备好出手，见状也不由眉头紧锁，停了下来。连神海境的苏青竹都失败了，还受了不轻的反噬，这天火之种竟如此棘手，我上去岂不是照样失败？就在他迟疑之际，脑海中阴阳塔微微震动，西河女帝傲然的声音悠然响起：哼，别人不行，可不代表你不行。别忘了，你是万古罕见的纯阳道体，如今你的道体历经蜕变，已至纯阳真体巅峰，距离纯阳霸体也只差临门一脚。那天火之种虽蕴含先天火灵本源，桀骜不驯，但你的纯阳本源之气乃是天下万火之祖，对其有绝对压制。你无需像他们那般强行收取，只需催动纯阳本源之气，温和引导，其自会认可于你，甘愿追随。至于后续如何炼化融入己身，那是之后的事情，先将这无主之物拿到手再说。周晨闻言，心中猛地一震，还能这样？自己是纯阳道体，这天火之种何该为他所有？就在众人感到可惜，准给离开之际，周晨一步踏出，进入众人视线。众人见又有人上前，本以意兴阑珊的目光再度汇聚，待看清来人后，无不露出惊诧之色。是周晨，他怎么会在这里？几个时辰前，他不是还在药仙女的考验之地，并且完美通过了吗？按理说，他此刻应在接受药仙女的丹道传承或指点才对，怎会如此快就出现在这份天谷？他们刚才大多都尝试过药仙女的考验，明白难度何其变态，连丹王吕顺天当年也只是勉强通过，而周晨却引动了完美通过的天地意，成功进入药仙女的洞天福地中。现在周晨应该还在接受药仙女的丹道传承，此刻见他突然现身，自然感到意外。是周晨。苏青竹美眸骤然一缩，他竟如此快就出来了？难道他已经完全接受了药仙女的丹道传承？先前周晨引动完美通关的天地意象，已让他耿耿于怀。
他原本还固执地认为周晨在炼丹大会上的惊艳表现不过是侥幸偷学了宗门的部分九玄丹诀，可在这古丹秘境之中，药仙女那毫无花假的测试，将他所有的骄傲与猜测都撕得粉碎。如今若周晨真已获得完整传承，那他们之间的差距恐怕将被拉大到难以企及的地步。一想到此，苏青竹心中就倍感不适。一旁的程喜脸色更是难看至极，他在药仙女的测试中连半炷香的时间都未能撑过，而眼前之人却做到了连传说中都罕有人及的完美通关。苏青竹问道：周晨，你怎么会来这里？难道和其他炼丹师一样，也是想寻找无主一火，有为己用？周晨神色平静，并没有解释太多。他从容走向天火之种，周身凝元六重的灵力波动散发开来，抬手双手淡淡道：自然是为了他而来。此言一出，全场先是一致，随即爆发一阵哄堂大笑。他说什么？为了天火之种而来？我没听错吧？一个凝元六重的小子也敢觊觎这等连神海境强者都奈何不了的天地奇物，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他以为他是谁？通过了药仙女的考验，就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炼丹术厉害不代表实力就强，这可是实打实的修为压制和力量抗衡。便是丹王青灵，若无通天境修为，此刻也一样束手无策。所有人都觉得周晨简直是失心疯了。眼前的情形再明显不过，这早已不是比拼丹道感悟和技巧的时候了，而是纯粹的力量与境界的绝对碾压。强如神海境的苏青竹照样会被反噬重伤。他一个区凝元境，恐怕连靠近那恐怖的火煞范围都做不到，瞬间就会被焚成灰烬，更别说触碰收取了程喜，更是毫不客气的嗤笑出声道：周晨，以为通过了药仙女的考验就天下无敌了？连苏仙子都奈何不了这天火之种，你一个区凝元境的废物，做什么梦呢？我劝你赶紧滚开，别在这里丢人现眼，白白送了性命。就连一向清冷自持的苏青竹，此刻也微微蹙起秀眉，轻声开口道：周晨，放弃吧，此物非比寻常，它的内核已孕育先天火灵本源，桀骜无比，反噬之力远超想象，非通天境实力不可收服，以你现在的修为，绝无可能。他这一次倒不是瞧不起周晨，而是亲身经历彻骨之痛后的真切体会，连自己都败得如此彻底，他实在无法相信周晨拿什么收服这天火之种。周晨面对漫天嘲讽，只是风轻云淡的一笑，平静道：通天境，或许他人需要，但我周晨不需要。此言一出，众人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更加响亮的嗤笑声。他说什么？他不需要通天境实力？疯了，彻底疯了！凝元境妄言超越通天境之能，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到了极点。程喜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周晨，本大师倒要看看你怎么个不需要法，等你被烧成灰烬的时候，可别后悔。苏青竹眉头紧蹙，看着周晨那副浑然不将众人劝诫放在心上的模样，心中最后一丝耐心也消耗殆尽。他暗自摇头，我好言相劝，你却执意寻死，真以为自己是天命之子不成？罢了，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既要自取其辱，我便不再拦你。就在所有人冷眼旁观，等待着看周晨如何被天火焚身之际，下一瞬，所有的喧嚣戛然而止。周晨平静一笑，周身忽然漾起一股浩瀚无边的纯阳本源之气，轻声道：天地万火，见我当如见君父。话音落下的刹那，周晨整个人气息大变，不再是那个普通的凝元境少年，更像是一尊太阳神祇，自太古沉睡中苏醒而来，光耀洞窟，涤荡万邪，如九天烈阳巡狩人间。那原本焚尽八荒的天火之种，此刻竟温顺无比，如臣见君，子见父，赤焰尽敛，光华内蕴，再无半分敌意。周晨伸出手，动作自然随意，如同拈花，没有任何阻碍，也没有任何反噬。后者主动收敛高温，乖巧地落入他掌心。周晨掌心微合，如抚尘埃，他手腕一翻，便将其从容纳入储物袋中。从极动到极静，从毁天灭地到温顺沉浮，不过弹指之间。全场死寂，天光依旧，岩浆依旧翻涌，只有那玄命湖心的霸道种子已然无踪。这怎么可能？那天火之种凭什么不攻击他？所有人的表情凝固在脸上，难以置信地望着那空荡荡的岩浆中心。刚才那连神海境强者都被反噬重创的天火之种，竟真的被收走了，被一个仅有凝元6重的少年如此轻描淡写地收入囊中。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天火之种是何等暴力桀骜，其反噬之威，焚筋断脉，摧枯拉朽，连神海境的苏青竹都抵挡不住，顷刻重伤败退。他周晨一个区凝元6重的蝼蚁，凭什么？那天火之种的可怕，他们亲眼所见，
亲身感受，那绝非蛮力可降服，非通天境不可企及。但这周晨，他周身流转的分明只是宁远境的灵力波动，为何那天火之种见了他，竟温顺如家犬，仿佛那不是焚尽八荒的毁灭之源，而是他自家圈养熟忍的宠物。这小子简直是怪物，先是完美通过药仙女的考验，如今又是以宁远6种的微末修为取走天火之种。程喜脸色铁青，先前的嘲讽还僵在脸上，此刻却火辣辣的疼。苏青竹更是僵立原地，清冷的俏脸上第一次出现了近乎呆滞的神情。他微微摇着头，美眸之中尽是茫然。怎么可能？这周晨见状就是个怪物。刚才的反噬之痛还隐隐作痛，他以神海境修为配合天丹门秘法，尚且一触即溃，败得毫无悬念。可为何在周晨面前，那桀骜不驯的先天火灵竟温顺的如同家犬？周晨静立原地，扫视众人，淡淡一笑：天火有灵，自责其主，强求徒增笑话罢了。言罢，他转身便准备离去。程喜却脸色骤然一凝，身形一晃便拦在周晨面前。站住！他眼中闪过一丝贪婪，冷喝道：小子，你能收服天火之种更好，倒是省了本大师一番手脚，替我们做了嫁衣。你一个区宁远6种的蝼蚁，卑贱如泥，也配享有此等逆天机缘？此等神物，岂是你能染指的？现在乖乖交出来，本大师或许可以念在你辛苦一场的份上，大发慈悲，饶你一条狗命。话音未落，一股强横的灵力波动轰然爆发，真刚劲后期的威压向着周晨碾压而去。只不过这威压虽依旧慑人，却明显透着几分虚浮，远不如全盛时期凝实。显然刚才与苏青竹争夺时所受的重创并未恢复，此刻他的实力至多只剩巅峰时期的一半。但在程喜看来，即便只剩一半实力，碾压一个宁远境的废物依旧是绰绰有余。程喜此话一出，瞬间点燃了其他人的贪欲。是啊，不管这周晨用了什么诡异手段收服了天火之种，但结果就是那枚让他们束手无策的恐怖火种此刻已然变得温顺，就在周晨的储物袋里。而且周晨本身只是一个宁远6种，重伤的猛虎也是猛虎，难道还对付不了一只蝼蚁？一瞬间，众人呼吸顿时粗重了几分，目光闪烁，隐隐将周晨合围起来。就连一直沉默的苏青竹眸光也微微波动，心中若有所思。周晨脚步顿住，缓缓转过身，看向目光贪婪的众人，似笑非笑道：饶我不死，就凭你这半残之躯。程喜怒极反笑，周身残存灵力如沸水蒸腾，冷冷道：周晨，本大师承认你炼丹造诣精彩绝艳，恐怕我师尊年轻时也不过如此，但丹道是丹道，你本身不过一个宁远6种的蝼蚁罢了。我等纵有伤在身，碾杀你这等微末，易如反掌。周晨负手而立，青衫飘动，只淡淡道：尽管试试。程喜眼底凶光暴涨，一步踏碎椒盐，周身灵力狂涌而出。找死！他并未动用全力，一来是伤势牵制，二来在他潜意识里，对付一个宁远境根本不配他动用全力。接下来还要与虎视眈眈的众人争夺天火之种，需保存实力。他只是随意一步踏出，右拳凝聚真刚劲灵力，直直轰向周晨面门。拳风呼啸，带起灼热气浪，声势倒也颇为骇人。摧枯拉朽！周晨眼中掠过一丝冷潮，来得正好。他心中冷笑，刚好修炼完青帝武学，正缺一块是剑时，便拿你记招。周晨不退不避，并指如刀，凌空一划，霎时间，一道凝练至极、薄如蝉翼的青碧锋刃自指尖迸发，后发先至。周晨手臂轻描淡写的一挥，青木裂空斩，那青碧毫芒一闪而逝，快得超越了在场绝大多数人的视觉捕捉极限，仿佛只是一缕微风吹过。程喜前冲的身形骤然僵住，怎么可能？你一个宁远6种的蝼蚁，怎么可能修炼此等高深武学？那恐怖拳罡触碰到青色锋刃的瞬间，被从中一分为二，无声湮灭。青色锋刃去势不止，快得超过程喜的认知，在他眼中急剧放大。什么？程喜脸上的狞笑瞬间冻结，他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护体灵光在那道青色锋刃面前宛如纸糊，被轻易撕裂。下一刻，他只觉得脖颈一凉，视线骤然天旋地转。他仿佛看到一具无头的身体僵立在原地，颈腔热血喷涌如泉。啪嗒，头颅滚落在地，脸上犹带着凝固的惊恐与茫然。伸手一触，全场死寂。周晨单手负后，青衫微动，不染尘埃，轻声道：还有谁要与我争这天火之种？满场静声，无人敢应。众人呆若木鸡，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定在那具缓缓倒下的无头尸体上，又猛地转向收指而立，青衫不染尘埃的周晨身上。
一个个头皮发麻，寒气从直冲天灵盖。一招，仅仅一招，真刚进后期，丹王亲传弟子程喜，即便身受重伤，竟被一个宁元6重的少年如屠鸡宰狗般瞬间秒杀。那可是程喜，不是阿猫阿狗，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怪物？苏青竹的红唇微微张开，清冷眸光剧烈震颤，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眼前这个来自边陲小城的少年。先前在炼丹大会上，他碾压全场，后来更是完美通过要仙女的丹道考核，让自己这所谓天丹门天才都黯然失色。如今在武道上也如此恐怖绝伦，跃境杀敌竟如呼吸般简单，此子绝非池中之物，须得重新审视。周晨收指回袖，他心知肚明，程喜此番殒命，7分败于伤重骄狂，3分亡于己身轻忽。堂堂真刚进后期，丹王亲传，若全神以待，谨慎出手，即便身负伤势，自己也绝无可能如此轻易得手，胜负犹在未定之天。错便错在他太将自己视为蝼蚁，以为随手一拳便可碾死，连半分武技都懒得动用。周晨自然不会放过这等天赐良机，雷霆一击，既分生死，也定乾坤。自己也正好借这个机会震慑其他那些蠢蠢欲动的人。他目光看向众人，淡淡道：还有谁想步他后尘？话音落下，全场鸦雀无声。他们大多是真刚进初期修为，本就比程喜弱上一截，如今更是人人带伤。虽然他们也看出了程喜败亡是因为他自己身负重伤，实力大减，而且还轻敌，连武技都没有使用，但周晨方才那一道斩破全刚，削落头颅的轻臂锋刃，凌厉精准，威力极大，不是一般武技，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宁元劲武者能修炼的。此子绝非表面境界那般简单，谁愿为一件未必能到手的宝物去赌上一个周晨这个怪物？一时间众人面面相觑，心中忌惮无比。苏青竹眸光低垂，掩去眼底翻涌的惊涛。他虽被天火反噬之，内府受创，气息紊乱，实力大减，但即便如此，神海境的根基犹在，若真要出手镇压眼前这青山少年，轻而易举。哪怕周晨身怀诡异武技，能跃境斩杀重伤的程喜，但境界鸿沟终究摆在那里，绝非区区一招凌厉武技便可全然抹平。但他终究未有动作，自然是因为那位名震大前的韩月剑仙君清月。君清月与周晨的关系绝不简单，但周晨也很聪明，之前问他也不说。在没有彻底弄清周晨与君清月真实关系前，他不敢妄动，更不愿为宗门招惹此等灭顶之灾。剑仙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这可不是开玩笑。周晨看向众人，见众人皆被震慑，尤其是苏青竹的沉默，让他心中暗自松了口气。他不再停留，迅速离开焚天谷，直至远离那是非之地，寻得一僻静角落，他这才放心下来。此番古丹秘境之行，目标本是天火之种，却不想收获远超预期。不仅如愿寻得火种线索，更得要仙女认可，获赠3部品阶级高的青帝功法武学，以及那蕴含一丝青帝本源生机的乙木灵种。收获颇丰，远超想象。不过最重要的自然是这天火之种。周晨找一处僻静山谷，盘膝而坐，掌心一翻，那枚天火之种静静悬浮着。天火之种乃天地火源精华所凝，可孕育万千神火。我身负纯阳道体，以自身纯阳本源为柴，悉心培育，假以时日，必能从中诞生出一丝万火之祖的纯阳真火。即便最初只有微弱一丝，也足以让我脱胎换骨。他屏息凝神，催动纯阳道体，霎时间，体内的至阳至纯的本源之气如涓涓细流，温柔进入那天火之种。2天时间疏忽而过，忽然那天火之种微微一颤，内部一点极致的光亮骤然勃发，仿佛混沌初开的第一缕光。赤，一丝细微晶赤色火苗竟自种皮之上艰难钻出，轻轻摇曳。火苗虽细，不过发丝般大小，但其出现的瞬间，整座洞府的温度骤然飙升到一个恐怖的程度。一股凌驾于诸火之上的无上气息，如同沉睡的太古神奇睁开了一丝眼缝，轰然弥漫开来。纯阳出现，纯阳真火竟真的孕育成功了。周晨心神俱震，狂喜瞬间淹没理智。他迫不及待地催动体内灵力，便要强行炼化将那缕真火。蠢材，住手！石海深处，西河女帝的厉喝突然响起，但已经迟了。周晨的灵力刚触碰那缕金赤火苗，异变陡升，轰！那丝微弱的真火仿佛被彻底触怒的太古至尊，骤然爆发出焚尽诸天的恐怖意志。一股难以想象的灼热之力顺着灵力联系，悍然反冲而入。噗！周晨如遭天锤轰击，五脏六腑仿佛被投入熔炉，一口滚烫鲜血狂喷而出，痛彻骨髓，生不如死。关键时刻，周晨急忙催动体内那枚乙木灵种，
嗡！一股磅礴造化生机轰然爆发，如9天甘霖洒落焦土，迅速流淌过近乎碳化的经脉，得以吊住生机。这纯阳真火也霸道了。周晨这才得以喘过一口气，整个人虚脱般瘫软在地。他急忙在识海中招呼羲和女帝，羲和前辈，这纯阳真火什么情况？随着周晨停止孕育，那缕金赤火苗缓缓缩回种内，沉寂下去。蠢货！羲和女帝声音急切，呵斥道：“臭小子，你这么急躁，是嫌自己命太长吗？我之前就已经告诉你，你可以收取天火之种，但炼化的事情日后再说。你不要忘了，你如今只是个宁渊境的小修士，一个空有宝山而无撼山之力的蝼蚁。此火种已生变异，内蕴一丝先天火源，它所孕育出的比一般纯阳真火更加恐怖。别说是你，便是寻常通天境修士，如果没有特殊法宝护体，胆敢强行炼化，也是九死一生的下场。至于其他体质，更是触之即亡，想都别想。不然，你以为万火之祖的称号怎么来的？以你的纯阳道体，再加上通天境修为，才有一丝掌控的可能。”周晨瘫软在地，面色惨白，苦涩道：“原来是这样，这纯阳真火也太霸道了。”羲和女帝冷声道：“不然你以为天地至宝岂是那般容易沾染的？此物灵性已成，自有其傲骨，强取唯有自焚。”周晨看着恢复平静的天火之种，不甘道：“难道在我踏入通天境之前，便只能眼睁睁看着徒手宝山而不得其门？那也未必。”羲和女帝的声音带着一丝慵懒的调侃：“你若能觉醒一门真正的火系神通，执掌天地火源运转妙理，便能借神通之力调和疏导，以神通御火，以火养神通，或可无惧其反噬戾气，徐徐图之，将其炼化纳为己用。”周晨微微一惊：“火系神通，不错。”羲和女帝语气笃定，戏谑笑道：“别忘了，你是万古罕见的纯阳道体，身负天地间至阳至刚的本源之力。只有你与特殊体质的女子双修，有一定几率从其血脉本源中汲取精华，觉醒相应的神通。你那丹心玲珑、看破虚妄的先天剑瞳，不正是这般得来的吗？”一语点醒梦中人。周晨闻言，顿时恍然大悟，自己的丹道神通与剑道神通，确实皆源于与吕玉清、君清月火系血脉。他喃喃自语，脑海中瞬间闪过一道窈窕火红的身影。郡守府大小姐秦波惹，此女身负3品赤焰朱雀血脉，掌控南冥离火，正是纯粹的火系血脉之一。但随即周晨脸上便泛起一丝苦笑：“秦波惹，估计他现在恨不得将我抽筋剥皮，怎么可能愿意与我双修？当初在天风城，他不小心占了人家姑娘天大便宜，如今仇怨已结，对方怕是见面就要拔剑相向，怎么可以同意与自己双修？”羲和女帝闻言却是轻笑一声，语气玩味：“你小子欠的风流债终究是要还的，这边要看你的本事了，是化解恩怨抱得美人归，还是另寻他法？路总归是有的是。”周晨苦笑摇头，只得暂时压下心中的想法。他小心翼翼地将那枚沉寂下去的天火之种重新收回储物袋中。既然眼下无法强行炼化这霸道的纯阳真火，便不必再冒险催动孕育。反正此等天地奇物既已入手，便是最大的机缘。至于炼化，来日方长，待境界提升或寻得契机，再徐徐图之便是。一切来日方长。好了，此间事已了，也该离开了。周晨长身而起，略一掐算，古丹秘境开启的时限将至。此行最主要的目标已然达成，甚至收获远超预期。其他丹道机缘对他而言吸引力大减，不如及早抽身。他取出那枚进入秘境时获得的传送令牌，指尖灵力微吐，将其瞬间震碎。嗡！空间波动荡漾开来，柔和光柱将其笼罩。下一刻，周晨的身影便自这僻静山谷中彻底消失。与此同时，外界天阳郡城中央广场，人潮比3日前更为汹涌，几乎所有势力都未曾离去，反而更多人将广场围得水泄不通。所有人看向秘境入口上，议论纷纷：“要出来了，秘境快关闭了，不知此番谁收获最大。听说这古丹秘境可是有一枚天火之种，也不知道最终落入谁手。我看好承喜大师，丹王亲传，手段必定不凡。苏仙子也有可能，天丹门底蕴深厚，对这等秘境了解必然远超我等。”高台之上，郡守秦问天面容威严，目光注视着下方，静候结果。秦波惹坐于其父下手，一袭红衣惹眼，他看似百无聊赖地把玩着腰间丝绦，脸上已经有一丝不耐烦。而摘星楼席位前，方清慈父子与3位炼丹大师神情紧张。3天了，周公子怎么还不出来？该不会在里面遇到什么危险了吧？滚蛋！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方清慈黛眉微蹙，
眸光紧紧盯着那霞光流转的秘境入口，心绪难平。周晨丹道天赋精彩绝艳，在炼丹大会上力压群雄，但是古丹秘境中危机四伏，争夺机缘靠的绝非仅仅是炼丹术，而是实打实的修为与战力。这次进入秘境的炼丹师几乎皆是真刚劲修为，甚至不乏程喜、苏青竹这等背景深厚、手段强横之辈。周晨仅有宁元6重，境界鸿沟如同天堑，若真遭遇生死搏杀，他该如何自保？就在此时，轰！广场中央上方的秘境入口爆发出璀璨光华，空间剧烈扭曲，秘境要关闭了，里面的人要出来了。空间如同水波般荡漾开来，一道道身影被柔和光柱包裹着，陆续从中跌出。出来了，都出来了，快看，那是刘家的人。万宝楼的炼丹师也出来了，苏仙子也出来了。大多衣衫褴褛，气息萎靡，甚至有人身上带伤，显然在秘境中经历了一番苦战，模样颇为狼狈。而在这些身影之中，一道青衫身形悄然凝实，平稳落地。周公子，方清慈美眸瞬间亮起，一直警讯的心终于落下，忍不住轻呼出声，快步迎上前去。方晴天与3位摘星楼大师也是长舒一口气，面露欣喜。出来了就好，出来了就好。方清慈来到周晨面前，见他衣衫整齐，气息平稳，似乎并未经历什么恶战，心中稍安，连忙关切问道：周公子，你没事吧？秘境之中可还顺利？周晨看向他，微笑道：方小姐放心，一切安好，略有收获。周晨与方清慈正说话间，一道阴恻恻的目光从不远处射来，正是杨氏商桑少主杨明。他看到周晨安全出来，心中顿时像是吞了只苍蝇般难受，没好气的低声咒骂了一句：哼，这小子狗屎运倒是不错，一个宁渊境的废物竟然没死在里面，他巴不得周晨死在里头才好。经过这次炼丹大会，周晨的名声已然响彻天阳郡，谁不知摘星楼请来了一位能碾压丹王亲传的年轻天才，可以预见日后摘星楼的生意必将蒸蒸日上，而他杨氏商会若无应对之策，必然客流锐减，一落千丈。幸好我杨氏还有后手。杨明只能如此安慰自己，目光扫视着陆续出来的人群，寻找程喜。虽然程喜大师在炼丹大会上惜败，但他终究是丹王亲传，名头响亮，炼丹术也远超寻常大师，有他坐镇，至少能稳住我杨氏的基本盘，不至于被摘星楼彻底压垮。但他看了很久，却始终没发现程喜的身影。奇怪，程大师呢？以程大师的修为和手段，理应最早出来才是，怎会迟迟不见人影？杨明的心一点点沉入谷底，他看着彻底闭合的秘境入口，脸色渐渐发白。程喜竟然真的没有出来，程大师呢？丹王谷的程喜程大师为何还未出来？你们谁看见了？他急忙问向其余从秘境中出来的炼丹师。众人想起周晨秘境中那冰冷的眼神，闻言皆是面色微变。这死一般的沉默让杨明心中的恐慌疯狂滋长。说话都哑巴了吗？程大师到底怎么了？终于一个来自小城池的炼丹师忍不住开口说道：程大师他被周晨杀了。此言一出，宛若平地惊雷，瞬间炸响了整个广场。什么？程大师死了，被周晨所杀？此话一出，全场哗然。这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程大师乃是丹王亲传，真刚劲7重的高手，周晨不过宁元境，他凭什么能杀程大师？众人面面相觑，根本不相信程喜会死在周晨手中。放你娘的狗屁！杨明第一个反应过来，目眦欲裂，指着那开口的炼丹师破口大骂：胡说八道！程大师怎么可能会死在这个废物手里？我承认这小子炼丹是有点邪门，但那是炼丹，程大师乃是真刚劲7重的高手，杀他如屠鸡宰狗。他凭什么？一定是你们这群废物看错了，或是程大师遭遇了秘境其他凶险。他根本不愿相信，也无法相信。就在这全场哗然质疑漫天之际，他说的是真的。一道清冷如山涧流泉的声音淡淡响起，他说的是真的。一直沉默立于一旁的天丹门苏青竹缓缓抬起眼眸，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最终落在周晨身上。程喜却为周晨所杀，我亲眼所见，字字清晰，掷地有声。全场再次陷入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表情彻底僵在脸上，骇然失色。如果说先前那无名小辈的指证尚可被质疑为污蔑，那么此刻由苏青竹亲口说出，分量便重如泰山。天丹门真传弟子，青州丹道年轻一代的翘楚，身份地位超然，一言一行皆代表天丹门颜面，他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去编造一个谎言来诬陷周晨。
而随着苏青竹的证实，先前几位保持沉默的炼丹师此刻也再无顾忌，纷纷点头。是的，我等皆可作证。程大师他确实是被周晨所杀。七嘴八舌，众口一词，铁证如山。轰！人群彻底炸开了锅。如果说苏青竹一个人的说法可能还存在一丝疑虑，但此刻众人异口同声的指认便彻底坐实，周晨真的杀了丹王亲传弟子程喜。如果说刚才那年轻炼丹师的话尚可被质疑为胡言乱语，那么此刻苏青竹的开口便是掷地有声，不容置疑。天丹门真传弟子，青州丹道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他的身份与地位足以让任何质疑声瞬间湮灭。他根本没有理由，也无需去诬陷一个宁远境的周晨。全场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目瞪口呆，骇然失色。苏青竹的证言如同9天惊雷，炸得众人神魂震荡。紧接着，仿佛是为了印证苏青竹的话语，其余几位从秘境中出来的炼丹师也纷纷面色复杂地点头附和。苏仙子所言句句属实，却是周晨杀了程大师，我等亲眼所见。七嘴八舌，众口一词，铁证如山。轰！人群彻底炸开了锅。如果说苏青竹一人之言尚存一丝疑虑，那么此刻众人异口同声的指认便彻底坐实了这骇人听闻的事实。周晨真的以宁元6众之境逆斩丹王亲传真刚境后期的程喜，这简直是颠覆认知，逆乱常理。就在这满场哗然际，一直沉默的周晨终于缓缓抬眸，他负手而立，青衫微动，衣袂飘飘，神色平静道：没错，人是我杀的，有什么问题吗？亲口承认。周晨的亲口承认比任何人的证词都更具冲击力，所有人的表情彻底凝固，大脑一片空白。他竟然真的承认了，他怎么敢？他怎么做到的？他承认了，他真的承认了。疯了，这世界疯了。宁元杀真刚后期，这怎么可能办到？程大师乃丹王弟子，护身法保定不少，怎会如此轻易被杀？此子莫非是某个老怪物转世不成？就连高台之上一直稳坐如山的秦问天也是颇为大惊。他执掌天阳郡多年，见过无数天才俊杰，却从未见过如此匪夷所思之事。宁元逆斩真刚后期，还是丹王亲传，简直不可思议。而一旁的秦般若更是心绪翻腾，一双美眸中异彩闪烁，紧紧盯着台下那青山身影。这色狼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几天前在天风城外的落霞山脉，他曾亲眼见过周晨出手斩杀妖兽，实力算不少多强，只是武道天赋很厉害，短短几天便能成功修炼，难度极高，连他自己都无法修炼的天火拳，若他全力出手，自信依旧能稳压他一头。可这才短短几日不见，他竟能斩杀真刚境后期的丹王亲传承喜了。噗！杨明听到周晨亲口承认，只觉得气血逆冲，差点一口老血当场喷出来。他好不容易付出天大代价，才请动丹王弟子程喜坐镇杨氏商行，指望借此稳住局面，甚至压过摘星楼一头。如今程喜一死，不仅所有投入付诸东流，更要承受丹王可能的迁怒。再加上周晨如今名声大噪，可以预见日后摘星楼的生意必将如日中天，他杨氏商行还拿什么去争？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周晨，你竟敢杀害程大师，你简直无法无天！丹王陛下绝不会放过你，你等着承受丹王的怒火吧！就在杨明状若疯狂时，秦问天冷喝道：够了！古丹秘境机缘与危机并存，入内之前，本郡首早已言明，秘境之中生死各安天命，祸福自负。无论何种缘由，既然选择进入，便须承担一切后果，事后追责非英雄所为。此事到此为止，一锤定音，盖棺定论。杨明闻言嘴唇哆嗦着，却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郡守亲自发话，定下基调，他若再纠缠，便是自取其辱，甚至可能引来郡守府的不满，只能就此作罢。周晨闻言，心中只是掠过一丝不以为然的神笑。丹王怒火，他连丹王吕顺天的女儿，青州男人的噩梦，玉女宫公主吕玉清都敢强行占有。相较之下，在他一个区弟子，又算得了什么？债多不压身，失多不养。很快，这一次的天阳郡炼丹大会落下帷幕。这场炼丹大会最大的赢家，却并非任何老牌丹药势力，自然是那位横空出世的少年炼丹师周晨。周晨的名声也在短短3天时间内震动了天阳郡。摘星楼席位处，方晴天众人欣喜不已。周晨这次在炼丹大会出尽风头，极大提升了摘星楼的声望。可以预见，以后摘星楼的丹药生意必将门庭若市，利润翻上10倍都轻而易举。没过一会，
各方势力陆续散去，广场渐渐空旷。最终，天丹门众人也准备离去。苏青竹转身准备走的刹那，他却忽然停住脚步，看向周晨。周晨，你不用狡辩，我天丹门失落的宗门至宝九玄丹经，大概率就在你身上。此事关乎我天丹门道统根基，绝非小事。我已传讯宗门，门中强者不日便将亲至天阳郡。他目光扫过周晨身旁的方青瓷等人，带着一丝警告说道：届时摘星楼可护不住你，我不管你和那位寒月剑仙究竟是何关系，若到时他未能现身护你周全。苏青竹微微一顿，最终化为一片清冷。你便只能自求多福了。说罢，他不再多看一眼，轻衣飘动，带着天丹门离去。周晨望着他离去的方向，眉头微微蹙起，心中暗道：天丹门终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仅凭摘星楼确实无法与天丹门这等青州庞然大物抗衡。看来是时候去一趟青云剑宗了。之前君清月给了自己君家剑令，还让自己去青云剑宗，让他妹妹君清雪保护自己。君清雪毕竟是青云剑宗当代剑子，在青州能量极大，他若能出手保护自己，天丹门的追杀便不是问题。很快，苏青竹等人离去后，方晴天立刻跑到周晨身边，小声问道：周公子，你到底哪里得罪天丹门了？周晨摇头道：方楼主，此事牵涉甚广，我不能细说。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不过你们不必担心，我自有办法。此事由我一人而起，由我一人承担，不会牵连摘星楼。方晴天见周晨不愿多说，且神色笃定，心中虽仍疑虑重重，却也只好暂时按下。他叹了口气，拍了拍周晨的肩膀：周公子，无论如何，摘星楼永远是你的后盾，若有需要尽管开口。其余几位摘星楼大师见状，虽也心中忐忑，但见周晨如此镇定自若，也只能选择相信他。毕竟这位少年已经创造了太多奇迹。走吧，先回摘星楼。方晴天振作精神，脸上重新露出笑容。今日乃我摘星楼大喜之日，周公子扬名立万，我们好好庆贺一番。众人簇拥着周晨返回摘星楼。宴席之上，觥筹交错，气氛热烈。方青慈眉眼弯弯，与父亲方晴天不住称赞周晨今日力压群雄的英姿。林清轩面带笑意，眼中满是自豪。周晨只是含笑听着，偶尔谦逊两句，心思却显然不在此处。待酒过三巡，席间稍歇，周晨放下酒杯，神色郑重了几分，开口道：方楼主，方小姐，诸位，我有件事要宣布。欢语稍停，众人纷纷看向周晨。我恐怕不能在摘星楼久留了。此话一出，顿时让在场众人心头一紧。方晴天脸色微变，立刻猜到了缘由。周公子，可是因为天丹门？周晨点了点头。没错，天丹门强者不日将至，我留在此处，只会为摘星楼招致灾祸。我必须离开，我必须尽快离开，前往青云剑宗。你们放心，青云剑宗有人能庇护我，天丹门奈何不了我。他顿了顿，看向林清轩，眼中带着一丝歉然。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我一姐清轩。青云剑宗路途遥远，前路未卜，我不能带她冒险。恳请楼主与方小姐能看顾好她，让她安心留在摘星楼。他心中已经想好了，天丹门的目标是他和九玄丹经，只要自己离开摘星楼反而安全。即便对方知道自己与林清轩的关系，以其正道大派身份，多半也不屑于对一个弱女子下手。若真到那一步的，大不了直接将九玄丹经换回一姐平安，反正自己也看完了。届时再搬出君清月姐妹这两条大腿，天丹门应该不会伤害林清轩。摘星楼众人闻言也明白过来，这是最稳妥的安排。方晴天沉声道：周公子放心，林姑娘在摘星楼便是我摘星楼最尊贵的客人，只要我方家还有一人在，一定会护林姑娘周全。方青瓷也立刻点头：没错，周公子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清轩姐姐的。周晨感激的点点头，这才看向一直安静听着的林清轩。他将情况又仔细对林清轩说了一遍，包括天丹门的威胁和自己必须去青云剑宗的原因。林清轩听完，心中虽有不舍，但他分得轻轻重，更不愿成为周晨的拖累。小陈，既然青云剑宗安全，你放心去吧，不用担心我。青瓷姑娘和方楼主带我都极好，我在摘星楼会很安全的。你在外一切小心，安全最重要。周晨点点头，心中稍安。方青瓷忍不住问道：周公子，你打算何时动身？明日。周晨回答。方晴天闻言眼睛一亮：明日正好，明日青云剑宗的长老会亲至天阳郡城，主持1年1度的收徒大典。届时整个天阳郡乃至周边郡县的年轻剑修都会齐聚，周公子正好可以借此机会一同前往。周晨心中一动，
这倒是省去了自己寻路的麻烦。虽然自己并不是剑修，但凭借君清月的关系，应该能免去常规考核，直接加入青云剑宗。不过在此之前，得先需要君清月的妹妹，那位剑子君清雪知道自己的存在。他取出君家剑令，对方晴天道：“方楼主，还需麻烦你一事，请现在立刻派人将此令牌送至青云剑宗，交与当代剑子君清雪，并告知他我明日将参加收徒大典。”无需多说，他自会明白。但方晴天立刻心领神会，郑重应下：“周公子放心，我现在就派人。”正式交代完毕，宴席也接近尾声。为了感谢摘星楼这些时日的照顾，尤其是对方答应照顾林清轩，周晨当夜便开炉炼丹。他以精湛无比的技艺，结合丹心玲珑神通，为摘星楼炼制了一批品质极高的丹药，包括疗伤、修炼、解毒等多种类型，足以让摘星楼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凭借这批丹药进一步巩固声望和生意。方青瓷等人看着那一瓶瓶灵气盎然的丹药，心中感激更甚。翌日清晨，天色微亮，周晨与林清轩、方青瓷、方晴天等人简单告别，没有太多煽情的言语。林清轩只是红着眼眶，替周晨整理了一下衣襟，轻声道：“一切小心。”周晨重重点头，又对方晴天和方青瓷抱拳一礼：“一姐，就拜托二位了，周公子保重。”辞别众人，周晨转身赶往郡城的世剑广场，那里已是人声鼎沸，青云剑宗的收徒大典即将开始。青云剑宗收徒大典设在天阳郡城中心的世剑广场，此地平日便是剑修聚集之所，今日更是人山人海。不仅天阳郡辖下诸城的年轻剑修全来了，就连周边数郡如流云郡、赤霄郡等，也有大量年轻剑修远道而来，只为能拜入青云剑宗修行。广场之上人头攒动，怕是不下数千之众。高台之上是一位青云剑宗白袍长老在主持大局，几位弟子抬出剑骨时，测试正式开始。天元城、李默、剑骨3格合格；天风城、赵狂、剑骨5格良才。测试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通过者寥寥无几，淘汰者10之8九。每当有亮起4格以上的少年出现，便会引来一片议论。今年来的天才可真不少啊！你看那个赵狂，居然点亮了5格，这算什么？听说天阳郡城杨氏商行的杨烈也来了，他年纪轻轻便已到达剑道第2境，家传剑法颇为了得，据说有望点亮6格。还有那边那个穿白衣服的姑娘，好像是隔壁流云郡的柳家大小姐柳依依，也是一位天才剑修。不知今年有没有人能惊动6格？那可是直接进入内门弟子的标准了。很快，人群一阵骚动，只见一名深神色倨傲的少年迅速上前，他正是众人口中热议的杨氏商行的杨烈。还真是巧，在这也能碰到。周晨目光微凝，在杨烈身旁，他还看到了一个熟人，正是在炼丹大会上对他恨之入骨的杨明。从周围的议论中，周晨了解到，这杨烈是杨明的表弟。杨烈，看你的了，家族现在形势不妙，摘星楼那个叫周晨的小杂种，不知用了什么卑鄙手段，害死了程大师。我杨氏商行的丹药生意怕是完蛋了。杨明咬了咬牙，继续道：“你见到天赋出众，拜入青云剑宗要好好修炼，等学成归来，再找那周晨算账。”杨烈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抹厉色：“明哥放心，一个靠炼丹取巧的废物罢了。听说他能杀害程大师，只不过是因为程大师受伤罢了，本身实力很一般。等我拜入青云剑宗，潜心修炼几年，捏死他如碾死一只蚂蚁。”说罢，他迅速走到试剑石前，手掌猛然按了上去。轰！试剑石发出一声嗡鸣，光芒骤然大放，1格、2格、3格几乎毫无停滞，4格、5格，直到6格才停了下来。天阳郡城杨烈，剑骨6格，上佳之资。连主持长老的声音都带上了一丝赞许，台下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惊呼和赞叹。6格，真的是6格，很久没出现6格了，这杨烈确实是一位剑道天才，此等资质都可以进入选入内门了。杨烈傲然收回手掌，享受着万众瞩目，意气风发地走向合格区域。测试继续。不久，另一位备受关注的天才流云郡的柳家大小姐柳依依徐徐上前，她一袭白衣，容貌清丽，气质淡雅如兰，与杨烈的张扬截然不同。他伸出双手，轻轻按在试剑石上，轰！顷刻间，试剑石发出一阵巨大颤鸣，光芒骤然亮起，品格瞬间开始上升，3格、4格、5格、6格，速度甚至比杨烈还要快上一分。最终，光芒在第7格彻底稳定下来，甚至第8格也微微泛起一丝荧光，虽未完全点亮，却已清晰可见。7格半，整个试剑广场陷入了一片诡异的死寂。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望着事件时，就连高台上一直稳如泰山的白袍长老，此刻也豁然起身，惊诧道：“7格圆满，还勉强到达第8格。这……”他镇定心神，高声道：“柳依依，剑骨7格半，天赋旷世奇才。”短暂的寂静后，广场顿时一阵哗然。我的天，7格半，仅次于当代剑子君清雪的8格天赋。青云剑宗立宗千年，8格天赋者屈指可数，7格半已是100年难遇。流云郡柳家要出一位真龙了。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青云剑宗的剑骨测试极为严苛，3格以下视为庸才，4格5格算是普通，能点亮6格已是良才，有直接入选内门的资格。而7格，放眼整个青云剑宗，如今也只有寥寥几位天才达到。至于唯一的8格，正是那位被誉为宗门未来的剑子君清雪。如今这柳依依竟测出了7格半8格微量的恐怖资质，这已然是仅次于君清雪的绝世天赋，旷世奇才，未来剑子啊！白袍长老看着柳依依，眼中的欣喜到了极点。好，我青云剑宗又得一麒麟儿。柳依依依旧神色平静，只是微微欠身一礼，便翩然走向合格区域。杨烈看着他的背影，刚才的傲气荡然无存，最后也只是冷哼一声。经过这番高潮，接下来的测试显得平淡无奇。终于轮到了排在队伍末尾的周晨，他续写上前，神色平静。但是他刚一露面，台下便响起一片议论。快看，那个人好眼熟，是他，摘星楼的周晨。3天前在炼丹大会上力压丹王亲传和天丹门苏仙子的那个天才炼丹师。没错，就是他。听说他还在古丹秘境里把承喜大师给杀了。我的天，他怎么也来了？他不是炼丹师吗？跑来参加青云剑宗的收徒大典做什么？难道他还想丹武双修不成？这怎么可能？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丹道一途浩瀚如海，他能在如此年纪取得那般成就已是逆天，怎么可能还有余力修行剑道？怕是哗众取宠吧？一个炼丹师能有什么剑道天赋？一瞬间，所有人的眼神聚焦在那个一袭青衫的少年身上。高台上的长老也微微蹙眉，也认出了周晨的身份，眼中闪过一丝不解。杨明看到周晨竟然出现在青云剑宗的收徒大典上，先是一愣，很快反应过来，嗤笑道：“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咱们天阳郡新晋的天才炼丹师周晨周大师吗？周大师不在你的摘星楼好生炼丹，跑来这剑修云集的世剑广场做干什么？”杨明双手抱胸，阴阳怪气道：“啧，莫非周大师不仅丹道通神，还想在剑道之上也指点江山一番？”杨明见周晨出现在青云剑宗的收徒大典，还准备参加测验，顿时感到非常意外。他虽然恨周晨入骨，却也不得不承认，此子在丹道一途上的造诣堪称金才绝艳，假以时日，未必不能与丹王吕顺天一较高下。但丹道是丹道，剑道是剑道，丹道需静心凝神，钻研药性火候；剑道则需勇猛精进，感悟杀伐锐意。二者犹如水火，几乎难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兼容。周晨年纪轻轻，能在丹道上取得如此骇人成就，必是倾注了全部心血精力，哪还有半分余暇去经营剑道？他绝不相信周晨在剑道上也能有什么建树。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杨明嗤笑一声，炼丹炼傻了，真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天才了。待会儿测试结果出来，看他如何收场。周围众人闻言也纷纷点头附和。杨少主所言极是，人的精力终究有限。是啊，丹剑双修，古籍中或许有记载，但那等人物无一不是千年难遇的妖孽，他周晨怎么可能？我看就是出了点风头，便得意忘形了。等着看笑话吧，一个炼丹师能点亮2格就算烧高香了。高台上的刘长老眉头微蹙，他也听说过周晨的名头，此刻心中很是不解，一个顶尖的炼丹苗子为何要来自讨没趣？周晨对身后的议论充耳不闻，心中古井无波。他眸光平静，双手负后，悠悠说道：“我知道，不在根骨，天地为炉，造化为功，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剑之一道，岂是区区一块顽石所能丈量？我心即剑心，我意即剑意。”此言一出，满场先是一静，随即爆发出更大的哄笑声。他说什么？剑道之巅，区区石上刻度，好大的口气！这是剑石乃青云剑宗立宗之基，测试过无数剑修根骨，到他嘴里竟成了一块顽石。杨明更是笑得前仰后合，指着周晨对身旁的杨烈道：“表弟你听听，死到临头还嘴硬，我还以为他能说出什么高论，原来是这等狂悖之言。”杨烈摇头一笑，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待会儿根骨显现，
看他还有何颜面立足于此。高台上那位白袍长老闻言摇了摇头，眼中掠过一丝失望。此子丹道天赋确属罕见，心性却如此浮躁狂妄，根本不适合剑道修行。周晨对周遭反应魂不在意，缓步上前。虽然君清雪必然会让他进入青云剑宗，但该走的流程他依旧会走。他伸出手掌，平静地按在那冰凉的试剑石上，1秒、2秒、3秒，试剑石毫无反应，沉寂如死，没有一丝一毫的光芒亮起，甚至连最微弱的一格都没有点亮。这代表剑道天赋为零。死寂片刻后，全场骤然爆发出震天的哄笑声。哈哈哈哈！零格，竟然是零格！我的天，连最普通的一格都没有，这得是多废物的剑道资质啊！连一格都没有，彻头彻尾的剑道废物！我刚才还真被他唬住了，原来就是个银样蜡枪头。杨明两兄弟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嘲讽道：“周晨，你刚才不是说什么剑道之巅吗？不是看不起这虚实上刻度吗？怎么连让石头亮一下的本事都没有？真是笑死人了！”高台上的白袍长老眉头紧锁，看着周晨的眼神已带着几分不悦。此子未免太过儿戏，就连那位一直神色淡泊柳依依，此刻也忍不住微微侧目，清丽的脸庞上浮现一丝莞尔。废物一个！这是此刻所有人对周晨的一致评价。周晨神色平静如水，对这个结果丝毫不感到意外。当初君清月与他双修之时，便已暗中探查过他的体质，直言他的剑道天赋近乎于无。但那又如何？他身负先天剑童这等无上剑道神通，可窥破剑道本源，根本不需要依赖传统的剑道根骨。根骨不过是承载剑道的容器之一，而他的剑童所见已是剑道本身。更何况他还有君清月这个关系，君清月会让他妹妹君清雪庇护自己。即便他今日被测出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只要君清雪点头，这青云剑宗的大门依旧会为他敞开。周晨收回手掌，好似刚才那足以令任何少年羞愤欲绝的结果与他无关，看着青云剑宗的长老淡淡道：“没有剑道根骨，未必不能踏上剑道之巅。我观此时亦如观镜花水月，未来之事谁又能断言？”此言一出，刚刚平息的哄笑声再次响起，比之前更加猛烈。疯了，真是疯了！死鸭子嘴硬，剑道根骨为零，还谈什么剑道之巅？痴人说梦！杨明更是笑得直拍大腿，指着周晨对周围人道：“大家听听，这废物还在做白日梦呢，连剑道门槛都进不去，还妄想成为绝世剑修，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高台上，白袍长老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他原本还对这名声在外的少年炼丹师存有一丝好奇，此刻却只剩下厌恶。此子不仅资质低劣，更是无法无天。放肆！长老面沉如水，厉声喝道：“剑道根骨为零，便是与剑道无缘，这是天地至理，不是你胡言乱语就能改变的。周晨，剑骨零格，零资质，不合格，即刻淘汰，不得再参与后续考核。”杨明见状，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哈哈，让你小子装，现在被淘汰了吧？还不赶紧滚下！”周晨心中毫无波澜，这测试结果本就在意料之中，只需要君清雪看到自己让摘星楼送出的君家剑令，一切便会尘埃落定。他当即准备转身离开试剑台，忽然，慢着！一声厉喝骤然响起，话音落下，数道恐怖的气息忽然降临试剑广场。众人骇然望去，只见数道身影不知何时已出现在高台之上，人群中立刻有剑多识广者认出了来人的身份，惊呼道：“是天丹门的人，而且还全部都是高层。不对，连天丹门门主都来了。”顷刻间，天丹门众强者降临广场，气势非凡，恐怖的威压让整个试剑广场瞬间陷入死寂，众人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为首的是一位负手而立的中年男子，他身着青灰色长袍，面容清瘦，双眉如刻。虽然他衣着简单，但却有一股上位者的威严，如同一座无形大山，压得所有人心神震颤。我的天，真的是天丹门高层！最前面那位是门主萧青山，他竟然亲自来了。传闻他多年前便已突破通天境，是青州公认的顶尖强者，一手炼丹术更是超凡入圣，公认只输给丹王吕顺天半筹。这阵仗也太吓人了吧！这里是青云剑宗的收徒大典，天丹门倾巢而出是要做什么？广场上瞬间炸开了锅，不明白为何天丹门高层会兴师动众，来到青云剑宗的收徒大典闹事。周晨心中一凛，脚步顿住，天丹门的人终究还是找上门来了，而且来得如此之快，阵仗如此惊人。高台上青云剑宗的白袍顿时反应过来，
连忙上前一步，拱手道：“萧门主大驾光临，在下青云剑宗长老柳慕白，见过天丹门诸位前辈。只是今日来我宗收徒大典，不知诸位前辈前来所为何事？”天丹门门主萧青山淡淡开口：“柳长老不必多礼，我等来此与青云剑宗无关，只是来找一个人而已。”他的目光直接越过柳慕白，落在台下的周晨身上。“你便是周晨？”这话一出，全场哗然，所有人都惊呆了。天丹门如此兴师动众，连多年闭关的门主都亲自出马，居然只是为了周晨而来。周晨微微一凛，天丹门的高层全体出动，阵势骇人，自然是因为忌惮他身后的君清月，不然随便排一个人就能收拾自己了。他看了一眼对方众人，除了曾在炼丹大会有过交集的苏青竹，其余皆是气息深沉强大的陌生面孔。苏青竹此刻静立一旁，眸光冷清，并未与自己对视。他平静地拱手行礼：“晚辈周晨见过萧门主。”萧青山目光如电，声音冷峻：“周晨，我问你，你是否偷学了我天丹门的无上传承九玄丹经？现在九玄丹经是不是就在你手中？”周晨坦然道：“没错，我确实看过九玄丹经，而且它现在就在我手中。”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什么？周晨竟然偷学了天丹门的传承？怪不得，我就说一个边陲小城出来的少年，怎么可能有如此逆天的炼丹术？原来是偷来的。什么天才炼丹师，不过是个可耻的窃贼。这一下他彻底完了。偷学宗门核心传承，在炼丹界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杨明恍然大悟，脸上露出极度鄙夷之色，嗤笑道：“周晨，哼，我还以为你小子有多厉害，原来你的丹道造诣是偷来的。我就知道，一个乡巴佬怎么可能比成大师还厉害，真是无耻。”一瞬间，各种对周晨鄙夷、唾弃、幸灾乐祸的声音响了起来。只有苏青竹微微皱眉，他亲身体会过周晨的丹道造诣，并不是靠偷学九玄丹经就能达到的，尤其是在药仙女考验中，更是完美无瑕。众人直接将一切归咎于偷学，未免有失偏颇。但他此刻身份所限，不好多说什么。狂妄小贼，证据确凿，还敢承认？天丹门一位红脸长老怒发冲冠，周身灵力澎湃，窃取我宗门至宝，罪该万死。萧青山抬手指住了身后长老，他盯着周晨冷冷道：“小子，你倒是爽快！既然如此，交出九玄丹经，自废修为，随我回天丹门听候发落，可留你一具全尸。”周晨却摇了摇头，平静解释道：“萧门主，我想你可能误会了，这九玄丹经是我那消失的义父所留遗物，晚辈在学习时并不清楚他来自天丹门，绝无故意冒犯之意。”他顿了顿，继续道：“若有冲撞之处，晚辈在此赔罪，我愿意即刻归还九玄丹经，希望门主能够谅解。”萧青山闻言，眼中寒光大盛：“误会，赔罪，归还！”他怒喝一声，恐怖的威压席卷而出：“周晨，任你巧舌如簧，也改变不了事实。非我天丹门人，私学我宗门核心传承，便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今日，不管你交不交出九玄丹经，我天丹门都绝不会放过你。”萧青山目光如刀，冷冷道：“本座知道你与寒月剑仙君清月关系不简单，但此事事关我天丹门数千年传承尊严。他君清月今日若在此，或许还能护你一二，但他若迟迟不现身，你休想活着离开此地。”周晨眉头一皱，自己都这么有礼貌了，还愿意归还九玄丹经，这都不放过自己，这天丹门也太不讲理了。君清月早在与他双修之后便已离去，此刻根本不可能凭空出现来救他，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那位尚未蒙面的君清雪了。君清雪啊君清雪，你姐姐的信物我都送到了，你再不来，我可真要交代在这里了。虽然心中焦急万分，但周晨表面始终保持风轻云淡，他知道此刻绝不能露怯。周晨冷冷一笑，有恃无恐道：“萧门主如此咄咄相逼，就不怕今日杀了我，来日遭到君剑仙的滔天怒火吗？”萧青山眼神微微一眯，语气森然道：“君清月若是此刻在此，我或许还会给他3分薄面，但他既然不在，那就休怪我天丹门按规矩办事。至于报复，我天丹门屹立青州数千年，还从未怕过谁，便是君清月亲至，也得讲个理字。你偷学我们核心传承，罪证确凿，走到哪里都是我天丹门占理。今日本座便先将你拿下，若那君清月真为你出头，届时再论不迟。”话音落下，萧青山袖袍一拂，一只由精纯灵力凝聚而成的青色巨手凭空出现，遮天蔽日般朝着周晨狠狠抓下。通天境的恐怖威压让台下众人脸色惨白，机遇窒息。周晨如临大敌，好强！除了吕玉清之外，这还是
他第一次正面面对通天境武者。通天境已是青州武道巅峰，在此等强者面前，周身瞬间感到呼吸困难，体内灵力凝固，连还手的资格都没有。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喂，以大欺小，要不要脸啊？一道漫不经心女子嗓音忽然响起，天地间一道赤红如血的剑光一闪而逝，那只威势骇人的青色巨手在周晨头顶不足3尺之处瞬间消散。与此同时，周晨身侧空间如同水波般荡漾，一名女子凭空踏出，她一袭红衣似火，身姿高挑挺拔，简单的高马尾束在脑后，几缕碎发拂过白皙的颈侧。女子面容绝美，与君清月有7、8分相似，眉眼间却少了几分清冷，反而英气逼人，顾盼之间神采飞扬，自有一股睥睨天下的傲然。红衣女子双手抱胸，怀中搂着一把赤红长剑，眉眼弯弯，笑眯眯地道：我说你这老头劲儿挺大。高台之上，青云剑宗的刘长老如遭雷击，身形猛地一颤，急忙行礼：剑子大人。红衣女子出现的刹那，一股磅礴剑意如潮水般弥漫开来，整个世界广场的空气仿佛凝固，所有人都感到一股无形的威压，连呼吸都变得困难。青云剑宗的柳木白长老脸色骤变，急忙躬身行礼：参见剑子大人。此话一出，全场哗然。剑子，他就是青云剑宗当代剑子君清雪。我的天，真的是他！和传闻中一样，红衣绝剑，英姿无双。他怎么来了？难道也是为了这周晨而来？无数目光瞬间聚焦在那道红衣身影上。青云剑宗剑子，那可是青州年轻一代中的剑道魁首，即便是成名多年的老年修也不是对手。周晨看到这红衣女子剑修出现，心中长长舒了一口气，救兵总算到了。他凝神望向君清雪，确实发现她的眉宇间与君清月有5、6分相似，但那气质却截然不同。姐姐君清月是清冷孤高，宛如9天明月，一世独立，不敢亵渎，而眼前的君清雪却是英姿飒爽，神采飞扬。她眉眼间的自信几乎要满溢出来，有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张扬。一个静默深远如寒潭，一个锋芒毕露如出鞘之剑。众人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完全无法理解眼前这一幕。这周晨到底是什么来头？3天前还在天阳郡默默无闻，如同凭空出现一般，在炼丹大会上力压丹王亲传和天丹门天才，名震全郡，如今更是引得整个天丹门高层倾巢而出，连闭关多年的门主都亲自驾临，只为擒拿他。而现在连青云剑宗这位地位尊崇、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当代剑子君清雪都为了他亲自现身。他一个来自边陲小城的少年，何德何能，竟能搅动如此风云？萧青山脸色阴沉的可怕，沉声道：君清雪，你这是什么意思？此人窃取我天丹门核心传承，乃我宗门死敌，你青云剑宗难道要包庇此等贼子吗？君清雪眉眼弯弯，赤红长剑在怀中轻转，目光斜睨，漫不经心地道：什么意思？听不懂人话。我说这人我照了。语惊四座，石破天惊，全场顿时哗然。什么？君清雪真的要保周晨？为什么？周晨明明剑道根骨为零，是个彻头彻尾的剑道废物啊！青云剑子怎么会为了一个废物不惜得罪天丹门？所有人都懵了，完全无法理解。若说君清雪是看中了周晨的剑道天赋，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一个根骨为零的人，在剑道上前途已绝，毫无价值可言。杨明更是气得脸色铁青，他眼睁睁看着局势逆转，眼看着就能借天丹门之手除掉这个屡屡让他难堪的乡巴佬，却半路杀出个君清雪，他气得几乎要吐血，疯狂呐喊：凭什么？这小子凭什么？他不过是个走了狗屎运的窃贼。若君清雪是看中他的剑道天赋也就罢了，可他明明是个连剑都拿不稳的废物，凭什么能得到君清雪的青睐？我不服！萧青山面色阴沉，此子偷学我天丹门核心传承，罪证确凿，更何况他连你青云剑宗的入门测试都未能通过，根本不算你宗门弟子。你确定要为了一个外人与我天丹门为敌？刘长老也急忙劝道：剑子大人三思啊，此子未通过考核，按规矩不算我宗弟子，为了他而与天丹门交恶，恐非明智之举，还请剑子以宗门利益为重。君清雪轻笑一声，赤红长剑骤然出鞘，剑光如血，映照天地。规矩？我君清雪的话就是规矩。我说他是我青云剑宗的人，他就是。萧青山闻言怒极反笑，通天境的恐怖气息再无保留，如同沉绵的火山轰然爆发。君清雪，你未免太狂妄了，你真以为仗着剑子身份，本座便不敢动你？我天丹门屹立青州数千年，靠的可不仅仅是炼丹术。话音未落，
他身后几位天丹门长老亦是齐齐踏前一步，身上的强横气息联合在一起，如同惊涛骇浪，朝着君清雪碾压而去。数道强大的气势交织，整个事件广场的地面都微微震颤，台下众人更是被这股联合威压逼得连连后退，面色骇然。周晨眉头微皱，不好，萧青山并不打算给君清雪面子，而且君清雪虽强，似乎也难以一人抗衡整个天丹门。君清雪却傲然一笑，赤红长剑骤然斩出，一道血色剑光冲天而起，宛若惊鸿破晓。轰！天丹门众人联手布下的威压之网，竟被这一剑轻易撕裂，化作点点流光消散。君清雪持剑而立，红衣烈烈，剑尖斜指地面。他看着脸色巨变的萧青山，淡淡开口：萧青山，你搞错了一件事。今日我站在这里，代表的并非青云剑宗。他微微扬起下巴，那双阴气的眸子中第一次流露出睥睨众生的高傲，一字一句道：我代表的是君家。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你天丹门确定要与我君家为敌？天丹门众人脸色骤变，萧青山更是如遭雷击。君家，他们这才想起了起来，眼前这位红衣女子不仅是青云剑宗的剑子，更是那个传承数千年的剑道世家君家的嫡系血脉。青云剑宗虽强，但也比天丹门强不到哪里。君清雪这位年轻剑子纵然惊才绝艳，不过也未必能代表整个天丹门。但君家不一样，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是一个传承了不知多少岁月的古老剑道世家，底蕴深不可测，族中强者如云，历代皆有剑仙出世，影响力遍布整个大前王朝，连皇室都要礼让3分。若是君家要保的人，别说他一个天丹门，便是青州所有势力联手，也要掂量掂量后果。萧青山脸色变幻不定，心中天人交战。最终他长叹一声：好，很好，君家威名，萧某领教了。但他话锋猛地一转，紧紧盯着周晨。周晨，今日算你命大，有君家为你撑腰。不过山高水长，来日方长，我天丹门的传承不是那么好拿的，这件事绝不会就此罢休。撂下这句狠话，萧青山便猛地一甩衣袖，头也不回地离开。天丹门其他人面面相觑，最终只能带着不甘狼狈跟上。只有苏青竹一时没反应过来，紧紧盯着那道青山身影，美眸中异彩连连。这周晨真的只是一个毫无背景的边陲少年？苏青竹心中若有所思，这是君家在保周晨，还是君清月姐妹在保周晨？他原本以为这次天丹门高层倾巢而出，连门主萧青山都亲自驾临，即便那寒月剑仙君清月再次现身，即便是君清月亲至，也未必能保住周晨。毕竟寒月剑仙再强，终究只是剑道第5境，对应武道通天境。虽然剑修杀伐无双，同阶无敌，但面对天丹门众多强者围攻，也难有胜算。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君清月没有出现，来的却是他的妹妹青云剑宗当代剑子君清雪，而且君清雪的态度竟非常强硬，不惜搬出背后的君家，逼得天丹门不得不退让。苏青竹不信，一个剑道根骨为零，来自偏远小城的少年能让君家这样做。他又不是没有调查过周晨的背景，再简单不过，一辈子甚至连天风城都没有离开过，怎么可能和君家有交集？未必就真的是君家在保周晨，极有可能只是君清月姐妹的意思。他只是想不明白，君家姐妹为什么要保周晨？看样子，这周晨接下来是要进入青云剑宗修炼剑道了。苏青竹眸光微动，一个念头悄然浮现。刚好，他心中冷笑：周晨，我倒是要看看你身上究竟藏着什么秘密，能让君家如此重视。即便你躲在青云剑宗，我也要查个水落石出。苏青竹最后深深看了周晨一眼，便转身随着天丹门众人悄然离去。天丹门众人来得快，去得也快，前一刻还剑拔弩张，杀气腾腾，转眼间便偃旗息鼓，狼狈退走。这就结束了。天丹门气势汹汹而来，竟被君清雪3言2语就逼退了。这周晨到底是什么来头，竟能让青云剑子如此相护？杨明看着这一幕，脸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他眼睁睁看着周晨一次又一次绝处逢生，这次甚至连天丹门主亲自出手都没能拿下他。他冷哼一声，对身旁的杨烈道：算这小子命大，不过既然他自寻死路要进青云剑宗，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这小子没有见到根骨，还非要赖在青云剑宗，那就是自寻死路。他眼中闪过一丝狠毒，压低声音说道：你进入青云剑宗后，立刻去找杨云大哥。杨云大哥在青云剑宗修炼多年，实力深不可测。虽然这小子没有见到根骨，但你不要小瞧这小子，他能古丹秘境杀了程大师，虽然有程大师受伤的原因，但这小子武道修为应该也不弱。不过杨云大哥是我杨氏的第一天才，在青云剑宗练剑多年，周晨绝对不可能是杨云大哥的对手。杨烈眼中闪过厉色，重重点头：明哥你放心，
此子断不能留，我这就去安排。到了青云剑宗，自有杨云少爷收拾他。另一边，周晨看着天丹门众人消失，心中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暂时安全了。虽然过程曲折，但总算如愿以偿，成功得到君清雪的庇护。不过看样子，天丹门还是没打算放过我。不过他也不是很担心，反正接下来我会待在青云剑宗修炼，一直等君清月来。他们总不可能真的杀上青云剑宗来要人。只要我不轻易离开青云剑宗，应该足够安全。当务之急是尽快提升实力，只有自身强大，才是应对一切危机的根本。周晨转身面向高台，青山微拂，声音传遍全场。柳长老，晚辈周晨恳请拜入青云剑宗。柳慕白闻言，脸上顿时露出为难之色，搓着手道：周公子，你的情况大家有目共睹，见到根骨为灵，按我宗千年规矩，确实无法收录啊。唰，一旁抱剑而立的君清雪手中赤红长剑应声归鞘，发出一声清脆狰鸣。他看都未看柳慕白，目光懒洋洋扫过全场，只有2字：准了。柳慕白脸色一苦，急忙低声道：剑子大人三思，他毫无根骨，于剑道一途可谓绝路，这如何能入我剑宗门墙？恐惹人非议。君清雪终于斜睨了他一眼，眼神如剑，透着不耐。聒噪！我说准了便是准了，何时轮到你来讲规矩？柳慕白浑身一颤，额角见汗，再不敢多言，只得躬身应道：是，谨遵剑子法旨。他转向周晨，挤出一个极为勉强的笑容。周晨，自今日起，你便是我青云剑宗弟子了。周晨这才转身看向众人，最后看向杨明，嗤笑道：先前我便说过，无需见到根骨，一样能入青云剑宗。现在你们可信了？众人神色僵硬，面面相觑。刚才他们还嘲讽周晨不自量力，认定他必被淘汰出局，谁知转眼间，这位剑骨为灵的少年竟在剑子亲口准许下，堂堂正正迈入了青云剑宗。周晨淡然一笑，青山微拂，傲然踏入新晋弟子行列。杨明脸色铁青，几乎要吐血。他眼睁睁看着这个屡次打他脸的乡巴佬，竟然真的以灵根骨之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青云剑宗。这一幕刺痛了在场许多自诩天才却仍需经过严格考核才能入门的人，但无人敢出声质疑，因为那是君清雪的决定。周晨立于新晋弟子之中，面色平静无波。他清楚宗门之内实力为尊，纵有剑子庇护，若自身不堪大用，终究难逃淘汰命运。不过他并不担忧，自己身怀剑道神通、先天剑童，更有阴阳塔这等时间至宝傍身，即便没有剑道根骨，他依然有把握在剑道一途登临绝顶。很快，收徒大典的插曲告一段落，选择继续。君清雪早已不耐，见周晨已定，便屈指一弹，铮！赤红长剑应声出鞘，如血龙升空，迎风变长，化作一艘3丈剑舟，剑意凛然，悬浮于空。他纵身轻跃，落于剑手，红衣猎猎，对周晨招手：愣着干什么？上来，我有事要问你。唉，还没等周晨反应过来，一股柔力将他托起，稳稳落在剑身上。周晨只觉脚下踏实，四周骤变，凛冽天风拂面，心中不由一震。御剑飞行，这可是剑修独有的逍遥，普通武者若不能晋升通天境，难以凭借自身挣脱大地束缚。而剑修只需御剑术成，便可凭一剑横渡清明，朝游北海木苍无真潇洒。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也能御剑飞行。此刻得以亲身体验御剑飞行，俯瞰山河渺渺，难免心潮澎湃，心生无限向往。走了！君清雪一声轻喝，赤红剑舟发出一声激昂剑鸣，化作惊天长虹，撕裂云层，载着2人赶往青云剑宗。青云剑宗坐落于天阳郡城数百里外的青云山脉深处，群峰耸峙，云雾缭绕。君清雪御剑而行，赤红剑舟破开云海，速度快得惊人。周晨立于剑身之上，强忍着高速飞行的不适，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前方那道红衣绝影之上。疾风烈烈，吹得君清雪衣袂飘飘，高竖的马尾如旗帜般飞扬。他负手立于剑首，身姿挺拔如松，眉宇间尽是洒脱与自信，仿佛这天地之大，尽可具得。那份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英气与自由，与脚下翱翔9天的剑意完美交融。周晨一时竟有些怔住，只觉得此刻的君清雪比阳光更耀眼，比剑锋更凌厉，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独特魅力，让他心绪微澜。喂！君清雪忽然回头，秀眉微蹙，盯着周晨：你小子眼神鬼鬼祟祟的，看什么呢？周晨连忙收敛心神，正色道：没看什么。君清雪轻哼一声，显然不信，却也不再纠缠于此。他话锋忽然一转，
问出了心底的疑惑。少给我打马虎眼，说正经的，你跟我姐到底什么关系？我君家的剑令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拿到的，他能把这东西给你，让你来找我，关系肯定不一般吧？周晨微微一滞，什么关系？难道要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得叫我一声姐夫？这话他万万不敢说出口，除非他想立刻被君清雪从这万丈高空中一脚踹下去。他想了想，最终说道：清雪姑娘说笑了，剑令自然是君剑仙亲手所赠，我曾侥幸帮了君剑仙一个小忙，仙子为表谢意，便赠此剑令，说遇到困难可持令来青云剑宗寻剑子相助。君清雪听完，嗤笑着上下打量着周晨，轻哼一声：帮了个忙？就你？不是我小瞧你，以我姐的修为和眼高于顶的性子，你能帮上她什么忙？别是编出来糊弄我的吧？他虽然这样说，但是也没多大怀疑，毕竟这君家剑令是真的，若非姐姐心甘情愿给出，外人绝无可能拿到。罢了罢了，懒得刨根问底。他摆了摆手，转而问道：那你现在说说，想让我帮你什么？总不能就是来我青云剑宗混个弟子名头吧？周晨平静道：不用，你已经帮了，助我躲避天丹门追杀，让我入青云剑宗修习剑道。君清雪听了却摇了摇头，语气带着几分直白的打击：安心修炼？你想靠修炼剑道提升实力？他嗤笑一声，毫不客气地嘲讽道：小子，我明白告诉你，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护你周全没问题，只要你老老实实待在青云剑宗，天丹门的人确实不敢把你怎么样，但是就你这剑道根骨，趁早死了练剑这条心，那是绝无可能的事情。剑道一途，根骨是基石，基石为零，任你有多高深的剑诀，多强大的毅力，都是空中楼阁，寸步难行。你想在青云剑宗靠剑道出头，还不如指望天上掉馅饼。君清雪双臂抱胸，赤红长剑在他脚下发出轻微的嗡鸣。他看着周晨，语气笃定道：剑者手重剑气，因天地灵机入体，淬炼经脉，凝练出属于自身的第一缕剑气，才算真正踏入剑道。他伸出一根手指，在周晨面前晃了晃，斩钉截铁道：就你这空空如也的剑道根骨，我敢断言，别说3天，就是给你半年时间，你也休想感应到半分剑道灵机，更别说凝练剑气。更何况你年岁已不小，早已错过了筑基练剑的最佳年华，现在才开始，难如登天。周晨淡淡一笑，眼前的君清雪红衣烈烈，容颜绝丽，虽气势凌人，但看骨龄神态，分明也比自己大不了2-3岁，却一副老气横秋、评判众生的模样。他也不解释，只是平静道：不如我们打个赌，3日之内，我必能修出剑气。3日？君清雪先是一愣，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3天凝练剑气？周晨，我看我姐是知道我在宗门里待得无聊，特意送你过来逗我开心的吧？他好不容易止住笑，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周晨。你知道寻常拥有下等剑骨的弟子，凝练第一缕剑气需要多久吗？少则1月，多则半年。即便是上等剑骨，也需10日苦功。你一个根骨为零、毫无基础的人，敢夸口3天？他摇了摇头，只觉得周晨是失心疯了。行，这个赌我接了。君清雪爽快应下，他倒要看看这个被姐姐看中的少年究竟是真有倚仗，还是纯粹的口出狂言。他凑近周晨，吐气如兰：你若真能在3天内修出剑气，我君清雪便应你一个条件，只要不违背道义，不触及宗门底线，随你提。周晨心中一笑，应道：好，有先天剑童在身，别说3日，便是当场凝练剑气也非难事。说3天已是留足了余地。君清雪看着他这副模样，心中那丝好奇更浓了，但也仅此而已。他根本不相信有人能打破剑道的铁律。谈话间，脚下赤红剑舟已穿过层层云雾，前方景象豁然开朗。但见无数陡峭如剑的山峰刺破云海，直插天际。峰峦之间，亭台楼阁依山而建，鳞次栉比，飞檐斗拱。同时还有一股浩瀚如海的剑意笼罩着整片山脉。青云剑宗，青州剑道圣地终于到了。剑舟最终降落在一处极为开阔的白玉广场之上。广场尽头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大山门，上书青云2字，笔走龙蛇，剑意逼人。君清雪轻盈落地，赤红长剑缩小飞回他手中，对周晨招了招手：到了，跟我来。几个守门弟子见到他，连忙躬身行礼：参见剑子。君清雪对此视若无睹，边走边对周晨随口介绍道：那边是外门弟子活动的区域，传功堂、人物殿什么的都在那边。再往里是便是内门区域，灵气更浓郁，规矩也更多。核心弟子和长老们则大多居住在那些主峰之上。君清雪带着周晨
穿过广阔的白玉广场，朝着外门区域走去。他一边走一边继续介绍，语气随意。宗门内弟子等级森严，分为外门、内门，资源、功法、待遇天差地别。新入门的弟子一般先从外门弟子做起，想要晋升全靠实力和贡献。每月有小比，每年有大比，是晋升的主要途径。当然，如果天赋足够惊人，被哪位长老甚至封主看中，直接收为亲传，也能一步登天。说到这儿，他瞥了周晨一眼，意思很明显，后者跟他基本无缘。周晨默默听着，将这些信息记在心里。很快，两人来到一处相对僻静的院落群。这里的建筑不如内门区域精致，但也整洁有序，天地灵气明显比山门外浓郁不少。君清雪在一处挂着执事房牌子的屋子前停下，直接推门而入。里面一位中年执事见到是君清雪，吓得立刻站起身，恭敬行礼：“剑子大人，您怎么亲自来了？有何吩咐？”君清雪用下巴点了点身后的周晨，给他登记半个外门弟子身份，安排个清静点的住处。执事连忙称是，手脚麻利地取出一枚玉牌和一本册子，询问周晨的信息。当听到周晨说他见到根骨测试的接过为灵的时候，执事脸色煞白，正准备说些什么，但看到君清雪的脸色，只好作罢。很快登记完毕，将一枚代表外门弟子身份的青色玉牌和一部基础的青云剑诀递给周晨。周晨，这是你的身份玉牌，凭此还可出入外门区域，领取阅历，接取任务。你的住处安排在丙字区域7号院。君清雪却皱了皱眉，丙字区域那边太吵了，换一个甲字区域还有空房吗？给他安排一间。执事面露难色。剑子大人，甲字区域通常是给有望冲击内门的优秀弟子准备的，周师弟他刚入门，见到根骨为灵，按规矩。规矩？君清雪眉梢一挑，我带来的人，我说住哪就住哪，有问题？执事冷汗都快下来了，连忙道：没问题。甲字区域3号院正好空着，这就给周师弟安排。他赶紧重新录入门牌信息，将一枚质地更好的白色玉牌交给周晨。多谢执事。周晨接过玉牌，平静道谢。他心知肚明，这完全是借了君清雪的事。君清雪带着周晨穿过竹林小径，忽然停下脚步，转身打量着他：“喂，我说你小子，我有点搞不懂你。来之前，我打听了一下，你在天阳郡炼丹大会上大放异彩，连丹王亲传都败在你手下，明明有丹王之姿。”他双臂抱胸，赤霄剑在指尖轻转，放着大好前途的丹道不走，偏偏要跑来我这青云剑宗，死乞白赖的非要学剑。就以你展现出的炼丹天赋，即便没有我出手，只要你放出风声，青州境内愿意为了你得罪天丹门的势力，恐怕也不在少数吧。周晨沉默了片刻，为何要学剑？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他的姐姐君清月，他要证明给那个清冷如月、认定他见到樊庸的女人看，他周晨绝非他口中的庸才，而是注定要登临剑道之巅的绝世天才。他已经和君清月约定好了，待他来青云剑宗之时，若自己修为能突破至剑道第3境，便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他面前，这样后续才能继续和君清月双修，升级纯阳道体。当然，这些话是绝不可能对君清雪直说的。他抬眼看向君清雪，忽然唇角一勾：“很简单啊，因为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剑道天才，若是不学剑，那简直是暴殄天物，是整个剑道界的巨大损失，实在太可惜了。”哈！君清雪闻言先是愣住，随即像是听到了世间最荒谬的笑话，笑得花枝乱颤。剑道天才，就你？周晨，你是炼丹炼傻了，还是做我剑州的时候被天风吹坏了脑子？一个剑骨测试为灵的家伙，居然敢自称剑道天才！周晨面不改色，清雪姑娘拭目以待便是。君清雪被他这副自信爆棚的模样给气笑了，他绕着周晨走了半圈，红衣曳地，语气戏谑：“哼，还拭目以待？周晨，我猜你恐怕连剑道境界如何划分都搞不清楚吧？就在这里大言不惭，自称天才。”周晨微微一顿，自己现在确实还不知道剑道境界划分，还请清雪姑娘不吝赐教。见他态度还算端正，君清雪轻哼一声，他双臂环抱，下巴微扬，用简洁明了的语气说道：“听好了，剑道修行初步可分为5大境界，由低到高，依次是剑士、剑师、大剑师、剑王、剑皇。剑士境凝练剑气，算是入门；剑师境剑气离体，登堂入室；大剑师剑气凝练，初窥剑意；剑王境剑气化钢，剑意凝实，可引动天地之势。至于剑皇境，说到此处，君清雪下巴微扬，红衣在凌风中轻拂，自有一股睥睨之气，剑意通玄，引动天地之力，有皇者之威，能断江斩月。
本剑子便是不久前刚晋升这第5境。至于更上面的境界，他摆了摆手，语气轻飘，就不用跟你细说了，反正以你的天赋，这辈子连想的边都摸不着，知道了也是徒增烦恼。周晨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剑道5境如此划分，原来如此。从凝练剑气开始，一步步提升。他立刻联想到君清月，当初分别时，君清月正是剑道第5境，如今看来，她们姐妹2人在剑道境界上处于同一层次。不过，周晨清楚，君清月踏入剑皇境界远比君清雪要早，再加上与自己双修之后，不仅助她血脉提升，解决了困扰已久的寒煞，还让她的修为精进。此刻的君清月，恐怕早已是剑皇中的顶尖存在，距离传说中的下一个境界，应该也只有一步之遥。他立刻联想到自己与君清月的约定，等君清月来青云剑宗的时候，若自己能晋升剑道第3境，他便认可自己，到时候或许可以再续前缘，让纯阳道体更进一步。君清雪见他听完境界划分后，便陷入沉思，久久不语，不由得轻哼一声。怎么？听完这5大境界，知道天高地厚，被吓到了。现在反悔想去专心炼丹还来得及。周晨回过神来，看向君清雪，淡然一笑，吓道：那倒没有，只是目标更清晰了而已。3日之后自现分晓。哼，死鸭子嘴硬。君清雪撇撇嘴，显然没把他的话当真。他像是忽然想起了时，玉手一翻，那枚代表着君清月信物的君家剑令出现在掌心。君清雪屈指一弹，抛给周晨，道：诺，这个还你。既然是我姐给你的，那还是由你保管。若你真是什么剑道天才，我君家剑令可不只是块普通信物那么简单。周晨接过君家剑令，心中很清楚，君清雪几乎已经明示了，这绝不仅仅是一块令牌那么简单。看来得找个时间好好研究一下这君家剑令了。君清雪见他收好剑令，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说道：喂，别说本剑子没有照顾你，我虽然不看好你，但既然你执意要学剑，基础总得有人给你打一打。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已经帮你打点好了，明日晨时你去外门东侧的流云小筑找云水瑶云长老嘛，他会负责指点你入门剑道。多谢清雪姑娘安排。周晨认真道谢，不管君清雪嘴上如何，这份人情他记下了。行了，地方你也认识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我走了，你好自为之。记住，明天晨时流云小筑，别迟到。说完，他也不等周晨回应，红影一闪，便已翩然离去流云小筑云水瑶长老。周晨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丝期待。他回到甲字3号院自己的房间，取出了那部青云剑诀基础册子，准备好好研究一下。这青云剑诀乃是青云剑宗的入门根基，据说宗门内诸多高深剑诀皆是由此演化而来。册子不厚，开篇便阐述了剑道修行的基础，引灵气入体，于经脉中运转，最终凝聚剑身，化生出第一缕剑气，这便是踏入剑世境的关键。忽然，他正准备研究青云剑诀的时候，院外传来一阵喧哗。什么？甲字3号院被人占了？哪个不长眼的敢抢萧师兄预定的院落？另一个声音附和道：是啊，刘师兄，我们刚才亲眼看到执事房的人带着个生面孔过来的，直接把3号院的玉牌给了他。先前那声音顿时怒了：混账！我不过晚回来半天，就有人敢截胡？小子，我不管你是谁，赶紧给我滚出来，把3号院让出来！周晨眉头一皱，心中不悦，自己初来乍到，麻烦这么快就找上门了。他起身推开房门，走了进去。只见院门外站着几位少年，穿着青云剑宗的服饰，其中一人周晨还认识，正是之前在世剑广场上遇到的杨明的表弟杨烈。而在杨烈身旁还站着一个气息更加强大的青年。杨烈看到周晨出现，先是微微一惊，随即讥笑道：周晨，原来是你这小子占了3号院。他立刻对身旁那位青年说道：刘师兄，就是此人，他就是在收徒大典上剑骨测试为灵雀被破格收录的那个周晨。这小子本来应该直接被淘汰，但是他有关系，这才走了后门进来。那刘师兄当即勃然大怒，冷喝道：我乃赤霄郡刘峰，家师是外门张长老，甲字3号院是我早已看中的院子，你一个凭关系进来的废物也配住在这里？识相的自己搬去丙字区域，把院子让出来。周晨面无表情，讥笑道：宗门只是亲自安排的住处，玉牌在我手中，这院子便是我的，你说让就让，我若不搬，你又能奈我何？此话一出，刘峰瞬间被激怒。刘峰被周晨这轻蔑的态度彻底激怒，尤其是当着杨烈和几位跟班的面，他感觉颜面大失。一个靠关系进来的废物也敢在他面前嚣张，你一个毫无剑道根骨的废物，岂知剑修之威，也配住这甲字院？
给我滚开！刘峰厉喝一声，右手并指如剑，体内剑气运转，直接点向周晨的胸口。周身不闪不避，体内九转星辰诀骤然运转，第一层星辰皮膜瞬间激发，皮肤表面泛起淡淡星辉。他右拳直击，毫无花哨的迎向剑指，砰！拳指相撞，发出一声闷响。刘峰只觉得手腕剧震，虎口发麻，长剑竟被这一拳打得偏向一旁，剑身嗡嗡作响，险些脱手。什么？怎么可能？竟然他用拳头硬接了刘师兄的剑，这小子的肉身好强！围观的弟子们全都傻眼了，一片哗然。用肉身硬汉利剑，这简直闻所未闻。刘峰脸色铁青，他在这批新晋弟子中排名前列，剑道修为已达第2境剑师，本以为能轻松碾压这个靠关系入宗的废物，谁知周晨仅凭肉身之力就硬撼了他的剑气。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刘峰心中骇然，这等强横的体魄不去专修炼体术，跑来剑宗凑什么热闹？他强压怒火，冷笑道：哼，光会蛮力有什么用？明天云水瑶长老会亲自来指导新弟子修炼基础剑诀，到时候我便要睁大眼睛看看你这毫无剑道根骨的废物还怎么练剑，连最基本的剑气都感应不到。我看你在这剑宗之内还能依靠蛮力横行到几时？我们走。说罢狠狠瞪了周晨一眼，带着杨烈等人悻悻离去。周晨神色平静，心中早有计较，君清雪之前就提过会安排一位厉害的长老指点他，想必就是这位云水瑶长老了。如今看来，这次授课并非单独为他开设，而是面向这批新招收的具有一定潜力的弟子。像刘峰这种剑骨6品突破剑师境的，明显也在受邀之列。返回静室，周晨重新拿起那本青云剑诀。君清雪还有所有人都以为我剑骨为灵便是剑道绝路，可惜啊，你们不知道我拥有的是凌驾于根骨之上的天赋剑道神通。忽然心念一动，眼中泛起淡淡金芒，先天剑瞳开。但就在此时，他怀中玉佩突然剧烈震颤。周晨脸色骤变，这玉佩颤动说明阴阳塔可能出问题了。他脸色骤变，急忙招呼西河女帝：西河前辈，阴阳塔发生什么了？他话音未落，识海中便响起了西河女帝那带着一丝凝重甚至惊讶的声音：小子，情况有变，本座也没料到会如此之快，恐怕是因为你与那君清月双修，纯阳道体本源得到极大滋养，间接加速了阴阳塔能量的积累。第2层的封印似乎快要提前开启了，塔内第2层沉睡的那位恐怕要提前出世了。周晨闻言，心中顿时掀起滔天巨浪。什么？第2层的女帝要提前出世了？周晨呆若木鸡，他清楚地记得西河女帝曾说过，阴阳塔共分9层，每一层都沉睡着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帝，而自己这纯阳道体对任何一位女帝而言都是梦寐以求的顶级炉鼎。如今他的纯阳道体虽已真至真体巅峰，却迟迟未能突破至霸体境界。若以现在的状态面对第2层女帝，恐怕顷刻间就会被吸干本源，身死道消。他心念急转，瞬间进入阴阳塔第1层白衣胜雪的西河女帝已然现身，正悬浮在半空，神色凝重。周晨急忙问道：西河前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之前不是说阴阳塔第2层的开启还需要3个月，现在怎么这么快？西河女帝轻叹一声，眸光悠悠：本座也没有想到你与那君清月双修后，纯阳本源增长如此迅猛。阴阳塔感应到你的本源增强，加速了解封进程。周晨脸色煞白，那我岂不是死定了？一想到自己即将被西城人干的凄惨下场，周晨就感到一阵绝望。西河女帝见他这般模样，清冷的眸子微微闪动，安抚道：你也不必过于恐慌，虽然封印松动加速，第2层的那位意识可能会提前苏醒，但阴阳塔的封印层级森严，他未必能立刻真身破封而出，现在最多也只是一缕神念化身出现，所能动用的力量有限，直接裁捕你的可能性不大。周晨闻言，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原来如此，那还好，至少还有点缓冲时间。话音刚落，阴阳塔第2层轰然洞开，万丈剑光冲天而起。轰！周晨骇然抬头，他浑身汗毛倒竖，只觉有无数无形利剑悬于头顶，肌肤刺痛。只见第2层的巨门竟在阵阵轰鸣中缓缓洞开一道缝隙，万丈剑光自门后喷薄而出，刺目欲盲。一道绝代风华的身影自无尽剑光深处缓步而出。周身呼吸一滞，剑光散去，身影凝实。他容颜清绝，眉目如画，青丝仅以木簪轻挽，尤其那双眸子清澈深邃，眸光流转间如有实质剑气，刺人心魄。周晨心神大惊，这便是第2层女帝。他目光扫来，平静四股紧深潭：小子，便是你执掌此塔？
周臣躬身，晚辈周臣见过前辈。女子微微汗结，本座名为洛离。四字出口，塔内隐有剑鸣回响，曾以一剑横压万世。周臣心中大惊，第二层的洛离女帝竟是一位以剑道横压万世的绝世人物。洛离女帝瞥了眼周臣手中的青云剑诀，眉头微蹙，哼，你身为阴阳塔之主，肩负无上因果，竟修炼这等下等剑诀，简直是自降身份，辱没此塔。周臣顿时有些尴尬，他也想有好剑诀，但是只有这青云剑诀。洛离女帝并指如剑，指尖骤然亮起一点极致璀璨光芒。罢了，觊觎本座便是你的缘法，这等垃圾不练也罢。今日便赐你本地的剑道传承太初剑经。话音未落，他只见那点璀璨光芒骤然爆发，化作一道蕴含了无穷剑道信息的洪流，瞬间没入周臣的眉心。轰！太初有道，剑眼其一，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始之始，是为太初。无之剑道，汲取太初之意，凝无上剑种，演化万剑，破灭万法。这竟是一部直指剑道本源的无上经典。这经文直指剑道本源，阐述剑气自虚无中诞生，演化天地万物的至高之理。先天剑瞳开，周臣不敢怠慢，立刻催动自身神通。他双眸深处，一点纯粹如先天般的剑意符文浮现，眼前的世界顿时开始变化起来。那晦涩难懂的太初剑经，在剑瞳解析下变得清晰明亮。按照经意引导，周身灵气自然流转。不过片刻，一缕精纯剑气自丹田滋生，如游龙般在经脉中奔腾流转。剑气凝时，周身气势陡然一变，剑势一重，3重、5重，竟是连破5重境界。这缕剑气诞生的刹那，周臣浑身一震，如今自己终于正式踏入剑修。那一缕太初剑气在周臣体内流转，精纯无比，带着开天辟地般的原始道运。这剑气远胜寻常剑经所凝，蕴含着演化万法的本源之力。周臣心中欣喜，青云剑诀本来就是大陆货剑诀，品质低下，即便自己有先天剑瞳，修炼速度也不会太快。而太初剑经直指剑道本源，配合先天剑瞳，进进神速。这时，洛离女帝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这道太初剑气只是种子，你好生温养修炼，尽快将剑道境界提升至第3境。我之本源皆系于剑道，待我出关与你双修时，你的剑境越高，能承受并转化的好处便越大。这对你而言是难得的机遇。”周臣心神微动，又是剑道第3境的要求，但他此刻信心十足，有这等无上传承，加上剑道神通，突破第3境指日可待。修炼无岁月，塔中不知年。当周臣再次睁眼时，周身剑气已然凝若实质，剑势9重，只差一步便可踏入剑师之境。而第2层塔门的缝隙似乎也扩大了几分。周臣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隐有剑芒流转。算算时辰，该去见见那位云长老了。他起身活动筋骨，惊讶地发现，虽在塔中修炼多日，却毫无倦意。太初剑气在体内自行运转，反而让精神愈发饱满。他心念一动，便回到了房间之中。刚一睁眼，窗外已是天光微亮。算算时间，今天正是辰时，该去流云小筑见那位云水瑶长老了。周臣目光一闪，虽然已得太初剑经这等无上传承，但明面上的宗门流程还是要走。周臣来到流云小筑时，院中已聚集了众多新晋弟子。众人见他到来，顿时响起一阵窃窃私语。快看，那就是周臣，听说他剑道根骨为灵，竟也能拜入宗门，据说靠的是剑子大人的关系。周臣目不斜视，青衫微拂，走向角落。他目光一扫，果然见到几个熟悉面孔。昨日得罪的杨烈和刘峰也在，两人看到周臣到来，眼神中立刻闪过一丝怨毒，不过并未立刻上前挑衅，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此外之外，周臣还看到了在世剑广场上看到了来自流云郡大族柳家的大小姐柳依依。就在众人等待没有耐心的时候，忽然人群瞬间安静下来。快看，云长老来了！只见一道水蓝色的流光自天际掠来，轻盈落在小筑前的石台上。流光散去，现出一位身着水蓝色云纹道袍的女子。只见一位身姿窈窕、气质温婉如水的女子现身。她看起来不过20出头，容颜清丽，未施粉黛，眉眼弯弯，自带3分笑意，宛如邻家姐姐般亲切可人。若非她周身隐隐流转着可怕的剑意波动，以及象征着长老身份的道袍，任谁也很难将她与威严的宗门长老联系起来。快看，那就是云水瑶云长老。天啊，她看起来好年轻，好漂亮。听说她是整个青云剑宗最年轻的长老，不到30便已踏入剑王之境，剑道天赋精彩绝艳，是宗门内公认最有希望冲击剑皇的天才之一。何止啊，我还听说云长老性子温和，指导弟子极有耐心，
从不摆架子，在内门外门都极受尊敬爱戴。奇怪，按照惯例，一般给我们新生弟子做入门指导和讲解规矩的，都是资深执事或者普通长老，云长老这等人物怎么会亲自来？管他呢，我们运气真不错，竟然能遇到云长老亲自授课，可以大饱眼福了。云长老好！众弟子齐声问好，能得这位美女长老亲自授课，简直是天大惊喜。云水瑶温婉一笑，如春风拂面，轻轻点头回应。他扫视全场，问道：诸位，请问哪位是周晨？此言一出，全场顿时一静，众人脸上都露出诧异之色。周晨，不就是那个在收徒大典上被测出剑道根骨为零，本该直接被淘汰，却因为剑子军清雪的关系，硬是走后门才得以拜入青云剑宗的小子？他怎么会被云长老单独点名？站在角落的周晨也是微微一愣，没想到这位云长老会直接点自己的名。他平静地向前一步，拱手行礼：弟子周晨见过云长老。云水瑶轻轻颔首，走到周晨面前，他伸出右手，指尖流转着淡淡的蓝色水光，轻轻搭在周晨的手腕上，似乎在探查着什么。片刻后，他收回手，眼中闪过一丝惋惜，但脸上的笑容依旧温和，柔声鼓励道：周晨师弟，你的情况我也情况，天生的剑道根骨却是差了些许，修行之路或许会比旁人艰难许多。不过剑道一途，根骨虽重，却非唯一，毅力、悟性、机缘皆有可能造就奇迹。不要灰心，好生修炼，若有疑难，可随时来流云小筑寻我。接下来的课程，我会对你多加关注。周晨瞬间明白，这必然是君清雪特意交代过的，他心中不由泛起一丝淡淡的苦笑，暗想道：若是没有阴阳塔的际遇，没有得到洛离女帝赐下的太初剑经，能得到一位剑王境长老的重点关注，自然是极大的幸运。可惜如今我身负太初剑、金瓷等无上剑道传承，眼界早已不同。这青云剑宗的寻常剑诀指点，哪怕是长老亲传，于我而言意义也已不大，甚至可能与我自身道路相悖。不过他表面上还是一脸感激，再次躬身：多谢云长老勉励，弟子铭记于心。云水瑶这番话瞬间引起了更大的骚动。什么？云长老竟然说要重点关注他？先是剑子大人力排众议将他收入门下，现在连云长老都对他如此青睐有加。他一个剑道根骨为零的废物，凭什么？难道就因为他长得俊？这小子一定是走了狗屎运，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讨好了剑子大人，现在连泪云长老都被蒙蔽了。我不服，我们哪个不是经过层层筛选，凭自身剑道天赋进来的？他一个靠关系的，凭什么得到如此特殊的照顾？人群中，杨烈和刘峰脸色铁青，特别是刘峰刚被周晨暴打，以为今天的长老讲课，见到根骨为零的周晨会被云长老嫌弃，却没想到结果截然相反。云水瑶对下方的骚动恍若未闻，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温润地开始讲解：今日我们便从青云剑诀最基础的入门篇讲起，重点在于如何感应天地灵机，引导入体，于经脉中完成第一个周天运转，从而凝练出属于自身的第一缕剑气。他讲的极为细致，从呼吸吐纳的节奏，到心神感应的要诀，再到灵气在特定经脉中运行的细微控制，可谓掰开揉碎，耐心十足。但是台下许多弟子的脸色却渐渐变得古怪起来。这青云剑诀虽是宗门根基，但能通过考核进入青云剑宗的，哪一个不是早已凝练出剑气，正式踏入剑士境的剑修？在场众人，修为最差的也有剑士5重左右，像刘峰、杨烈、柳依依这等佼佼者，更是已达剑师境界。云长老却从最基础的开始讲起，而且一讲就是大半天，完全没有涉及任何稍微高阶的内容。搞什么啊？讲了半天还是凝练剑气？就是我们早就不是初学者了，云长老怎么净讲这些？这进度也太慢了吧！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学到青云剑诀的精髓？窃窃私语声再次响起，不满的情绪在人群蔓延。终于杨烈按捺不住，率先发难，问道：云长老，弟子有一事不明，还请长老解惑。长老，您讲解的如何凝练剑气确实精辟，但恕弟子直言，在场诸位师兄弟大多早已成功凝练剑气，正式成为剑修。我们更渴望聆听的是如何运用剑气，如何修炼剑招，如何提升剑道境界。他刻意顿了顿，指向周晨，而不是一直反复聆听这最基础的步骤。难道就因为他一个人剑道根骨为零，迟迟无法入门，我们所有人就要陪着他原地踏步吗？长老，您再给他讲解千百遍，没有天赋就是没有天赋，这纯粹是浪费时间，还不如让他自己去角落慢慢琢磨。你也好传授我们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刘峰也立刻站了出来，阴阳怪气地附和道：杨师兄说的对，云长老，您再给他怎么细致讲解，
没有天赋就是没有天赋，烂泥扶不上墙。您何必为了他一个人耽误我们所有人的前程？我们也是新生弟子，我们也渴望学习更高深的剑道啊。这两人一带头，原本就有些不满的弟子们也纷纷低声附和起来。是啊，云长老，这不公平，我们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而停滞不前啊，还请长老传授更高深的剑诀。云水瑶秀眉微蹙，他自然看得出大部分弟子的心思，也明白杨烈、刘峰是在借题发挥，针对周晨。周晨心中了然，云水瑶长老如此细致的讲解基础，就是想帮他尽快入门。不过他已经不需要了，自己不仅成功凝练远超寻常剑气的太初剑气，更是一举突破到了剑士9重，距离剑师境界也只有一步之遥。云长老这番苦心对他而言作用不大，不过洛离女帝的剑道传承太过深奥，听一听其他的剑道基础也还是挺不错的。就在云水瑶秀眉微蹙，准备开口维持秩序之时，周晨缓缓起身，平静道：万丈高楼平地起，我周晨能否凝练剑气，何时凝练剑气，与你们这群连基础都未吃透的废物有何干系？就凭你们这浅薄见识，也配质疑云长老的授课，也配妄议剑道高低？此言一出，全场大惊。这小子是来搞笑吧？他一个剑道根骨为零的废物，连剑道的门都难以触碰的门外汉，居然好意思说他们这些靠着自身剑道天赋拜入青云剑宗的天才，是连基础都没有吃透的废物。我们是废物，那你是什么？你他娘的放什么狗屁？一个剑气都不能修炼出来的废物，也有脸说我们连基础都没吃透？杨烈、刘峰两人直接笑乐了。哈哈，周晨，我看你是炼丹炼傻了，分不清自己有几斤是吧？你连剑道的门都没摸到，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评判我们？就是一个靠关系才能进入青云剑宗的废物，除了嘴硬，你还会什么？有本事，你现在就凝练出一缕剑气给大家看看啊！云水瑶看着台下那个成为众矢之的的少年，美眸之中却闪过一丝赞赏。周晨这番话虽然说得极其狂妄，但却恰恰说到了点子上。万丈高楼平地起，说得好啊！云水瑶心中暗叹，他见过太多天赋出众的弟子，包括眼前的杨烈、刘峰，乃至更优秀的柳依依。他们或许进神速，剑气凌厉，但往往过于追求境界的提升和招式的威力，反而忽略了最根本的剑气打磨与根基夯实。真正能做到铜镜无敌的剑修，哪一个不是将基础打磨得浑厚无比？剑气凝练度，对剑道本质的理解，这些都远超同柴。周晨能说出这番话，不管他自身实力如何，至少这份对剑道修行的认知已经超出了在场绝大多数弟子。周晨闻言却是轻笑一声，凝练剑气有何困难？于我而言，不过是想与不想一念之间罢了。杨烈和刘峰闻言先是一愣，随即便哄堂大笑起来。哈哈，听见了吗？他说他想凝练就能凝练。周晨，你是不是还没睡醒？你知道什么是剑气吗？就凭你这剑道根骨为零的资质，给你3年时间，不，给你10年，你都不一定能摸到剑气的边。刘峰也嗤笑道：真是大言不惭，云长老亲自探查过的结果还能有假？你若现在能当场凝练出一缕剑气，老子跟你信。高台之上，云水瑶微微蹙眉，他刚才亲手探查过周晨的根骨，那确实是近乎断绝剑道之路的资质。在他的预估中，即便有自己亲力指导，周晨能在3个月内感应到气感，半年内勉强凝练出一丝孱弱剑气，都已是奇迹。当场凝练，绝无可能。周晨这话说得太满，等下怎么收场？周晨对他们的嘲讽置若罔闻，他只是神色平静地自怀中取出那本崭新的青云剑诀基础手册，在众人的目光中缓缓翻开。与此同时，他双眸深处一点混沌光华悄然流转，先天剑瞳开。顷刻间，他眼中的世界变了。那手册上原本平凡的文字和图谱仿佛活了过来，化作一道道流动的剑意轨迹，清晰地阐释着青云剑诀最本质的运行原理和力量核心。所有的关窍、难点乃至隐藏的瑕疵，在先天剑瞳之下都无所遁形。只是片刻，周晨合上了手册，仿佛已经彻底吃透。看好了，他轻声吐出3个字，随即并指如剑，随意地向前一划，是一缕凝练如实质的青色剑气骤然自他指尖迸发而出。这剑气虽细，却凌厉无匹，带着一股青云直上意蕴，赫然正是最纯正的青云剑诀剑气。而且论精纯程度、凝练程度，远超在场绝大多数弟子苦修多日的成果。全场死寂，所有的嘲讽声在这一刻戛然而止。流云小筑内，仿佛时间都凝固了，所有人的表情都僵在脸上，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不可能，我眼花了吗？剑气，他竟然凝练出剑气了，而且还是如此精纯的青云剑气。
我一个见识9重的外门前识，都无法凝练出他那样凝练的青云剑气。不，恐怕很多内门弟子都无法凝练出此等精纯的青云剑气。他不是剑骨为灵吗？怎么会这样？杨烈和刘峰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们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在这一刻崩塌了。一个剑骨为灵的废物，怎么可能做到这种事情？高台之上，云水瑶温婉的面容上第一次露出了震惊。这绝不仅仅是凝练出剑气这么简单。他刚才亲手探查过周晨的剑道根骨，确实是差到了极点，近乎断绝剑道之路的资质。按理说，这样的根骨，别说凝练剑气，就连感应天地灵机都极其困难。可周晨呢？从他讲解完毕，到他翻开那本崭新的青云剑诀手册，再到他并指如剑，凝气成形，整个过程不过短短10息不到。10息，从零基础到成功凝练出剑气，简直闻所未闻。而且整个过程他表现得太过轻松写意，仿佛吃饭喝水一般简单。更可怕的是，他凝练出的那道青色剑气，无论是精纯程度还是凝练程度，以及对青云剑诀意蕴的把握，都达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别说外门弟子，恐怕许多修炼此诀多年的内门弟子都未必能凝练出如此高品质的剑气。先天剑体，某种隐藏的绝世剑道资质，还是顿悟。总之，此子绝对不简单。一瞬间，云水瑶看向周晨的目光已经完全变了。之前特别关照的只是因为剑子嘱托，而现在已然转变为一种发自内心的惜才之心。如此璞玉，若能精心雕琢，未来不可限量。云水瑶压下心中的波澜，脸上重新露笑容。很好，周晨，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更让本长老惊喜。事实证明，根骨并非唯一，既然有人已证明基础无碍，那本长老便不再赘述浅显之理。说罢，云水瑶神色一正，他右手虚空一握，一柄通体湛蓝的长剑凭空出现在他手中。今日我便破例为你们讲讲这青云剑诀之中更为高深的内容。看仔细了。云水瑶轻喝一声，手腕轻抖，蓝色长剑随之舞动。此乃云海听涛，剑光乍起，化作一片绵密轻柔的蓝色光晕，如同云雾缭绕，剑势起伏间竟隐隐传来潮水涌动般的低沉嗡鸣。他一边施展着精妙剑招，一边开口讲解，声音清越。此招精髓不在伤敌，而在蓄势。剑势如潮，起于微末，蓄于无形，动则沛然墨玉。关键在于把握其中动静转换的韵律，感受剑气与天地灵机的共鸣。紧接着，他剑势在变。再看清风叠翠，湛蓝长剑骤然由柔转刚，剑光分化，化作一道道剑气，开始层层递进，仿佛眼前真有无数青翠山峰拔地而起，剑气一重接着一重，连绵不绝。此招重亦不重形，剑意如山，重在连绵厚重，以势压人。需要将自身意志融入每一道剑气，使其如山峰般巍然。他讲解的内容已迈入高阶，这些对于刚刚入门，甚至许多仅停留在运用剑气阶段的弟子而言，无异于天书。台下顿时响起一片痛苦的哀嚎。好高深啊！云长老在讲什么？这剑法我看的眼花，根本看不懂。剑意、剑势，这真的是我们现在能接触的东西吗？即便刘峰和杨烈这样靠着天赋直入内门的新弟子，也是更是听得满头大汗。他们拼命想跟上云水瑶的思路，却依旧感觉云里雾里。周晨也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其实他也不懂，不过他有先天剑童，听不懂没关系，但可以通过云水瑶的演示看懂。这一次云水瑶的讲解和演示对周晨而言帮助巨大。太初剑经固然是无上剑诀，但许多基础的东西反而讲述的宏阔而简略。有云水瑶这位剑王境亲身示范和深入讲解，恰好弥补了他在这些基础应用和细节掌控上的空白，这对他夯实基础、发挥自身潜藏的剑道实力非常重要。云水瑶收剑而立，扫视众人，温声问道：“刚才的讲解，你们听懂了多少？”云长老，这也太难了，完全听不懂啊！那件事怎么引动的？根本抓不住头绪。看了半天，只觉得剑光好看，里面的门道一点没摸着。就连那位来自流云郡、天赋出众的柳依依，此刻也是微微皱眉，沉吟片刻才轻声道：“回云长老，弟子也只是勉强听懂3、4分，还需回去细细揣摩体悟，才能消化。”云水瑶最后看向角落的周晨：“周晨，你呢？”周晨平静开口：“看懂了。”此话一出，犹如一块石头砸进湖面，瞬间激起了千层浪。什么？他看懂了？他懂个屁！我们这么多人都云里雾里，他一个刚侥幸凝练出剑气的新手，装什么大尾巴狼？杨烈和刘峰直接嗤笑出声，讥讽道：“周晨，你小子装什么？懂？你拿什么看懂？”
就凭你那双只会盯着云长老看的眼睛吗？别逗了，就是牛皮吹得震天响，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以为剑道是你看两眼就能会的？周晨置若罔闻，只是淡淡道：实话而已，我看懂了，便是看懂了。你们听不懂，那是你们悟性不够，与我何干？此话一出，直接让所有人坐不住了。你说什么？你的意思是我们都是蠢材，就你一个是天才？太嚣张了，就连天资聪慧如柳依依都只是领悟皮毛，你有脸说你领悟了？眼看群情激愤，场面有些失控，云水瑶轻轻抬手，一股无形的威压弥漫开来，瞬间让所有嘈杂声音平息下去。停！他美眸凝视周晨，带着一丝好奇。周晨，你说实话，你当真听懂了？周晨拱手，语气依旧平静。我可以现场展示，不过我还没有领剑，若长老允许，可否借剑一用？每个拜入青云剑宗的弟子，本都有资格领取一柄制式长剑，只是他因为君清雪的关系破格入院，手续未完，还没来得及去领。云水瑶只是沉默片刻，便随即颔首。可他右手轻扬，那柄湛蓝如秋水般的长剑再次浮现，悬停在周晨面前。这是我的水韵剑。周晨握剑的瞬间，一股温润如玉的触感传来，剑身中蕴含的精纯水灵力都快要溢出来了。地阶神兵。周晨心中暗惊，他暗自猜测，云长老的这把水韵剑恐怕已经达到了地阶层次，甚至可能是地阶中品。法宝与功法武技一样，分天、地、玄、黄四阶，每一阶又分上中下三品。地阶法宝已是许多宗门长老级别强者才能拥有的珍贵之物。至于更高的天阶，乃至传说中的层次，那就不是他现在能接触到的了。周晨心念微动，眼眸深处一点淡金光芒流转，先天剑瞳悄然开启。刚才云水瑶演练的各种细节全部在脑海中重现。杨烈嗤笑一声，装模作样。一个刚凝练剑气的新人，怎么可能领悟云长老的剑无上剑术？话音未落，周晨已执剑而起。他不想暴露太多，只是以剑势一众的修为施展出来。轰！水韵剑骤然出鞘，剑鸣如龙吟。周晨一剑斩出，在空中幻化出浩瀚云海，蓝色剑光如潮水般层层涌动，云雾缭绕间隐有惊涛暗涌之势，正是云海听涛的至高意境。看到这，刚才的嘲讽声瞬间消失。什么？这小子竟然真的会？刚刚不是在说大话？不待众人惊呼，周晨剑势陡然一变，长剑震颤，剑气瞬间化作千重峰峦，清脆剑意如山岳压顶，化作数道剑气，层叠交错间境，显露出巍峨清风的厚重神韵。这正是清风叠翠修炼到极致才有的气象。不可能，连这一招他也会，而且如此完美。这小子真的是一个刚凝练剑气的新人。两式剑招在电光石火间接连展现，行云流水般自然流转。更恐怖的是，周晨的剑意中隐隐带着一丝天地之威，那是一种超越了招式本身的意境。别说外门，整个青云剑宗都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唯一可惜的是，就是周晨境界太低了，仅仅只有剑势一重，境界限制了他的发挥。但若是让他的境界再高一些，哪怕只是达到剑势5重，这几剑恐怕就能碾压在场绝大多数弟子。这不可能！杨烈踉跄后退，脸色煞白如纸。柳依依美眸中异彩连连，连这位素来清冷的剑道天才也忍不住失声惊呼：这周晨灵剑道根骨，却有如此恐怖的剑道天赋。青州果然人才辈出，看来我还是不能太骄傲。周晨身形一定，青衫随风轻扬，水韵剑在他手中挽出一朵湛蓝剑花，随即精准归鞘。所有弟子都正在原地，目光死死盯着场中那道身影，仿佛还未从刚才那两式惊世剑招中回过神来。周晨却恍若未觉，只是抬眼望向高台那道绝美身影，平静道：云长老，我刚刚演练的没问题吧？全场死寂中，唯有水韵剑的嗡鸣在天地间回荡。所有弟子道心震颤，他们亲眼见证了一场奇迹。剑骨为灵者，竟展现出了剑道宗师的雏形。云水瑶如遭雷击，连呼吸都为之医治。他刚刚看得很清楚，周晨不仅完美复刻了他的剑术，更在其中融入了自己对剑道的独到理解。这种理解甚至隐隐触及到了他这个剑王都未曾完全掌握的领域。云水瑶眸光闪动，左手轻抚过水韵剑身，眼中尽是欣赏之色。他将长剑往周晨面前一递，声音温润：此剑与你有缘，既然你尚未领取佩剑，这柄水韵便赠予你了。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往后修行若有疑问，随时可来流云小筑寻我。这话一出，满场哗然。什么？云长老竟要将水韵剑赠予他？这可是地阶神兵啊，还允他随时请教，这待遇连亲传弟子都没有吧？周晨也是微微一愣，没想到这位云长老如此慷慨。
就在他准备开口时，脑海中突然响起一道呵斥声：地阶神兵，什么破烂玩意，用久了只会污了你的剑道根基。周晨心头一震，这声音赫然是执掌无上剑道的洛离女帝。带你回塔，本座赐你真正的太古神兵。周晨心中狂喜，能让洛离女帝称为神兵的，恐怕是能震动9天10地的至宝。他当即收敛心神，对着云水瑶拱手道：云长老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这水运剑与你似乎更配，还是你留着用吧，我不能拿你的剑，而且以我现在的修为，也用不了这么高品阶的神兵。话音落下，满场哗然，所有弟子瞪大双眼，地阶神兵主动相赠，这小子居然拒绝了。他居然拒绝了，地阶神兵都不要，这小子疯了吧？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连云水瑶也愣住了，他执剑的手悬在半空，美眸中闪过一丝错愕。多少弟子梦寐以求的地阶神兵，竟被如此轻描淡写的拒绝了。云水瑶看向周晨，眼中多了一丝欣赏。这少年不贪外物，心性纯粹，确实是个可造之才。既然如此，便不强求了。云水瑶收回长剑，眼底欣赏之色更浓。若改变主意，我这里随时为你敞开。很快，讲授继续。说是给所有人讲课，但云水瑶讲的内容太过高深，这些又基本全是新弟子，除了周晨外，根本就没几个人能听得懂。不过也没有人敢抱怨什么，毕竟以云水瑶在青云剑宗的地位，能来给新生弟子讲课，已经算是不错了。2个时辰后，终于结束。周晨快步回到房中，立即心念一动，进入阴阳塔。他迫不及待地望向第2层，大喊道：洛离前辈，你答应我的太古神兵呢？塔内忽然剑气激荡，第2层塔门半开，一道绝代风华的身影缓缓浮现。洛离女帝青丝如瀑，衣袂飘飘，她眸光清冷如雪，淡淡扫过周晨。急什么？本座既允诺于你，当然不会食言。洛离女帝手轻轻一挥，一柄通体黝黑的长剑凭空浮现，轻飘飘落在周晨面前。剑身暗淡无光，还带着些许锈迹，剑柄粗糙的像是随便找了块木头削成，整把剑朴实的近乎寒酸，连最基础的灵力波动都感受不到。周晨瞪大双眼，嘴角微微抽搐，感觉自己上当了。不是，我的上古神兵呢？这分明是铁匠铺里最次的凡铁，怕是连砍柴都嫌钝。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厚着脸皮收下云长老那把的水运剑，好歹也是地阶神兵。怎么，瞧不上眼？洛离女帝冷哼一声，轻点剑身。此剑名太初，乃混沌初开10天地间第一缕剑意所化。它看似凡铁，实则可吞噬万兵净化。黄阶玄阶不过口粮，地阶天阶亦能消化。待他引进千柄神兵，自当重归太古神威。周晨倒吸一口凉气，吞噬净化。你以为本座会拿凡铁糊弄你？洛离女帝袖袍轻拂，黑剑骤然迸发混沌气息，冷喝道：若非你身负阴阳塔因果，这等成长型神兵连剑帝都不配染指。周晨闻言，心中顿时欣喜若狂。吞噬净化，这可比任何固定的高阶神兵都要强大。虽然现在这太初剑只是一块不起眼的凡铁，但它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可以不断成长。只要它能够不断找到食物喂给它，未来别说地阶、天阶，就是成为传说中撼动9天10地的无上神兵，也不是没有可能。多谢前辈赐剑。周晨紧紧握住太初剑，虽然它依旧冰凉粗糙，但在周晨眼中却已是无价之宝。先别高兴得太早，空有神兵，若无相应法门，也不过是徒劳。接下来我便传你与之配套的秘法——万兵熔炉术。他并指如剑，指尖骤然亮起一点极致璀璨的光芒。这股光芒仿佛蕴含了天地间所有兵戈杀伐之意的光芒，直接点向周晨的眉心。轰！周晨只感觉脑海一声巨响，仿佛有一座巨大的熔炉在他脑中炸开。以身为炉，以剑为引，融万兵之精华，助太初锋芒。妙，太妙了！周晨兴奋不已。有了这万兵熔炉术，太初剑便可以慢慢升级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去寻找品阶合适的兵刃。洛离女帝忽然告诫道：对了，你此前破境太快，虽看似勇猛精进，实则剑士境的基础并未夯实，一味追求破境速度，如同沙上筑塔，对你未来剑道有损无益。周晨心中一凛，顿时冷静下来。确实，也许是君清月的原因，自己太想见他了，有些急于求成了。剑道修行根基源比境界更重要。反正君清月来青云剑宗还有些时间，倒也不过太过追求境界速度。反正有阴阳塔，他有自信能及时突破剑道第3境。晚辈明白了。周晨嘴角忽然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他想起了与那位红衣似火的剑子君清雪立下的3日之约。当时自己夸下海口，说3日之内必能凝练剑气，他还当自己是痴人说梦，笑得花枝乱颤。如今别说凝练剑气，自己已是剑士9重，
只差临门一脚便可踏入剑师境。这要是让那位眼高于顶的剑子知道，不知会是什么表情。倒是该去会会这位剑子大人了。周晨轻抚着手中的太初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顺便也该讨要他许诺的条件了。如今我正缺少几件神兵，干脆就向他要几把神兵，刚好用来升级太初剑。他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君清雪亲口说过，若他真能在3日内凝练剑气，便答应他一个不违背道义的条件。如今自己不仅做到了，还远远超出预期，这份惊喜想必会很精彩。周晨离开阴阳塔，便打算去找君清雪，却发现自己一个外门弟子，连剑子所居的青云主峰都没资格踏入。他无奈摇头，也罢，反正那红衣剑子说过会来寻他，倒也不必急于一时。接下来的3天中，周晨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夯实基础上。他白天偶尔还会去流云小筑听云水瑶讲课，但随着自身对太初剑经理解的加深，以及先天剑童的辅助，他感觉能从云长老公开授课中汲取的新知识已近饱和。在又一次听完讲课后，他恭敬地向云水瑶说明情况，说自己需要时间沉淀，暂时不再前来听课。云水瑶虽然觉惋惜，但也礼并未强求。于是周晨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阴阳塔第1层。他不再追求境界的突破，而是反复运转太初剑经、精纯剑气，打磨根基，将剑士9重的境界锤炼得圆融无瑕，稳如磐石。与此同时，流云小筑，云水瑶看着台下翘首以盼的弟子们，语气平和地宣布，此次系列讲剑本就是我受人所托，主要目的是引导周晨入门。如今他已明确不再前来，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从明日起，便会有新的长老来接替我为诸位授课。此话一出，台下顿时一片哗然。什么？云长老不来讲课了？这怎么行？虽然云水瑶讲授的内容对他们而言过于高深，许多人都听得云里雾里，但他毕竟是剑王境的强者，偶尔流露出的剑道见解都让他们受益匪浅。最重要的是，云水瑶美若天仙，在青云剑宗风云人物，不知多少长老弟子倾心于她。能有这么一位美女长老授课，即便听不懂，光是看着都是一种享受。瞬间，不满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开来，当即有弟子愤然拍案，都怪那个周晨，真以为自己学了点皮毛就了不起了，竟敢直接不来听课。就是他，若不是他，云长老怎么会走？走，我们去找他，必须让他回来听课，不管他愿不愿意，都得给我们一个交代，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了我们所有人的机缘。一群外门弟子群情激愤地冲向周晨的住处。这一次听课的弟子中不乏一些内门弟子，但他们大多自持身份，虽然不悦，却也不会轻易下场。按宗门规矩，内门弟子不得随意插手外门事务，这等劝学的事情自然落在了这些与周晨同辈的外门弟子身上。阴阳塔内，时间流速与外界迥异。周晨手持太初剑，身形如电，剑随身走，一道凝练至极的灰蒙蒙剑气破空而出。这一剑摒弃了所有花哨，止于最纯粹的剑道锋芒。快、狠、准！他收剑而立，感受着体内圆转如意的太初剑气，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经过在阴阳塔中这近乎1个月的苦修打磨，我的基础终于夯实无比。他心中自语，充满自信。如今，即便不依赖先天剑童，不仗着太初剑经，仅凭我自身对剑道的理解与这身精纯修为，剑士9重境内，能胜我者，恐怕也屈指可数。忽然，外界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喧哗声。周晨，给我滚出来，别躲在里面装死，我们知道你在。周晨眉头一皱，神识微动，便感知到院外聚集了不少人。怎么来了这么多人？他心中疑惑，当即心念一动，离开了阴阳塔，回到自己的房间中。他推开房门，走到小院，只见院门外的空地上黑压压的站了20-30人，将甲字号区域的道路都堵住了。这些人他大多面生，但从统一的青色服饰上不难判断，他们全是外门弟子。周晨，你终于肯出来了。为首一名高寿弟子厉声道，我现在命令你立刻去流云小筑听云长老讲课。另一名弟子跟着喝道，就是，你凭什么说不去就不去？连累云长老不再授课，耽误我们所有人的修行。人群顿时骚动起来，纷纷指责周晨自私自利，要求他必须回去听课。周晨从他们的话中听出来，因为他不去听课的愿意，云长老也不再愿意授课，所以这些人不乐意，让强迫他重新去听课。怎么，云长老授课，各凭悟性？我听懂了，悟透了，自然不必再去浪费时间。难道你们都是傻子，听不懂还要硬坐在那里充数？这话如同火上浇油，众人顿时大怒。一名气质出众的青衣男子跃众而出，冷喝道，周晨，我乃外门第10方力群，我现在以师兄的身份命令你，今日你必须重新去流云小筑听课。周晨双手负后，平静一笑，
我去或不去是我的自由。你说命令，你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你们能奈我何？方力群脸色瞬间阴沉如水，寒声道：周晨，你执意如此，那便是与我们整个外门为敌。对，就是与我们整个外门为敌。他身后的众多外门弟子齐声附和，声势浩大。方力群踏前一步，威胁道：你天赋再高，终究刚入门，在你晋升那门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待在外门。只要你一日是外门弟子，就有无数种方法让你在外门寸步难行。周晨闻言非但不惧，反而风轻云淡地嗤笑一声：就凭外门这群连基础剑招都练不明白的废物，也配教我规矩？他负手而立，青衫飘飘，带着一股睥睨全场的狂傲。我周晨行事何须下尔等解释？尔等若是不服，大可一起上。我周晨今日便以手中之剑，将你们这些所谓的外门精英一并挑了。此话一出，全场死寂，所有弟子瞪大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青衫少年。疯了，彻底疯了！一个刚凝练剑气不到3天的新人，竟敢扬言挑战整个外门。什么？这小子未免也太猖狂了！他以为他是谁？剑子大人吗？一个刚凝练剑气成为剑修还不到3天的新人，竟然妄想一人挑战我们整个外门。所有人都被周晨彻底激怒了，这已不是简单的口角之争，而是对整个外门数千弟子的公然蔑视。就连原本只是想施压逼他就范的方力群，此刻脸色也彻底阴沉下来，眼中寒光闪烁。方力群怒极反笑，眼中杀机毕露。既然你执意找死，我便成全你。话音未落，周围数十名外门弟子已然默契散开，剑光闪烁间，将周晨所有退路尽数封死，形成合围之势。方力群身为外门第10，修为已达剑士9重巅峰，此刻毫无保留，强大的气势轰然爆发，青色剑气萦绕周身。他手中长剑一震，剑名清脆，化作一道青色长虹，直取周晨。周晨神色不变，只是虚空一握，轻喝道：剑来！那柄通体黝黑、朴实无华，甚至带着锈迹的太初剑，顷刻间出现在他手中。众人见状，压抑的嘲讽顿时爆发。就这破剑，连点灵光都没有，也好意思叫剑？他们的嗤笑声尚未落下，周晨已然出剑。到了现在，也没有隐藏下去的必要，而且也刚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来验证自己这在阴阳塔中近乎1个月的剑道基础打得够不够坚牢。周晨目光一凝，体内剑士9重的修为瞬间爆发。轰！面对那道已至身前的青色长虹，周晨手腕微转，一剑斩出。太初剑后发先至，点向对方剑士最为脆弱的核心一点。咔嚓！清脆的碎裂声响彻全场。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方力群手中品质上乘的长剑当场碎裂，直接被炸成无数碎片。同时，一股剑气透过碎剑直灌方力群经脉，他惨叫一声倒飞出去，连吐3口鲜血，生死未知。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弟子僵立原地。剑士9重，周晨竟然是剑士9重，这怎么可能？他3天前才刚凝练出第1缕剑气啊！一剑，他竟然只出了1剑就击败了外门第10的方师兄。怪物，他根本不是人。那些原本气势汹汹的外门弟子，此刻面面相觑，脚步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场面一时僵住。周晨轻抚太初剑身，看向众人，语气平静：现在还有谁要教我规矩？现场一片沉默，无人敢应答。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新来的，你太猖狂了。话音未落，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通道，3道身影迅速出现。这3人也是外门弟子，2男1女，藏得挺深啊。其中一人冷笑道：故意隐藏修为，连测验的刘长老都被你骗过去了。他们的出现立刻在人群中引起了骚动，有弟子惊呼出声：是田猛师兄，外门第9；那是刘琴师姐，外门第8；还有张凡师兄，外门第7。他们竟然都来了。这3位可都是外门前10中排名靠前的存在，实力远非方才的方力群可比。他们的联袂出场，瞬间让原本胆怯的弟子们重新看到了希望。周晨看向3人，语气平淡：怎么，你们也是来请我去听课的？田猛冷哼一声：听课？我们是来教你做人的。你不是要挑战整个外门吗？我们3人便代表外门前来应战。他身旁刘琴接口道：当然，你若现在后悔，跪下认错，承诺日后乖乖去听云长老授课，并向外门所有弟子道歉，我们或可考虑手下留情。周晨不禁轻笑摇头，手中太初剑随意地横在身前，云轻云淡道：少说废话，动手吧。你们3个在我眼中和刚才那个废物一样，并无区别。找死！
这话彻底激怒了田猛三人，他们身为外门前5、7、8的存在，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轻视？刹那间，三人同时出手。田猛使用的是一把重剑，直接对着周晨当头劈下；刘擎使用的则是细剑，化作点点寒星，刁钻狠辣，直刺周晨周身要害。张凡练的是快剑，他身形如鬼魅，剑出无声，直取周晨肋下。三人配合默契，剑气交织成网，瞬间封死了周晨所有闪避空间，杀机凛然。周晨眼神微凝，体内太初剑经悄然运转，太初剑气顷刻间弥漫开来。只是简简单单的挥剑一划，一道平淡无奇的弧形剑气横扫而出。但是就是这道普通的剑气，在与田猛三人的剑光接触的瞬间，却爆发出恐怖的威力。轰！3声闷响几乎同时响起，田猛那是大力沉的重剑被震得高高荡起，虎口崩裂，鲜血直流。刘擎根本来不及反应，他只觉一股恐怖的巨力传来，手中细剑差点脱手，踉跄后退。张凡的快剑更是被直接斩断，剑气将他整个人震得气血翻腾，倒飞出去。三人瞬间被这一剑逼退，脸上满脸惊愕。这是什么剑气？田猛失声惊呼，他感觉自己的剑气在对方的剑气面前瞬间就被击溃。刘擎和张凡也是面色巨变，他们从周晨的剑气中感受到了一种仿佛源自天地初开的古老剑意，这绝对不是普通剑士进剑修能够拥有的剑气。不待他们多想，周晨的第2剑已然到来，依旧是朴实无华的一剑，速度却快得超出他们的反应。砰砰砰，3道身影几乎同时被剑气扫中，三人口喷鲜血，重重砸落在地，失去了再战之力。周晨持剑而立，气息平稳，他并未下杀手，毕竟这是青云剑宗，宗门严禁弟子相残。外门弟子之间虽允许争斗切磋，甚至受伤也在所难免，但绝不能闹出人命。他看着地上脱手的兵刃，心中微动，这些也许可以作为太初剑的第一批食粮。就在周晨心中盘算着是否能让太初剑饱餐一顿时，远处传来更多杂乱的脚步声。此地的动静已经彻底传开，越来越多的外门弟子闻讯赶来，其中不乏气息强横之辈甲字号区域外围，此刻已是人山人海，几乎所有在宗门内的外门弟子都聚集了过来。很快，几道尤为强大的身影分开人群，慢慢走入场中。他们身上的剑气波动远比田猛等人更加危险。有弟子立刻认出了这些人的身份，顿时发出阵阵惊呼：是陈涛师兄，外门第6；还有王浩师兄，外门第5；赵灵儿师姐也来了，外门第4。我的天，连外门第3的韩立师兄都到了！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外门前十，瞬间让所有人愣住了。外门第6陈涛，第5王浩，第4赵灵儿，这3位任何一人在外门都是风云人物，此刻却联袂而至。不过最让人畏惧的是那位走在最后的青年，外门第3韩立。关于韩立的传闻在外门中广为流传，此人痴迷剑道，性情孤僻冷峻，出手狠辣无情，曾为魔力剑意，独自深入宗门禁地万3月之久，归来时浑身是伤，剑气却愈发凌厉逼人。据说他早已具备冲击剑师境的实力，只是为了夯实根基，才一直压制修为，停留于剑士9重巅峰，实力深不可测。外门第5的王浩率先开口：周晨，听说你要以一人之力挑战我们整个外门。面对这骇人阵势，周晨却只是轻轻拂去太初剑上的灰尘，语气平静：话我既然说了，自然不会收回。怎么，你们不服？那便一起上吧，省得麻烦。此话一出，让在场所有弟子都倒吸一口凉气。面对外门最顶尖高手，这周晨竟如此猖狂。现在这3位可是真正的外门顶尖高手，有2位前5。王浩脸色瞬间阴沉如水，周身剑气暴涨，他手中长剑嗡鸣震颤，剑身泛起耀眼金光。小子，打赢田猛等人，便以为我外门无人。他们在3人在外门前十都只是垫底的，今天便让你知道外门前5的底蕴。王浩冷喝一声，周身气势轰然爆发，明显比刚刚的田猛等人要强上一个等级。只见他手中长剑震颤，剑身瞬间蒙上一层炽烈的金芒，是王浩师兄的烈金剑诀。有弟子惊呼，外门前十虽同为剑士9重，但青云剑宗外门弟子上千，修炼到此境者不在少数，能跻身前10者，无不是对剑道有着独特理解，远超同柴之辈。而前5之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每一个都拥有接近剑师初期的实力。这王浩比起刚才的田猛等人强了何止1倍。惊鸿贯日，王浩一剑斩出，剑势霸道绝伦。周晨面对这一剑，神色依旧古井无波，他甚至没有施展任何精妙剑招，只是太初剑随意向前一点，轰！剑尖震颤，一剑气后发先至，
精准点在王浩剑势最盛那一点上。好凝练的剑气，怎么可能？王浩脸色骤变，他感觉自己全力催动的这一剑仿佛撞上了一座无形山岳，在接触的瞬间土崩瓦解。与此同时，这股剑气顺着剑身反噬而来，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不好，快来助我！这小子邪门！王浩惊恐大叫，再也顾不得什么高手风范。众人顿时一阵哗然。周晨竟然一剑就逼得外门第5的王浩开口求援。陈涛与赵灵儿对视一眼，明白对方不是普通剑修，不容多想，当即纷纷出剑。惊涛剑法，飞雪连天。陈涛的剑势如狂涛怒卷，层层叠叠；赵灵儿的剑光则似漫天飞雪，冰冷刺骨，封死了周晨左右两侧的退路。三人联手，剑光交织，成绝杀之网。周晨眼中平静无波，只是口中清冷一喝：“朕。”仅仅一字，却仿佛有着言出法随的威严。话音未落，他手中太初剑已然飘然展出。这一剑仿佛只是信手挥洒，却牵引着周围的天地灵气。藏心河，这正是太初剑经中记载的一式强大剑术。经文中蕴含的无上剑术浩如烟海，不过以周晨如今的修为境界，仅能勉强参悟其中寥寥数式。而这藏心河威力已堪比玄阶上平5技，在这最高不过剑士境的外门，堪称降维打击。周晨一剑斩出，剑锋划过虚空，仿佛拖曳出一片璀璨银河。斩！这一剑牵引天地灵气，凝练如实质，剑意所至，万法皆济。轰！三人的联合剑势瞬间被土崩瓦解，同时吐血倒飞，兵刃脱手，重重砸落在地，一败涂地，全场死寂。所有弟子瞪大双眼，呼吸停滞。一剑，仅一剑，三位师兄师姐联手，竟不堪一击。可这周晨又不是什么老牌弟子，他才入门3天啊，难道这小子是无上剑修转世不成？一直沉默观战的外门第3韩立，此刻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里终于有了一丝亮光。意蕴化形，激进于道，这等剑术根基绝对不是一般机缘所能造就。韩立低声自语，声音带：“这小子身上果然藏着大秘密。”周晨持剑而立，衣袂飘飘，他目光平静，扫过倒地3人，最终落在韩立身上。现在该你了。剑光散尽，满场死寂。众弟子怔怔地看着倒地的7位师兄师姐，又看向持剑而立的周晨，终于意识到一个骇人的事实：除了尚未出手的外门前3，整个外门前10竟已尽数败于这个入门仅3日的少年之手。韩立眼中金光暴涨，周身剑气如实质般凝聚。他缓缓抽出腰间长剑，剑身泛着幽冷寒光。能连败7人，你确实值得我出手。围观众人顿时屏息凝神。外门前3与其他弟子完全是2个层次，这些天才早就能突破剑师境，却为了夯实根基，始终压制修为。他们的真实战力甚至超越普通剑师初期。终于能看到韩师兄出手了，不知道这周晨能在韩师兄剑下撑过几招。就在韩立剑意即将攀升至顶峰，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有意思！一个略显慵懒却又带着天然贵气的声音突然响起。这外门倒是许久未曾这般热闹了。众人当即一看，只见不远处的一座阁楼飞檐之上，不知何时竟悠然坐着一位华服青年。他身着锦袍，容颜俊美，手指轻轻敲击着膝头，一副饶有兴致的看戏模样。有眼尖的弟子瞬间认出来人，失声惊呼：“是李轩师兄！”外门第2。听说李师兄有皇室背景，家传的黄极金世剑以真化境，剑气自带煌煌天威，曾3剑便挫败过一位内门的剑师初期师兄。话音刚落，一股凌厉杀气骤然笼罩全场，众人只觉呼吸一滞，仿佛被无形利剑抵住咽喉。一道血色身影不知何时已立在院墙上，来人一身黑衣，面容冷峻如刀削，眼中寒芒如剑。他背负血色长剑，剑未出鞘，却早已杀气四溢。血剑萧晨，是外门第1的萧师兄。萧师兄竟然也来了！全场哗然，有弟子颤声道：“听说他修的是上古杀戮剑道，以杀养剑，煞气冲霄。去年曾独自一人踏平为祸一方的黑风寨，一剑之下，300匪徒尽数伏诛，鸡犬不留。连剑子大人都曾开口，言其有杀剑之姿。”全场死寂，所有弟子都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外门第2，李玄；外门第1，萧晨。加上早已在此的外门第3韩立，整个外门最为顶尖、实力断层的3位强者，此刻齐聚于此。所有人的目光在周晨与这3位传奇人物之间来回扫视，心脏都不由自主地提到了嗓子眼。李玄从飞檐上翩然落下，看向周晨，能以新人之姿连败7位前10，逼得韩立拔剑，你确实有些意思。本公子倒是有些手痒，
想看看你能在我剑下走过几招。而立于墙头的萧晨反应则更为直接凌厉，他看向周晨，周身那股尸山血海中磨砺出的杀戮剑意毫不掩饰地压向周晨。你的剑很特别，与我战一场。胜，你扬名；败，你或许会死。周晨看向三人，手中太初剑挽了个剑花，语气淡漠。何必一个个来？你们三个一起上吧。此话一出，全场哗然。他疯了吗？竟然要让萧师兄他们三人一起上？外门前三，每一个都是能越阶战剑师的绝世天才啊！他难道真想以一己之力打穿整个外门前10不成？众人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周晨实在太狂了，他确实厉害，以碾压之势击败了外门第4到第10的7位高手，但外门前3完全是另一个层次的存在。韩立、李玄、萧晨这三人每一个都拥有越阶战胜剑师初期的实力，是真正的天才剑修。他们之所以留在外门，只是为了夯实根基，追求完美突破。更何况是三人联手，这等战力叠加，怕是连剑师中期的高手都要暂避锋芒。现在周晨竟敢口出狂言，要一人独战3大怪物，这简直是自寻死路。好，好，好！韩立怒极反笑，眼中寒光暴涨。现在的新人真是了不起，今天韩某就教教你怎么尊敬师兄。他手中长剑一震，幽冥剑气如潮水般涌出，整个场地的温度骤然下降。既然你一心求败，本公子便让你见识见识何为天高地厚。李玄显然也有一些生气了，他身为皇室宗亲，心高气傲，周晨的话在他听来无疑是最大的羞辱。锃的一声，他那柄华贵长剑彻底出鞘，剑身流淌的黄道金芒大盛，一股君临天下的煌煌剑势弥漫开来，使得周围弟子忍不住想要俯首。萧晨一言不发，眼中血光乍现，找死！血剑嗡鸣，杀戮剑气如实质般弥漫开来，空气中顿时泛起刺鼻的血腥味，冰冷的杀意如同实质，让距离稍近的弟子如坠冰窖。三大强者含怒出手，再无保留，3道剑气交织成绝杀之网，封死了周晨所有退路。围观众人只觉呼吸困难，连退数步。我的天，韩师兄的幽冥剑域更精纯了，比起上次公开出手，寒气至少凛冽了30%。李师兄的黄道剑气竟已凝练如实质，最可怕的还是萧师兄，这杀戮剑气他难道又突破了？人群中有弟子不禁为周晨感到惋惜，低声叹道：周晨这次玩脱了，同时惹怒3位怪物，怕是很难收场。是啊，他展现的天赋已经足够惊人，假以时日，未必不能超越萧师兄他们。就是太过年轻气盛，同时得罪这3位，怕是要吃大亏了。就在众人以为周晨必败无疑时，他却忽然轻笑一声：井底之蛙也敢妄言天高。话音未落，他双眸深处一点淡金光芒流转，先天剑瞳已然开启。在他眼中，那看似完美无缺的绝杀之网，凌厉流转的轨迹都如同掌上观文，清晰呈现出来。破绽已现，周晨动了，他身形如鬼魅，太初剑化作一道灰色游龙，不退反进，竟主动切入3道恐怖剑气的缝隙之中。当枪，金铁交鸣之声与响彻不绝。周晨一人一剑在韩立3人之间穿梭纵横，剑光挥洒自如，竟将3人的联手攻势全部化解。他虽是以1敌3，却丝毫不落下风，身形飘逸，剑势圆转，根本没有多大压力。4人战团剑气纵横，地面不断被离出深沟，周围弟子一退再退，看得眼花缭乱，心惊胆战。打着打着，众人惊讶地发现，周晨的剑势非但没有被压制，反而越战越强，隐有反过来压制3人的趋势，这怎么可能？他居然和3位师兄打得不相上下。而且你们发现没有，周晨的剑势好像在越战越强，韩立3人越战越心惊。他们发现周晨的剑招看似简单，却总能料敌先机。更可怕的是，他的剑气仿佛无穷无尽，久战之下反而越发凌厉。不对，李玄最先察觉到异常，他脸色骤变，失声喝道：这小子根本未尽全力，他是在借我等之手磨砺自身剑道。萧晨眼中血光暴涨，他的剑意正在蜕变。众人闻言，这才惊骇地发现，经过这数十回合的激烈交锋，周晨不仅没有丝毫力竭之态，周身剑意反而愈发圆融通透。韩立脸色铁青，我们竟成了他的磨刀石。周晨越战越是畅快，眼中金光闪烁。先前击败的那些外门前十虽然也算不错，但比起眼前这3人，无论是剑道底蕴还是实战经验，都差得太远。这3人联手带来的压力恰到好处，正适合检验他这近1个月在阴阳塔中日夜不辍打磨的剑道根基。痛快！
他长啸一声，太初剑挥洒间愈发圆融自如，将三人的攻势尽数接下。韩立三人闻言大怒，他们何等身份，竟被当作陪练？幽冥噬魂、黄极天威、血屠千里，三大杀招齐出，天地变色，围观众人骇然倒退，一些修为较低的弟子甚至被这恐怖威压震得口吐鲜血。眼见对方动了真格，周晨眼中终于闪过一丝认真，他疯狂运转太初剑经，精纯浩瀚的剑气尽数灌注于太初剑中。也该结束了，他轻声自语，手腕一震，太初剑发出一声仿佛来自太古的悠长剑鸣。藏星河，剑落，如星河倾泻。太初剑展出的不再是剑气，而是一片浩瀚星空，无数星辰在剑光中生灭，璀璨银河横贯长空，将三人的剑招全部吞没。三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鲜血狂喷。周晨收剑而立，衣袂轻扬，他目光扫过满场呆若木鸡的弟子，最终落在外门前三身上。今日之后，外门当以我为尊。所有弟子都张大了嘴巴，眼神呆滞地看着那个持剑而立的青山少年。外门前三联手之下，竟被周晨一剑镇压。这个入门仅3天的少年，竟真的以一己之力打穿了整个外门前10。此等战绩，堪称青云剑宗外门千年未有的奇迹。甲字区域上空，一道红色流光破空而至，稳稳悬停。流光散去，露出一位红衣绝世的女子。她身姿高挑，容颜轻视，慵懒地斜躺在一柄巨大的红色剑气之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潇洒与不羁。3天期限已到，是时候去看看周晨那小子了。他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满脸期待道：“3天凝练剑气。哼，这小子当初狂得没边，现在想必已尝到剑修之路的艰难了吧？待会儿见了他，定要好好奚落他一番，看他还有何话说。”他心情颇佳，准备驾驭着红色巨剑缓缓降低高度，忽然看了一眼下方，就是这里了。怎么聚了这么多人？倏尔，红衣女子美眸一凝，她的视线穿透人群，精准锁定场中一位被数十人隐隐合围的青山少年周晨。他黛眉微蹙，带着一丝疑惑，他怎么被这么多人围住了？连外门第10的方力群都要对他出手。眼见方力群气势汹汹，似乎准备对周晨出手，而周晨却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红衣女子心中顿时一紧，不好！她身形微动，正准备冲下去解围。这小子连剑气都未必能凝练出来，怎么可能是这些人的对手？不过已经来不及。方力群悍然出手，剑势凌厉，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他心神震颤。只见那青山少年面对攻击，反手一剑斩出，直接轻松镇压那外门第10的方力群。红衣女子抬到一半的手僵在半空，美眸圆睁，红唇微张，整个人如遭雷击。剑势9重，这怎么可能？3天前他分明还是个连剑气门槛都没摸到的门外汉。今日君清雪的心情颇为不错，他驾驭着赤色巨剑，不紧不慢地朝着外门区域飞去，准备去验收某个狂妄小子的成果。他可是记得清清楚楚，3日之前那个叫周晨的家伙是如何在他面前信誓旦旦，夸下海口，说自己必能在3日之内凝练剑气，成为真正的剑修。当时他那副自信满满，现在想来仍让他觉得有些好笑，又有些可气。哼，剑道之难，难于上青天。3天凝练剑气，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等下见了他，看他还能不能像当初那般嘴硬。但是当君清雪到甲字院上空时，下方的情景与他预想的截然不同。没有埋头苦读的困惑少年，没有对着剑诀手册一筹莫展的周晨，只有黑压压的围观人群，以及场地中央那惊人的剑气波动。周晨被外门围殴了。第一眼他看到周晨随意一剑，便将气势汹汹的外门第10方力群震得吐血倒飞。君清雪美眸微睁，有些错愕。剑势9重，这怎么回事？不待他细想，更让他震惊的一幕接连上演。紧接着他又看到外门第9、第8、第7的田猛、刘晴、张凡3人联手，却被周晨一式精妙剑术轻易击溃。这剑术已得神髓。再然后是外门第6、第5、第4的陈涛、王浩、赵灵儿，这3位在外门威名赫赫的强者联手之下，竟依旧被周晨一剑藏星河摧枯拉朽般击败。而最后映入他眼帘的，更是让他娇躯微颤，几乎要从巨剑上站立起来。外门第3韩立，第2李轩，第1萧晨，这3位实力断层，早已能晋升内门却刻意压制的怪物，竟然在联手围攻周晨。而战局的结果更是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周晨以1敌3，非但不败，反而越战越强，最终同样是一剑藏星河，将那3位外门至强者尽数镇压。君清雪怔怔地悬浮在半空，一双美眸瞪得极大。
这周晨竟然以一人之力打爆了整个外门前10，连前3连手都败在了他的剑下。可这怎么可能？要知道3天之前在收徒大典的事件10前，这周晨分明还是一个剑道根骨为零，被所有人认定与剑道无缘的废物啊！3天，仅仅3天，从一个剑道根骨为零，被认定无法修炼剑道的凡人，到一剑镇压外门所有天才，登顶外门之巅，这已经不是奇迹可以形容，这简直是颠覆了青云剑宗有史以来的神迹。君清雪看着下方那个青山少年，第一次发现自己似乎完全看不透这个由姐姐引荐来的小子了。他既然眉头一皱，君清雪很快感受方那个青山少年周身的气息正在剧烈波动，体内剑气如潮水般翻涌。他美眸一凝，瞬间看出了端。这小子刚刚经历连番大战，剑意打磨圆融，气血奔腾不息，他这是要借势突破瓶颈了。这小子还真是大胆。他心念电转，身形化作一道红色流光，瞬间俯冲而下。甲字院中央，周晨持剑傲立，衣袂飘飘，四周的外门弟子鸦雀无声，看向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敬畏与恐惧。这个入门仅3日的少年，竟真的以一己之力打穿了整个外门前10。周晨忽然心有所感，体内太初剑气如江河奔涌，在经脉中疯狂流转。差不多了，是时候突破了。周晨心中明悟，之前洛里女帝告诫他破境太快，根基不稳，为此他在阴阳塔中苦修近1月，反复锤炼剑气，夯实基础。今日更是凭借一己之力打穿整个外门，以诸多外门天才为磨刀石，将自身剑意、实战经验都磨砺到了剑师境的极致。他感觉自己的状态已然圆满，壁垒松动，突破至剑师境已是水到渠成。不过他看了一眼周围的人情，眉头却微微一皱。此刻身处众目睽睽之下，人多眼杂，不是闭关突破的好时机。就在他准备强行压下体内奔腾的剑气时，一道赤色流光如流星坠地，轰然降临在场中。红光散去，一位红衣绝世的女子翩然现身，容颜倾世，气质超凡，正是3日不见的君清雪。剑子大人，在场所有弟子无论受伤与否，见到此人无不面色巨变，齐齐躬身行礼。君清雪冷哼一声，你小子还真是胆大包天，居然想到用这种车轮战的方式来磨砺剑意，借势突破。他虽然语气带着责备，眼中却闪过一丝赞赏。别磨蹭了，我为你护法，抓紧突破。周晨闻言心中一喜，知道这等突破契机可遇不可求，有剑子亲自护法更是千载难逢。他重重点头，当即盘膝坐下，全力运转太初剑经。周围众人见状，彼此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苦涩。今日一战，他们输得一败涂地。今日之后，外门格局将彻底改写。他们原本想靠着人多势众，逼迫周晨去听云长老讲课，但是谁知道周晨不仅不去，还敢一个人反抗整个外门。结果整个外门都被一个新人挑翻，如今更有剑子亲自出面护法，再留在这里也只是自取其辱。萧晨第一个挣扎着起身，对着君清雪躬身一礼，默默离去。其余弟子见状也纷纷悄然退去。不过片刻功夫，原本拥挤的院落就变得空旷起来，只剩下周晨与为他护法的君清雪。片刻之后，周晨周身剑气突然暴涨。成了！周晨猛然睁眼，双眸中剑意流转，一股远比之前强横数倍的气息从他体内迸发而出。剑气化钢，剑意凝实，剑师境成了！周晨长身而起，周身气息圆融内敛，先前那冲霄的剑气已然尽数收归体内，唯有双眸开合间偶尔流泻出的金芒。剑气化钢，凝而不散。他轻轻握拳，感受着体内奔腾流淌，远比剑士境精纯雄浑了数倍不止的太初剑气，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感充盈四肢百骸。此刻若是再对上韩立3人，他有信心无需藏星河，一般剑招变能将轻易压制他们。剑师境果然与剑士境判若云泥。他低声自语，语气中带着一丝满意。近1月的苦功，加上今日这酣畅淋漓的连番大战作为引子，终是水到渠成，踏出了这坚实的一步。一直在一旁安静护法的君清雪，此刻袅袅走近。他看着眼前这个青山少年，红唇微张，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3日，你竟真的在3日内从一介凡人直入剑师境，这简直颠覆了他数百年来对剑道修行的认知。3天，仅仅3天，从一个在试剑10前被测出剑骨为零，被所有人认定为剑道废物的门外汉，到如今剑气化钢，稳固站在剑师境的正式剑修。即便是古籍中记载的那些上古大能转世，也绝无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境界。周晨淡淡一笑，清雪姑娘，看来是我们之间的赌约，是我赢了。3日之约，我说过必能凝练剑气，成为剑修。如今我不只做到了，
还顺便突破到了剑师境。君清雪无话可说。是的，他输了。这位青云剑宗地位尊崇当代剑子，在他最引以为傲的剑道认知上，被一个来自边陲小城、剑骨为陵的少年。他看着周晨那平静中带着一丝了然的笑意，仿佛早就预料到此刻的结果，心中顿感憋闷。不过他君清雪向来说一不二，绝非输不起之人。好吧，我承认，是我输了。我君清雪言出必践，承诺为你做一件事，不过这事得在我能力范围之内，且不能违背宗门道义，伤天害理。周晨闻言微微一笑，语气轻松。清雪姑娘放心，并非什么为难之事。虽然刚刚他几乎打爆了整个外门，但是刚才光顾着突破，忘记收缴战利品了。自己这太初剑胚的成长，可是急需高品质的剑气来喂养。他看向君清雪，很是自然地说道：我只需要你送我几把品质还不错的剑就可以了。他摊了摊手，补充道：你看，我刚入门，连柄像样的备用配件都没有，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剑。君清雪明显愣了一下，他设想了很多种可能，比如索要高阶功法、珍贵丹药，甚至请求他出面解决天丹门的麻烦，却万万没想到周晨只是想要几把剑。这个要求简单的让他有些意外。他身为剑子，又是君家嫡女，最不缺的就是各种神兵利剑。愿赌服输，他自然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吝啬。就这，当然可以。君清雪几乎没怎么思考，很是痛快的应下，直接他玉指在储物戒上轻轻一抹，霎时间铿锵之音不绝于耳。只见数道色泽各异，但皆流光溢彩、剑气逼人的长剑便凭空出现，悬浮在周晨面前。足足5把长剑，每一把都灵光湛湛，剑气盎然，显然绝非寻常凡铁，至少也是入了品阶的灵剑，价值不菲。周晨心中大喜，将那5把灵光湛湛的长剑尽数收入储物袋中。多谢清雪姑娘厚赠。这5把剑最差的也是黄阶上品，其中甚至有2把达到了玄阶下品的层次。有了这些剑，太初剑终于可以开始第一次蜕变了。周晨心中暗忖，待我回到住处，便立即运转万兵熔炉术，助太初剑升级。几把剑而已，小事一桩，愿赌服输，你应得的。君清雪看着周晨，话锋一转，回到了正题。既然你已突破剑师，按规矩便是内门弟子了。走吧，我带你入内门办理手续，再给你安排一处洞府。很快，在君清雪的亲自引领下，周晨顺利完成了内门弟子的晋升手续。内门执事堂的长老们见到剑子亲临，又听闻周晨3日入剑师的惊人战绩，无不震惊失色。所有流程一路畅通，原本需要数日才能办妥的事务，不过半个时辰便全部完成。这是你的内门弟子令牌。君清雪将一枚紫金令牌递给周晨，令牌正面刻着青云2字，背面则是周晨的名字，隐隐有灵气流转。持此令牌，可自由出入内门各处要地，每月可领取300石供奉，还能进入藏经阁2层阅览功法。周晨接过令牌，心中微动，这待遇比起外门弟子简直是天壤之别。你的洞府安排在云剑峰。君清雪继续道，那里灵气充沛，有独立的院落，是内门最好的几处洞府之一。府中设有聚灵阵，修炼速度可提升3成。他顿了顿，又取出一枚储物戒，这里面有内门弟子标配的修炼资源，3瓶凝气丹，1件玄阶下品法袍，还有一柄制式飞剑。周晨不禁暗暗啧舌，这些资源若是放在外界，足以让一个小城的家族倾家荡产，而在青云剑宗内门却只是标配待遇。君清雪带着周晨办理完所有手续，并未直接前往云剑峰的洞府，而是转向了内门深处的一座山谷中。走，带你去个地方。你出入内门，按宗门惯例，有一次参悟青云剑碑的机会。青云剑碑，周晨微微一怔，这个名字他倒是第一次听说，那是什么？君清雪解释道，这是我青云剑宗的一处传承圣地，谷中矗立着一座剑碑，碑中蕴含着宗门历代剑修的剑道感悟，新进内门弟子都有一次参悟剑碑的机会，若能从中领悟1、2，对剑道修行大有裨益。周晨闻言，心中不由一动，剑碑中蕴含青云剑宗历代前辈的剑道感悟，这听起来似乎比任何具体的剑诀功法都要珍贵。他的先天剑童最擅长的便是洞察本源，感悟意境。这剑碑对他来说相当于白捡的机缘，不要白不要。原来如此，周晨点头，心中充满期待。不到片刻，两人已落入山谷之中。山谷幽深，灵气氤氲，一座巨大石碑矗立在谷地中央，高约3丈，通体青灰，碑身隐约可见密密麻麻的剑痕，散发着不同的剑意。这便是青云剑碑。君清雪指着石碑，据说此碑乃开宗祖师所立，历代剑修都会在此留下自己的剑道感悟。君清雪见周晨跃跃欲试的模样，不由轻笑摇头，出言提醒道：
不过，你也不必抱太大期望，这剑碑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领悟的。宗门安排新进弟子前来参悟，更多是走个过场，让你们感受一下前辈风采，碰碰运气罢了。君清雪双臂抱胸，回忆起自己的经历。这剑碑一般人难以窥的真谛，寻常弟子枯坐数日，能感受到一丝模糊剑意流转，已算不错。绝大多数人不过是空手而归。他顿了顿，似是回忆，即便是我当年，也只在碑前静坐2日，勉强捕捉到一缕开宗祖师留下的剑意余韵，已算是近100年来成绩最好的了。想从中获得完整传承，难如登天。他看向周晨，淡淡道：所以你只需放平心态，能有所得固然好，若无收获也属正常。毕竟这剑碑玄奥，1000年来能真正领悟其中精髓者屈指可数。周晨闻言却是心中淡然一笑，常人难以窥的真谛，难如登天，那是他们，不是我。他并未多言，只是对着君清雪微微颔首，便走向那青灰剑碑，在距离碑身丈许之处盘膝坐下，倒是挺干脆。君清雪见他如此利落，心中暗道，却也并未在意，只当他是例行公事，准备感受一番便罢。但下一瞬间，他的念头便戛然而止。只见周晨双眸微闭，随即猛然睁开。他并未有任何夸张的动作，只是平静地凝视着眼前的青灰剑碑。若有感知极其敏锐的大能在此，便能察觉到周晨那双原本清澈的黑眸深处有一丝淡金微光流转。先天剑瞳开。周晨双眸凝视剑碑，眸底淡金微光流转。先天剑瞳一开，整块碑在他眼里顿时变了样。剑碑上的众多刻痕此刻全活了过来，化作无数道流动的剑意，色彩分明，轨迹清晰。轰！剑碑忽然开始震动起来，爆发出耀眼的4色剑光，青光如春芽破土，生机盎然；赤光似夏日骄阳，灼热逼人；金芒若秋风扫叶，肃杀凛冽；银辉像寒冬飞雪，冰冷刺骨。剑碑显圣，君清雪美眸骤然一惊，忍不住失声惊呼，这是获得无上剑诀传承的征兆。他死死盯着那道符文，心头巨震。一般而言，剑碑显圣便是得到了剑碑的认可。1000年未现的异象，不知道这小子究竟获得了什么剑道传承。我姐到底给我送来了一个什么怪物？剑道根骨为灵，但剑道天赋却如此精彩绝艳。若是他能得到那根先天剑骨，日后还了得。此刻的周晨一心沉浸在剑道感悟中，并不清楚君清雪的想法。他的识海中4道截然不同的剑意如画卷般展开。春之剑如细雨润物，生生不息；夏之剑似骄阳焚天，焚尽八荒；秋之剑若金风扫叶，万物肃杀；冬之剑宛如冰封千里，天地寂灭。这4道剑意原本各自为政，互不相容，但在周晨的识海中，他们开始缓慢交融。春雨滋养夏日，夏日催生秋风，秋风迎来寒冬，寒冬过后又是新春，4季轮转，生生不息。不知过了多久，4道剑意终于完美融合，化作一套浑然天成的剑诀。4季轮转，相生相克，春雨可以化解寒冬，夏日能够驱散秋风，每一世都暗含天地至理，变化无穷。周晨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闪过一丝明悟。成了，4季剑诀。他轻轻抬手，只见一缕剑气流转，温暖如春，炽热如夏，萧瑟如秋，冰冷如冬。4时轮转，尽在掌握。君清雪快步上前，眼中难掩震惊。周晨，你从剑碑中领悟到了什么？周晨指尖剑气流转，4时轮转的意境自然流露。一套4季剑诀，他心中估算，这剑诀虽不及太初剑经玄奥，但威力足以媲美的阶下品功法。4时轮转相生相克，施展时剑气可随时变换，春之柔韧，夏之爆裂，秋之肃杀，冬之凛冽，变化无穷。君清雪倒吸一口凉气，4季剑诀，这似乎是宗门一位剑皇前辈的剑道传承。他回想起自己当年在剑碑前枯坐2日，也不过捕捉到一缕剑意余韵，而周晨竟直接获得了完整传承，这可是青云剑宗立宗以来从未有人达成过的成就。看来我姐真是给我送来了一个怪物。他苦笑着摇头，剑骨为灵，却能在3日入剑师，如今更领悟了4季剑诀。不过既然你已突破剑师，成为内门弟子，又领悟了这等剑诀，算是真正踏上了剑修大道。以你展现的天赋，往后我也不必特意照拂了。君清雪正色道，以后的路就要靠你自己走了。我姐君清月不久后会来青云剑宗，届时宗门将开启剑种秘境，争夺那块传说中的先天剑骨，我也要为这论剑大会做准备。周晨心中一动，先天剑骨。就在周晨心中思量之际，一个清冷的声音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小子，想尽一切办法夺得这块先天剑骨，是洛离女帝。周晨心中一惊，
连忙在心中回应：洛离前辈，这先天剑骨究竟是什么？为何连您都如此重视？哼，无知！洛离女帝的声音带着一丝睥睨。先天剑骨乃是天地生成的剑道至宝，蕴含着一丝最本源的先天剑道法则。对于剑修而言，它就是无上造化。炼化之后，不仅能极大提升对剑道的感悟，更能从根本上重塑持剑者的剑道根基与天赋。他顿了顿，直戳周晨的要害。尤其是对你这种剑道根骨奇差无比的家伙而言，更是脱胎换骨、逆天改命的神物。周晨闻言，心中顿时掀起惊涛骇浪。提升剑道根骨，他太清楚自己的短板了。所谓的剑道天赋，完全依赖于先天剑童。他本身的剑道根骨，在事件时前被测得明明白白，为零，是彻头彻尾的剑道废物体质。若无剑童，他连感应剑气都做不到。我若能夺得这块先天剑骨，便本身再也没有缺陷。届时，他不仅拥有先天剑童的洞察之力，更将具备顶尖的剑道天赋。两者相辅相成，他的剑道之路将再无短板，一片坦途。周晨压下心中的波澜，表面不动声色地看向君清雪，问道：清雪姑娘，这论剑大会究竟是什么？君清雪瞥了他一眼，解释道：论剑大会乃是青州10年一度的剑道盛会，由我青云剑宗主持，广邀青州36郡乃至大前其他州的剑修同道前来切磋论道。他语气中带着一丝向往。届时各方剑修齐聚，天才云集，甚至连一些隐世不出的剑道名宿都会现身。我姐姐此次前来，也正是为了参加此会。周晨恍然大悟，原来之前君清月说他会来青云剑宗，应该就是为了参加这论剑大会了。君清雪话锋一转，给他泼了盆冷水。不过你就不用多想了，这论剑大会只有真传弟子及以上，或是得到宗门特许的核心弟子才有资格参与。他看着周晨，语气劝诫：你一个刚晋升的内门弟子，还是先想想如何在不久后的内门大比中脱颖而出，站稳脚跟再说吧。内门弟子数千，竞争可比外门激烈得多。你若能在内门大比中进入前10，才有资格接触真传弟子那个层面。论剑大会对你而言还太遥远了。周晨闻言，面上只是平静的点了点头，并未多言。反正还有2个多月时间，足够他做很多准备了。君清雪见他这副模样，只当他是知难而退，便也不再多说。好了，剑杯参悟已毕，好好修炼。接下来我要为论剑大会做准备，不会再照顾你。两人离开剑碑谷后，便分道扬镳。君清雪径直化作剑光离去，显然是为论剑大会做准备。而周晨则独自返回了云剑峰。晋升内门弟子后，他的住处从外门那拥挤的院落换成了一座位于云剑峰山腰处的独立小院。小院青竹掩映，环境清幽，门上悬挂着写有周晨2字的木牌。而且此地灵气远比外门浓郁，呼吸间都能感受到修为的细微增长，总算有个像样的地方了。周晨对此十分满意。无人打扰，正是他目前最需要的。他推开房门，从储物袋中取出君清雪所赠的5把长剑，一字排开。能否升级，就在此一举了。这太初剑虽然是上古神兵，但现在只是普通凡铁，连最低级的黄阶下品神兵都算不上。今日总算要迎来第一次蜕变了。周晨屏息凝神，当即运转万兵熔炉术。一瞬间，双掌间混沌气流涌动，将5把长剑笼罩开来。熔！他低喝一声，5把灵剑顿时震颤不止。顷刻间，剑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化作5道色泽各异的精纯剑源，如百川归海般汇入太初剑中。轰！太初剑开始颤动，剑身锈迹层层剥落，原本黝黑的剑体渐渐泛起金属光泽，剑锋处寒芒乍现。随着剑源不断注入，太初剑的气势节节攀升。当最后1道剑源被完全吸收时，剑身猛地爆发出刺目光华。成了！周晨伸手握住剑柄，感受着剑身传来的澎湃力量。剑锋锐利无匹，剑刚凝实厚重，与先前判若云泥。周晨握着焕然一新的太初剑，感受着剑身传来的力量波动，眉头却微微皱起。吞噬了5把品质上乘的灵剑，居然才勉强达到黄阶下品。他心中暗自啧舌，这太初剑也太能吃了。要知道，君清雪所赠的5把剑中，有2把可是玄阶下品。这等资源若是给普通修士，足以将一柄凡铁提升到玄阶中品。可对太初剑而言，却只是堪堪入门。周晨嘴角微微抽搐，心中一阵无语。照这个吃法，要想把太初剑培养起来，得砸进去多少资源？想想都让人觉得肉痛。小子，你懂什么？就在周晨腹诽之际，洛离女帝一丝不屑的声音响了起来。你以为本地传你的太初剑是那些随处可见的垃圾货色能比的？他语气傲然道：太初者，万物本源，混沌之始。此剑的根基不是你能想象的。
他每一次提升需要巨大的能力，但同样的，他每一次提升带来的好处也是你无法想象的。洛里女帝淡淡道，别看他现在只是皇阶下品，足以媲美普通的皇阶上品，甚至极品。更重要的是，太初剑的成长没有上限，只要资源足够，终有一日，他能随你一同斩破苍穹。周晨闻言，心中的郁闷这才消散大半。确实，现在虽然低了一点，但好歹还能升级。他握住太初剑，随手一挥，一道凝练的灰色剑罡破空而出，直接墙壁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剑气运转间，比之前顺畅了何止1倍，威力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他心中大概估算了一下，太初剑仅仅只是升级到皇阶下品，带给他的战力增幅，恐怕就不亚于他突破一个小境界。果然是好剑，虽然能吃了点，但这效果绝对值回票价。看来以后得多留意收集高品质的剑气了，这笔投资性价比极高。与此同时，青云剑宗内门区域一座较为奢华的弟子院落内，砰！茶杯被狠狠摔在地上，碎片四溅。杨烈脸色铁青，他刚刚收到外门眼线传来的消息，内容让他几乎要发疯。你说什么？周晨那个小杂种一个人打穿了整个外门前10，韩立、李玄、萧晨他们联手都败了，他还当场突破到了剑师境，直接被君清雪带入内门。站在他面前汇报的一名外门弟子吓得瑟瑟发抖，连连点头。是的，杨师兄，千真万确。很多弟子都亲眼所见，那周晨简直不是人。一旁坐着的刘峰也是满脸骇然。3天，从领悟剑气到打爆外门，再到突破剑师，这怎么可能？他娘的，这小子是剑神转世吗？杨烈猛地一拳砸在身旁的石桌上，坚硬的石桌瞬间布满裂痕。他咬牙切齿道：明哥说的对，这周晨果然邪门得很，绝不能以常理夺之。他深吸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原本以为凭借我剑师的修为，直升内门后收拾他一个刚入门的新人绰绰有余，现在看来是我太天真了。这小子不仅单道诡异，武道修为也绝对不弱，否则不可能在古丹秘境杀了成大师。以我现在的实力，恐怕还真不是他的对手。他猛地站起身，在厅内来回踱步，最终停下，眼中闪过一丝决绝，必须立刻禀告杨云少爷，只有他出手才能万无一失地镇压周晨。提到杨云时，杨烈不自觉带上一丝敬畏。杨云少爷乃是我杨氏一族100年不遇的剑道奇才，入门多年，深得某位长老真传，实力深不可测，据说已经非常接近真传弟子的水准了。只要他肯出手，任那周晨有通天手段，也翻不起什么浪花。云剑锋内门院落，周晨静立院中，太初剑横于身前，他双眸微闭，周身剑气流转，隐隐有4季轮转的意境。春生、夏长、秋收、冬藏，4式剑招一气呵成。周晨收剑而立，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经过2日苦修，他已将4季剑诀修炼至大成境界，40轮转，生生不息，每一式都暗合天地之理。而且这套剑诀与他的太初剑经相辅相成，4季轮转的意境恰好契合太初剑经包容万物的特性。有了这4季剑诀，再加上升级后的太初剑，我在内门总算有了立足的资本。接下来就是巩固修为，并想办法获取更多资源喂养太初剑。周晨正准备继续练剑，院外忽然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随即是一个清脆的女声，里面可是周晨师弟。周晨微微一怔，自己在青云剑宗除了君清雪，其余人一个也不认识，怎么会突然有人来找自己？虽然疑惑，但他还是停止练剑，平静道：请进。院门被轻轻推开，一位身着内门弟子青衫长袍的年轻女子迈步而入。这女子约莫双10年华，身姿挺拔，容颜秀丽，眉眼间带着一股剑修特有的英气，但嘴角含着的浅笑又让她显得并不难以接近。她一进来，目光便落在周晨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眼中闪过一丝好奇，随即展颜笑道：这位师弟可是近日明洞外门的周晨，周师弟？周晨轻轻点头：正是。不知这位师姐是？漂亮女剑修拱手一礼，落落大方地自我介绍道：周师弟有礼了，我是内门弟子季雨禅。他顿了顿，说明来意。听说周师弟丹道造诣非凡，之前天阳郡炼丹大会上力压群英，连丹王亲传都不是你的对手。我近日接取了一桩宗门任务，颇为棘手，需要一位炼丹术精湛的弟子相助才能完成。他目光诚恳地看着周晨，故而冒昧前来，想邀请周师弟联手为我等炼丹。此任务奖励极为丰厚，若能完成，所得贡献点与资源，你我可平分，不知周师弟意下如何？周晨眉头微微一皱，成为内门弟子后，确实可以接取宗门发布的各种任务，以此换取贡献点，
灵石、丹药或功法等资源。一些难度高、风险大的任务，报酬也确实极为诱人，正是他目前快速积累资源、喂养太初剑所需的重要途径。他没有立刻答应，而是谨慎地问道：“不知季师姐所说的是什么任务？需要周某做些什么？”他顿了顿，说明来意。听说周师弟丹道造诣非凡，之前在天阳郡炼丹大会上力压群英，连丹王亲传都不是你的对手。实不相瞒，我修炼的赤焰剑诀已到关键瓶颈，需炼制一枚赤焰剑心丹方能突破。此丹主要地心火莲极为罕见，只生长在天火谷深处。我运气好，刚好有这灵药的一些关键信息。他神色诚恳地看着周晨。我准备亲自前往天火谷寻找此药，但谷中地火肆虐，必须依赖上品辟火丹护身。炼制辟火丹的药材我已备齐，只缺一位技艺精湛的炼丹师相助，故而冒昧前来，想请周师弟出手炼丹、辟火丹和后续的赤焰剑心丹。若能成事，少不了你的好处。话音刚落，季雨禅便将赤焰剑心丹的丹方给周晨看了一遍。周晨并没有立刻答应。辟火丹属于3品丹药，以他如今的能力，炼制起来并不难。这赤焰剑心丹的丹方他刚刚也看了，比辟火丹难一些，但对他也不是问题。不过他刚晋升剑师，对内门的人士尚不熟悉，对这位突然找上门的季师姐更是一点也不了解。现在贸然答应组队前往可能存在未知风险的天火谷，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周晨沉吟片刻，语气平和地说道：“季师姐，我需要考虑一下才能给你答复。”季雨禅并不意外，反而嫣然一笑，爽快道：“行，那我便不打扰周师弟清修了。这是我通讯令牌，师弟若有了决定，可随时联系我。”说完，他取出一枚刻有简易联络符文的玉简，放在石桌上，随后便转身飘然离去。送走季雨禅，周晨看着那枚玉简，心中沉思道：谁知道这天火谷之行是机缘还是陷阱，还是等了解清楚内门情况再说吧。他收敛心神，正准备继续演练剑法，巩固4技剑诀的大成境界。就在这时，院外再次传来动静，一名负责宗门内部传递事务的杂役弟子站在门外，恭敬地喊道：“周晨师兄在吗？”山门外有摘星楼的人等候，说是有一封信件，务必亲手交到您手中。周晨心中猛地一凛，摘星楼，他们怎么会突然派人来青云剑宗找自己？他离开天阳郡城时，告诉过方晴天等人，若在炼丹上遇到无法炼制的丹药，可以让自己来帮忙。如今他们不惜派人远赴青云剑宗传信，很有可能是摘星楼遇到了无法炼制的丹药。周晨心中一紧，立刻接过信件，迅速拆开，熟悉的清秀字迹映入眼帘，正是方清慈的亲笔。周公子亲启，见字如晤，冒昧来信，还望见谅。此次是受秦般若秦小姐所托，她修炼的火系功法已至关键阶段，急需地心火莲淬炼血脉，突破瓶颈。此物只有天火谷深处可得，不过天火谷环境恶劣，非寻常修士可入，必须依赖上品辟火丹才能深入。秦小姐知道你丹术超群，故托我转达，若你愿出手炼制足够数量的辟火丹，助他取得火莲，他愿将天阳郡城外的些许不愉快一笔勾销，日后绝不追究。般若的事情麻烦陈公子了，辟火丹药材我已准备好，般若是我好友，我不好推辞，选择权在你手中，摘星楼不强求。看完信，周晨眼中闪过一丝诧异，这要巧，又是天火谷，这已经是今天第2个找他去天火谷，并且需要辟火丹的请求了。只不过这次的对象是那位曾被他不小心占了便宜，一直对他耿耿于怀的郡守府大小姐。一笔勾销，周晨轻笑自语，若能借此机会化解与秦般若的那点小过节，倒确实是省去了一桩麻烦。那位大小姐的脾气他可是领教过的，被他一直惦记着，终究不是好事。不过更让周晨在意的是另一件事，秦般若也会去天火谷，我是不是应该去看一看？虽然如今天火之重在他身上，自己更是身怀纯阳道体，理论上可以孕育出万火之祖的纯阳真火，但自己境界低微，即便孕育出一丝纯阳真火也无法掌握，除非能觉醒一门火系神通作为引子。周晨目光微动，想到秦般若身怀的特殊火系血脉，若是能与这位身负火系本源的大小姐发生些深入交流，靠着纯阳道体的强大，或许能刺激自己体内的火系本源，从而觉醒出一门掌控纯阳真火的关键神通。这个念头一旦升起，便再难抑制。看来这天火谷是非去不可了。周晨拿起季雨禅留下玉简，神识沉入其中，传去一道信息：季师姐，关于天火谷的任务我考虑清楚了，辟火丹我可以炼制，保证品质，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我要和你们去天火谷，而且我也需要分一份地心火莲。消息传出后，玉简很快便传来了季雨禅的回复：周师弟，你这个要求有些为难，地心火莲并非寻常灵药，
一株成熟火莲所能分出的莲瓣有限。此次同行的几位师兄师姐，包括我在内，都是因修炼火系剑诀才接下此任务，急需此物辅助突破。若再分你一份，恐怕不行。而且此事非我一人能做主，还需与其他同门商议。周晨神色不变，对此早有预料。他神识再次沉入玉简，语气自信：季师姐，我既然敢开口，自有我的把握。请转告诸位师兄师姐，极品赤焰剑心丹，其药效远超上品，能极大提升突破瓶颈的成功率，甚至能滋养火系剑意，放眼整个青云剑宗，能保证炼制出极品赤焰剑心丹者，除我之外，恐怕难有第二人。这买卖绝对值得。玉简那头陷入了更长的沉默，显然周晨这番话击中了要害。极品丹药与上品丹药虽只差一品，效果却有云泥之别，对于冲击瓶颈的修士而言，诱惑力巨大。没过多久，玉简再次亮起，季雨禅的声音传来：周师弟，我们商量过了，你说的对，一份地心火莲换取极品赤焰剑心丹，确实值得，我们愿意分你一份。他话锋一转，继续说道：不过在此之前，还需劳烦师弟先为我们炼制出足够的上品辟火丹，确保我们能安全进入天火谷。药材我明日会一并带去。明日辰时，宗门广场见。周晨干脆的应下，结束了通讯。摘星楼还派人送来一枚储物袋，里面正好有炼制辟火丹的药材。一夜无话，他直接进入阴阳塔中炼丹。炼制好辟火丹之后，周晨便命人将丹药送去秦般若。翌日天光微亮，周晨准时出现在宗门广场。他依旧是一袭青衫，若非知情者，很难看出这个看似普通的少年就是近日打爆外门的周晨。此时广场上也有几道身影，为首的正是季雨禅。他今日换了一身更为利落的装束，青衫锦束勾勒出挺拔的身姿，英气逼人。在他身旁还站着三男一女。你就是周晨？说话的是一个身材挺拔的青年，他双手抱胸，下巴微抬，眼神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视。他站在几人中间，隐隐有为首之势，气息也是几人中最浑厚的。周晨淡淡点头：正是。季雨禅见状，连忙上前一步，笑着打圆场，也为周晨介绍道：周师弟，这几位都是我们此次任务的同伴，都是内门弟子。他依次指向几人：这位是吴景龙吴师兄，剑师期重修为，是我们这次行动的队长。周晨目光微动，剑师期重在内门弟子中确实算得上高手了。季雨禅又指向旁边一个面带笑容的男子：这位是段星段师兄，剑师五重。接着是一个眼神略显锐利，腰间配着双剑的精瘦男子：这位是陈浪陈师兄，也是剑师五重。最后他介绍那位一直安静站着，容貌清丽的女子：这位是吴佳如吴师姐，和我一样都是剑师四重。介绍完毕，季雨禅刚想再说些什么，吴景龙便直接开口，冷冷道：周晨是吧？季师妹已经将你的条件转达给我们了，地心火莲可以分你一份。他话锋陡然一转，强势说道：但是有两个前提。第一，他伸出一根手指，你的炼丹术必须名副其实。若你炼制不出那所谓的极品赤焰剑心丹，或者炼制的辟火丹品质不佳，导致我们无法深入天火谷，那之前的约定便作废，你不但得不到的星火莲，还要承担耽误我们时间的后果。他紧盯着周晨，继续伸出第二根手指，语气更加严厉。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既然你坚持要跟来，那天火谷内一切行动必须听从我的指挥，不得擅自离队，不得私自动用谷内任何不明之物，更不得因你个人的任何缘由置整个队伍于险地。在他看来，周晨终究只是个新人炼丹师，战力恐怕有限。在天火谷那种危机四伏的地方，一个不听话的队员远比强大的妖兽更危险。他能同意带上周晨并分润珍贵的火莲，已是极大的让步，前提必须是周晨绝对服从指挥。周晨眉微微一蹙，这吴景龙高高在上的态度让他有些不爽。不过他此行的首要目的是进入天火谷，看看能否遇到秦般若，找到觉醒火系神通的契机。与吴景龙这等人物做无谓的口舌之争，纯属浪费时间。吴景龙冷哼一声，不再多言，算是默认了他的加入。季雨禅见状，连忙打圆场道：好了好了，既然大家都已认识，事不宜迟，我们这边出发吧。尽早抵达天火谷外围，周师弟也好尽快开炉炼丹。走！吴景龙言简意赅，率先化作一道赤色剑光冲天而起。很快，段星、陈浪、吴佳如三人也紧随其后。季雨禅对周晨投来一个略带歉意的眼神，低声道：周师弟，不好意思，吴师兄性格如此，路上还望多担待。周晨微微颔首表示理解，随即两人也跟上了前方的队伍。6道颜色各异的剑光划过天际，离开了青云剑宗山门，朝着天阳郡城外的方向疾驰而去。
天火谷位于天阳郡城外数百里处，以众人的速度也需要大半日功夫。众人御剑飞行大半日，空气越来越干脆，而且下方山脉已呈现赤红之色，地面裂缝中隐有火光流动。终于，前方出现一片火红的山谷轮廓，正是天火谷。吴景龙率先在一处的赤色岩石平台上停了下来，众人紧随其后。前方便是天火谷入口，谷内环境恶劣，地火毒瘴肆虐，必须先服下辟火丹方能深入。吴景龙目光扫过众人，最后看向周晨。周晨，现在该你发挥了。他取出一个储物袋，直接抛给周晨，里面正是炼制辟火丹的药材。药材就在这里，立刻开炉炼丹。我们需要至少6颗上品辟火丹。吴景龙抱着双臂，下巴微抬，眼神中带着一丝怀疑。这是对你最基本的要求，若是连这辟火丹都炼不好，或者品质达不到上乘。他冷哼一声，话虽然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如果周晨连这关都过不了，那之前约定的地心火莲自然想都别想，接下来也没有必要再跟着队伍继续前进了。周晨心中很清楚，这是吴景龙等人对自己的考验。如果证明不了自己能炼制出极品赤焰剑心丹，他们绝对不会让自己和他们共享的星火莲。为了帮秦波惹，他昨晚的时候在阴阳塔中将辟火丹炼制完毕。不过为了不引人怀疑，周晨仍需做做样子。好，我现在就炼辟火丹。他拿着储物袋，伪装成从储物袋中取物的样子，实则从阴阳塔内换出丹炉。很快，周晨手法娴熟的生火温炉，处理药材动作行云流水，药香渐渐弥漫开来，带着一股清凉之意，驱散了周遭部分燥热。吴景龙抱着双臂，冷眼旁观，他倒要看看这周晨能炼制出什么品质的丹药。半个时辰后，丹炉内传出轻微嗡鸣，药香达到顶峰。成了。周晨适时收工，炉盖开启，即可圆润剔透的丹药飞出，落入他早已备好的玉瓶之中。众人接过周晨递来的辟火丹，依言服下。丹药入口即化，一股清凉舒爽的药力瞬间流遍四肢百骸。原本因靠近天火谷而带来的燥热窒息感顿时消散大半，周身萦绕着一层淡淡的凉意，连呼吸都顺畅了许多。果然是好丹药，段兴忍不住赞叹一声。吴家如和季雨禅更是面露欣喜，显然对这辟火丹的效果十分满意。吴景龙仔细感受着体内流转的清凉药力，确认丹药效果稳固持久后，一直紧绷的冷峻面色终于缓和了几分。丹药效果不错，足以支撑我们在谷内活动数个时辰。事不宜迟，我们这就进入天火谷。记住，谷内情况复杂，跟紧队伍，切勿擅自行动。他的目光尤其在周晨身上停留了一瞬，带着一丝告诫的意味。周晨面色平静的点头应下，心中却暗道：秦波惹，按照方清词信中所言，他为地心火莲而来，我已经派人送去辟火丹，现在应该也已经抵达天火谷外围，甚至可能已经进去了吧。吴景龙沉声下令，不再耽搁。丹药既已备妥，即刻出发。他周身灵力微涌，率先化作一道流光，进入天火谷入口。众人不敢怠慢，纷纷催动灵力，紧随其后。一瞬间，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焦灼气息。脚下大地呈现暗红色，龟裂的缝隙中不时有地火喷涌。这天火谷与之前在古丹秘境中的焚天谷倒是有非常相似。此地不宜久留，赶紧行动。即便有上品辟火丹的药力护体，那股炽热依旧让人感到不适，灵力消耗明显加快。吴景龙看向季雨禅道：季师妹，该你发挥了。这天火谷范围极大，要想如愿找到地心火莲可不容易。不过好在季雨禅有关于地心火莲的信息，寻找起来没那么麻烦。季雨禅轻轻点头，先是取出一张地图，很快又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巴掌大小的圆盘，这圆盘呈赤铜色，中央指针由某种赤红晶石雕琢而成。这是寻火盘，对精纯的火系灵力异常敏感。它对高浓度的纯净火灵之力感应非常敏锐，地心火莲蕴含的火灵精粹远超寻常火系灵物，应能借此盘确定其大致方向。季雨禅一边解释，一边将灵力注入其中。只见那赤红指针先是疯狂转动数圈，随后猛地定格，颤动着指向众人左前方某个方向。有反应了。他仔细辨认了片刻，最终抬起头，语气肯定地说道：应该就是这样了。根据地图记载和寻火盘的感应，地心火莲最有可能生长在那个方向的深处，那里应该是谷内一处地火灵脉交汇的节点。好，吴景龙当机立断，事不宜迟，我们立刻赶过去。季师妹，你在前引路，其他人保持警戒，跟紧了。众人当即跟着季雨禅沿着寻火盘指引的方向，在天火谷快速穿行。越往那个方向深入，周围的温度便越高，空气中弥漫的火灵之气也越发精纯活跃。不到片刻，前方迅速出现一个巨大的拐角。只见前方是一个相对开阔的谷中盆地，盆地中央竟有一片的岩浆湖，湖心处
有一小块突出的黑色礁石，而就在那礁石之上，一株通体赤红、形态优美的莲花正独自绽放。快看，那好像就是地心火莲！段欣忍不住低呼一声。此话一出，陈浪和吴家如顿时眼前一亮，连一向冷峻的吴景龙呼吸都不由得急促了几分。季雨禅长舒一口气，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喜悦。终于找到了，他们能清晰地感受到那株火莲所蕴含的庞大火灵精华，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修炼至宝。周晨心中一凛，紧紧盯住那株赤红如玉的莲花。这便是地火火莲，如今刚刚绽开，似乎还没有人摘取。看样子秦波惹还没有找到的新火莲，反倒是让我先找到了。他心中有些犹豫，要不要出手帮秦波惹抢一份这地心火莲。周晨犹豫之际，其余人已经忍不住出手。众人精神大振，加快脚步，朝着那岩浆湖心处的赤红火莲靠近。忽然，就在他们踏入盆地边缘，距离岩浆湖尚有100丈之遥时，异变陡生，咕噜噜，微微翻滚着气泡的岩浆湖面，此时忽然剧烈沸腾起来。数道赤红色的身影猛地从炽热的岩浆中窜出，拦在了众人与地心火莲之间。那是7、8条通体覆盖着暗红色鳞片的巨蟒，这些巨蟒每一条都有水桶粗细，长约3丈，三角形的舌头上升有独角，猩红的蛇性吞吐不定，死死锁定闯入者。不好！吴景龙脸色骤变，瞬间止住身形，厉声喝道：“是2阶妖兽赤鳞火蟒。”赤鳞火蟒性喜炽热环境，以地火精华为食，通常群居。他们这是将这株地心火莲氏做了自己的禁卵和成长资粮。我们想要摘取火莲，必须先过他们这一关。2阶妖兽实力大致相当于人族武者中的宁元境，剑修中的剑师，而且妖兽天生体魄强横，在这天火谷环境下更是如鱼得水，极难对付。周晨并没有急着于出手，而是老老实实站在众人身后。之前季雨禅等人已经答应给他一份地心火莲，自己没有必要和他们抢夺的新火莲。他来这里主要是为了见秦波惹，而且来之前已经说好了，不需要他出手。他的任务只是确保自身安全，并在必要时提供丹药支援而已。结阵，段欣、陈浪，你2人主攻，盲守7寸。嘉如、雨禅侧翼牵制，注意他们喷吐的毒火。吴景龙临危不乱，厉声指挥。他本人则一马当先，剑师7重的修为全部爆发，率先斩向其中体型最大的那条火蟒。赤阳斩！轰！吴景龙的火焰巨剑一剑斩在火蟒上，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段欣与陈浪2人配合，双剑交错，主攻正面。吴家如和季雨禅2人则负责侧面进攻，不断骚扰火蟒的视线和攻击节奏。一时间战斗异常激烈，剑气纵横，火光冲天。赤鳞火蟒凭借地力和强横的肉身疯狂反击，毒火喷吐，长尾横扫，逼得众人不得不小心应对。最终在众人的合力围攻下，7、8条赤鳞火蟒终于全部斩杀干净。吴景龙收剑而立，他确认场上没有威胁后，最终看向自始至终未曾移动半步也未出一剑的周晨。看到周晨那副仿佛局外人般的样子，吴景龙冷冷一笑，心中不屑，哼，这便是那个传闻中打爆外门，被云长老另眼相看的天才，仗着有点炼丹天赋，便不知天高地厚，真正遇到危险却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只会躲在后面，看来也不过如此，一个不堪大用的货色。之前倒是高看他了。他心中对周晨的评价瞬间跌至谷底，原本因对方炼丹术而生出的些许重视，此刻也烟消云散。在他这等崇尚实战、信奉剑道为征的剑修看来，不敢亮剑者天赋再高也是废物。妖兽的麻烦解决后，众人当即上前，由吴景龙亲自出手，以精妙的手法将那株地心火莲采摘，收入一个特制的玉盒之中。吴景龙沉声道：“此地不宜久留，刚才的打斗动静不小，恐会引来其他麻烦，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很快，众人迅速撤离，在数里外找到一处相对隐蔽的干燥洞穴。吴景龙在洞口布下简单的预警禁制后，众人这才松了口气。吴景龙将装有地心火莲的玉盒放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看向周晨，沉声道：“周晨，地心火莲已经到手，现在该你兑现承诺了。”他一挥手，一堆早已准备好的辅助药材出现在地上。到这里是炼制赤焰剑心丹所需的其他药材，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之前夸下海口，能炼制出极品赤焰剑心丹，现在就是证明的时候。现在你哪里都不准去，就在这里炼丹。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一丝警告：“记住，药材珍贵，只能成功。若是炼制失败，那么按照约定，这地心火莲你一份也别想得到。不仅得不到，后果你也应该明白是什么。”洞穴内的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段欣、陈浪等人也纷纷看向在周晨，眼神明显带有一丝怀疑。
赤焰剑心丹是3品丹药中难度极高的几种之一，对火候掌控、药性融合的要求极为苛刻，而极品品质更是难上加难。即便是许多经营丹道数十年的4品炼丹师，也不敢夸口一定能炼制成功。周晨虽然在天阳郡炼丹大会上声名鹊起，但毕竟太过年轻，在这些内门弟子看来，或许他天赋异禀，但经验恐怕有所欠缺，炼制上品或许有望，但极品丹药实在让人难以放心。那地心火莲何其珍贵，若是炼制失败，损失巨大。可是到如今，地心火莲已到手，再想去寻找一位信得过且水平足够的4品炼丹师，不仅耗时耗力，更可能走漏风声，平添变数。他们现在也不好换人，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周晨身上。周晨始终一脸风轻云淡，明白，我现在就开炉炼丹。赤焰剑心丹的丹方他早已看过，他有丹心玲珑这门无上丹道神通，炼制极品丹药对他人而言千难万难，但对他而言却不过水到渠成之事。下一刻，他心念一动，丹心玲珑神通悄然运转，整个人的气质瞬间变得无比专注起来。周晨伸手虚引，丹炉悬浮而起，炉火自生。处理药材，投药入炉，控制火候，融合药性，周晨的动作如行云流水，精准的令人叹为观止。时间一点点过去，洞穴内弥漫开一股奇异的丹香，浓郁的药香弥漫开来，比之前炼制辟火丹时更加精纯醉人，蕴含的灵性让修炼火系功法的几人感觉体内剑气都隐隐雀跃。吴景龙等人脸上的怀疑渐渐被惊讶取代，他们虽不懂炼丹，但也看得出周晨这手法绝非等闲。终于，当丹香浓郁到极致时，周晨手中丹诀一变，低喝道：“丹成！”丹炉开启，5颗赤红如玛瑙的丹药飞出，丹药表面自然生成道道火焰丹纹，散发出磅礴而温和的药力。丹纹内蕴灵焰，真的是极品赤焰剑心丹。季雨婵美眸圆睁，忍不住失声惊呼：“5枚！刚好5枚极品丹药！”段心呼吸急促，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陈浪和吴家如也是面露极度兴奋之色，看着那5枚丹药，眼神炽热无比。就连一向冷峻的吴景龙，此刻也是死死盯着那5枚极品丹药。有了这极品赤焰剑心丹，足以让他们5人修炼的赤焰剑诀突破瓶颈的希望大增，甚至可能让剑意品质都得到一丝升华。这远远超出了他们最初的预期。周晨伸手一招，将5枚丹药射入一个玉瓶之中。他将玉瓶递给吴景龙，同时看了一样吴景龙手中那个装有地心火莲的玉盒，道：“你们要的极品赤焰剑心丹，刚好5枚，炼好了。”吴景龙上前接过玉瓶，仔细检查了一番，确认每一枚都是品质极高的极品丹药，不禁满意笑了起来。按照约定，丹药已成，你们该给我一份的星火莲了。吴景龙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眼神闪烁了一下。他并没有拿出地心火莲，而是将赤焰剑心丹小心收好，然后才看向周晨，脸上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约定，分你一份。吴景龙嗤笑一声，讥笑道：“周师弟，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谁告诉你炼成了丹药就一定能分到这地心火莲了？”周晨眉头一皱，眼中闪过一丝冷意。刚才采摘时他看得很清楚，那株的星火连品香极佳，莲瓣饱满，蕴含的火灵之力充沛，即便分出1/3，也足够他们5人炼制赤焰剑心丹后仍有富余，完全足够履行分他一份的约定。周晨眸中寒光乍现，一股冰冷的杀意弥漫开来。吴景龙，你这是什么意思？丹药我按照约定分毫不差的给你们炼成了，而且是5枚极品赤焰剑心丹，现在你们是想过河拆桥，出尔反尔？吴景龙闻言非但不惧，反而嗤笑一声，满脸不屑。什么意思啊？话都听不懂吗？意思就是这地心火莲没你这个废物的份。他语气轻蔑，疾风道：“出力？你出了什么力？斩杀火蟒时你干了什么？这地心火莲是我们拼死搏杀得来的，你一个连剑都不敢拔的废物，也有脸在这里索要一份？”在他看来，周晨不过是刚刚从外门爬上来的新人，实力低微，刚才面对妖兽群时那畏缩不前的样子，更是坐实了其懦夫的本质。这等货色，若不是还有点炼丹的利用价值，连跟他吴景龙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地心火莲何等珍贵，每一片莲瓣都蕴含着精纯的火灵本源，多分出去一份，他自己冲击瓶颈的把握就少一分。这等废物也配与他平分天才地宝？如今丹药既成，周晨已无利用价值，自然该被一脚踢开。反正赤焰剑心丹已经炼制成功，即便此刻翻脸不认账，让这小子区区剑师一众的修为，难道还能在他们5人面前翻起什么风浪不成？赶紧给老子滚！吴景龙厉声呵斥，姿态嚣张无比。现在立刻消失在我眼前，我还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再敢废话半句，别怪我不念同门之意。吴师兄，你怎么可以这样？
季雨禅脸色煞白，急忙上前，语气带有一丝愤怒：“我们之前明明约定好的，周师弟不仅完成了承诺，更是超额炼制出了极品丹药。你这样做与强盗何异？我们青云剑宗弟子的信义何在？”够了！吴景龙厉声打断：“季师妹，他周晨一个废物，不配跟我们谈信义。我之前许诺，不过是为了让他安心炼丹罢了。如今丹已成，约定自然作废。”他目光阴翳，看向段星、陈浪和吴家如三人。段师弟、陈师弟、吴师妹，你们说呢？难道你们愿意将自己用命博来的机缘白白分给一个毫无贡献，只会躲在后面的懦夫吗？吴景龙此话一出，段星等人眼中便闪过一丝贪婪。他们心知肚明，多一个人分，自己到手的珍贵火莲就少一份，这关乎自身道途，岂能拱手让人？段星第一个跳出来，满脸鄙夷地指着周晨：“吴师兄说的对，你周晨算个什么东西？刚才杀火蟒时躲得比兔子还快，现在倒有脸来分宝贝。地心火莲是我们用命拼来的，你这种废物连碰的资格都没有。”陈浪杀气腾腾地逼前一步：“没错，识相的就赶紧滚蛋，再敢啰嗦，老子现在就废了你这个只会炼丹的软蛋。”吴家如也像是被激起了凶性，尖声道：“周晨，你别给脸不要脸，这里没人欢迎你，赶紧滚出去！再赖着不走，别怪我们不客气。”三人气势汹汹，将背信弃义说得理直气壮，仿佛周晨才是那个无理取闹、觊觎他们拼死得来的宝物的恶徒。季雨禅气得浑身发抖，还想争辩：“你们怎么能这样出尔反尔？”他还想说些什么，但众人冰冷的眼神让他只好闭上嘴巴。他明白，此刻若再为周晨说话，恐怕立刻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季雨禅脸色惨白，咬着嘴唇，暗中对周晨传音：“周师弟，对不起，我没想到他们会如此无耻。事后我一定将我那份地心火莲补偿给你。现在你快走。”周晨心中波澜不惊，甚至觉得有些可笑。对于吴景龙等人的背信弃义，他早有预料，此刻不过是图穷匕现罢了。倒是这季雨禅这女人倒还算有底线，与吴景龙那帮利欲熏心之辈不同。不过他周晨的东西何须他人补偿？季雨禅见周晨站在原地纹丝不动，脸色愈发焦急，他顾不得许多，直接开口：“周师弟，你快走吧，别意气用事。吴师兄他们人多势众，修为远高于你，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地心火莲的事，我季雨禅以人格担保，事后一定会给你补偿。”周晨闻言却是轻轻摇头，他负手而立，姿态平静：“季师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那份无需他人馈赠，我自己会取。”周晨话音一顿，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当即改口道：“不对，我改主意了。”他踏前一步，原本平静的气息骤然变得凌厉无匹，一字一顿道：“这地心火莲我要了，是全部。”周晨此言一出，洞穴内先是一静，随即爆发出更加猖狂的哄笑声：“哈哈哈哈！”吴景龙笑得前仰后合，指着周晨，仿佛听到了世间最可笑的笑话：“全要了！周晨，你是不是炼丹炼得走火入魔，神志不清了？就凭你一个刚入内门、侥幸突破剑师一众的废物，也敢大放厥词？”他们来天火谷之前，自然仔细调查过周晨的底细，知道此人确实有些天赋，3日入剑师，横扫外门，堪称妖孽。但那又如何？外门弟子和内门弟子根本就是两个层次。他们5人实力最弱的季雨禅和吴家如也是剑师4种，段星、陈浪剑师5重，而领队的吴景龙更是剑师7重的强者。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如同天堑鸿沟。周晨那点在外门耀武扬威的战绩，在他们这些老牌内门精英眼中简直不值一提。一个刚突破剑师不久的新人，再天才，难道还能逆伐高阶不成？周师弟，你快别说了！季雨禅急得脸色煞白，连忙上前一步：“我知道你炼丹术超群，心有不甘，但吴师兄他们随便一个人修为都远高于你，你不要冲动啊！快走吧。”在他看来，周晨最大的价值在于丹道，剑道修为终究是短板。此刻与吴景龙等人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周晨负手而立，青山在激荡的杀气中纹丝不动。“走！我为何要走？”他似笑非笑，轻轻开口，吐字如兰，却又重若千钧。“你们真以为我拿你们没办法？”话音落下的刹那，他周身剑气未发，整片天地却仿佛化作一柄即将出鞘的绝世神兵。周晨一步踏出，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没有璀璨夺目的剑光，仅仅是一步，他周身的平和气息却骤然一变。吴景龙脸上的狞笑瞬间僵住，这股气势有些不对劲，但他身为剑师7重的骄傲，加上人数和修为上的绝对优势，让他迅速压下了心中的那一丝不安。
给脸不要脸！吴景龙厉声咆哮，眼神变得无比凶狠。我已经给过你活命的机会了，是你自己不懂得珍惜。区区剑师一众，也敢在我们面前装神弄鬼，给我死来！话音未落，一旁的陈浪早已按捺不住。周晨，你在找死！陈浪怒吼一声，身随剑走，双剑交错，一取周晨咽喉，一刺周晨心口。眼见双剑袭杀而来，周晨依旧负手而立，连出剑的想法都没有。他只是微微抬眸，似笑非笑道：我确实只是剑师一众，不过……话音未落，他周身气势再度巨变，只有一股至阳至刚、浩大磅礴的纯阳灵力轰然爆发，金光乍现，气血如龙。周晨的肌肤之下，仿佛有金色的岩浆在流淌。宁元6重的武道修为，配合纯阳道体的加持，此刻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谁告诉你，我只会用剑？最后一个字落下的瞬间，周晨终于动了。他没有施展任何精妙绝伦的武技，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拳轰出。这一拳简单至极，没有任何花哨，连一丝灵力都没有，只有纯粹到极致的力量。空气不断发出不堪重负的爆鸣，当一声沉闷巨响炸开。怎么可能？陈浪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他感觉自己的双剑仿佛劈在了一座亘古不移的神山之上，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巨力顺着剑身汹涌而来，势不可挡。轰！陈浪仿佛被一座大山狠狠撞中，鲜血狂奔，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生死不知。静！死一般的寂静。洞穴内只剩下众人惊骇的呼吸声。陈浪，剑师5重的好手，一个照面，连人带剑被一拳秒杀。怎么可能？段星第一个失声尖叫，这周晨的肉身好变态，这小子是怪物吗？吴景龙如遭雷击，脸上的肌肉疯狂抽搐。剑武双修，这小子竟然还兼修了武道，而且这肉身之力绝非寻常宁元境，至少是宁元中期，甚至更高。一个剑师一众的剑道天才或许不足为惧，但一个同时将武道修炼到至少宁元中期，肉身强横到足以碾压剑师5重的怪物，那就完全是两回事了。他们终于明白周晨为何敢如此有恃无恐，原来他最强的底牌根本不是那看似普通的剑师1重修为，而是更为恐怖变态的武道实力与肉身力量。一个16、17岁的少年见到天赋妖孽，如今竟然还展现出如此强横的武道修为。季雨禅玉手掩住红唇，美眸中异彩连连，心中更是泛起惊涛骇浪。不对，不只是剑武双修，他在炼丹上的造诣，恐怕连天丹门的许多天才都望尘莫及。吴景龙瞬间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眼中杀意汹涌。一起上，不能再给他机会。他明白，今日若不能将周晨斩杀于此，后患无穷。他武道虽强，但双拳难敌4手。结阵，杀了他！杀！段星和吴家如也被激起了凶性，知道此刻已是不死不休之局。两人强压心中恐惧，厉喝一声，与吴景龙成3角之势，同时出剑。赤阳焚天，流火剑雨，岩雀掠空，3道凌厉凶悍的剑气从3个不同的方向朝着周晨噬咬而来。面对这足以绞杀寻常剑师后期的合击，周晨眼中非但毫无惧色，反而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来得好！他低喝一声，体内气血轰然奔腾。九转星辰诀第1层，星辰皮膜骤然运转。轰！周晨的皮肤表面隐隐泛起一层淡银色光泽，仿佛有无数细小的星辰在皮下流转，刹那间周晨的肉身强度瞬间暴涨，气血奔涌如长江大河，筋骨齐鸣似龙吟虎啸。与此同时，9节纯阳经全力催动，至阳至刚的纯阳灵力席卷而出，汹涌灌注于他的双拳之上。金光大盛，拳锋之上仿佛托起了一轮微缩的骄阳。第1拳，震山河。周晨身形如电，一拳轰出，拳锋所向，空气扭曲，仿佛真有镇压山河的无上伟力。首当其冲的段星，他的流火剑雨瞬间被碾碎，整个人如破麻袋般倒飞，骨裂声刺耳，鲜血狂喷。第2拳，破万法。周晨身形一转，拳势如虹，这一拳带着破除万法的意境，直取吴家如的岩雀剑招。拳锋所至，那火焰雀鸟瞬间溃散，吴家如连人带剑被轰飞出去，重重砸在岩壁上。第3拳，定乾坤。周晨目光如电，最后一拳直取吴景龙。这一拳仿佛蕴含着平定乾坤的气势，吴景龙的赤阳焚天在拳劲面前不堪一击，整个人被轰得倒飞数丈，鲜血狂喷。3拳既出，不过电光石火间，3人尽数溃败，瘫倒在地。季雨禅呆立原地，美眸圆睁，红唇微张，竟是半晌说不出一个字来。他心中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3拳，仅仅3拳。
周晨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吴景龙、段兴、吴家如三人彻底击溃。吴景龙本人可是实打实的剑师7重修为啊，在整个青云剑宗内门弟子中，虽算不上顶尖，但也绝对不算弱。可就是这样的实力，在周晨那看似简单的一拳面前，竟也如同纸糊的一般，连一招都接不下。他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强烈的后怕与庆幸。还好自己刚才守住了底线，没有像吴景龙他们一样利欲熏心，甚至还出言维护过周晨。否则以周晨此刻展现出的杀伐果断，自己的下场恐怕绝不会比瘫倒在地的那几人好到哪里去。此刻瘫倒在地的吴景龙、段兴等人心中悔恨到了极点，这次是真的踢到铁板了。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个看似只有剑师一众，被他们视为可以随意拿捏的炼丹师，竟然隐藏着如此恐怖的实力。早知道周晨是这样一个剑武双修的怪物，他们哪里还敢起半点贪念。周晨缓缓收拳，他迈开脚步，朝着瘫倒在地的吴景龙等人慢慢走去。不要杀我！吴景龙看着步步逼近的周晨，吓得魂飞魄散，挣扎着将那个装有地心火莲的玉盒双手奉上。周师兄，地心火莲全都给您，只求您高抬贵手，饶我一命。我愿奉上全部身家。周晨脚步不停，冷笑道：现在知道求饶了，可惜晚了，杀了你们，这些东西照样是我的。周晨脚步不停，眼中杀意凛然。就在他准备动手之际，吴景龙却忽然大声喊道：等等，周师弟，别杀我！吴景龙猛地抬头，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嘶声喊道：只要你饶我一命，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天火谷的大机缘。周晨正准备一拳结果了吴景龙，闻言全是骤然停在半空，眼中闪过一丝好奇。哦，什么机缘？说来听听。若是赶湖州，你会死得更惨。吴景龙感受到那几乎凝成实质的杀意，求生欲压倒了一切，他急忙说道：是关于地脉炎火珠的信息，我知道它可能孕育的位置，就在这天火谷深处。我有线索。地脉炎火珠。周晨眉头微微一皱，这个名字他确实是第一次听说，心中不由升起一丝好奇。能让濒死的吴景龙当作救命稻草提出来的，想必不是凡物。就在他心生疑惑，一道威严的女声忽然在他脑海深处响起：小子，先别急着杀他。这声音飘渺而高贵，仿佛来自9天之上，正是洛离女帝。这地脉炎火珠倒是个不错的东西，你最好想办法弄到手。周晨心中一动，立刻分出一缕心神沉入识海。只见阴阳塔第2层那扇微微开启的门缝之后，洛离女帝那道绝代风华的身影若隐若现，周身缭绕着若有若无的飘渺剑气，即便只是一道虚影，也散发着凌驾众生的无上威严。洛离前辈，这地脉炎火珠很厉害吗？周晨问道。洛离女帝眸光清冷，负手悠悠说道：太初剑经包罗万象，其中自然不乏引动9天玄火、焚山逐海，乃至一剑出而星辰陨落的无上火系剑术。此类剑术威力绝伦，动辄引动天地火系法则，对修炼者的先天根骨，尤其是与火系灵力的亲和力，要求堪称苛刻。他看了一眼周晨，眼中的鄙夷毫不掩饰。不过你如今这近乎于无的剑道根骨，强行参悟，无异于盲人摸象，事倍功半，甚至可能引火自焚。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但这地脉炎火珠乃是地心火脉精华历经万载沉淀所凝，内蕴最为精纯磅礴的先天火灵本源。若能得到它，以其本源火气日夜淬炼你的剑意，滋养你的剑魂，便能在你体内暂时构筑一道火灵剑桥，极大弥补你自身根骨的缺陷，大幅降低修习火系剑术的门槛与风险。届时你在参悟太初剑经中的火系篇章，将事半功倍。周晨闻言，心中豁然开朗。既然这样，自己必须得想办法得到这地脉炎火珠。洛离女帝见他领悟，不再多言，虚影并指如剑，凌空一点，空口无凭，便让你亲眼见识一番，以此珠为基，未来你能触及的剑道风景，比如这一剑。洛离女帝虚影右手凌空一握，磅礴灵气瞬间在她掌中凝聚成一柄燃烧火焰的3尺长剑。她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只是简简单单向前一挥，轰！一剑出，阴阳塔内仿佛化作无边火域，隐约间仿佛有无数火焰神奇的虚影在帷幕中朝拜，有古老的金乌在剑意中长啸，更有大日崩毁、星河流焰的灭世景象一闪而逝。好厉害！周晨心神俱震，若能掌握如此剑术，手持烈焰斩灭星辰，那该是何等风采！若能得地脉炎火珠相助，修炼此类剑术，不仅战力暴涨，对太初剑经的感悟必将踏入一个全新的天地。这地脉炎火珠，他志在必得。周晨心神回归现实，看向吴景龙，说：地脉炎火珠在哪里？
吴景龙感受到了周晨身上的凛冽杀意，急忙说道：“我说，在天火谷最深处的熔火之心附近，那里有一处隐秘的地火灵脉交汇点。根据我家族古籍记载，每年地火潮汐最盛之时，有可能孕育出地脉炎火珠。”他强忍剧痛，从怀中摸出一枚赤色玉简，这是我一次再一次拍卖会得到的方位图，上面标注了具体位置和地火潮汐的推算之法。而且根据古图记载，那地脉炎火珠并非无主之物，很可能有强大的火系精魄或者妖兽守护，具体是什么，古图上没说，但绝对要比刚才那些赤灵火蟒要强的多。周晨一把夺过玉简，神识扫过，确认信息详实后，冷冷看向吴景龙。吴景龙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颤声道：“周师弟，我知道的都说了，现在可以饶我一命了吧？”听到吴景龙的求饶，瘫倒在地的段星等人也仿佛看到了生机，纷纷强忍伤痛，哀声求饶：“周师弟，不，周师兄，刚才是我们猪油蒙了心，不该对您出手，求您看在同门之义的份上，饶我们一次吧。”“是啊，周师兄，我们知错了，地心火莲我们不要了，只求您高抬贵手。”周晨面无表情，太初剑不知何时已握在手中，噗噗，剑光一闪而逝，求饶声戛然而止。段星、陈浪等人捂着喷血的脖颈，顷刻间毙命。周晨，你……吴景龙看到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我明明已经将地脉炎火珠的信息都告诉你了，你怎么还不放过我们？你言而无信。周晨持剑而立，剑尖滴血未沾。他面无表情地看向吴景龙，嗤笑一声：“我何时答应过？你说了就饶你不死？更何况出尔反尔这一套，不是你们先玩的吗？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话音未落，剑光再起，吴景龙还未来的即发出最后的哀嚎，头颅便已冲天而起。眨眼间，吴景龙等人尽数暴毙。一旁的季雨禅早已看得目瞪口呆，他虽然知道吴景龙等人咎由自取，但亲眼见到周晨如此杀伐果断，谈笑间连斩4人，心中还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剑归鞘，杀气连。周晨的走到吴景龙的尸体旁，捡起那个装有地心火莲的玉盒，又将先前炼制的5枚极品赤焰剑心丹收回怀中。接着他开始熟练地搜刮吴景龙、段星等人身上的储物袋，最重要的是自然是他们的剑，毕竟太初剑的成长需要吞噬大量兵刃。不过检查过后，周晨却微微蹙眉，穷逼，这些内门弟子的家底远比他想象中寒酸。除了些许下品灵石、普通疗伤丹药和几本不算高深的功法秘籍外，搜刮完毕，周晨将有用的东西装进储物袋，这才抬眼看向脸色依旧有些苍白的季雨禅。季雨禅接触到他的目光，心头一紧，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周师弟，你放心，今日之事，我季雨禅已道心起誓，绝不会向外泄露半分。他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继续道：回到宗门后，我会如实上报，就说吴师兄他们是在天火谷深处遭遇强大妖兽围攻，不幸陨落。此事本也是他们背信弃义在先，咎由自取。周晨看着神色紧张的季雨禅，轻轻摇头：季师姐不必担心，我周晨恩怨分明，刚才你多次出言维护，我都记在心里，自然不会为难于你。他并非嗜杀之人，行事自有其准则。说完，周晨手掌一翻，将那瓶刚刚炼制好的5枚极品赤焰剑心丹取出，直接递到了季雨禅面前。这丹药与我无用，留着也是浪费。吴景龙他们已死，便给你吧。季雨禅愣住了，看着眼前那瓶散发着诱人丹香和精纯火灵波动的玉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可是5枚极品赤焰剑心丹啊，价值难以估量。他抬头看向周晨，感激道：周师弟，这份礼太重了，多谢。季雨禅紧紧握住玉瓶，犹豫片刻，银牙一咬，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低声道：周师弟，其实有一事我先前未曾言明，我其实是受天丹门的苏仙子苏青竹所托，前来接近你的。天丹门的苏青竹。周晨闻言，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这个名字他怎么可能忘记？季雨禅轻轻点头，继续说道：是的，我因修炼所需，曾求到一枚特殊丹药，欠下了苏仙子一份不小的人情。此次他找到我，便是以偿还人情为条件，让我借组队之名接近你，观察你的真实情况，尤其是你与剑子君清雪的关系，以及你一身炼丹术从何而来。应该要不了多久，苏青竹就会来这里，你还是快逃吧。周晨眉头紧锁，之前在青云剑宗收徒大典上，天丹门集体高层出动，苏青竹也在其中，想将他带回天丹门治罪。好在君清雪及时出现，以君家身份强势庇护，他当时恐怕就凶多吉少了。有君清雪这面大旗在，只要他身处青云剑宗之内，
即便是天丹门门主亲至，也未必敢强行拿人。但他万万没想到，天丹门竟然贼心不死，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季雨禅的邀请，地心火莲的任务，看似巧合，实则却是苏青竹精心设计的一步棋，目的就是将他从青云剑宗内引出来。只要他离开了青云剑宗的山门范围，苏青竹身为天丹门真传弟子，再对他出手，估计就会少很多。这苏青竹实力极强，现在我不是对手。苏青竹乃是天丹门真传弟子，武道修为早已到达神海境，一旦对上他，几乎没有任何胜算。但是就这么离开，周晨舍不得。地脉炎火珠就在眼前，这是弥补他剑道根骨缺陷、快速提升实力的机会。洛里女帝演示的那焚天一剑的风采，令他无比向往。现在就放弃，逃离天火谷，他实在不甘心。富贵险中求，周晨眼神闪烁，内心天人交战，最终还是选择放手一搏。天火谷范围如此广阔，地形复杂，苏青竹即便亲至，也未必能轻易找到我的具体位置。周晨心中快速盘算，而且他虽然实力远超于我，但必然也心存顾忌。他想到了君清月姐妹，以及他们背后那个庞然大物般的君家。苏青竹再强，也只是天丹门真传弟子。天丹门虽是大，但比起君家还是有所不及。周晨越想越觉得，苏青竹此来的主要目的，恐怕更多是试探和调查，想摸清自己的底细，尤其是与君清雪的真实关系，以及自己这一身炼丹术的来历。直接下死手的可能性反而没那么大，大不了到时候将九玄丹经交给他便是。反正现在自己已经把九玄丹经看完了，留在身上也没什么用，若能和天丹门和解，再好不过。想好之后，周晨便准备再次进入天火谷。他看向季雨禅道：谢谢季师姐告知，不过我是不会走的。季雨禅张了张嘴，还想再劝，但是看到周晨坚定的眼神，知道劝解没用，只得轻叹一声：周师弟，你小心。周晨轻轻颔首，便不再停留，转身离去。他立刻根据从吴景龙得来的赤色玉简中的信息，辨认了一下方向。只是简单看了一下，很快周晨便清楚熔火之心地窟的大致方向。时间紧迫，必须赶在苏青竹找到我之前，先一步抵达熔火之心，找到地脉炎火珠。很快，靠着赤色玉简中的信息，周晨一路疾行，巧妙地避开了几处险地，不到半个时辰便成功到达熔火之心。这是一片极为开阔的地下空间，穹顶高悬，倒挂着无数赤红的钟乳石。前方有一个不断向内塌陷旋转的岩浆漩涡，漩涡中心幽深黑暗，仿佛直通地心。这里应该就是玉简中记载的熔火之心的入口。周晨正准备上前，忽然前方传来一阵剧烈的灵力波动，中间还有一阵震耳欲聋的兽吼，此地明显有妖兽存在，有人在和妖兽战斗。周晨心中一惊，立刻收敛全身气息，向声音来源处赶去。他目光凛然，瞬间锁定了战斗的中心。只见一头体型庞大如小山，通体覆盖着暗红色金甲的巨狮正咆哮着。那巨狮头生独角，双目赤红如熔岩，周身燃烧着熊熊烈焰，口中喷吐出的火柱更是将周围的岩石都融化成赤红的岩浆。三阶妖兽熔岩金甲狮。周晨心中一凛，三阶妖兽足以堪比人族武者中的真刚劲，或是剑修里的大剑师，远非刚刚那些赤灵火蟒可比。而且眼前这头熔岩金甲狮体型庞大，气息浑厚，凶威滔天，明显已经到了成年期，正处于巅峰状态。妖兽天生体魄强横，远超同阶人族。这头熔岩金甲狮又常年栖息于天火谷，占尽地利，一身熔岩金甲防御力极其惊人，恐怕就算是真刚劲后期的人族武者在此，也不是他对手。而此刻正有7、8名修为约在真刚劲初期的武者，组成一个临时的战阵，在与这头凶兽激烈搏杀。在这几人之中，一道火红色的窈窕身影格外引人注目，那是一名身姿曼妙绝伦的女子，一袭红衣似火，将她玲珑浮凸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她的容颜极美，眉目如画，琼鼻挺翘，红唇饱满，但最动人的是她那双凤眸，此刻眸中不含半分媚意，只有一片清冷。秦波惹。周晨心中骤然一惊，一眼便认出了此女，不是别人，正是天阳郡郡守的掌上明珠秦波惹。之前方青辞来信说秦波惹需要他帮忙炼制上等辟火丹，说是为了寻找地心火莲。周晨原本以为他会出现在地心火莲的生长地，却万万没想到竟会在这更为凶险的熔火之心入口前遇见他。难道秦般若也是为了地脉炎火珠而来？周晨心中念头急转，秦波惹的出现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按照方青辞信中所言，他需要地心火莲淬炼血脉，突破瓶颈，理应在地心火莲的生长区域活动才对，怎么会出现在这更加危险的这里？难道他的目标根本就不是地心火莲，或者说不全是地心火莲？他也知道地脉炎火珠的存在。
周晨眼神微凝，感觉事情似乎比他想象的更复杂。忽然，小姐，避火丹的药效快撑不住了，这里的火毒太烈了。一名护卫一边朝着秦波惹喊道，他的脸色已经有些发青，明显受到了此地浓郁火毒的侵蚀。秦班若柳眉微微一蹙，他为了此次行动，特意去请周晨炼制了品质上乘的辟火丹。但熔火之星外围环境的恶劣和与金甲师的持久战斗，消耗远比预期要大。他原本充足的丹药储备，此刻也已见底。秦波惹银牙紧咬，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仅存的几颗散发着清凉气息的丹药，屈指弹向几名状态最差的护卫。这是最后一批了，省着点用，务必坚持住。众人服下丹药，脸上痛苦的神色稍缓，周身再次萦绕起淡淡的清凉之意。一名脸上带着一道灼伤疤痕的护卫一边挥剑格挡开箭射的岩浆，一边忍不住低声抱怨道：妈的，都怪那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家伙，抢先一步摘走了地心火莲。不然的话，我们若是能有地心火莲的莲瓣护体，以其精纯温和的火灵之力，不仅能完全抵御此地火毒，甚至可能对那畜生的熔岩之火产生一定的克制效果，何至于如此狼狈？周晨藏在暗处，听到这番话，心中微微一惊，这地心火莲居然还能克制这熔岩金甲师。他下意识拿出从一枚玉盒，里面装着的正是那株品相极佳、莲瓣饱满的地心火莲。他原只是想借着株地心火莲缓和与秦波惹之间的关系，但是万万没想到，这株看似主要用于炼丹的灵物，还能克制火系妖兽。周晨心中若有所思，瞬间想通了许多关节。吴景龙他们拼死争夺此物，恐怕不仅仅是为了用来炼制赤焰剑心丹，他们肯定也知道这地心火莲的特殊效果，可以克制熔岩金甲师，好帮他寻找地脉炎火珠。地心火莲蕴含的精纯火灵本源，性质温和中正，而熔岩金甲师的力量源于狂暴的地脉之火，两者属性截然相反，形成天然的克制关系，也算情理之中。此刻战场上的形势对秦波惹等人愈发不利，熔岩金甲师久攻不下，凶性大发，攻击愈发狂暴，而秦波惹团队的辟火丹即将耗尽，一旦失去丹药庇护，在这极致的环境中，他们的实力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被火毒侵体，不战自溃。周晨看着场中那道倔强而美丽的红色身影，心中瞬间有了决断。罢了，就当是给之前的事情道歉。周晨心中轻叹一声，不再隐匿身形。他一步踏出，稳稳落在战场边缘，恰好挡在了秦波惹团队与熔岩金甲师之间。面对金甲师喷吐而来的炽热火柱，周晨面色平静，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拳轰出。那狂暴的火柱竟一拳硬生生从中打散，灼热的气浪向两侧排开，未能伤及他身后分毫。宁元境6重的武道修为展露无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激战中的众人都是一愣，所有目光瞬间都集中在了这个突然出现的青山少年身上。你是谁？秦般若在看清楚来人的面容后，美眸闪过一丝愕然。周晨，是你这混蛋，你怎么会在这里？周晨收回拳头，转身看向秦波惹，无奈的笑了笑，摊了摊手道：秦大小姐，好久不见，我自然是来做宗门任务的，只是没想到运气这么好，在这里也能碰到你。他看向那头熔岩金甲师，淡淡道：看你们似乎遇到点麻烦，我是来帮你们的。帮我们？周晨话音刚落，人群中一位气息最为浑厚的中年男子便眉头紧皱，沉声开口。他修为赫然达到了真刚境3重，是这群护卫中当之无愧的首领。他上下打量了周晨一番，眼神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轻视。就凭你一个区区宁元境的小辈，小子，这里不是你能逞能的地方。熔岩金甲师乃是3阶妖兽，你速速退开，不要在此添乱。他转头对秦波惹沉声道：小姐，此地危险，还是让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赶紧离开为好。他留在这里非但帮不上忙，反而可能拖累我们，让我们分心照看。显然在这位真刚境3重的护卫队长看来，周晨那宁元境的修为在这等层次的战斗中简直不堪一击，所谓的帮忙不过是笑话。其他护卫也纷纷投来不信任的目光，都认为周晨是在不自量力，甚至可能别有用心。秦波惹闻言，秀眉也是微微一蹙。他虽然知道周晨的真实实力绝不止表面上的宁元6重，炼丹术更是超凡，但眼前这头熔岩金甲师乃是成年期的3阶妖兽，凶悍无比，即便是真刚境后期的武者来了，也未必能讨得好去。周晨再强，毕竟年纪尚轻，修为境界的差距是实打实的。周晨，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头畜生非同小可，远非你能应对，此地太过危险，你还是速速离开吧，不必掺和进来。他的话语虽然委婉，但意思很明显，同样不认为周晨能在此等战斗中起到关键作用。周晨见状却是笑了，他本来出手
一方面想觉醒火系神通，找机会和秦般若缓和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地脉炎火珠，若能借助他们的力量牵制甚至重创这金甲师，对他后续行动有利。若不是秦般若最后那句，他才不会出手。周晨看向秦般若，慢悠悠地说道：秦大小姐，你说的都有道理，三阶妖兽确实厉害。他话锋一转，轻笑道：但如果我有的星火莲呢？周晨此话一出，如同平地惊雷，瞬间在人群中炸开。什么？你有地星火莲？所有人愣住。周晨没有再多言，只是微微一笑，手掌一翻，一个散发着淡淡赤红灵光的玉盒便出现在他手中。他轻轻打开盒盖，玉盒之中一株赤红如玉，莲瓣饱满晶莹的莲花静静躺着。不是的星火莲，又是何物？地星火莲，真的是地星火莲，这气息绝不会错。惊呼声此起彼伏，所有护卫的眼睛都直了，死死盯着那株火莲。这正是他们之前苦苦追寻而不得的宝物。那名之前对周晨极为不屑的护卫队长，此刻脸上的表情彻底凝固。秦般若娇躯微颤，一双美眸死死盯住周晨手中的玉盒。你怎么会有地星火莲？难道之前抢先一步摘走火莲的人是你？周晨没有直接回答，只是不置可否的笑了笑。秦大小姐，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我知道地星火莲的力量可以克制这头熔岩金甲狮，我可以帮你们用这地星火莲之力对付这头妖兽。但是事成之后，熔火之心中孕育的地脉炎火珠，我要1颗。秦般若心中一惊，俏脸上再次浮现金色。你果然也是为了地脉炎火珠而来。他之前就有所猜测，周晨出现在这熔火之心绝非偶然，此刻终于证实，地脉炎火珠乃是比地星火莲更为罕见珍贵的天地灵物，价值远超寻常人的想象。不过眼前的危局容不得他多做犹豫，熔岩金甲师的威胁近在眼前，辟火丹即将耗尽，若无的星火莲相助，别说夺取地脉炎火珠，他们能否全身而退都是问题。他也是个果决之人，当即点头。好，我答应你。地脉炎火珠据古籍记载，每次的火潮汐之盛，通常会孕育出不止1颗，只要能解决这头守护妖兽，分你1颗也无妨。听到秦般若答应下来，周晨这才放下来。秦般若此女虽然性子傲娇，有时行事霸道，但至少言出必行，远比吴景龙那等背信弃义、利欲熏心之辈值得信赖。周晨当即问道：秦大小姐，这地星火莲具体该如何使用，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克制之效？秦般若快速解释道：地星火莲莲瓣中蕴含的精纯火灵，性质温和，恰是那熔岩金甲师狂暴地火的克星。只需将莲瓣分与众人，握于掌心，以灵力稍加激发，便可形成一层防护，不仅能抵御火毒侵蚀，更能削弱那出生火焰的威力。而莲心部分火灵最为精纯，对那金甲的压制效果最好。周晨闻言，眼中金光一闪，道：好，现在就行动。他立刻动手，从那株地星火莲上迅速取下数片赤红莲瓣，分发给秦般若众人。快，握于掌心，以灵力激发。他自己则将那蕴含着最精纯本源火灵的莲心部分单独留下，妥善收好。秦般若接过莲瓣，心中一定，立刻指挥道：所有人照周晨说的做。郡守府众人毫不迟疑，按照周晨所说的行动，霎时间数道温和而精纯的赤红色光晕如同水波般自众人手中荡漾开来。原本灼人肺腑的炽热火毒一接触到这赤红光晕，便迅速消融，被隔绝在外。除此之外，熔岩金甲师喷吐出的狂暴火焰威力大减，果然有效。郡守府众人精神大振，有了地星火莲的庇护，郡守府众人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而且更重要的是，熔岩金甲师的狂暴火焰威力大减，没之前可怕。结阵，全力牵制。秦般若轻斥一声，手中的南冥离火再次升腾，众人当即战阵，剑光闪烁，刀影纵横。这一次不再被动防御，而是转守为攻，主动向熔岩金甲师发起攻势。虽然对熔岩金甲师难以造成致命伤，却成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让他怒吼连连。就是现在！周晨看准时机，直接将那枚蕴含着地星火莲最精纯的赤红莲心塞入了口中。莲心入口即化，仿佛在体内瞬间点燃了一座火山烘炉。轰！一股磅礴如海、无比精纯的火灵本源轰然爆发。这股力量实在太磅礴精纯了，几乎不需要刻意炼化，便自然而然地与他的气血灵力水乳交融。轰！一股强大的气息自他体内爆发，筋骨齐鸣，气血奔涌如长江大河。周晨欣喜若狂，名媛七重，我竟然突破了！感受着体内澎湃汹涌的全新力量，他忍不住长笑一声。这地星火莲的莲心效果竟如此立竿见影，
怪不得吴景龙他们宁肯翻脸也要独吞这等宝物，这地心火莲确实是好东西。周晨眼神一厉，战意攀升至顶峰。太初剑，他心念一动，太初剑化作一道流光落入手中。周晨持太初剑，四季轮转的剑意弥漫而出，与地心火莲残留的精纯火灵相互呼应。四季剑诀，他轻喝一声，身形与剑光合一，化作一道仿佛贯穿了时光长河的璀璨惊鸿。这一剑蕴含了春之生机、夏之酷烈、秋之肃杀、冬之死寂4种剑意。四季剑意循环往复，最终凝聚为一道终结一切的剑罡。与此同时，地心火莲的压制之力让熔岩金甲师动作一致，斩！太初剑带着四季轮回之力直贯而出，瞬间洞穿金甲师眉心。轰！金甲破碎，妖兽轰然倒地，生机尽散。三阶妖兽熔岩金甲师死，一剑毙命。周晨持剑而立，微微喘息，脸色略显苍白，但眼神却明亮如星。这四季剑诀不是普通剑诀，消耗极大。这一剑几乎耗尽了他刚刚突破的全部力量，但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地脉炎火珠的守护者已被清除，众人大喜过望，爆发出阵阵欢呼。死了，这畜生终于死了，太好了！秦波惹也是长长舒了一口气，绝美的容颜上绽放出明媚的笑容。他美眸流转，看向熔火之心入口，兴奋到守护妖兽已除，这下终于可以安心收取地脉炎火珠了。秦波惹压下心中喜悦，与周晨对视一眼，两人身形一动，便率先走向熔火之心最深处。只见在前方一片由赤红晶石天然形成的凹槽中，浓郁的地脉之火缓缓盘旋，而在那能量核心之处，3颗龙眼大小如浓缩岩浆的宝珠正悬浮着。快看，那就是地脉炎火珠。秦波惹美眸一亮，脸上笑意更盛。果然有3颗。秦波惹与周晨对视一眼，脸色忍不住露出一丝兴奋。3颗地脉炎火珠近在咫尺，那精纯磅礴的火灵之力几乎凝成实质。事不宜迟，速取宝珠。秦波惹小心上前，准备取走其中一颗赤红宝珠。就在他的即将触碰到地脉炎火珠的那一刻，忽然他脚下的赤色岩地竟如水纹般荡漾起来，数道红色流光爆发，在他脚下形成一道的火焰图腾。下一刻，这火焰图腾传出一股恐怖的吸力，将秦波惹整个人给锁住。什么情况？秦般若惊呼一声，只觉一股强大的束缚之力从脚下传来，让他难以动弹分毫。此地有隐藏的阵法。周晨脸色巨变，下意识上前相助，可他刚迈出一步，便觉自身重量陡然倍增，仿佛有万钧山岳压顶。低头看去，不知何时，一个完全相同的火焰图腾也已在他脚下忽然亮起，一股强大束缚之力直接将他整个人牢牢锁住。不好！周晨眉头一皱，试图挣脱，却发现周身空间已然变得粘稠无比，仿佛陷入了琥珀之中。小姐当心，保护大小姐！郡守府众人见状大惊失色，距离最近的2人反应最快，体内灵力爆发，准备将秦波惹和周晨从图腾中拉出。但在他们即将触碰到秦波惹2人的刹那，嗡！火焰图腾猛地爆发出刺目的赤红强光，将周晨和秦波惹的身影完全吞没。下一刻，光芒骤息，原地空空如也。周晨和秦波惹2人就这般在众目睽睽之下凭空消失，连一丝气息都未曾留下。什么？小姐，人呢？这匪夷所思的一幕让所有护卫都僵在了原地。与此同时，周晨和秦班若只感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猛地攫住了全身，天旋地转。不知过了多久，或许只是一瞬，不适感骤然消失。2人踉跄着落地，勉强稳住身形，立刻警惕地环顾四周。映入眼帘的已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天地。这里是哪里？眼前是一片荒芜的天地，暗红色的天空低垂，仿佛凝固的污血，不见日月星辰。周晨眉头紧锁，神识向四周蔓延，却感觉此地空间异常稳固，且范围似乎极大。我们应该是触发了守护地脉炎火珠的上古禁制，被强行拉入了一个附属的秘境空间之中。秦般若俏脸凝重，沉声道：看来这地脉炎火珠没那么好拿。2人轻轻点头，不约而同地看向前方，在那里有一座巍峨的轮廓耸立着。快看，那是什么？周晨目光一凝，秦波惹先前跑去，那巍峨轮廓在暗红天幕下逐渐清晰。他沉声道：看那样子，好像是一座祭坛。2人对视一眼，便不约而同地上前。待他们完全靠近，一座巨大无比的祭坛赫然出现。这座祭坛无比庞大，通过红光闪烁，好似有火焰燃烧。而在那祭坛的最顶端，赫然矗立着一尊巨人石像。这石像高达数丈，姿态昂然，气势磅礴，仿佛一位远古的火焰君王
正在沉睡。这石像好可怕的气息。秦般若仔细观察着石像，若有所思道：这祭坛极为古老，我们恐怕是闯入了一位上古大能留下的传承之地。话音未落，那尊巨大的石像竟突然轻微震动起来，双眸忽然亮起了2团赤红火焰。轰！一股仿佛源自洪荒初开的意志骤然苏醒，笼罩了整个天地。多少岁月了，终于又有身负火源的生灵踏入此地。一个威严淡漠的声音如同滚滚雷鸣，在这片天地响了起来。吾乃焚天炎主，曾侍奉于上古火神座前，司掌万火征伐。焚天炎主，上古火神。周晨和秦般若相视一眼，心中瞬间掀起惊涛骇浪。这2个名号，光是听着就让人心生敬畏。仅仅是名号中蕴含的意境，就让他们仿佛看到了万火沉浮的远古景象。这绝对是远超他们认知范畴的古老存在。他们原本只是为了地脉炎火珠而来，却万万没想到，竟然会误入如此骇人听闻的远古秘境，直面这位曾侍奉于火神座前的焚天炎主。石像那火热双眸仿佛望穿万古时空，继续说道：此方天地名为焚天秘境，在上古时期，此地乃是火神巡游人间时暂住的一座行宫别院，也是福泽一方火修生灵的圣地。后来有感于火神恩泽的人族先民于此筑起祭坛，素无石像，以最虔诚的信仰与供奉沟通神意，祈求火道昌隆，护佑人族薪火相传。秦般若周晨闻言，心中再次巨震，这天火谷的居然还有这样的来历。原来如今这天火谷在遥远的远古时代，竟然是上古火神的一处行宫圣地。怪不得能孕育出地脉炎火珠这等奇物，怪不得会设有如此强大的禁制，更怪不得会惊动焚天炎主这等存在。石像的声音将快让的思绪拉回。然时移世易，神功倾颓，唯于此秘境秉承旧念，非身负天地间顶尖火源烙印，或承载至高火系血脉者，不可引动禁制，踏足于此。那巨大的石像微微颔首，燃烧的目光落在秦般若身上。小女娃，你体内流淌着一丝朱雀神血，虽稀薄，却足够纯粹，正是开启此地的钥匙之一。秦般若娇躯一震，瞬间恍然大悟。他身怀4品赤焰朱雀血脉，其源头正是上古神兽朱雀，虽然稀薄，但本质极高，所以能进入此地。但下一刻，他猛地意识到什么，豁然转头，惊疑不定的目光死死盯住身旁的周晨。不对，焚天炎主明确说了，只有身负顶尖火源烙印或至高火系血脉者方能进入。自己是凭借朱雀血脉，那周晨呢？他既非特殊火系血脉，也从未显露过任何与上古火源相关的体质特征，他凭什么也能站在这里？秦般若眉头紧蹙，忍不住脱口而出：炎主前辈，那我身旁这位同伴呢？他并没有无特殊火系血脉波动，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吧？为什么也能进入这焚天秘境？秦般若此话一出，周晨能明显感觉到，那焚天炎主的石像似乎一直在盯着他看。石像沉默了数息，片刻之后，这才凝重说道：此子。他的身上有一股至刚至阳的本源气息，这股力量与火之本源契合。说到这里，石像的声音低沉了下去。不过具体为何，连吾一时也难以看透，但可以肯定，他不简单，哪怕纯正的朱雀神血也比不了他。周晨心中默然，他自然清楚焚天炎主所感为何。他身负的乃是万古罕见的纯阳道体，乃是天地间一切至阳之力的本源体现之一。纯阳乃万物生长之基，亦是万火诞生之源。从根源上讲，其位格至高无上，与火之本源同出一辙，甚至更为根本。这焚天秘境感应到他体内纯阳本源之气，将其视为最顶级的火源之一而接纳，实属正常。不过纯阳道体关系重大，是他最重要的底牌之一。此刻面对这神秘的焚天炎主的秦般若，他自然不会轻易暴露。周晨微微垂首，并未多言。秦般若闻言，心中一惊，他万万没想到，这位远古炎主对周晨的评价竟会如此之高。这等评语从一个曾侍奉于上古火神座前的存在口中说出，分量何其之重。他不由得再次仔细打量身旁这个看似普通的青山少年，美眸中充满了惊疑。这色胚好像确实有点不简单。他忽然想起当初在天风城摘星楼分部，自己催动南明离火炼制丹药时，那向来温顺的灵火竟毫无征兆的突然失控暴走，不仅差点炸炉，还让他在慌乱中身形不稳，被这混蛋趁机摸了一把屁股。当时只以为是意外或是自己操控失误，但现在细细想来，那南明离火失控的极其诡异，仿佛遇到了某种令他本能畏惧又渴望亲近的存在。现在结合焚天炎主的话，秦般若几乎可以肯定，那次的意外绝对与周晨脱不开干系。能让我的南明离火产生异变，这色匹身上必然隐藏着与火焰相关的惊天秘密。秦般若心中暗忖，
看向周晨，眼中多了一丝好奇。就在这时，那巨大的石像再次开口：既然尔等身负资格踏足此焚天秘境，便意味着触动了古老的法则，自动开启了传承试炼。周晨问道：敢问前辈，试炼内容是什么？石像悠悠说道：很简单，登上尔等脚下这座祭坛，凭借自身之力走到无知石像面前，若能在无知岩威下坚持1炷香的时间而不溃败，便算通过试炼。届时不仅这3颗地脉炎火珠龟儿等所有，或许还能得到一丝源自上古火神的真正馈赠。不过无知岩威下若无特殊手段，便是通天境也难以通过。话音落下，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怖威压自石像为中心轰然席卷开来。这不是只是简单的灵力压迫，而是源自火焰大道本源的煌煌天威，直接作用在2人的灵魂与肉身上。秦班若闷哼一声，俏脸苍白，他只觉得周身血液都仿佛要沸腾蒸发，但他银牙紧咬，眼中闪过一丝倔强的赤芒，体内4品赤焰朱雀血脉被彻底激发。立！一声朱雀清鸣自他体内传出，一层凝实的赤红光照瞬间笼罩其身，光照上影约有朱雀虚影盘旋。源自血脉的古老力量与那炎威激烈对抗，虽然光照剧烈波动，但总算勉强稳住了身形。而另一边，周晨的情况似乎更加糟糕，他并没有火系血脉，面对这恐怖的炎威，仿佛赤身裸体置身于熔炉核心。该死，这炎威太霸道了！周晨咬紧牙关，拼命催动灵力抵抗，却感觉如同螳臂当车。忽然，一道清冷而熟悉的女声忽然在他脑海深处响起：笨蛋，谁让你硬抗了？你是纯阳道体，乃万火之元宗，岂会被区区炎威所摄？还不快引导道体本源，与之共鸣！是西河女帝。自从第2层的洛离女帝出现，她倒是很少出现了。周晨离开摒弃杂念，全力发动纯阳道体的力量。轰！一股煌煌如大日初升、至阳至刚的本源气息猛然自周晨体内爆发开来，他的肌肤之下仿佛有金色的岩浆在流淌，周身散发出纯净而温暖的阳和之气。那原本无孔不入、灼烧神魂的恐怖炎威，在接触到这纯阳本源之气的瞬间，威力大减，甚至还有一种仿佛臣子遇见君王般的敬畏之意。焚天炎主的石像似乎察觉到了周晨身上气息的巨变，那燃烧着火焰的双眸微微闪动了一下，流露出一丝惊讶。这少年，莫非他身负的乃是与火神陛下同源而出的某种至高体质？石像当即便沉默下去。时间1分1秒过去，1炷香的时间终于在极度煎熬中走到了尽头。周晨和秦波惹几乎同时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那股源自灵魂的压迫感消失，2人都有种虚脱般的感觉，但精神却因为成功通过考验而振奋不已。当那弥漫天地的恐怖炎威退去时，周晨和秦波惹几乎同时长长的舒了一口气，2人都是大汗淋漓，面色苍白，但却难掩兴奋。祭坛顶端，焚天炎主的石像缓缓开，1炷香已至，尔等已通过试炼。依照古老的契约，恭喜你们，年轻的试炼者，你们赢得了这3颗地脉炎火珠。说完，那3颗一直悬浮在祭坛上空的赤红宝珠缓缓降落下来。秦波惹和周晨2人相视一笑，忙活半天，终于得到这地脉炎火珠了。此乃地脉炎火珠，凝聚地心火脉精华而成，于尔等修行火系功法、淬炼体魄乃至炼丹炼气，皆有难以想象的好处，此乃尔等应得之物。焚天炎主微微一顿，最终看了一眼周晨，道：地脉炎火珠虽好，终究只是外物。吾主火神陛下曾执掌天地万火，其道运法理深不可测，尔等今日能踏入此境，尤其是你。石像的目光再次深深看了周晨一眼。依照我烛火神昔日留下的预示，当引动火之本源的生灵，便有资格触及一丝我烛火神遗留在人间的传承。周晨闻言，心中巨震，仿佛有惊雷在脑海中炸响。火神传承，这4个字重若千钧，让他忍不住浑身一颤。上古火神，那可是开天辟地之初便执掌天地万火的至高存在，他的传承必定非常珍贵。若是暴露，别说整个青州，甚至整个大前王朝都会引起轩然大波。这已经远超他们的预期，毕竟最开始的时候，2人只是为了地脉炎火珠而来，没想到如今却又几乎得到火神的传承。一旁的秦班若也是娇躯一颤，欲言大惊，连呼吸都开始急促起来。火神传承，这对任何火系修士而言都是无法拒绝的惊天机缘。石像轻轻点头，没错，吾主火神陛下曾巡游万界，播撒火种，福泽苍生，此地曾是其驻足之处，留有一缕传承印记，以待有缘。话音落下，石像的火焰双眸中闪过一丝决然。下一刻，
整个石像身躯猛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神光，以无残念为引，燃尽万古守护，恭请无主意志降临此间。这声敕令仿佛耗尽了他最后的力量，石像在璀璨到极致的光芒中轰然崩塌。万载守护，使命终了。远古岩主、焚天岩主就此彻底消散，完成了他最后的使命。就在石像消散的同一瞬间，一股仿佛凌驾于诸天万界之上的无上意志忽然降临。没有声音，没有光影，但周晨和秦波惹却清晰感受到了它的存在。万物失生，法则俯首。这股意志浩瀚如星海，古老如混沌，仅仅只有一丝，却让两人觉得神魂都在颤抖着。这就是上古火神的意志吗？秦波惹俏脸煞白，娇躯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周晨同样心神俱震，感觉自己被一道9天之上的目光彻底看穿，身上的所有秘密全部暴露了出来。就这样，那降临的无上意志蓦然扫视着下方的2个渺小生灵，在扫视周晨时，却似乎产生了一丝凝滞。咦，一个不含任何情绪的意念微微波动，似乎感受到了一丝意外。这少年，这意念并未直接说出来，但周晨感受到那浩瀚意志在自己身上停留的时间远长于秦波惹，并且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认可。紧接着，一道仿佛由大道天音直接凝成的古老意念在这片天地响起：吾乃万火之源，执掌天地间一切光明与炽热。星辰因无意志而燃，大地借无余温而暖，蒙昧生灵因无恩泽而得文明火种。吾曾巡游诸天万界，播撒火种，责备苍生，也曾引动焚世之焰，涤荡邪祟，护佑万灵秩序。周晨和秦波惹两人对视一眼，心神俱震。火神，传说中执掌星辰燃烧、文明起源的无上火神，竟然真的降临了。虽然只是一缕意志，但这种机缘可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面对这恐怖的意志，两人只觉得灵魂都在颤栗，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那浩瀚意志继续说道：尔等能踏入此间，便是有缘，今可得本座的传承馈赠。火神意志转向周晨，带着一丝赞许：小家伙，你体质非凡，万古罕见，与火之本源契合无比，未来若有机缘，或可登临绝巅，执掌万火，望好生珍惜。周晨心中微微一惊，这位上古火神似乎已经知道自己是纯阳道体。随即火神意志又看向秦波惹，语气平淡：小女娃，你知朱雀血脉驳杂不纯，本不配的本座的真传，此番赐你机缘，算是沾了此子之光，念你与他同志，顺带为之。秦波惹闻言如遭雷击，娇躯猛地一颤。他最引以为傲的赤焰朱雀血脉，在火神眼中竟如此不堪。秦波惹猛地转头，目光死死盯住身旁的周晨。自己这梦寐以求，甚至可遇不可求的火神传承机缘，竟然完全是因为他，是因为这个他之前还带着怨念的家伙。不待他细想，那浩瀚意志已然行动。一瞬间，2道蕴含着无上火道真意的光芒分别射向周晨与秦波惹的眉心。秦波惹娇躯巨震，只觉得一股温暖而磅礴的力量涌入体内，瞬间与他血脉深处的南冥离火产生了共鸣。我的南冥离火在蜕变。他心中惊呼，只见原本赤红中的南冥离火，此刻仿佛被注入了最本源的神性，赤中透金，火焰形态也更加凝实，威力何止提升了数倍不止。不对，我的功法似乎也……更让秦般若惊讶的是，他所修炼的家传火系功法赤焰诀，在火神意志引导下变得更加完美，行功路线变得更加精妙高效，对天地火灵之气的吸纳与炼化速度暴涨了数倍不止。整个功法的本质仿佛得到了升华，直指火焰大道的真容。他感觉以此功法修炼，前途将不可限量。呵，火神意志轻笑一声：小女娃，这些只是基础罢了，本座给予你最大的机缘还在后面，待你炼化那地脉炎火珠，到时候自然便会明白。秦般若闻言顿时欣喜若狂，激动的娇躯微颤，恨不得立刻就开始炼化那近在咫尺的地脉炎火珠。既然火神都说了最大的机缘还在后面，那肯定不简单。火神意志随即转向周晨，那无形的目光似乎微微皱了一下。至于你小家伙，真正的火之传承根基，你其实早已拥有。周晨默然，他心中清楚自己身负纯阳道体，乃是万火之元宗，根基无比雄厚，更是修炼了相应的9节纯阳经，确实不太需要额外的火系功法传承。前辈明鉴，晚辈却不需功法传承。周晨略一思索，恭敬地请求道：前辈明鉴，晚辈却不需火系功法传承，不过晚辈空有火源，却缺乏驾驭之术，恳请前辈赐下一门火系神通，以便晚辈初步掌控自身之火。